若点头同意莹儿进府，今夜我便会与你圆房，往后也会尽可能的一视同仁对待你们姐妹，否则这一辈子你都别想我碰你。楚宁眨了眨眼，有些恍惚地看着苏应风。上一刻他还跪在行刑台上，身边是手持大刀的刽子手，面前是高喊着杀了他的愤怒百姓。然而他心如死灰地闭上眼睛迎接死亡时，周遭却一瞬间安静了下来。再睁眼，他便看见了年轻时候的苏应风。他这是回到了20年前。这时苏应风又冷声说道：5年前你若没有被找回来，莹儿早就是我的妻了。是你的归来打乱了我与她的人生。眼下你我都已经成婚3年了，她还心系我身，不愿嫁与他人。你作为她的姐姐，还是抢了她夫君的人，理应要成全。纠正一下，你我幼时就得皇上指婚，抢人夫君的是他楚莹，而非我楚宁。当初皇上为我指婚的对象是楚家嫡长女，而你与莹儿是孪生姐妹，连你们母亲都已经记不清你们谁大谁小了。若非你耍手段让我祖父逼迫我娶你，我与莹儿便是名正言顺的未婚夫妻。且京中人人皆知我与莹儿两情相悦，是你不顾姐妹情分，执意从莹儿手中抢走了我。名正言顺啊！楚宁似笑非笑地勾起唇角，却不想在此时跟苏应风说太多。此时他心头纷乱如麻的各种情绪都开始沉淀下来了，取而代之的是慢慢凝聚起来的对苏应风、楚莹等人深入骨髓的恨。你想让我同意楚莹进门，其实也不难。跪下来，跪下来，求我，求我。你说什么？我说你跪下来求我，我就答应让楚莹进门。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你怎么敢对我说这种话？哼，为何不敢？我不点头，你祖父是不会让你娶楚莹进门的，不是吗？死穴被点破，苏应风瞬间噎住，同时心里生出了一个很强烈的念头：眼前的人可能不是楚宁。强扭的瓜不甜，圆房一事，从今往后我不会再提。你若不愿意为了楚莹跪下来求我，就可以走了。哼，半个月前，我一剿匪归来，你就让祖父祖母轮番来逼迫我与你圆房，你以为我会相信你此时的话吗？信不信随你啊，但我原本以为你会为了楚莹可以舍弃一切。现在看来却不过如此。苏应风双手瞬间紧握成拳，差点就要忍不住一巴掌扇过去了。他竟敢嘲讽自己不愿为莹儿下跪。且不说男儿膝下有黄金，他跪天跪地都不能跪他这个卑鄙无耻的丑妇了。最重要的是，他根本就没有跪下求他的必要。就算他不点头，他也能把莹儿娶进府。想到此，他杀气腾腾地丢下一句“你别后悔”，就转身而去。是你别后悔，今日你出了这个门，我就不会再给你这样的机会了。而楚莹的肚子可等不了你，太急。猛地，苏应风脚步就顿住了。他竟然知道莹儿腹中已经有他的骨血了。在我把莹儿娶进门之前，你若是敢把莹儿怀孕一事传扬出去，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巧了，我这一辈子也绝对不会原谅你。所以我劝你，最好把握住这唯一的一次机会。苏应风知道他口中的机会是此刻下跪求他，霎时一刻也不想在这里多待。他怕再待下去会忍不住杀了他，但他目前还杀不得，至少在祖父认可他、上书请封他为世子之前，他还不能死。这一次楚宁没有再冲他说什么了，反正他下次来的时候肯定会乖乖跪下来求他，而他压根儿就没有点头同意的打算，只是想羞辱他一番罢了。但上一次苏应风都没有多费唇舌，
他就点头答应了，让楚莹以平妻的身份进府。不日，他就用10里红妆风风光光地把楚莹娶进了门。让大婚当日只有一顶破旧花轿迎亲，还是可笑至极的，在一众宾客面前与公鸡拜堂的他，彻底沦为了全京城的笑柄。祖母，莹儿已经怀上孙儿的骨肉了，求祖母成全孙儿跟莹儿。早在你与楚宁成亲之前，你祖父就当着皇上的面给了楚宁一个承诺，那便是他进门后，只要他不点头同意，你不仅不能纳妾，连暖床丫头都不能有，甚至你要是背着他去逛了青楼，你祖父都绝不会饶你。所以你要娶楚莹，只能想办法说服楚宁点头。不过我话说在前头，楚宁虽然无颜，名声也极其糟糕，但他对你的情谊，我跟你祖父都看在眼里。楚莹进门后，你要是胆敢让楚宁受委屈，那等楚莹肚子里的孩子一出生，我就把楚莹送出府。祖母，孙儿想以平妻的身份娶莹儿进门，哪有把妻子送出府的道理？荒谬！楚宁能点头让楚莹进府，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还想让他同意楚莹为平妻？祖母也知道孙儿喜欢的人是莹儿，孙儿自然不舍得委屈她为妾啊。对女人而言，民节大过天，你都舍得让她冒着民节尽毁的风险，与你在婚前行苟且之事了，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孙儿离京剿匪3年，想他的紧，去见他的时候，一时没有克制住。你当你提前归京，跑去与他厮混了数日那件事，做得人不知鬼不觉吗？而以我对你的了解，你会那般做，十有八九是受了他的挑唆。我以前算是看错他了，他也不是什么本分的。祖母，莹儿她没有。你给我闭嘴！我要是你，现在就不会跪在这里，而是会想尽办法去说服楚宁，毕竟楚莹的肚子等不起。祖母有所不知，孙儿方才已经去见过楚宁了，也同他说了，只要他点头，孙儿今晚就会跟他圆房。但他不依不饶的要孙儿跪下求他，孙儿堂堂7尺男儿，哪里能跪他一介妇人呢？萧文秀微微皱起眉，楚宁竟然让风儿跪下求他，这有点不像楚宁的作风啊！而且风儿早晚会成为他们苏国公府的世子，日后也会继承国公之位，哪能随随便便下跪求人？他当即就转头冲身边的桂嬷嬷说：“去把楚宁叫来。”是。看在楚莹肚子里那个孩子的份上，我这次勉为其难帮你做一次和事佬，但你往后必须给我好好对楚宁，否则别说楚莹了，孩子我都会一并送走。约莫过了1刻钟后，萧文秀估摸着楚宁快要来了，才让苏应风起来落座。然而又过去了半刻钟后，桂嬷嬷却一个人独自回来了。萧文秀脸色当场就是一沉。楚宁不来？是，大少奶奶说她知道老夫人您此时唤她过来是为哪般，但她心意已决，如若老夫人要替大少爷做主，迎楚二小姐进府，就请先替大少爷给她一封休书。他好大的胆子！他是以为他身后有皇上撑腰，我们不敢给他休书吗？祖母，休书是楚宁自己要的，皇上应该不会怪罪我们吧？你如果不想要世子之位了，现在就可以去写休书了。祖母，孙儿不明白，皇上为何这般看重楚宁啊？他除了会点医术之外，明明就是一无是处啊。你祖母我也不明白，但你祖父是个明白人，有胆子就问他去。苏迎风沉默了，他3年前其实是问过的，但祖父只丢给他一句：你如果想要那世子之位，还想日后继承苏国公府，就别多问，
祖母啊，那我跟莹儿现在该怎么办？我倒是等得起，可莹儿肚子里的孩子等不……你要是等得起，就不会做出那种糊涂事了。你去楚家走一趟，把情况大致跟楚莹说一说，让他自个儿想办法。是。你可以趁此机会重新认识认识你的莹儿。清风院，楚宁从丫鬟口中得知桂嬷嬷去了楚家，非但一点都不意外，还立刻就猜到了萧文秀的用意。你之前不是说你娘经常整宿都睡不着吗？你把这些安神香拿回去给她用，保准她每一晚都能一觉睡到天亮。啊，可这不是大少奶奶您为老夫人做的安神香吗？老夫人以后用不上了。啊，那奴婢就替奴婢的娘亲谢谢大少奶奶了。别让第三个人知道，这安神香是我给你的。大少奶奶放心，奴婢会告诉娘亲跟家中旁人，这是奴婢花重金买的。去吧。楚宁摆摆手，在双儿躬身告退后，步出药房，把他清风院里的下人全部都召集到了院中，统共也就5个人，却有4个人是不能用的。你们跟了我5年，这金簪是我赏你们的。你们是楚营的人，卖身契也还在楚营手里，现在你们可以收拾东西回楚营身边去了。奴婢们不知做错了什么惹怒大小姐的事，还请大小姐明言。你们一直以来都做了什么，你们自己心里最清楚了，不是吗？不过我今天让你们走，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不想要你们伺候了而已。你们最好趁着我还有耐心，麻溜的去收拾东西滚，别逼我让小白撵你们走。你们也去收拾东西，回楚老夫人身边。你们年纪都不小了，我也不想太过难为你们，所以你们最好也别逼我难为你们。这是他们4个今天非走不可的意思了。2人对视了一眼，最后房妈妈道：大小姐如此突然的把老奴几个遣送回府，只怕会伤了老夫人跟夫人还有2小姐的心呐。他们楚家人有心吗？短暂的犹豫过后，房妈妈带头领着其余3人回房收拾东西去了。房妈妈收拾好东西回到院中之后，远远地冲楚宁扶了扶身。大小姐若是后悔了，回府去跟老夫人赔个不是，老奴等就能再回来伺候大小姐的。滚！等房妈妈4人相继出了清风院，楚宁才看向那最后一个人。大少奶奶若是有话想问奴婢，尽管问就是，奴婢定知无不答，答无不尽。太子派你来我身边时，有没有说过什么？殿下说大少奶奶您很挑食，让奴婢务必尽快摸清大少奶奶的口味喜好，然后让大少奶奶每天都吃好吃饱。每天都吃好吃饱？大少奶奶也要让奴婢回殿下身边吗？这要取决于你们殿下。奴婢愚钝，还请大少奶奶明示。你去跟你家殿下说，我要见他。如果他不肯来见我，你就不用回来了。奴婢明白了，奴婢这就去东宫求见殿下。太子是当今皇上的长子，其3岁开蒙，4岁便能作诗，5岁开始习武，7岁就能与京中的第1高手过招，被誉为他们东城国数百年都难得一见的文武奇才，辅国大将军府。楚2小姐，我们老夫人的意思您明白的吧？我明白的，劳烦桂嬷嬷替我转告苏国公夫人，我会尽快把事情办妥的。那老奴就先行告辞了。静之，送桂嬷嬷出府。是。他们前脚出了房门，楚莹后脚就把玉叶唤到了跟前。你去把母亲请过来，就说我一直在哭，你们怎么都劝不住。是。哎呦，颖儿，
你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母亲，女儿对不起姐姐，女儿没脸在她家里住下去了。于静书心头一跳，跟宁儿有关，那就是苏应风剿匪归来之后来见过莹儿了吧？风哥哥之前来见我时，说他无论如何都忘不了我，想以平妻的身份娶我进门，而我至今也未人改心意，人非他不嫁，却又不想让姐姐难过，就说只是做妾也没有关系，只要能在他身边就好。我还以为姐姐肯定会同意的，结果风哥哥回去跟姐姐说了想娶我进门后，姐姐非但没有同意，还性子大变，要风哥哥跪下求他。于静书听到这儿，很是惊讶地睁大了眼。宁儿让苏应风跪下求他，真的假的？而楚莹继续哭道：风哥哥在外，可是统领着几千将士的小将军，他哪可能对姐姐下跪呀？且他本来就不甚喜欢姐姐，经此一事，肯定会更加讨厌姐姐的。都是我不好，我不该生出想与姐姐同嫁风哥哥的想法，我该去找个尼姑庵，剪掉青丝，余生与青灯古佛为伴。哎呦，别说胡话，你年纪轻轻的，去什么尼姑庵？而且这事儿错不在你，而在抢了你夫君还容不下你的宁儿身上。于静书打断楚莹的话后，不由分说地把楚莹拉回了屋内，紧接着又道：你与苏应风本就是情投意合的一对璧人，而宁儿本就不得苏应风喜欢，如今你都愿意为妾了，他还拿瞧，实在太不应该了。为娘这就让人去苏国公府叫他回来，让他当你的面点头同意你进府，而且还不是为妾，得为平妻。可是母亲，那样会不会使得姐姐跟你离了心啊？不会的，她是我的女儿，我了解她。哎呦，你也是我的女儿，永远都是。谢谢母亲，不过母亲还是不要太过难为姐姐，我为妾也没关系的。怎么没关系了？关系可大了。你为妾，日后你的孩子便是庶出，而你为平妻，对宁儿却并没有实质上的影响。那行了，这事儿交给母亲来办，你快去换身衣裳，再去把脸洗洗，都哭成小花猫了。于静书这么说完，就给旁边的人使了个眼色。奴婢这就去苏国公府请大小姐回来。待东陵走了，楚莹才抽抽搭搭的去更衣洗脸，眼底尽是得意。母亲出手，他就不信楚宁还能不点头。然他更衣洗完脸之后，刚坐回到于静书身边，就有丫鬟把碧玉碧盒领了进来。瞧见那二人肩上背着的包袱，楚莹心下当即就是一喜。难道苏国公夫人为了方便他行事，借着楚宁胆大包天的想让风哥哥下跪一事，把楚宁赶回娘家来了？于静书也在看见碧玉碧盒肩上的包袱时，下意识地想到了那种可能，当场就站起了身。大小姐把奴婢二人赶回来了。什么？楚莹脸色一变。大小姐说奴婢二人的卖身契至今都还在二小姐手里，她怀疑奴婢二人一直在替二小姐监视她，不想要奴婢二人伺候了，就把奴婢二人赶回来了。他怎么能无凭无据的这么冤枉我？楚莹有些心虚，还有些惊讶，楚宁竟然敢把他给的人遣回来，面上却立刻就布满了委屈。母亲，女儿当初把碧玉碧盒送给姐姐，明明是一番好意，姐姐她竟然……等她回来了，我会好生问问她的，一定会让她给你一个交代。除了奴婢二人，房妈妈跟群妈妈也被大小姐赶回来了。这一下楚莹是惊得都要顾不上装委屈了。
房妈妈跟群妈妈可是祖母给楚宁的人，楚宁这真的是中了邪吧？不然他怎么敢把祖母的人抢回来？而于静书心里却是莫名的一慌，同时直觉告诉他，东陵可能请不回宁儿了。那对金簪怎么会在你们头上？大小姐赶我们回来之前，把金簪赏给了奴婢二人。碧玉话落，就伸手去拔头上的金簪，哪知他的手刚才触碰到金簪，他就眼前一黑，往旁边倒去。于静书见状还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又看见碧荷同样突然倒了下去，忙道：快传府医！夫人二小姐他们俩这是中毒了，而且是一种极其刁钻的毒，小的医术有限，解不了。中毒？他们才刚回府里来，一口水也没有喝，也什么都没有碰，怎么会中毒的？难不成是他们在回府路上遇到了一个莫名其妙对他们下毒的疯子？他们会死吗？不会，只是若无解药，他们此后恐怕会落下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等后遗症。夫人，毒在这2只金簪上，不过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毒在金簪上，而宁儿赶碧玉碧荷回来前，才把金簪赏给了碧玉碧荷。这是有人想害宁儿，还是毒是宁儿下的？莫名的，他就觉得后者的可能性很大。母亲，姐姐手里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毒药啊？她是不是除了会医术，还会使毒啊？还有，姐姐为什么要对碧玉碧荷下毒啊？姐姐不会是真的认为我把碧玉碧荷给她是想监视她吧？那样的话，姐姐真正想下毒的人会不会是我呀？莹儿，你别瞎想，你姐姐怎么会想对你下毒？而且这毒未必就是你姐姐下的，也可能是有人想害你姐姐。可是母亲，那金簪姐姐时时都带着，旁人哪有机会在金簪上下毒？正因为宁儿日日都带着，旁人才会想在上面下毒来害宁儿。你们先别乱猜，等宁儿回来问问就知道了。这个时候东宫里，殿下，楚大小姐知道奴婢是您安排到她身边的了，她让奴婢回来跟您说她要见您，若您不见她，奴婢就不用再回她身边了。咕咚一声，君莫手里的糖豆掉进了药汤中，之后是冗长的静默。时间久到朱兰都有些胆战心惊了，君莫的声音才终于响起：去把国师放了。是。有人应声而去后，朱兰又听君莫说道：你带4个人回去给他，就说他若收下，本宫半个月内就会去见他。朱兰连忙拱手应道：是。朱墨又道：让他对外说那4人是本宫父皇所送。是。朱兰领着那4人出了东宫，国师离尘带着一身寒气踏入了君莫寝殿。你都让本宫等了5年了，本宫才关你5天水牢，已经很够意思了。所以我是不是还要跪下叩谢太子大度，只关了我5天？那倒也不必，你帮本宫算算，楚宁什么时候会彻底对苏应风那个渣子死心就行。我是国师，不是算命的。看来国师很中意本宫亲设的水牢呀，不若进去住满5年吧，未免国师寂寞，本宫还会让人去把你国师府里的小徒弟们全部……他找上你之日，便是他对苏应风死心之时。你确定？你之前说他会在本宫生辰那日来找本宫，结果却迟了整整5天。5年前你说只要本宫不主动找他，等他来找，本宫的命格就会改变，就不会在25岁时死去了。你现在看看变了吗？离尘没有立刻回答，定定盯着君莫的脸看了好一会儿之后，转身就走。恭喜殿下终于摆脱了短命相。你跑什么呀？你是不是在诓本宫？人有3急，
今夜，你随本宫去苏国公府走一趟。是。吴痕应得很快，心里却有些犯嘀咕。主子前面对朱兰说半个月内会去见楚大小姐，没想到竟然今晚就要去，还是晚上去。主子该不会想来个霸王硬上弓吧？苏国公府，楚宁清点完药房里的各种药材，刚拟好一张需要补货的药材清单，朱兰就回来了。大少奶奶，太子殿下说，您要是收下这4个人，他半个月内就会来见你。半个月内。然后他冲那4人说道：你们跟了我，那么从今天起，你们的主子就不再是太子，而是我楚宁了。一旦日后你们在我跟太子之间优先听从了太子的命令，我就会立刻将你们赶走。大少奶奶放心，奴婢4人打从受训那天起就被告知了日后的主子是大少奶奶您。楚宁心下微微一动，看来太子真的有可能曾跟他一起待在那个炼狱里面过。他要救太子，因为他需要一个靠山。东陵来了，叶思试探着问道：小姐，要不要奴婢把他们赶走？楚宁点头。我梳妆台上有一个包袱，你去拿给东陵，让他拿回去还给楚家人，顺便让他转告楚家人，我楚宁日后不会再踏入他们楚家一步，让他们当作从来没有找到过我吧。是。东陵抱着包袱，被苏国公府的管家送到了府外，才回过神来问：那个小姑娘是谁啊？是皇上送来给大少奶奶的丫鬟，一共4个，个个都长得很水灵，而且看起来也都会点功夫，惹不得呀。东陵叹息着摇摇头，抱着包袱匆匆地回了将军府。此时辅国大将军府里，宁儿呢？奴婢没有见到大小姐。于静书心下一沉，又听东陵说，皇上给了大小姐4个丫鬟，大小姐让其中一个丫鬟把这个包袱交给奴婢，还让奴婢转告夫人，她以后不会再踏入楚家一步，请夫人当作从来没有找到过她。什么？宁儿当真说了不会再踏入楚家一步，还让我当作从来没有找到过她？奴婢虽然没有亲耳听见大小姐那么说，但那4个人既是皇上送给大小姐的，那就应该是不会信口雌黄的人，所以大小姐应该确实那么说了。于静书霎时有些头晕目眩，心也一下子慌得厉害。都是我的错，我不该至今也没有忘掉风哥哥，不该痴心妄想姐姐能容得下我进苏国公府为妻，不然姐姐也不会难过到想跟家里人断绝关系。母亲还是让我离家去寻一处尼姑庵，了却余生吧。哎，你又没有做错任何事，你为什么要出家为尼？以后不许再说这样的话了，不然为娘要生气了。可是母亲，姐姐若是真的想要跟我们断绝关系，该怎么办啊？不会的，她只是一时无法接受苏应风娶你，在胡闹罢了。等她气消了，母亲会亲自去苏国公府跟她长谈一次，她一定能够理解你跟苏应风之间的感情，然后同意你进门的。再者，亲人可是打断骨头还连着筋的，哪是她说断就能断的。急急地转身道：我现在就得去苏国公府一趟。不许去！那丫头就是被你们给惯坏了，才有胆子说出不会再踏入我们楚家一步这种话。且他把我跟莹儿送给他的人请回来也就算了，还敢给人下毒，还是那么恶毒的毒。这要是传扬了出去，别人会怎么说我们楚家？这之后，他要是不去祠堂跪着好好反省几日，我是不会让他再踏入家门一步的。
另外，莹儿和苏应风的婚事也由不得他不同意。明天我就会进宫，请皇后娘娘为莹儿做主。夫人，大小姐让奴婢拿回来的这些东西怎么处置？先替她收着，之后等她气消了，再给她送回去。而于静书和东陵主仆前脚走出了楚营院门，金枝和玉叶后脚就自发地跪到了楚营面前去。碧玉碧和那两个没用的废物，竟然让楚宁那个丑八怪觉察到了他们一直以来都在监视他的一举一动。本小姐身边不留没用的废物，你们去送他们上路。本小姐要用他们的死来让祖母、父亲还有兄长们更加厌恶楚宁。当晚，苏国公府，看来本宫来的不是时候啊。本宫？这是太子？他们东陈国的太子这么不正经的吗？竟然大半夜的跑来有夫之妇的房间里。太子殿下这般直接坐到臣妇床上，不大合适吧？本宫还没上去，只是坐在床沿而已。他难道还想上去？楚宁更加觉得他不正经了。又听见他说：你跟苏应风一没拜堂，二没圆房，你在本宫面前自称臣女即可。就算没拜堂，没圆房，臣妇也是他名正言顺的夫人。太子殿下，您这样坐在臣妇床上不合适。是床沿。本宫行事从来不管合不合适。还是说，你希望本宫坐到位于你对面的软榻上去，把你看光？殿下，你可以坐到外面去。本宫身体不好，坐不得硬凳子。楚宁磨了磨牙。你不是要见本宫吗？本宫现在来了，你可以开始说你为什么要见本宫了。殿下何其聪慧，应该已经知道臣妇为何要见您了吧？你想知道本宫为何要借父皇的手往你身边送厨娘，还想知道本宫为何要为你训练叶思、叶想他们几个？是。那两个问题本宫目前不想回答。那殿下今日的来意是？你应该也知道，世人都说本宫活不过20，但5天前本宫已经过了20岁生辰，只是以本宫眼下的身体情况，离大限之日也不远了。而自打你治好了本宫父皇头疼的毛病后，父皇就时常在本宫耳边念叨你的医术，不仅在太医院所有人之上，也比江湖中那些所谓的神医都要好。所以本宫决意让你一试。楚宁半信半疑地抿起嘴，突然君莫转头朝他这边看了过来，他连忙又往水里沉了沉。可事实上君莫并没有看向他。你好似想与楚家划清界限，也想与苏应风和离，那你应该会需要一个靠山，而本宫需要一个医术足够好的大夫。你做本宫的大夫，本宫做你的靠山，你意下如何呀？殿下为何要如此委屈自己？何来委屈一说？其实只要殿下或者皇上一个命令，臣妇就会穷尽毕生所学为殿下医治。且此前臣妇都已经应允了皇上会为殿下医治的，只是殿下一直不愿。所以臣妇不明白，殿下如今为何忽然又愿了，还屈尊降贵地提出了要做臣妇的靠山。本宫疑心重。楚宁满头问号。直白来讲，就是本宫此前信不过才刚归京几年的你，而今你有求于本宫，本宫才能放心让你为本宫医治。可京中贵人多的是，臣妇未必就一定要求殿下您。哼，除了本宫，京中还有人敢与如今的苏国公抗衡吗？楚宁盯着他微扬的唇角，脑子里莫名的闪过了一句薄唇之人多凉薄。然后他走过去，在君莫的身侧蹲下，请殿下容臣妇把个脉。你这是愿意与本宫合作的意思？是。
君莫这才心满意足地将左手伸出去。你想跟苏应风和离，只是因为他想娶楚莹，还跟楚莹珠胎暗结了。楚宁闻言抬头，现在的我已经不爱他了，所以原因不重要了。君莫心下又是一阵激动，片刻后，楚宁的手指从他的腕间抽离，紧紧地拧着他好看的秀眉，说道：殿下体内的毒早已经深入五脏六腑，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好解。加之殿下的身体又虚弱到了无法随便用药的程度，臣妇需要好好的。因为这是合作关系了，往后你在我面前不用自称臣妇臣女那些，你琢磨明白怎么给我用药后，直接去东宫即可，没人会拦你。此时辅国大将军府那边，身着夜行衣的苏应风刚经由半开的窗户进入楚营房中。风哥哥，他此时着着单薄到几乎透明的寝衣，脸上未施粉黛，俯身捧起楚莹的脸就狠狠地亲了上去。一通小心翼翼的缠绵过后，苏应风不甚满足地轻拥着楚莹，这才想起来问：莹儿，你今夜唤我前来，所为何事啊？姐姐白日里把5年前我给她的2个丫鬟送回来还给我了，还把祖母给她的2个妈妈也送了回来。她那么不知好歹，根本不配为你的姐姐，你往后无需再对她那么好了，她不配。苏国公府里，楚宁正在深陷梦魇中。隔天早上他醒来时，都已经晨13刻了。小姐，苏国公夫人身边的桂嬷嬷来了。楚宁懒懒地眨了眨眼，就猜到了桂嬷嬷的来意。小姐，桂嬷嬷是来问小姐今日为何没有去宝墨堂的，要不要奴婢将她打发走？打发了吧，就说我救急犯了，此后都不过去宝墨堂请安伺候了。这个时候宝墨堂那边，安神香没剩下多少了。阿贵，你待会儿再去清风院走一趟，让楚宁亲自送些过来。是。桂嬷嬷刚躬身应罢，就看见苏敬周下朝回来了。宁儿今日怎的不在？哼，人家说救急犯了，以后都不过来请安伺候了。苏敬周眉头微微一皱。半个月前我呈上去的为风儿请封的奏折，皇上今日驳回来了。又驳回来了？风儿年纪小，容易被感情冲昏头脑，在做取舍的时候也就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你若想让他坐上我们国公府世子的位置，就得帮他做出正确的选择。得，这是楚莹怀孕一事他也知道了的意思，且他这话怕是要暗示他在必要的时候，楚莹肚子里的孩子不能留。虽然你一直都不肯细说，但我还是想问，楚宁到底是为什么得皇上看重至此？楚宁救过太子。几时救的？楚宁不是师承走南闯北的那种江湖郎中，医术平平吗？你我身上的顽疾，不仅所有太医都束手无策，连那些名动四方的所谓名医神医也都毫无办法。但楚宁当初进门后，几贴药就帮我们缓解了症状。你真相信他医术平平？萧文秀愕然，对上他的反应，苏敬周沉沉地叹了一口气，又道：今日我从御书房出来时，见到了去跟皇上请安的安圣公主。她脸上的伤疤比我上次见到她时要淡了3、4分，而上次我领楚宁进宫去给皇上请平安脉时，楚宁顺手给了安圣公主一盒去疤膏。
你的意思是，安圣公主用完楚宁的祛疤膏后，脸上的伤疤在这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就淡了3-4分？世人皆知这些年皇上皇后为安圣公主脸上的伤疤操碎了心，也寻遍了名医。若近来有旁人进献了祛疤膏，我是不可能不知道的。那楚宁为什么没有把祛疤膏用在他自己身上？我怀疑他易容了。可他为什么要易容使自己变丑？这我就不知道了。于静书今日是等到孙瑜出府进宫去了，才动身前来苏国公府的。刚一站定，他就看见了素问，心下猛地就是一跳。这个时候，母亲应该还在进宫去求见皇后的路上，怎么皇后身边的素问姑姑就已经来找宁儿了？楚夫人。于静书身形微微一晃。宁儿，你这是做什么？你难道真的要因为那么一点小事不认我这个娘亲了吗？小事啊。楚宁自嘲地笑了起来，他顿时不想再跟于静书多说一个字了，转身搭上叶思的手，便上了马车。楚夫人，奴婢是奉皇后娘娘的命令来接令爱进宫议事的，未免皇后娘娘久等，奴婢与令爱要先行一步了。我与你们一同进宫。这怕是不太合适，因为皇后娘娘今日要与令爱商议一件很要紧的事。楚夫人若是有事要求见皇后娘娘，还请之后再自行入宫。这么说完，素问就让人赶着马车走了。于静书停在楚宁先前站的位置，看着那辆转瞬之间就跟他拉远了距离的马车。出城去将军营中。进宫后，他们的马车直接就停到了凤仪宫的外面。楚宁领着叶思跟在素问身后进入凤仪宫之后，一个小宫女匆匆跑来冲素问说：辅国大将军府的老夫人正在主殿跟皇后娘娘说话。奴婢先领苏大少奶奶您去偏殿等候。楚老夫人今日进宫求见皇后娘娘，兴许跟我有关，能否劳烦素问姑姑去问问皇后娘娘，我能否去主殿后面旁听？不一会儿，素问就从里面出来了。苏大少奶奶，请随奴婢来。楚莹也是本宫看着长大的，她与苏应风的感情之好，本宫也很清楚。莹儿那孩子是个认准了某件事某个人就会一条道走到黑的人，请皇后娘娘看在莹儿对苏应风的一片痴情上，准许她以平妻的身份嫁给苏应风。老夫人如此偏爱楚莹，想来你们家旁人也是如此。本宫着实有些同情孤立无援的楚宁，故而在楚宁跟苏应风、楚莹三人的事情上，本宫会站在楚宁的身边。想来皇上也会如此，所以楚老夫人请回吧，本宫还要去与楚宁商量要事。孙瑜满心的不可置信，他万万没想到皇后会站到楚宁那边，还十分笃定地说皇上也会站在楚宁那边。皇后娘娘，楚宁眼下可是也在凤仪宫？温岚不答反问。若是在呢？还请皇后娘娘容老身与她当面说上几句。温岚便扫了一眼边上的宫女，那宫女转身进了隔间，然后将楚宁领了出来。臣妇楚宁参见皇后娘娘。起来吧。谢娘娘。楚宁见过楚老夫人。孙瑜眼里的怒意一滞，即将脱口而出的话也被那淡漠疏离到了极致的7个字给堵了回去。又听楚宁淡声说：关于贵府小姐想以平妻身份嫁给我夫君这件事，楚老夫人其实该去找我夫君的祖父祖母商量，因为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只要他们让我夫君给我一封和离书就行了。你愿意跟苏应风和离？是。
孙瑜不可置信了好一会儿，才收起怒意，说道：“合理也好，迷途知返总比一错到底要好。就算日后没有人愿意再娶你了，我们家也能养你一辈子的。”早年我身中剧毒，浑身是伤时，家师都养了我7年。如今我身体已然大好，不再需要昂贵的药材解毒疗伤了，家师肯定愿意养我一辈子的，所以就不劳楚老夫人你们费心了。你是真的想跟苏应风和离？是的。那你可需要本宫与皇上出面帮你。皇上日理万机，皇后娘娘您也要管理6宫，和离这种小事，臣妇不敢拿来麻烦您2位。你此前给安胜的祛疤膏是你做的吗？是。安胜用完你这祛疤膏后，脸上的伤疤已经淡化了4、5分。那么，这祛疤膏你手里还有吗？有的。如若不出差错，安胜公主用完这些祛疤膏之后，脸上的伤疤就能完全消失了。当真？温岚问得极其兴奋。安胜虽然非他所出，却一直养在他的膝下，加之安胜又是因为他的疏忽，脸上才会有了那么大面积的骇人伤疤。温岚当即让人把那些除疤膏送到了安胜公主君染的手里去，而后又给楚宁了一堆赏赐，又让素问亲自把楚宁送回了苏国公府。个时候，宫中御书房那边，当今皇上君沐晨正准备着如以往一般逼君莫看着他用心挑选出来的一堆女子画像。从君莫年满16开始，他每个月都会逼着君莫看一堆待字闺中还未婚配的名门闺秀的画像。阿金，你也老大不小，该成家了，你好好看看那些画像，要是有相中的，本宫找母后为你指婚。顾青是东宫的侍卫统领，年长君莫5岁，10岁就到君莫身边了。就在他拧着眉冥思苦想推脱的说辞时，一个太医匆匆而来。那太医在向君沐晨、君莫父子俩行礼问安后，将一张清单呈到了君沐晨的面前。皇上，这是苏国公府的大少奶奶昨日让人送到太医院的药材清单，其上除去他以往要过的药材外，还多了一堆奇诡无比且带有毒性的药材，微臣等有些担心，特意拿来让皇上过目。他要带毒的药材做什么？按他的清单全部给他送去，要尽快。怎么，因为本宫要死了，所以本宫说的话不管用了？微臣不敢，微臣这就回去全部整理好，送往苏国公府。你身边的叶焕这2年一直在按他师父的指示，用以毒攻毒的法子压制你体内的毒，而你在此之前从没有插手过跟楚宁有关的事。难道楚宁要的那些带毒的药材是要用在你身上的？你背着朕跟楚宁接触过了？楚宁又不是父皇的什么人，儿臣跟他接触，没有事先知会父皇的必要。所以你真的已经跟他接触过了？他给你把过脉了？他怎么说？他说儿臣的毒早已深入5脏6腑，不好解，加之身体过分虚弱，不能随便用药，他要好好琢磨琢磨。那就意味着你小子死不了了呀！此前我嘴都要说起茧子了，你也不愿意让他给你把次脉，现在怎么突然就想通了？国师在我东宫里闭关修炼了5日后，说我的命格变了，而楚宁是助我彻底摆脱短命相的贵人。你有何打算？等他跟苏应风和离后，我会娶她为太子妃。既然你这个逆子死不了了，还非楚宁不娶，那朕往后就不费神帮你挑选名门闺秀了。你今天也别去打扰你母后了。城外，于静书在楚家军军营外等了约莫有1炷香的功夫，才终于见到楚离安父子4人。宁儿出了点事，将军，我们怕是要再一次失去宁儿了。楚离安当即就是一愣，
楚家老三楚林却是没心没肺的自他身后探头问道：楚宁出什么事了？他还能出什么事儿？肯定是苏应风回京之后又见过妹妹了，然后还没打消娶妹妹的念头，他不乐意妹妹进门，闹起来了呗。苏应风是见过莹儿了，还跟莹儿说了要以平妻的身份娶她进门，莹儿也是愿意的，甚至还说就算为妾也愿意。妹妹肯定不能为妾，若不是因为楚宁，她现在都已经是苏应风的夫人了。楚宁是哪里来的脸不同意？她还好意思闹啊？3年前楚宁执意要嫁苏应风的时候闹过一次绝食，这回她是又绝食了吗？绝食几天了？宁儿这次没有闹，她只是把莹儿之前给她的碧玉碧盒，还有你们祖母给她的房妈妈、群妈妈都送回了我们府里而已，还说以后都再不会踏入我们楚家一步了。这不就是在闹吗？今早我去苏国公府见他，想跟他好好谈谈，恰逢素问姑姑奉皇后娘娘的命令到苏国公府接他入宫，他当时一脸漠然的唤我楚夫人。皇后召他入宫做甚？我不知道，兴许是因为母亲今日进宫去请皇后娘娘为莹儿做主了吧。夫人莫急，我稍后会让林儿去苏国公府走一趟，让宁儿今晚回家。没用，他不会回的。昨个我让东陵去苏国公府叫他回府，他都没有见东陵。那便先等上些时日，等他气消了，我们再与他好好谈谈吧。待莹儿嫁入苏国公府一事，本来就是他介入了莹儿跟苏应风之间，他不答应也得答应。对，不答应也得答应。你去苏国公府一趟，让宁儿今晚务必回家一趟。行吧。楚林应得有些不情不愿，接着楚离安又冲余下二子说道：我们也去准备准备，傍晚回城。苏国公府里，孙瑜才刚见到苏国公夫妇，迎面他就笑呵呵地说道：哎呀，老身今儿在宫里见到楚宁了，他当着皇后娘娘的面儿与老身说愿意与你们家应风和离，成全他跟我们家莹儿，所以老身此时登门是想来问问你们几时给楚宁和离书，顺便我们也可以商议一下莹儿跟应风的大婚事。宁儿对风儿的感情之深，京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以他眼下说要跟风儿和离，肯定只是气话。祖父、祖母，楚老夫人，你将李太医请来府上，可是你祖父祖母身子不适。托宁儿的福，我身体好得很。我身子近来也并无不适之处啊。风儿，你请李太医来做甚？孙儿方才在回府的路上遇到了李太医，就想请他来府上给祖父祖母你们探个平安脉。风儿这孩子想一出是一出的，劳烦李太医啦。苏大少爷一片孝心，正好下官今日也有闲，还请国公爷跟国公夫人准许下官为你们请个平安脉。苏应风一直在旁边紧盯着他，见他面色有异，立刻就问道：李太医啊，我祖母身体如何？李太医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道：且容下官再为国公爷请个脉。又过了2盏茶的功夫，在苏应风憋不住打算再一次询问的时候，李太医开口了：国公爷，据下官所知，这3年来您夫妇2人没有再传太医来请平安脉，是因为贵府的大少奶奶会医术，在为你们调理身体。苏敬周点头：这期间你们没有另请名医？没有。那能不能容下官见一见贵府的大少奶奶？下官想看看贵府的大少奶奶是如何为您夫妇2人用药的。须臾，清风院那边，苏应风一跨进院门，就被叶念给拦下了。苏大少爷，我们小姐此时在药房里面忙，
他说在他出来之前，谁也不见。小姐，小姐说她迟早会跟苏大少爷你和离的。你去跟他说，李夫邱太医来我们府上了，李太医想看看他用在我祖父祖母身上的药方。苏大少爷，请稍等。苏应风就看见叶念快速的折返回来了，手里拿着10来包药跟几张药方。苏大少爷，我们小姐说她救急这次来势汹汹，此后恐没有精力再替苏国公夫妇把脉抓药了，请苏大少爷转告苏国公夫妇，让他们日后请太医为他们把脉抓药。苏应风将东西接过去，头也不回地走了。这些药方开得妙啊，用药也颇为大胆，下官受教了。苏应风眉头一皱，李太医，这些药方没有问题啊？没有，来之前我翻看了3年前你祖父祖母的脉案，了解了你祖父祖母3年前的身体情况，而你祖父祖母眼下的脉象和当时相比，好的简直像是脱胎换骨了呀。别说我了，就算是我们院判大人出马，都未必能有这个效果，所以我才想看令夫人的药方。此前我只听闻令夫人会医术，没想到她医术好到了这个地步，我们整个太医院都没有人能开得出这样的方子，难怪她能治好皇上的顽疾与诸多后遗症了。与他同样又惊又疑的还有孙瑜，顾不上跟苏国公夫妇说什么，就起身匆匆往外走。他想当面去问问楚宁，但他由苏国公府的人领到清风院后，却被叶念拦在了院门口，且他让叶念去传话，叶念都没有去，直接丢给了他一句：不用问，奴婢也知道，我们小姐现在不会想见楚老夫人。最后他是沉着脸被身边的人扶出苏国公府的，他得回去好好的查一查。而另外一边，苏应风在送李太医离开的时候，还是问了一句：那我祖父祖母有被人用药控制了的迹象吗？没有，绝对没有。但你若信不过我的判断，大可去查一查你夫人这3年间有没有经由别的途径购买过药材，因为她自打开始为皇上请脉开药后，她所用的所有药材都出自太医院。苏应风回京的时日虽然还短，却也是知道了楚宁每个月都会让太医院的人来给他送大量的药材。实不相瞒，我先前看你祖父祖母3年前的脉案时，觉得他们二老现如今怕是都撑不了多少时日了。可是他们二老眼下的脉象，只要继续由你夫人调理下去，活过100岁都不成问题啊。等他折返回主厅，刚进门就传来一声厉喝：过来跪下！说吧，你为何会突然去请李太医来府里？我就是有些担心祖父祖母你们的身体。说实话。我听爷儿说，楚宁对碧玉碧荷下了毒，还是下在他们母亲送给楚宁的金簪上的，有些担心楚宁也对祖父祖母你们下了什么毒，我就去请了李太医。苏敬周脸色瞬间凝重了起来，连他都知道楚宁有多看重他母亲送给他的那对金簪，他竟然会在那对金簪上下毒，这是真的动了跟楚家划清界限的心思吧？那他恐怕也是真的想跟风儿和离了呀。看来有些事情得让风儿知道才行了。沉沉叹了一口气之后，苏敬周冲候在一旁的老管家冯昭说道：去我书房中将那些被皇上驳回来的折子取来。冯昭应声而去，很快就捧回了10来本折子。苏敬周示意他将那些折子给苏应风看过之后，自顾自地说道：自你领兵去剿匪后，一路捷报频频，每回你的捷报入京，我都会趁机上一本折子，请封你为世子，但皇上每次都给驳回来了。苏应风一一翻看着那些折子，心头是好一阵惊涛骇浪。如3年前一样，我把选择权交给你自己，你若要那世子之位，就必须尽快与楚宁圆房，并好好待他。至少
表面上你得好好待他。因为这句话，苏应风确定了他祖父并不看重楚宁。又听他祖父道：至于楚莹，楚宁若能点头同意他进府为妾，他便能进府；若楚宁不同意，那你便只能与他了断，或是将他母子养在府外了。有皇后娘娘为颖儿做主，就算楚宁不同意。不等他说完，萧文秀就道：就是因为皇后不愿出面为楚莹做主，孙氏才会来我们府上。这个时候，楚宁正在药房里鼓捣一堆药材。太子的情况很不乐观，若非出身好，又得皇上看重，有足够多昂贵又稀少的药材，日日的吊着命，他别说活到25岁了，21岁的生日都别想再过了。而他的医术虽然曾经得师父师兄们夸赞举世无双，他也却没有十足的把握，所以他得尽快去东宫给太子针灸一次，以此来判断成功的几率有多大。叶思进药房禀报他三哥楚林来了的时候，仆妾，但楚三少爷已经到清风院外边了，还摆了一副随时要硬闯进来的架势。你们打得过他吗？打得过。那他敢闯，就直接打出去。是。叶思领命出去后，外面很快就响起了打斗声。楚宁捏了捏眉心，就埋头继续倒腾面前的各种药材了，半点也不在乎外面的情况。过了好一会儿，楚林的叫骂声传入他的耳中：楚娘，你好样的，你有种就真的永远别回家了。随后叶思又进来了，楚宁头也不转地问道：他走了？苏大少爷闻讯过来，把他领去擦药了。好，你伤着他哪儿了？奴婢念着他到底是小姐的兄长，没有拿出真本事跟他打，他倒也没有下狠手，但那身手比奴婢预料的要好些，缠人的很。奴婢怕没完没了的会惊扰了小姐，后面就拿出真本事，3-2招就把他撂倒了，但他只受了一点皮外伤。楚宁挑了挑眉，叶思3-2招就撂倒了楚林呐。就算楚林也没有拿出真本事，那也够厉害的了。看来他是低估了太子给他的这4个人呐。想到太子，他说道：你给东宫送一个口信儿去，说明晚我会去东宫一趟，让太子明天上午过后不要服用任何药物。是。叶思应声退下后，楚宁刚要继续，叶想又进来了。小姐，苏国公府的大小姐求见。苏映霞，苏映霞是苏应风的妹妹。以后她来了，不用问我，直接赶走。再顺便告诉她，我已经不想讨好她跟她哥了，以后不会再帮她做擦脸的东西了。是。叶想应声而去。院门外，苏映霞听说楚宁不见她，也不会再帮她做东西了，是满脸的不可置信。但她立刻就想到了原因，连忙冲叶想说道：你告诉楚宁，只要他继续帮我做那些擦脸的东西，等以后我嫂嫂进门了，我一定会站在他这边的。哼，你换你哥还没进门的姘头做嫂嫂，换我们小姐却是直呼名字，你觉得我们小姐会信你？我嫂嫂才不是我哥的姘头，她是我哥的心头肉，是我哥最爱的人。可是你哥都让她在没有进门的情况下怀孕了啊！奴婢虽然不是男人，但奴婢身边有心中有挚爱的男人，所以奴婢知道，真正爱一个人的男人是不会做出那种事情的。苏映霞气呼呼地离开之后，楚宁又将叶想换进了药房，把4个大小不一的瓶瓶罐罐递了过去。你把这些送去给2房苏映和，我已经贴好用法用量了，让他照着使用即可。是。哦，对了，他身边的丫鬟脸上似乎也有不少斑斑点点，你跟他说，他如果信不过我，可以先在他那丫鬟脸上试试效果。是。此时清风院隔壁的笑风院里，苏应风正在亲自帮楚林上药，楚林痛得龇牙咧嘴的，却死要面子，愣是一声也没有喊叫。
等苏应风把药放下，让他把衣服穿好了，他才抽着气道：皇上送给楚宁的那4个丫头到底是什么来路啊？身手好的这么离谱。他都由着手底下的人把你打飞了，看来是真的想跟你们楚家断绝关系了吧？谁给打飞了？我就是给他一脚踢了摔了一下而已，哪有什么真的想断绝关系，还是假的想断绝关系啊？他就是在闹脾气。上一回他是用的绝食来闹，估计是当时饿惨了，这次呀才换了花样。那他要是一直这么闹下去怎么办？你们祖母进宫请皇后娘娘为我跟莹儿做主，皇后娘娘却没答应，而我祖父那边又咬死了得他点头才行，我现在都要愁死了。皇后娘娘没答应啊？要她点头还不简单吗？她那么喜欢你，你稍微对她好点不就成了？苏应风抿着嘴不说话了。他之前也觉得很简单，可现在他不那么觉得了。但他又不能展开了跟楚林细说。五国大将军府，楚莹自打孙瑜出门后，就心情很好的哼着曲儿，在闺房里头绣嫁衣。好不容易等到孙瑜回来了，他满心欢喜的跑去孙瑜的院里，却听孙瑜说皇后娘娘没有答应为他做主，他当场就有些傻眼。孙瑜怕他急，就让人去叫于静书过来商量。于静书刚从城外回来不久，十分疲惫不说，心里还乱得很，没有精力跟孙瑜商量。晚上将军他们会回来，将军说会让灵儿去苏国公府叫宁儿回来。你们父亲都出马了，楚宁今晚该是会回来的，到时候祖母一定会让他点头同意你进府的，且还是以平妻的身份进府。傍晚，楚离安跟楚贺、楚炼父子3人从城外回来。从早他们半盏茶抵家的楚林口中得知，楚宁不仅没有见楚林，还让人直接把楚林打了出去。之后，楚贺、楚炼脸色都更不好看了，他们觉得楚宁闹过了。那就再等些时日，等他稍稍气消了再说。楚莹纵然心里焦急，却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让人给苏应风送了口信过去，让苏应风夜里来见他。但苏应风在为要去下跪求楚宁那一茬发愁，没来。这也是楚莹头一次没把苏应风叫来，导致他整晚都没有睡着。小姐刚起，等小姐用完早膳后，奴婢会去问小姐见不见你们，你们且先等着吧。然后桂嬷嬷跟东陵这一等，就足足等了近1个时辰。期间管家领来了一大群太医院的人，送了一堆药材进去。等管家去送太医院的人离开之后，东陵和桂嬷嬷又在清风院外边等了许久，才等到叶思再次从里面出来。东陵跟桂嬷嬷都已经站到腿软，也晒得满头是汗了。抱歉二位，奴婢伺候小姐用完早膳之后，忙着去帮小姐整理太医院的人送来的药材，压根儿把你们2位求见小姐一事给忘了。方才才想起来，我们小姐说了，她都已经把贵府给她的东西全部还回去了，以后就跟贵府毫无瓜葛了，自然不会再收贵府的任何东西。您请回吧。东陵僵了僵，又见叶思转向桂嬷嬷说：我们小姐已经知道嬷嬷来意，但我们小姐手里已经没有老夫人用的那种安神香了。至于老夫人让嬷嬷送来的这些东西，我们小姐说了，这3年来她用在国公爷跟老夫人身上的都是好药，却从未跟他们要过分文，所以老夫人送过来的东西她会收下。桂嬷嬷听着狠狠地皱起了眉，看来大少奶奶这次的气是不容易消了，也不知道大少爷什么时候才会来哄大少奶奶。而老夫人没有拿安神香，夜里是睡不安稳的。如果大少奶奶一直这么气下去，那老夫人好不容易得大少奶奶调理好的身体，不是又得垮回去了吗？想到这一点，桂嬷嬷都没顾得上送东陵出府，直接去了孝丰院。少爷，大少奶奶因为您要娶她妹妹一事，气到断了给老夫人的安神香，昨夜老夫人就没有睡好了。长此以往下去，只怕老夫人好不容易得大少奶奶调整好的身体，又得垮回到3年前的状态呀。你这是在催我赶紧去清风院跪下求楚宁？老奴只是想请大少爷尽早去哄哄大少奶奶，
免得大少奶奶气狠了，真动了真格，生气。我还怕她真生气了。大少爷您自然是不怕的，可老夫人跟国公爷离不了大少奶奶呀。切，天底下又不是只有她一个人会医术，怎么就离不开她了？你赶走吧，别打扰我睡觉。待我睡醒了，就去寻一名名医进府做辅医。而他走后，苏应风埋头睡到了傍晚。等他洗漱用膳过后，磨磨蹭蹭地去到了清风院外面，正好撞见楚宁从清风院里面出来。该也知道过时不候的道理吧？现在，你就算跪下来求我，我也不会同意楚莹进门的。谁要跪下求你了？我是来劝你不要不知好歹的。我虽然在大婚当天羞辱了你，还撇下你远走3年，但我祖父祖母待你是极好的，你不该因为与我赌气而迁怒到我祖母身上。若是惹得我祖父祖母也不喜欢你了，你在我们苏国公府就更没立足之地了。纠正一下，我不是在跟你赌气，而是不要你了。所以我已经不稀罕你们苏国公府的立足之地了。但我身后有皇上撑腰，你祖父还有一个必须把我禁锢在你们苏国公府的理由。所以那老十字立足之地，就算我不想要，你们也会硬塞给我。苏应风捏起拳头，恨不得直接一拳头挥过去打死他。东宫，君莫今日起来之后就滴水滴米未进，药自然也没有喝，急得东宫的一群人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不停地在他寝殿外徘徊。殿下，苏国公府的大少奶奶来了。那人话音都没有落下，就有人一巴掌拍在了他的头上。什么苏国公府的大少奶奶？进了我们东宫，那就是我们的太子妃。赶紧的，把人请过来。是。那人慌忙转身往回跑，然而他恨不得扛起楚宁，用最快的速度送到君莫寝殿外面去。楚宁却信步跟在他身后，左看看右看看，像是来参观他们东宫的。等他终于把楚宁领到了君莫寝殿外边，先前围在门外的那一群热锅上的蚂蚁已经不见了，只留下了顾青和叶焕。叶焕是负责给君莫解毒调理身体的大夫，师承名动四方的毒手医圣，虽然才24、25岁，医术却十分了得，但他救不了君莫，拼尽全力也只能尽可能的延长君莫的时间，且已经快到极限了。万师兄好。师兄，我师父是神医谷现任谷主。什么？你就是我师父口中那个被师叔藏起来，死活不让他见的小师妹？神医谷就我一个女弟子，应该是我。那你这5年前我离谷时，师父让我对外隐瞒实力跟出身，不然就不放我出谷。就在这个时候，身着白色寝衣，墨发散乱，面白如纸的君莫冷着脸跟白无常似的，阴恻恻冲楚宁问道：你是来给我施针的，还是来跟叶焕相认的？臣父自然是来给殿下施针的，跟叶焕师兄相认只是顺便。而君莫周身的冷意因为他的一个笑瞬间散了一大半，咂舌了一声说道：都说你在我面前不用自称那些虚的了。不早了，请殿下去躺下吧，我给殿下把个脉，就要开始施针了。他话音未落，顾青就上前把君莫扶回到了榻上。随后楚宁为君莫把脉时，顾青和叶焕就一左一右地站在他的身后看着，看来殿下有救了。在他暗自兴奋的功夫里，楚宁已经打开了盒子，把要用到的针一一挑了出来。挑完，他就伸手去扯君莫的腰带，但君莫飞快地用双手护住了自己的腰带。你这是做甚？帮殿下脱衣服呀。你要在何处施针？殿下背上。那你松手，我自己脱了衣服趴好就行。转过去。楚宁皱皱眉，轻声说：说是这次顺利，下次我得在殿下泡着药浴的情况下为殿下施针，所以
后面的话楚宁没有说出口，但暗示的已经很明白了，到时候他还是什么都能看到，所以他现在转过身去没有任何意义。泡药浴是要脱光？不用，上半身光着就成。是吗？君莫声音轻飘飘的，楚宁听得下意识抿了抿嘴。你若不想转身，闭上眼也可。待顾青帮君莫褪去上衣，扶着他趴好之后，他得顾青的提醒睁开眼，用最快的速度把准备好的银针一一扎到了相应的穴位，从背后到后颈，再到后脑勺。转眼的功夫，君莫背上就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细小银针。完事儿，他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师兄，我有些口渴。叶欢立刻去给他倒了一杯温度适中的茶来，等他一口气喝完，他才道：小师妹好生厉害，下针的速度让我望尘莫及啊！殿下别忍着，吐出来。顾青闻言就去一旁的角落里抱了一个痰盂出来，正要放到床边，就见楚宁对他摇了摇头。我要知道用这套针法能逼出多少毒血来，也要观察一下毒血。顾青就把痰盂放回去了，而后殿下听话，吐出来。几乎是他话音一落，君莫就趴到床沿吐出了一口黑血，一瞬间整个房间都弥漫开了一股恶臭。如何？你有几成把握能治好殿下？太子8岁时，师兄你才12、13岁。我要是没有猜错，当时为太子解毒疗伤的人是余年师伯吧？是。那师兄可有听师伯说起过当时的情况？师伯他为什么没有给太子把毒完全解了？小师妹，你通过把脉跟观察毒血，就知道殿下当年的情况了。叶焕见他不想回答，这才又把声音压低了几分。我是到殿下身边4、5年之后，才慢慢摸清殿下身上当年发生了些什么的。然后我修书询问了我师父，之后他老人家特意赶来京城见了我一面。据他老人家说，他是被师叔绑了丢进宫里的，他费了好大的力气才跟当今皇上证实了自己的身份，心里本来就窝着火，而他应下为年幼时的殿下解毒后都做好准备工作了，小殿下却在听了他的解释后死活不愿意让他封死那些必须要封住才能彻底解毒的穴位。师父说他当时心想，屁大点的孩子说的话肯定做不了数，就打算直接弄晕小殿下开始解毒。结果他还没有动手，小殿下就说他那么做是多此一举，因为他要是成了废人一样会死。当时小殿下甚至还威胁师父说，师父要是擅自封了那些穴位帮他把毒解了，那他醒来后能动了的第一件事就是自杀。他还能把他的死栽赃成我们药王谷的死法，让我们药王谷背上谋害太子的罪名。当时我师父还没有离开药王谷，担心累及大家，就去询问了当今皇上的意思。没想到当今皇上竟让他按小殿下的意思来。说到这儿，叶焕又往楚宁身边凑近了几分。殿下当时才8岁，能做出那样的选择，就意味着他们皇家远没有外人看来那么和谐。小师妹，你可千万不要做皇家媳啊！楚宁瞥了他一眼，心说他这语气看来是知道太子对他有意了。然后他前面一踏入东宫，就感觉到了东宫的人对他恭敬的有些过了头。难不成整个东宫的人都知道太子对他有意？这也太吓人了，连忙道：我现在是有妇之妇，之后是下堂妇，不可能做皇家媳的。一来皇室的人不可能同意太子娶一个下堂妇做太子妃，二来我死也不会为妾。想来师兄刚刚也从那毒血中闻出来了，太子体内有器官快要坏死了，而且很有可能还不止一处，那比我之前把脉得出的结论要严重得多，所以我没有绝对的把握，只能说尽全力一试。叶焕点点头，眉心微微的拧了起来。师兄，你们采用以毒攻毒的法子为太子解毒的思路是对的，但太子的身体明显已经承受不起以毒攻毒所产生的负担了，
所以得暂停，改用针灸来压制住大部分的毒，先帮太子调理一番身体，之后再视太子的身体情况来决定要不要继续以毒攻毒，以及如何以毒攻毒。另外，太子每日的饮食也需要调整，之后我会拟一个食谱让叶思送过来。楚大小姐，殿下有话要跟你说。你方才仔细地闻了那毒血的味道后，脸色变了。可是我的情况很不妙。楚宁如实点头，君莫便又问：之前国师说我能活到25，你觉得我能吗？能。那我的性命就全交给你了。以后你有任何需要用到我的地方，尽管开口。寻思间，他看见东宫的总管事叶静端来了一碗药膳粥。我们殿下眼下太虚弱了，无法自行用膳，有劳楚大小姐喂一下我们殿下。哎呀，我们殿下呀，因为常年服药的缘故，食欲这一块老早就出了问题。老奴等为了让殿下尽可能的多吃一点，愁的是头发都白了呀。然后老奴听说皇上此前食欲不佳时，楚大小姐你都有法子让皇上多吃些，所以还望楚大小姐受累喂一次我们殿下呀。楚宁有些无奈，加之君莫此刻的眼神中有着很浓的期待，他只好暗暗地叹了一口气，从叶静手里接过碗筷，舀了一勺粥，稍微吹了2下之后喂向君莫。而君莫不仅很配合地张嘴一一吃了，还很给他面子的把整碗都吃光了。楚大小姐能早些与苏家大少爷和离就好了，到时候呀，就算是3跪9叩，老奴也得把他请到东宫来。以后别那么多话。这时无痕匆匆而来。殿下，属下刚刚收到消息，楚家2小姐将楚家大小姐送还给她的2个丫鬟都杀了，还将那2个丫鬟的尸体藏入了城中一处冰窖中，企图将那2个丫鬟的死嫁祸到楚大小姐头上。哼，楚家后的跟眼珠子似的，就是这么个不知死活的玩意儿。把这事告诉叶思，宁宁姐回楚家前在江湖中待过几年，不知后宅夫人的险恶，所以本宫得让她知晓，若她对付不了，本宫再出手。殿下英明。此时东宫门前，叶欢将楚宁送到马车边上之后，突然脱口问道：我8年前去药王谷时不曾见过小师妹，到殿下身边后又不曾离开过京城，不知小师妹是如何认出我来的。师父曾给我看过余年师伯跟叶焕师兄你的画像。师兄回去照顾太子吧，我得走了。叶焕点点头，等他上了马车，又目送他的马车远离了东宫，才转身回君莫的寝殿。殿下明鉴，小的对小师妹绝对不会有旁的心思，永远都不会。我说你有了吗？那这突然坐起来死死地看着他，是为了哪般？又听君莫说道：你就算对他有了旁的心思，我也不会放在心上。反正你配不上他，他是不会喜欢你的。殿下英明，小的的确配不上小师妹。我父皇为了帮楚家找到他，耗费了不少人力财力，虽说最终是将人找到了，却至今也没有查到他在8岁到15岁之间身在何处。没想到他竟在药王谷。顿了顿，他问：你可知他是如何去到药王谷的？啊，小的不知，但家师曾无意中跟小的提到过一句，小师妹初入药王谷的时候，情况比她最初见到的殿下都还要糟糕几分。君莫的双手蓦然收紧，宁宁姐比他在那个地方待得久，比他更严重是肯定的。所以在父皇的人找到宁宁姐之前，他虽然一直在逼着父皇帮他找人，但心里却很清楚找到的希望很渺茫。若非6年前国师第一次来到东宫见他时，很笃定地说他一定能够找到他心里念着的人，他当时怕是都有可能会选择放弃了，
因为当时的他一度都快不行了。想到这儿，君莫突然偏过头，冲叶静说：“把库房里那串舍利佛珠给国师送去。”是。叶静一头雾水地退了下去。你师父还与你说过旁的有关他的话吗？功夫，楚宁前脚回到清风院，后脚就有人去苏敬周跟前禀道：“国公爷，大少奶奶今日出门是去了东宫。”东宫，苏敬周的心头狠狠一跳，当下就摆了摆手，让来人退下。然后他捏了捏眉心，沉沉地叹了一口气。楚宁到底还是跟太子扯上关系了吗？来人，去把大少爷唤来。是。有人在他书房门口应罢之后，不过半盏茶的功夫，就把苏应风给请来了。我给你7天时间，7天之内你若不能哄好楚宁，跟楚宁把房圆了，我就会上折子请封应之为世子。苏父，您说什么？我说7天之内，你若不能跟楚宁把房圆了，再哄得楚宁跟过往一般待你，那我们苏国公府的世子之位，你就别想要了。这一次，苏应风是彻底听清了，脑子里都轰得空白了一瞬。倒也不是因为必须要跟楚宁圆房，也不是因为要去哄楚宁，毕竟他原本就打算勉为其难地跟楚宁把房圆了的，而楚宁那么喜欢他，要哄他只是一件小事儿。他是震惊于祖父竟然要将他们苏国公府的世子之位给苏应之。常人5岁到8岁时的经历，通常是不会忘得一干二净的，但你却忘得干干净净。你想知道原因吗？你5岁那年发生了一桩大事，你应该都有所耳闻。祖父指前朝余孽在京中大肆投毒，害死了近千百姓那桩事儿。正是。难道我当时也中毒了？所以后来我丢失了3年的记忆？不，你当时被人从府中劫走了，同时被劫走的还有楚宁。苏应风不傻，反而还极其聪明。当下他就隐约猜到了他祖父为什么会突然提起那3年间的事情了。这是想告诉他，楚宁那么喜欢他是有原因的吧？当年我们将你救回来时，你已经奄奄一息了。过了1、2个月你才醒，而你醒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求我去救楚宁，说他为了救你受了很严重的伤，就快死了。当时我跟你祖母反复跟你说，那群反贼已经被朝廷剿灭了，楚宁失踪了，但你不信，总趁身边没人的时候往外跑，好几次都导致伤情加重，险些落下终生的残疾。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只好请了了元方丈来给你催眠，让你忘了那3年里的事，还把你送到皇恩寺去住了1年。苏应风张了张嘴，却一个字都没有说出口。在皇恩寺那1年的事儿，他还记得很清楚。当时的他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执着于让自己变强，思及此，苏应风突然觉得心里微微一拧，同时觉得有些羞愧。就算他已经不记得了，楚宁也是他的救命恩人呢，可他是如何对待他的？结合你小时候昏迷不醒时说的一些胡话，还有楚宁对你的态度，你7、8岁那会儿可能跟他说过，无论他以后变成什么样子，你都一定会娶她。但5年前他被楚家找回后，得知你已经忘了他，还跟楚莹情投意合了，他本不会介入你跟楚莹之间的，是我去找了他。我跟他说，你当年刚被我们找回来的时候一直在念叨他，后来发了一场高烧，烧得十分厉害，才会忘了他。
还说你只是将楚莹当做了他。我还在他点头同意与你完婚后，要求他不要在你面前提及那3年里的事。他好似也通过催眠忘记了大半那3年里的事儿，只保留了与你相关的部分，所以他很爽快的就答应了。他说那么痛苦的记忆，他一个人记得就好了。至于我不惜做到那个份上，也要让她嫁进我们苏国公府的原因，我还不能与你具体说。你只需知道她楚宁今生必须是我们苏家媳，就算死了，她也只能葬入我们苏家祖坟，否则等着我们苏家的便是家破人亡，遗臭万年。苏应风给最后的那一句话震得不轻，家破人亡还要遗臭万年，楚宁有那么重要吗？且他们苏家可是经历了3朝的数百年世家大族了，只要没有犯下弥天大错，怎么可能沦落到那步田地？因此震惊过后，苏应风笃定地认为他祖父这是常年信卜卦算命的那些已经到走火入魔的程度了。但苏敬周又斩钉截铁地说道：所以你若想要那世子之位，想要我们苏家继续这样富贵昌盛下去，就必须尽快与楚宁圆房，并与他成为琴瑟和鸣的恩爱夫妻。既然他重要到攸关到我们苏国公府的未来，祖父你怎么现在才与我说这些？苏敬周沉沉地叹了一口气，没有开口解释。他以为楚宁那么喜欢风儿，一定会很好说话的同意楚莹进门，只要他能约束着风儿偶尔对楚宁好一点，那就出不了岔子。只等太子一死，一切就成定局了。谁料想楚宁不仅没有同意楚莹进门，他还生出了和风儿和离的心思，甚至还立刻就跟太子搭上了线儿，这才逼得他不得不与风儿说这些。这个时候清风院内，楚宁正在药房里全神贯注地为君莫拟食谱，然而拟来拟去，他始终都不怎么满意。等他埋头终于拟出了最满意的食谱，一转头发现天都已经微微亮了。楚宁拿着那张食谱走出药房，冲着在外面守了他一夜的叶思说道：送去给我师兄。是。叶思接过食谱纵身而去。楚宁上床睡觉之后一直都睡得很不安稳，梦里尽是苏应风跟楚家人的嫌弃，甚至是唾弃他的场景。醒来时眼角都是湿润的，想来是在梦里哭过了。他万万没想到，他整理好情绪之后，一坐起身就听见了君莫的声音：你不是说已经不爱苏应风了吗？怎么还会因为他难过到在梦里哭出来？既然你这么喜欢苏应风，我帮你把他从楚莹手里抢过来。楚宁下意识地摇了摇头，刚想说没有那个必要，就又听君莫道：不对，他现在还是你夫君，我应该帮你把楚莹杀了，再拿太子的身份去威胁他好好待你。语气平缓，仿佛只是在说今儿天气不错，但他周身却不断有杀意漫开，显然不只是说说而已，只怕他现在要是点头，他真的会那么干。可见他冷厉残暴，一言不合就要砍人脑袋的传闻，并非是空穴来风，只是对他格外的好说话罢了。恶人自有恶报，楚莹的恶报还在后头，现在就让他死了，也太过便宜他了。至于苏应风，我说不爱了，就是真的不爱了。殿下信我。那你为何会在梦里喊着他的名字哭？楚宁糟心的抿起嘴，一想到他在梦里喊着那个渣子的名字哭了，他就觉得膈应。殿下今日身体应该还很虚弱，不知是为何事而来找我。我听说你为了帮我拟食谱熬了一宿，作为回报，我亲自来告诉你一件跟楚莹相关的事。
我既应下了与殿下合作，那就是要想方设法治好殿下的。所以熬夜拟食谱是我分内之事，殿下无需放在心上。日后殿下也不用亲自来见我，差个人来告诉我，或者传我去东宫就成。你就这么不乐意我来你房里啊？是挺不乐意的，毕竟殿下你这么来我闺房，传出去了，会有损殿下的名声。哼，我像是会在意名声的吗？殿下以前不在意，那兴许是觉得活不长久，可我一定会治好殿下的，所以殿下往后还是在意一下的好，免得什么？免得日后影响了殿下跟太子妃的感情。这就不劳你费心了。我的太子妃虽然不太好看，但人可好了。楚宁抿着嘴，眨了眨眼，瞬间松了一口气。他不知道，君莫看出他明显松了一口气之后，都气到磨牙了。他都特意加了不太好看这4个字儿，他愣是没听出来自己指的是他。他是不是被药王谷的人给宠傻了？他以前明明可聪明了，他所有的心思都瞒不过他，现在自己的心思他却猜不到了。暗暗气了好一会儿，君莫才又起口道：你送还给楚莹的碧玉璧盒已经死在楚莹手里了，他还打算把那2人的死推到你头上。殿下的身子要钱，以后这种小事儿殿下还是不要亲自来的好。你的事在我这儿都不是小事，毕竟我们是合作伙伴。那殿下你可以叫我过去亲口跟我说，我身体好，多跑跑没事。你总往我东宫跑，就不怕生出什么流言蜚语？不怕，反正京城里没人不知道我喜欢苏应风，夹着我这长相，但凡有眼睛的人都……你不是已经不喜欢苏应风了吗？是不喜欢了。那行，我知道怎么做了，我先走了。话音未落，君莫就推开窗户闪身而去了，利索的根本就不像是重病到快死了的人。楚宁从他的好身手里面回过神来之后，才开始纳闷他想做什么，但他也没有想多久，因为很快叶思叶想他们就进来伺候他洗漱用膳了。吃过晚饭之后，他才听见叶思说苏应风上午跟下午都来过清风院，就道：你们做得很好，之后也直接把他赶走就行。然后他去药房里取了2个瓷瓶出来，递向叶思说道：你应该知道楚莹把碧玉璧盒的尸体藏在哪里了吧？是，奴婢知道。我给你的是化尸水，你去把碧玉璧盒的尸体处理了，再找2具身形跟碧玉璧盒差不多的尸体放进去。是。叶思应声退下之后，楚宁又一头扎进了药房。只是没一会儿，冯昭就来了，说是东宫总管事请他去东宫为太子请脉。所以殿下是喊我来为你吃饭的？是，也不是。楚宁满头的问号，但君莫已经微微张开嘴，等着他喂食了。他模样生得好，饶是由旁人来做，可能会很不得体的张嘴等投喂，在他做来也是赏心悦目，贵气逼人，甚至还透着那么一点可爱。所以楚宁也就没有再问了，专心喂食。等君莫吃饱了，他才开始给他把脉，脉象比起昨天来还是要更虚了一些。总管，此后2日，你们需将太子殿下看管好，别让他出东宫一步。2天后，我还要为太子殿下施1次针。届时太子殿下的身体若是太过虚弱，可能会很危险。你们应该也不希望你们家殿下死在我的针下吧？楚大小姐放心，此后2日，老奴等会寸步不离地看着殿下的。别说是东宫了，就是这间寝殿，老奴都不会让殿下有机会出的。君莫两眼微微一眯，这老东西是想以下犯上不成？叶静太了解他了，当下就往楚宁身后挪了几步。殿下若想早日迎娶太子妃进门，还是乖乖听楚大小姐的话为好。君莫瞬间没了脾气，楚宁则是立刻就起身告辞了。毕竟叶静口中那个君莫想早日娶进门的太子妃，很有可能是自己。叶静堆满了笑脸，毕恭毕敬地把他送出了东宫，然后折返回去，就冲君莫问：殿下，楚大小姐方才离开时的速度快得像是有鬼在后面追她似的，她是不是已经知道您对她的心思了呀？开始知道了吧？
毕竟本宫也没藏着掖着。殿下您谦虚了，您何止是没有藏着掖着呀，您就差在我们每个人的脑门上都刻上您喜欢楚大小姐了。呸！明明是你们就差把本宫喜欢她这件事刻在脸上了。老奴瞧着楚大小姐好似不喜欢殿下您呢，殿下您觉得呢？她要是喜欢本宫，还有苏应风那渣子的事吗？而且她才刚对苏应风死心，短时间内哪可能再动心啊？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大不了本宫等她20年。大半个时辰之后，苏国公府外马车刚一停稳，楚宁就听见叶思说：“小姐，您父亲等在府门外。”见过楚大将军。听到他的称呼，楚离安脸色明显一沉，可他刚要开口训斥楚宁还要闹到什么时候，楚宁就已经转身往苏国公府里走了。他连忙伸手去拉楚宁，却被跟在楚宁身后的2个小丫鬟给拦住了。其中一个小丫鬟还厉声地对他道：“我们小姐已经跟楚家划清界限了，请楚大将军自重。”她是本将军的女儿，哪可能说划清界限就划清界限？就奴婢所知，楚大将军已经好几年没有拿我们小姐当女儿看待过了。如今我们小姐想跟楚家划清界限了，楚大将军却想起来我们小姐是您女儿，您早干嘛去了呀？你，谁给你的胆子，这般与本将军说话？皇上给的。楚离安噎了一下，没再理会那个小丫头，径直看向楚宁道：“你适可而止吧，莫要闹到没有退路了才知道后悔。”楚宁装作没有听到，还加大了步子。又听楚离安愠怒地压着声音问：“你这2日接连出入东宫，是皇上让你去给太子请脉治病吧？”这一次，楚宁倒是停下了脚步。他知道楚家和苏国公府一样，都是拥护2皇子君锦的。我知道楚大将军今日是为何而来了，但我已经答应了太子会治好他，就绝不会食言。所以楚大将军你现在要做的，不是拿父亲的身份来逼我跟太子划清界限，而是直接对外宣布，我楚宁已经跟你们楚家毫无瓜葛了，因为我已经跟你们楚家划清界限，绝不会再听你们的了。你真是冥顽不宁！太子若还有生路，友情提醒楚大将军一句，太子没有生路了这种大逆不道的话，你在我这个外人面前说不太合适。楚离安眉头都已经拧到快打结了。楚鹤从一侧的墙头跃下来，冲着楚宁说道：“既然你如此想与我们楚家划清界限，那就如你所愿。”鹤儿。楚离安略显责怪地看向楚鹤，眉眼间满是不赞同。而楚鹤刚刚是从苏国公府里面跃出来的，是帮楚莹跑腿儿来给苏应风送了什么口信吧？毕竟这2天苏国公夫妇都在逼着苏应风跟自己圆房，苏应风应该没有功夫去见楚莹。思及此，他心情很好地冲楚鹤笑了笑。不愧是楚大少爷，比楚大将军要好说话多了，还请早日对外宣布。话落，他便快步进了苏国公府。叶思紧跟在他的身后，叶想则留在后方，确保楚离安、楚鹤父子2人不会再阻拦他。等叶想也进了苏国公府里，楚鹤才压低声音对楚离安说道：“父亲稍安勿躁，孩儿觉得楚宁不可能是真的想跟我们断绝关系，毕竟他离了娘家后，在京中什么也不是，根本无法在苏国公府里站住脚，他早晚会后悔的。我们只需等到他后悔的那一天，逼着他点头同意妹妹进门就行了。”你们母亲的意思是，宁儿若实在是不愿意，我们就为莹儿另择家婿。我不同意，凭什么楚宁不同意就要让妹妹再一次受委屈？而且妹妹那么喜欢苏应风，除了苏应风，旁人无论多优秀，在妹妹眼里都不可能会是家婿。你不同意有什么用？宁儿身后还站着皇上，只要他不点头，莹儿就不可能进得了苏国公府。父亲，回去之后我们就立刻对外宣布，我们楚家与楚宁再无任何瓜葛了，那样皇上就不会再做楚宁的靠山了。楚宁怕是认为我们曾经找了他那么多年，肯定不会弃他不顾，
才敢说出让我们对外宣布与他再无关系那种话来。一旦我们出乎他预料对外宣布了，他肯定会后悔，然后一定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的。那就先对外宣布吧，你来安排。好，不过这件事儿得先瞒着你们母亲，她心软，肯定不会同意。此时的苏国公府内，清风院门前，楚宁远远的就看见了等在清风院门前的苏应风。有何贵干？你去东宫了？是。去给太子治病的？是。你应该知道我们苏国公府是站在二皇子那边的吧？知道。但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怎么就跟你没关系了？你是苏家媳，你频繁出入东宫，会令二皇子对我们心生猜忌。这把休书啊，不对，和离书给我，我就不再是苏家媳了。你以为耍这一套，我就会高看你几眼了吗？我告诉你，你这样只会让我更加的厌恶你。你要是还想跟我做夫妻，就不要再去东宫了。念着你小时候救过我，我会给你圆房，也会在莹儿进门之后尽可能的。不想听他废话，楚宁直接打断了他。是你祖父跟你说的，我小时候救过你吧？为了让你乖乖跟我圆房。是又如何？也不如何呀，只不过他的如意算盘要落空了。现在不是你愿不愿意跟我圆房了，而是我不愿意了。按我祖父所说，你喜欢了我10几年，我才不信你能因为我要娶莹儿就彻底对我死心。我劝你还是见好就收，别等到无法挽回了再来后悔。你别闹了行不行？我和你圆房，你点头让莹儿以平妻的身份进门，之后我不会再去旁人，只会一心一意的对你们姐妹俩好。晚了。楚宁没等苏应风把话说完，丢出那2个字之后，直接伸手推开了院门。叶思叶想二人就拦在了门前。见状，苏应风语气瞬间又变差了不少。莹儿到底是你妹妹，她都已经怀上我的孩子了，你真忍心让她在娘家大了肚子遭世人非议吗？楚宁没忍住笑了一声。你跟他在床上翻滚的时候，怎么就没有想到过他可能会遭人非议呢？既然你都忍心，我有什么不忍心的？更何况，且不说我现在已经跟楚家断绝关系了，就算没有，他楚莹也不是我妹妹。你这话什么意思？你问楚家人去，我累了，没精神跟你多说废话。楚宁这话一出，叶思叶想二人就同时退入院内，直接将院门给关上了，气得苏应风差点想抬脚踹门。此时已是戌时3刻，楚河安排人将他们辅国大将军府与楚宁断绝关系的消息放出去之后，不出1个时辰就传遍了京城所有的酒楼妓馆。隔天天刚亮不久，大街小巷的人就已经都在谈论那桩事儿了。楚莹也很快就从丫鬟口中得知了。怎么会这么突然？我还打算等利用碧玉碧荷的死，让苏国公夫妇把楚宁那个丑八怪赶出苏国公府之后，再来想办法斩断那个丑八怪跟楚家的关系的。有人没有经过母亲的同意，就擅自把跟楚宁断绝关系的消息放出去了。思及此，你去瞧瞧大哥还在不在府上。楚莹听到脚步声，尚未看见楚鹤人的时候，就已经换上了一副忧心忡忡的表情。大哥，我刚刚从监之玉叶他们口中听说，今儿个城里人人都在谈论我们将军府对外宣布了跟姐姐断绝关系，那是真的吗？是真的，他明知我们将军府是拥护二皇子的，还屡次跑去东宫为太子医治。不过他到底是我们楚家的人，对外宣布断绝关系，也只是为了逼迫他点头同意你过门，并非真的要与他断绝关系。所以这件事，我给府里的人下了死命令，不许任何人告诉母亲。妹妹，你也莫要去母亲面前说道。楚莹点着头，应得十分乖巧，广袖中的小手却已经是紧攥成了拳头，竟然不是真的要跟楚宁断绝关系，而只是为了逼迫楚宁点头同意他过门。不过有的时候假的传着传着就会变成真的了，再加上外人并不知道这是假的。大哥，你昨日帮我去苏国公府跑腿，辛苦了，我特意做了一些糕点来犒劳大哥。大哥，你快尝尝。片刻后，他前脚走出楚莹的房间，楚莹立刻就变了脸色。明天绣衣房的人会来府里，你们去知会绣衣房里的人一声，让他们明天把楚家对外宣布跟楚宁断绝关系那桩事情透露给母亲，
事后母亲若迁怒于他们，我会承担他们的损失。是。金枝跟玉叶齐声应罢，双双退了下去。他们走后，楚莹冷着脸phủ上了万间的玉镯。苏国公府，萧文秀从下人口中听说楚家对外宣布跟楚宁断绝关系那件事之后，立刻去了苏敬周的书房。没等他说什么，苏敬周就道：楚家的事我已经知道了，无需理会。无需理会，意思你看中的不是楚宁身后的楚家，而是楚宁身上有其他的利用价值。我若看中的是楚宁楚家女的那层身份，换楚莹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就直接置之不理。现在京城已经有不少人在谈论我们几时会将楚宁扫地出门了。那就对外说，楚宁永远是我们苏家媳，我们绝不会因为她跟娘家的纠葛而抛弃她，或是轻看她。萧文秀皱眉看了他良久，才点头去办。宫中，温岚因为楚家对外放出的那个消息，久违地去了御书房。皇帝对于他的到来是又意外又惊喜，刚要起身迎上去，就见他板着脸凶巴巴地说：那辅国大将军府里都是些什么人呢？楚宁被他们找回来之前，他们兴师动众，大张旗鼓，拿出倾家荡产的架势去满世界找人，让举国上下的人都以为他们对楚宁在乎的不得了。结果把人找回来之后，他们却又一味的护着那个当初他们随手捡回家来安抚于静书的冒牌货，现如今还因为那个冒牌货要跟轻生的断绝关系。说到这儿，温岚气得深吸了一口气，又接着说道：皇上，你当初就不该同意他们楚家对外宣布楚莹就是楚家养在外的双生女。啊，是，那件事确实是我有失考量，你先冷静冷静。我冷静不了，楚宁小时候多可爱啊，在外那些年不知道吃了多少苦，才被人折腾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楚家人不心疼也就算了，还如此对待她，我都想认她做干女儿，给她个公主或者是郡主的身份了。别，千万别，你还是换个别的方法吧，比如多给她些赏赐，让人知道我们有多看重她，避免她受人欺负。楚宁要是变成他们干女儿了，莫尔得跟他们急。但温岚气呼呼地瞪了他一眼，转身就走。你让人去看看皇后给她送去了什么，依葫芦画瓢，记得不能比皇后给的多。袁公公笑着退下了。此时寿安宫中，太后娘娘，眼下京城里正好就有一件跟楚大小姐相关的事情，正传得沸沸扬扬的。哦，辅国大将军府昨儿晚上突然对外放出了跟楚大小姐断绝关系的消息。断绝关系？为何？具体为何，没人知晓。但坊间有一个最有可能的传闻，那就是苏大少爷想以平妻的身份娶楚二小姐进门，但楚大小姐不同意。楚家是为了逼迫楚大小姐同意才那般做的。去岁哀家寿辰时，太和国送来的夜明珠跟珍珠都很是不错，你去各挑上4、5个给楚宁送去。楚大小姐为安圣公主做的祛疤膏啊，不仅让公主脸上的疤痕淡化了许多，也让公主重新找回了笑容，还连带着让我们太后娘娘脸上也多了很多笑容。所以太后娘娘给的这些赏赐，苏大少奶奶您可必须得收下。那老嬷嬷说罢这话，就领着一群工人浩浩荡荡地走了。冯照将人全部都送走之后，正准备进府，又迎来了一波宫里的人，是安圣公主的人，拿来的打赏还完全不输前面的3位。楚宁稍微的轻点了一下，叫他没想到的是，他才刚指挥着叶思他们把那一大堆的打赏收放好，又来了一波人，是东宫的人。姐送来的东西，单从数量来说，比前面那3位的总和还要多出了好几倍。哎呀，殿下此番给楚大小姐送来这些东西，一是因为楚大小姐为安圣公主做的祛疤膏，使安圣公主重获了美貌和笑容；二是因为殿下素来护犊子，最是见不得旁人轻视她的人。听到这儿，楚宁刚想反驳，他又不是君莫的人，只是跟君莫合作而已。但他才刚张开嘴，叶静就突然转了话头：楚大小姐可是觉得殿下给您送来的东西有些奇怪，
不瞒楚大小姐啊，这些东西乃是我家殿下此前5年里断断续续买回东宫的，全是我们未来的太子妃喜欢的物件。但殿下说了，这些东西都要放旧了，若等到太子妃进门了再送给太子妃，属实是有些拿不出手了。为免浪费，他就先全部送给与太子妃同为女子的楚大小姐您了，还望楚大小姐莫要嫌弃啊。楚宁嘴角抽了抽，心说我不仅跟你们家太子妃同为女子，还是同一个人呢，但我并不想做你们家太子妃好吗？但是念着那些东西都是君莫专门为他买的，他还是压下想要把东西全部都退回去的念头，缓步走到那些箱子边去仔细的看了看，然后看着看着，他突然发现其中好些东西他都有些眼熟。殿下说了，这些东西里边有些是我们太子妃想买却没有下手的，有些呢是我们太子妃多看了几眼，还有些是穿戴在别人身上我们太子妃夸赞过好看的。虽然零碎又不是多贵重，但包含了我们殿下的深情在里边，这绝对是世间的独一份，还望楚大小姐好好珍惜啊。老爷总管，转告太子殿下，这些东西我会好好珍惜的，作为回报，我一定会治好它。他刻意地加重了最后一句的语气，他相信叶静肯定能听出他的意思，君莫也肯定能。但叶静面色未变分毫，笑眯眯地领着人走了。楚宁在他走后，又颇为细致地将那些东西过了一遍。此时京城里，所有酒楼、茶楼、酒肆、小馆都在谈论皇上、皇后、太后、太子都相继给楚宁送去了丰厚打赏这件事儿。虽说皇上看中楚家的丑女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可昨儿个楚家刚对外宣布跟那丑女断绝关系，今天皇上、皇后、太后、太子都相继给那丑女送去了丰厚的赏赐，这是不是在告诉世人，皇上并不是因为楚家才看中那丑女的，而是看中那丑女自身呢？可那丑女不仅丑到了能吓哭孩童的程度，她还德行败坏，哪有能得到皇上看中的地方啊？可要是没有的话，皇上他们哪里会在这个时候给他送去这么多的打赏呀？我可是听说皇上、皇后、太后给他送去的那些打赏里边，随便拿出来一样，那都是价值连城的。而太子给他送去的虽说不是多贵重，数量却多得惊人，据说把他住的院子里都给摆满了。嚯，不愧是太子，出手就是大方。不过太子素来不是都喜欢跟皇上皇后反着干吗？今儿怎么也跟皇上皇后一起送了打赏给那楚宁啊？而这个时候，楚莹已经震惊愤怒到想掀翻小二刚给他上的茶了。而这个时候，辅国大将军府里，于静书刚从绣衣房的人口中听说，他们楚家对外宣布了跟楚宁断绝关系。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将军夫人息怒，民女所言绝无半句虚假。气血上涌，于静书只觉得眼前阵阵发黑，人也软得再也站不稳，在东陵的搀扶下缓缓地滑坐到了地上。东陵见状吓得不轻。夫人您先别动怒，大将军会这么做也是有原因的。大将军也并非是想跟大小姐断绝关系，只是想逼迫大小姐同意二小姐经诉过公府而夫人，来人呐，传府医！东陵话还没有说完，就因于静书突然吐了一大口血而大惊失色。那些绣娘们一时吓得不轻，已然跪成一片。片刻后，府医匆匆而来，随即楚离安和楚鹤也双双赶了过来。我的宁儿会医术，宁儿不回来，我不会让任何人给我把脉，也不会喝一口药。胡闹！夫人，你都吐血了，得赶紧让府医给你把脉抓药才行。将军既然都不要我们母女了，就不用在这里假惺惺的装出一脸担心来了。为夫没有不要宁儿，为夫那么做只是为了逼迫宁儿点头。那将军有没有想过，宁儿若是被我们逼得走上绝路了呢？她不会，她是我楚离安的女儿，不可能那么脆弱。这个时候将军倒是想起宁儿是你的女儿了，可若是把莹儿换到宁儿那个位置上去，将军你肯定会担心莹儿寻短见，对吧？莹儿和宁儿不一样，莹儿她是不一样，宁儿是我们的亲生女儿，莹儿只是捡来的。楚离安大喝一声，意在提醒于静书还有外人在场。
谁料他喝罢一转头，就看见了小脸惨白、摇摇欲坠的伏在门框上的楚莹。他连忙大步走过去宽慰：“莹儿，你母亲那话没有别的意思，她只是被为父给气着了。”父亲放心，莹儿知道母亲只是气头上随口说出了那话，但母亲那话是事实，父亲也确实不该为了我这个养女那般对姐姐。母亲，你太过分了！一直以来都是楚宁在伤害妹妹，我跟父亲不过是按楚宁的意思对外宣布了跟她断绝关系，母亲竟然不问缘由就这般护着她，还将妹妹的出身挑在了人前。往后我不再认楚宁是我的妹妹了，我的妹妹只有莹儿一人。令叔素来身体康健，今日会接连吐血，定是因为宁儿跟莹儿的事儿让他忧心过重了。正所谓心病还需心药医，东陵，你去苏高公府将宁儿叫回来。可是祖母，我们都已经……你先给我闭嘴！景淑到底是宁儿的母亲，你与她说，景淑因为她的事儿接连吐了2次血，她定然会回来的。东陵这才应声而去。在他走后，孙瑜看向那群跪在地上已经抖如筛糠的秀娘道：“什么话能对外说，什么话不能对外说吧？”老夫人放心，民女等什么也没有听见。待那群秀娘战战兢兢地快速离开后，孙瑜终于看向了门口那已经泪眼汪汪了的楚莹。莹儿，你先回去歇着，祖母有事要跟你大哥说。可我有些担心母亲。有府医在这里，你们母亲出不了事儿。这个时候，于静书房里，孙瑜厉声冲楚鹤道：“你跪下！”楚鹤愣了愣，还是乖乖跪下了。你父亲的性子，我最是了解不过了，所以我都不用问，也能猜到对外宣布跟宁儿断绝关系这件事是你的主意。那确实是孙儿的主意，父亲只是被孙儿说服了而已，但那也确实是楚宁他自己要求的。也是最近我才发现，我们对宁儿似乎一点都不了解。还有，宁儿刚回来那会儿，我们府里发生的那些令我们跟宁儿生分了的事情，也似乎是有人故意栽赃嫁祸她。母亲所言当真？具体如何，我还没有查出眉目，但十有八九是真的。说实话，我现在也还是很不喜欢宁儿，但我一想到以前的很多事情都不是她所为，而是有人嫁祸给她的，而那个嫁祸她的人还很有可能是……话到嘴边，孙瑜到底是没有把那2个字说出口。他不会回来的，这次是我们彻底失去了宁儿了。以前也没见你这么在乎过宁儿，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知女莫若母，宁儿将我给她的簪子，还有碧玉璧盒、房妈妈、群妈妈他们还回来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察到她是真的想与我们划清界限了。在听见她面无表情、声音冷漠地唤我楚夫人，我便意识到我要失去她了。然后我将自己置身在宁儿的处境里，发现若我是宁儿，我也会想要抛弃这一家子，完全不在乎她的家人。我们哪有完全不在乎她，我们只是对她恨铁不成钢而已。于静书苦笑了一下，没再说话。他们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做错了，更没有意识到宁儿有多认真。苏国公府里，门房把东陵领到清风院外边的时候，叶思刚把苏应河带进楚宁房里，让他回去告诉楚家人，他们楚家人死了都跟我无关，请他们别再来烦我。楚夫人到底是大嫂你的母亲，要不大嫂你还是回去看看，我可以明日再来。苏应河身量高挑纤细，五官也生得格外好，若非脸上满是痘印斑点以及大大小小的痘痘，绝对会是个美人胚子。我用了几日你给我的那些东西后，脸上已经没有之前那么痒了，且这2天也没有再长新的痘痘出来。胆汁我都已经抛给你了，要不要抓住这次机会，就看你自己了。大嫂既说那些药是橄榄枝了，那我该是没有自作多情误解了大嫂的意思。所以大嫂，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只要我们2房能够办到的，我们一定会替大嫂办成。我现在跟楚家断绝关系了，无权无财无势，虽有今日得的丰厚赏赐在手，但那些都无法折现来使用，所以
我替你哥调理好身体之后，你们给我几个楼吧。几个楼？苏应和心说他可真敢开口。他们二房手里的楼随便一个都是京城里小有名气的，盈利都相当的可观，但再怎么值钱的楼跟世子之位相比也完全不值一提。且就算他哥哥的身体调理好了之后没能从大哥手里把世子之位抢过来，但他哥哥余生都不用再受到病痛折磨了，也算是一件好事。所以苏应和没有过多犹豫，直接点着头应下了。行，但具体给你几个楼，我得回去跟娘商量一下。之后你每天都来我这里一趟，然后让你哥哥在你之后半个时辰过来，对外就说怕我欺负你，来接你的。苏应和点着头应罢，见楚宁还没有让他起来的意思，就继续那么跪着直直盯着楚宁。楚宁吩咐完叶念去药房里帮他取东西，然后才想起来拉苏应和起来，同时顺势问了一句：你就只记着你哥，不想让我也为你娘调理一下身体？不瞒大嫂，我来清风院之前是我与娘商量过一番的。我娘说她的身体已经耗到油尽灯枯的地步了，纵然大嫂出手能让她再多撑几年，但她已经苟活够了。等我哥哥变得康健后，她就要下去与我爹爹团聚了。话末，他的声音染上了几分哽咽跟难过。楚宁微微拧了拧眉，没有说什么。苏应和跟苏应之的母亲蓝湾儿也是早产儿，身体不比苏应之好多少，但蓝湾儿出生京城第一手富家，价值千金的续命好药材用之不尽。听说15年前，蓝湾儿刚难产了3天3夜，生下了苏应和。命悬一线之际，又听闻了夫君的死讯，都一心求死了，也被娘家送来的多到如同廉价青菜的昂贵药材给救了回来。没想到蓝湾儿至今都还有求死之心。楚宁瞧见叶念将东西取来了，就示意叶念把东西给苏应和。这是我专门为你配的祛痘祛斑膏，你每晚睡前取适量涂抹于脸上，敷上1盏茶的时间再洗掉，然后按顺序使用了我先前给你的那些东西再睡觉。是，谢谢大嫂。因为大嫂你在晚些的时候对我抛出橄榄枝，我的婚事就要被祖母随便敲定了。片刻后，二房那边，和儿，你觉得楚宁她真能调理好你哥哥的身子吗？娘，你身边的那几个医女都是外祖父寻遍全国精挑细选出来的，医术造诣颇高。而此前我为了确认楚宁的医术深浅，特意在楚宁为祖父祖母施针的时间点领着一个医女去看过。据那医女说，楚宁使的针为9转轮回针，乃是药王谷的镇谷之宝，只有药王谷里医术最顶尖的医人才有资格持有。这么说来，楚宁并非师承名不见经传的江湖郎中，而是师承药王谷，且他的医术还是药王谷里最好的。我其实早就想请他来为娘和哥哥医治了，但他对大哥的心思京城里无人不知，又素来对我们这几房的人抱有敌意，所以我才迟迟没有行动。不急于这一时，再等等，那就给他10个楼吧。苏应和点点头，安排了贴身的丫鬟去清风院传话。不想他的贴身丫鬟回来之后，竟来了一句：大少奶奶让我给夫人带了一句话，大少奶奶还让奴婢单独跟夫人说。单独跟我说？大少奶奶让奴婢告诉夫人，二老爷当年并非死于草寇之手。什么？蓝湾儿愣了愣，紧接着就猛地坐起了身，但他的身体太过虚弱了，方才坐起身就因为一阵眩晕躺了回去，脸上的血色也瞬间就退尽了。那丫鬟吓得不轻，刚想转身跑出去叫医女，就被蓝湾儿抓住了手腕。他还说了什么？什么也没说了，大少奶奶只说了那么一句，但大少奶奶特意嘱咐了奴婢，那句话只能说给夫人您一个人听，且说完之后绝对不能再对第2个人提起了，否则奴婢可能会给我们二房带来灭顶之灾。蓝湾儿脱力的松手躺了回去，然后他看着顶帐粗粗喘了好一阵儿，才慢慢的冷静下来。让和儿安排一下，明天我要跟他一起去见楚宁。那小丫鬟应声快速跑了出去。
等在外面的楚应和得知他娘明天要跟他一起去见楚宁后，是惊得半晌都没有回过神来。而辅国大将军府那边，今夜却是全员都失眠了。孙瑜心里已经对楚宁回家后发生的很多事情都生出了怀疑，也有了怀疑的对象，但他查来查去，一件事儿也没有查明白。于静书白日里接连吐了2次血后，一直坚持着没让府医给他诊脉抓药，之后又因为楚宁的那句他们楚家人死了都与他无关，又吐了几大口血。等他昏死过去，府医才得以给他把脉抓药，但是在楚离安喂他喝药的时候，他一醒来就掀翻了他手里的药。他不相信他的宁儿真的能无视自己的死活，他得让自己病得更重一点才行。虽然这不是一个母亲该做的事儿，可他已经别无他法了。楚离安知道他这是为了逼楚宁回来，规劝了几次无果之后，愁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个时候楚贺已经被孙瑜罚跪到祠堂去了。楚炼跟着楚林傍晚收到消息赶回来之后，就一直在他边上问东问西，但他始终一声不吭，还满脸的懊悔。那令楚炼、楚林是大为不解。最后他俩声称要去苏国公府强行把楚宁带回来，他才最终开口说了一句：祖母说楚宁回家之后做的那些令我们跟他变得疏远的事，都并非他所为，而是有人栽赃构陷他。不可能，那会儿楚宁才刚回来，我们府里所有人在他面前都是小心翼翼的，谁会去栽赃构陷他呀？而且他那么丑，又没有任何长处，栽赃构陷他能得到什么好处？以前我们以为楚宁得皇上看重是因为她是楚家女，认为她得皇上看重是因为治好了皇上的顽疾，只是无稽之谈。可今日皇上、皇后、安圣公主，甚至是太后跟太子都相继给她送去了丰厚的赏赐，那意味着皇上看重她，并不是因为我们楚家，也意味着她治好了皇上的顽疾，为苏国公夫妇调理好了身体，以及快要治好安圣公主脸上的疤。那些个传闻都是真的。吴莲还想反驳，但他张开口后却一个字儿都没有说出口。楚林也一时沉默了，他们从来不知道楚宁有那么好的医术。而这个时候，楚贺继续说道：他刚回家时是如何对待我们的，你们应该没有忘吧？你们好好想想，当时那个无比渴望亲情、无比怀念幼时时光的他，在有一手绝顶好医术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故意给祖母乱用药？不可能是莹儿，莹儿那么懂事，那么乖巧，不可能做得出这种事儿来。一定是他身边的什么人觉得楚宁回来了可能会抢走莹儿的东西和宠爱，自作主张的做了那些事儿。我会去把那个人揪出来的。肯定是那样，我跟二哥你一起去把那个人揪出来。隔天上午，苏映和母女来的时候，就把那10个楼的地契、房契，以及那些楼里的长工、短工的契书，全部都带了过来，满满几大箱子。楚宁匆匆打量了蓝婉儿几眼，就问：那10个楼加起来也能算得上是价值连城了，你们当真要给我这么多吗？我而言，钱财只是身外之物，只要你能为和儿调理好皮肤，助之儿摆脱羸弱，别说只是10个楼了，再添10个楼给你，我都不会心疼。我得单独跟你母亲聊几句。苏映和皱着眉看了他娘一眼，等他娘冲他点了点头之后，他就转身出了楚宁的房间。蓝婉儿是被人用软椅抬来的，进楚宁房里之后也没有换地儿，还是坐在他那软椅上。苏映和一走，他就捂着心口，压低声音问：你昨晚让柳儿带给我的那句话，不知是何意？就是字面上的意思。二爷当年不是死在曹寇手里的。你有证据吗？没有，但我知道幕后凶手是谁。是谁？蓝婉儿已经一把揪起了自己心口处的衣服，力气大到把上好的绫罗绸缎都抓出褶子来了。楚宁却没有直接告诉他，而是反问了一句：你知道了又能如何？杀人偿命，我自然要为亡夫报仇。怎么报？不过你面色，你已经是强弩之末，撑不了几个年头了。我身后还有蓝家绝不是那人的对手。既然我身后的蓝家都不是那人的对手，你在此时与我说那话的用意为何？俗话说拿人的手短，我既拿了你10个楼，自然要干一点受得起那10个楼的事儿，比如让你打消求死之心。
蓝婉儿的眉心狠狠蹙起。南家再富有，也有诸多力所不能及的事，可苏国公就不一样了。苏国公府历经两朝，势力庞大，人脉广阔，对付内人胜算很大。蓝婉儿心下狠狠一惊。来二夫人还不知道，令爱来求我为令郎调理身体，是想让他跟苏应风一争啊。蓝婉儿微微睁大了双眼，和儿确实没有与他提过侄儿有争夺世子之位的心。纵然是那样，他也争不过应风的。应风那孩子身上早已经功勋累累了，他哪能后来居上？蓝婉儿苦涩一笑，楚宁随他一笑，又道：还有2件事，一是我已经铁了心要与苏应风和离，二是苏应风若无法让我回心转意，苏国公就不会将世子之位给他。蓝婉儿的眼神瞬间亮了几分。我会在令郎成为世子那一日告诉你，杀你夫君的真正凶手是谁。届时由你自己来决定，要不要等到令郎成为苏国公之后再报仇。好，届时我会再给你20个楼，以作答谢。楚宁默默地想了想，归元街上的楼子、铺子、庄子那些的总和似乎是50来个，如今他已得了10个，再来20个，那条街就有一半是他的了呀。那他余生啥也不干，都能养活师父师兄他们了。虽然他们也根本不需要他养。先按我这方子吃上1个月。你都不用给我把脉，就为我写好药方了。楚宁笑了笑，没有做解释。其实蓝婉儿身边有一个跟药王谷渊源颇深的医女，那医女曾经受恩于蓝家，为了让蓝婉儿多活一些时日，那医女曾拿着他们给蓝婉儿开过的所有药方来求过她，想让她指点一二，但她拒绝了。也是因为那医女，她才知道苏应和了解她医术深浅，用了她送去的东西之后一定会找上门来。见她不说话，蓝婉儿倒是也没有再多问，然后她就听外面有人说：小姐，二房少爷来了，请他进来吧。是。叶思应罢后，转眼间的功夫就将苏应之领了进来，苏应和也跟了进来。苏应之小苏应风2岁，今年18，身高与苏应风相当，但孱弱的像是个纸片人，脸色也就稍稍比君莫要好了那么一点点。虽然五官生得极好，却瞧着与俊俏不沾边。他微微拧着眉，行至他们身后，如文人一般拱手道：大嫂。大夫面前无男女，且我只是要你裸露上半身而已，又没有要你全裸。苏应之脸色微微一烫，这才慢慢吞吞地开始脱上衣。你头一次在女子面前裸露上半身？苏应之抿着嘴，没有立刻回答。准备回答的时候，又听见楚宁问：你身边不是也有不少医女吗？他们一次也没有给你施过针？没有。施针改善人体质，倒也的确只有我们药王谷的人会。楚宁这么说完，下了第1针，不痛，只是有些麻麻的。他的手也没有触碰到苏应之的皮肤，但苏应之的脸更红了，连2只耳朵都已经红透了，因为他头一回离他这么近。你比个姑娘家都还要害羞，以后可怎么娶妻生子？你有意中人吗？大嫂怎么问我这个？你既有争夺那世子之位的心，就应该知道，等你身体恢复康健之后，你祖父会立刻为你安排一位足以跟苏国公府的世子相匹配的夫人。你若没有意中人，那就最好不过了。宁微微点头示意，就让叶思帮他搬了椅子，然后为他把脉。期间，苏应之、苏应和、蓝婉儿3个人都直勾勾地盯着他。良久，他才收回手说道：你的情况要比你们母亲好许多，我先为你施针半月，改善体质，之后再开方子为你调理。我娘不用施针吗？你娘要比你哥哥虚弱许多，得先调理一段时间，才能受得住施针。让嫂嫂费心了。我是一定会跟苏应风和离的，所以往后私下里你直接叫我名字吧。那我往后唤你宁儿姐姐。可以。那你们先在此等上片刻。楚宁话落，起身去了药房，一进去就冲端坐在一张4方凳上的苏应之说：把上衣脱了吧。必须得脱吗？是。苏应之犹豫间没有动手，
而楚宁已经转身去取针盒，从中挑选要用到的银针了。等他准备完毕，一转身见到苏应之还是穿戴整齐的坐在那儿，不由得就是一拧眉。像你祖父为你挑选的夫人，肯定无论是家世还是容貌都差不了。我有意中人。清风院另一处，荷儿，你没有什么想问为娘的吗？娘会因为宁儿姐姐的话燃起生念，不就是觉得宁儿姐姐是可信之人吗？约莫过了1炷香的时间，叶思将苏应之送了回来，说楚宁要在药房里给银针消毒，由他送他们。一出清风院，蓝婉儿就冲脸色还有些微微泛红的苏应之问：如何？大嫂说要至少5次后，我才会有明显的感觉。哥哥，你脸红成这样，是被宁儿姐姐做了什么吗？大嫂能对我做什么？那就是哥哥你想让宁儿姐姐对你做点什么喽。你一个姑娘家说的这是什么话？哥哥，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喜欢上宁儿姐姐的啊？苏应之抿嘴不答，只是耳朵又红了几分。个时候清风院内，叶思去到药房，冲楚宁禀道：小姐，苏国公夫人跟苏家大少爷、大小姐来了。小姐，要不要奴婢把他们轰走？楚宁摇摇头，人家到底是苏国公府的当家主母，我如今还没有离开苏国公府，连他都轰，会落人口实的。那奴婢先将他们领去厅里等着，小姐您忙完了再去见他们。楚宁应罢，拿起药杵继续捣药。约莫过了1炷香的时间，他才走出药房去见萧文秀祖孙3人。然后他刚行至厅外，就听厅内苏映霞在娇声娇气地说到他的不是。祖母，楚宁进来也太不像话了，不仅一直把大哥拒在门外，连您来了他都敢让您等这么久。再这么下去，他怕是都要爬到我们所有人头顶上去作威作福了。祖母，您可得让祖父好好管管楚宁才行，不然他都要把自己当成我们苏国公府的女主人了。我可不会承认她楚宁是我们苏国公府的女主人，我们苏国公府当家主母的位置只能是我嫂嫂的。霞儿，宁儿才是你的嫂嫂。另外，就算宁儿同意了楚莹进门，楚莹也不可能成为我们苏国公府的当家主母，除非我死了。萧文秀一想到楚莹怀孕一事，心里就不太高兴。故而看到楚宁之后，他脸色一下子变得更加不。楚宁，你闹够了没有？倒是浪子回头金不换，这2日风儿每日来清风院好几次，想与你抛弃前嫌，把房圆了，以后好好过日子。结果你不仅次次都让人把他拦在外面，甚至还让人对他动了手，实在是有些不知好歹了。你就不怕闹得太过，最后落个鸡飞蛋打吗？我读书少，不懂什么是浪子回头金不换，我只知道好马不吃回头草。老夫人可能不知道，我是一个认准了某件事某个人就会一条道走到黑的人。你这是当真想跟风儿和离的意思？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我绝不会与你和离。救命之恩？哥，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和离之事我倒是不急，来日方长嘛。但你家莹儿的肚子等不起啊！你要知道，我一日为你的夫人，你家莹儿就一日进不了苏国公府。等她肚子开始显怀，藏不住了时，你再来与我和离，可就晚了。你最好见好就收，现在我还能原谅你，还能勉为其难的跟你好好过日子，好好待你。可你若是继续这般下去，谢谢啊，我不想跟你好好过日子，也不需要你好好待我，只求你能离我远一点，别老来清风院周围晃悠，烦人的很。你楚宁，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你当我哥喜欢来清风院啊？不过是我祖父逼着他跟你圆房罢了。你就算没有自知之明，也该有镜子吧？你去好好照一照你那副尊容。我要是长成你这样，我都不敢肖想我哥这样貌美如谪仙还文武双全的男子。你倒好，耍尽手段才嫁给我哥，赢得我祖父撑腰，竟然还敢搁我哥面前拿枪！你信不信我哥立马给你一封休书，让你滚出我们苏国公府？哼，你倒是让他给啊，我求之不得。哥，你现在就去写一封休书给他，让他立刻马上滚出我们苏国公府。楚家那边现在可都已经对外宣布跟他断绝关系了，我看他能去哪儿，又能嚣张到几时？行了，
你别在这儿给风儿添乱了，先回自个儿院子里待着去。祖母，我才没有给哥哥添乱呢。楚宁都摆出这副态度了，我们还留他在府里做什么？早日让他滚，就可以早日让嫂嫂进门，不是吗？霞儿，我已经说过了，你的嫂嫂是楚宁，也只会是楚宁。你再这么胡说八道下去，楚莹她都别想以小妾的身份进门了。祖母，我可是来楚宁这儿拿药的，没有拿到药，我是不会走的。萧文秀皱着眉，颇为无语地瞪了他一眼。有求于人，他还敢冲人那般叫嚣，他这几年的书是白读了吧？宁儿啊，霞儿少不更事，又被我跟他祖父宠坏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楚宁面色淡淡的，不接话。萧文秀又继续说道：我此前听霞儿说，你跟他说过，他的脸还需用大半年你调配的药，才能彻底摆脱冒痘长斑。你能不能再为他做些？需要的药材，我会让人全部给你送来。老夫人可能还不知道，我此前3年用在您夫妇2人以及苏映霞身上的药材，加起来总价值没有50万两白银，也有20-30万了。虽说那些药材都来自太医院，我没有自掏腰包，可我在皇上那儿却是欠下了一个巨大无比的人情。这天子的人情可不是人人都能欠的，所以我应下了帮太子调理身体。顿了顿，楚宁嘲讽地勾起嘴角，继续说道：哼，太子的身体情况如何？想来老夫人还是知道一二的。我要把全副身心都放在他身上去才行。而我才刚刚开始为太子诊脉配药，都还没有任何成效。皇上、皇后、太后，甚至是太子本人，就已经待我极好了。在我娘家抛弃我之时，纷纷给我送来了丰厚的赏赐。可我尽心尽力不求回报，日熬夜熬调理好了老夫人你跟国公爷的身子，也帮苏映霞调理好了皮肤。但我得到什么回报了吗？萧文秀脸上有些发烫，他此前一直以为皇上会包揽下楚宁所用的所有药材，是因为看中他们苏国公府，从来就没有想过皇上那么做单单只是因为看中楚宁，所以他哪里会动给楚宁银钱药材的心思啊？他甚至还一度因为楚宁总往娘家送东西而有些不高兴，最后是看在楚宁调理好了他们夫妻俩的身体的份上，他才隐忍不发的。又听楚宁说，老夫人你跟国公爷也就罢了，至少没有难为过我，可苏映霞却妥妥的就是白眼狼一枚呀。你说什么？你竟敢说我是白眼狼？你不是吗？还是说你觉得我没有花一点时间，没有用一点药材，就能空手套白狼的治好你原本坑洼不平的一张脸了？我并没有那么觉得，但你是为了讨好我哥哥，自愿给我做的那些药，我又没有欠你什么。这我不否认，我以前为了讨好你哥哥，那是确实什么都愿意做，也确实是心甘情愿做药给你用的。但我都傻了4-5年了，没道理还要傻一辈子吧？这难得我终于不傻了，那我肯定不能再继续对白眼狼好了呀。所以你还是另请高明为你继续调理皮肤吧。你才是白眼狼，我一直以来就是这么对你的，你以前怎么不抱怨啊？现在就差最后一步了，你才做甩手掌柜，你分明就是故意针对我。这世上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会医术的，我就不信以我们苏国公府的势力，还找不到一个医术比你好的人来为我继续调理皮肤。以后就算你求我也不会再用你的药了。我若只迎莹儿进府为妾，也不大操大办。你怎么？你之前还想娶她为平妻？莹儿都已经怀上我的孩子了，我无论如何都必须得娶她进门。而这世间的男子3妻4妾的比比皆是，我都已经许诺过你，等莹儿进门之后，我不会再娶妻纳妾了。你怎么还这般不依不饶？你到底要闹到哪一步才满意啊？接受我已经不喜欢你了，就那么难吗？这时管家匆匆而来。老夫人，大少爷，楚大将军来了。你可知岳父大人是因何而来？说是来见大少奶奶的。老奴都已经将楚大将军领到清风院外面来了，但大少奶奶身边的叶念、叶盼2位姑娘死活不让楚大将军进来，说是没有大少奶奶的准许，皇上来了都不能擅自进来。楚娘，那可是你父亲。
苏大少爷可真是健忘啊！昨儿个楚家可都已经对外宣布与我断绝关系了。那应该是有原因的，你可以趁此机会去跟你父亲好好谈谈，让他收回成命啊。没那个必要，我知道原因。你知道？他们担心我与东宫往来会影响了他们的立场，我便让他们对外宣布与我断绝关系。而他们想借机逼我同意楚莹进门，就按我说的做了。所以你宁愿跟娘家断绝关系，都不愿意让莹儿进门？楚莹还没有那么重要，而楚家那些人为了一个外人可以跟亲生血脉断绝关系，他们不配做我的家人。莹儿怎么就是外人了？她是你孪生妹妹。楚宁抿嘴笑了笑，不想再与他多费唇舌，直接转头问叶思道：楚大将军，你们打得过吗？巅峰时期的楚大将军，奴婢4人合力都未必是对手。但楚大将军前些年受过一次重伤，如今身手与体力都已经大不如从前，与他过招都不用奴婢4人一起上，叶念、叶盼2人便足以应付。那你去告诉他2人，若楚大将军脾气上来了，想要硬闯，无需手下留情，顶多就是他们把人打伤了，我出点药。是。叶思应声而去，因为不放心楚宁独自一人跟苏应风祖孙3人待在一处，他一出去就把叶想叫到了楚宁的身边。而苏应风看了此时楚宁对待楚离安的态度，才突然意识到他不单单的是在生气，但他怎么都不愿意相信他会突然就不要他的家人，也不要自己了。风儿，楚大将军可是贵客，宁儿还在气头上，你先去招待一番吧。是。苏应风收拢心神应罢，目光复杂地看了楚宁2眼，又与他说道：不论你相不相信，又不论牵扯上了怎样的原因，我是真的有了跟你好好过日子，好好待你的心。你好好冷静冷静，也好好想想，别做出令你自己后悔的决定。楚宁仿若未闻般，脸色分毫未变，但心底到底还是生出了一些波澜。从前是我考虑不周，想着这个家迟早会由你来掌管，也就没有想到你用在我们身上的药都不便宜，需要给你银子这件事，如今你既然提出来了，那你只管开价，只要你愿意继续帮霞儿调理皮肤，再继续帮我们国公爷调理身子，多少银子我不缺银子，且我得把所有心思都放到太子身上去，没有多余的精力再兼顾旁的病人了，还请另寻高明。太子的身子确实要紧，且太子的病情也确实怠慢不得，但你不是都在帮2房的人配药治病了吗？怎么就没多余的精力啦？本来呢，我是还余下那么一点点精力的。他们2房的人找上门来的时候，我原本也是想要拒绝的，可是他们给的实在是太多了。刚好我娘家又对外宣布跟我断绝关系，所以我是不得不为了金钱低头，就勉为其难的答应了下来。而我作为大夫，既然答应了，那就肯定要做到的。因此在我给他们调理好之前，我是不会再接手别的病人了。萧文秀微微地蹙着眉头，想问2房的人到底给了他多少，又怕问了之后楚宁跟他要更多，因此他决定先去问问2房的人，心里有个底了再来找楚宁。毕竟蓝湾2素来出手都阔绰到令人瞠目结舌，而他这几日没了那熏香，虽然没怎么睡好，身体却还是没有哪里不舒服，也并非一时也拖不得。但他刚想起身走人，他身边的苏映霞却突然窜到楚宁身边去大声的质问：你要帮苏映河调理皮肤？那跟你有关系吗？怎么没有关系了？你之前明明说过只会帮我一个人调理皮肤的。我岂是说过那种话了？明明是你不许我把那些药给旁人用，说不想府中旁的小姐变漂亮后与你争宠，还说想看旁的小姐们都嫁得不如意。你闭嘴，我才没有说过那些话。苏映霞脸色大变，喝罢就匆忙的去看萧文秀的脸色，见萧文秀脸色已经变了，她连忙跑回他的跟前说道：祖母，我没有对楚宁提过那种要求，也没有跟他说过那些话，是楚宁他自己为了讨好哥哥，自以为是的想跟2房、3房、4房的人划清界限，不愿意给妹妹们调理皮肤。我之前还当着3妹妹的面问过他的，祖母要是不信，可以找3妹妹来当他面对质。你当真不打算去见见你父亲？
都断绝关系了，那便不是父亲了。虽说不论你与娘家闹到何种地步，都不会改变你是我们苏家媳妇儿这一点，但你也同时摆出了一副想与我们划清界限的态度。你到底想要什么？明明你现在只要停止胡闹，服个软，就能得到你从前梦寐以求的一切了。你父亲鲜少来我们国公府，我怕风儿一会儿怠慢了他，得去露个脸。话落，他看了苏映霞一眼，便往外走。苏映霞连忙跟了上去。路过楚宁旁边的时候，他还狠狠地瞪了楚宁一眼。楚宁回了他一个明艳而充满挑衅的笑。完事就看到苏映霞脸上的表情变得有些一言难尽，想来是他顶着脸上的疤那般笑，属实有些骇人吧。随后清风院外，萧文秀跟苏映霞刚一前一后的走出去，就瞧苏映风正快步走来，萧文秀便驻足等他走近了一些之后，齐口问道：楚大将军走了。岳父大人说，岳母因为他们没有同他商量，就对外宣布了跟楚宁断绝关系，气到了吐了2、3回血。但岳母不愿喝药，执意要楚宁回去给他诊脉抓药。爷，请留步，我们小姐说了，楚家人的死活与他无关，还请苏大少爷不要拿楚夫人吐血了这种小事情去叨扰我们小姐。小事情？他母亲都吐血了，还因为想见他不愿意服。我们小姐都已经不是楚家人了，楚夫人吐血与否，服药与否，都跟我们小姐没有任何关系。苏大少爷，请回吧。你们让楚宁出来，我要当面告诉他，再听他亲口说要不要回去为他母亲把脉抓药。苏大少爷，你向来都是如此自以为是的吗？你这话什么意思？苏映风危险地眯起双眼，已经快要压不住脾气了，因为这些天他已经被叶念叶盼二人拦下过好多回了，奈何他又不敢贸贸然对皇上送来的人动手。叶念深知那一点，毫不畏惧地说道：奴婢二人既然敢拦下苏大少爷，还敢在苏大少爷你们面前说出那些话，就意味着小姐已经事先知会过我们他的态度了。但苏大少爷自以为是地认为小姐不可能是那样的态度，所以才不愿意相信奴婢二人的话。一如苏大少爷始终自以为是地觉得小姐不可能彻底放下你了一样。你好大的胆子，知道我不敢动你们吗？奴婢只是在陈述事实，倘若苏大少爷觉得奴婢的话冒犯了你，大可对奴婢几人动手试试。你，风儿。萧文秀眼瞅着苏映风就要对叶念动手了，连忙唤了一声。苏映风瞬间冷静下来，满目杀气地扫了他们一眼，转身走回到了萧文秀身边。萧文秀拉着他远离了清风院之后，压低声音对他说道：前2日你祖父与我说，叶思、叶想、叶念、叶盼，他们4人表面上是皇上送来给楚宁的侍女，实际上却是太子的人，你可万万不能对他们出手，太子的脾性可比不得皇上，很不好说话呀。太子怎么会送人来给楚宁用？还有，他之前不是一直不愿意让楚宁给他请脉吗？怎么突然就接受楚宁为他医治调理了？祖父也摸不太准太子为什么突然之间转了态度，但他好似知道太子为什么突然送叶思4人来给楚宁，可他不愿与我说道。那我回头去问问祖父。说罢这话，苏映风又掉头看了一眼清风院，然后问道：祖母要与我一道去见见岳父大人吗？我要去2房一趟，楚大将军那边就交给你了。苏映风微微皱眉，祖母好些年都不曾去过2房那边了，如今再去，竟是因为楚宁跟2房有了往来。君莫正在一瞬不瞬地盯着一张只有他1根手指大小的信纸看，苏应之对小姐有意。苏应之，苏国公府里那个身子骨没比殿下年好多少的病秧子，他怎么会喜欢上我们太子妃呢？你是说宁宁姐丑？她不应该喜欢上宁宁姐。不，太子妃怎么能丑呢？老奴呀，是说那苏应之丑，他都丑成那样了，还敢厚颜无耻地喜欢上太子妃。闻得叶静那话，一旁的吴痕跟顾青都暗暗的有些无言。去查查那苏应之，本宫要知道他自出生到现在的一切。吴痕应声而去，心下直呼苏应之要完。
而这时，苏国公府里，蓝婉儿的房中，楚宁是怎么跟你们说的？他能给你们母子调理好身子吗？他说我的身子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撑不了多久，但他也未说他无法帮我调理好，但芝儿他倒是很有把握。宁儿说他会应下帮你们母子3人调理身子跟脸，是因为你们给他太多了。儿媳给了他10个楼，儿媳还许诺了日后他为我们调理好身子跟脸后，会再给他10个楼。楚宁是不是已经给你擦脸的药了？是给了，但这次他装到一半，他在苏映霞用习以为常的语气对他说出“你把那些药全部都给我”之后，一反常态地问道：“凭什么？凭我是你姐，凭祖母更喜欢我，不喜欢你。那些擦脸的东西又不是祖母给我的，是我娘用10个楼换来的。大姐姐，你要是实在想要，也拿10个楼去换啊。”苏映霞哪里拿得出10个楼啊？她母亲出身虽然比她二婶好，嫁妆也算多，却远远比不上她二婶带进门的庞大嫁妆。母，荷儿也马上就要及笄了，脸是该治一治了。那我怎么办啊？你的脸目前不是没事吗？回头等风儿哄好了宁儿，宁儿就会再给你药了。既然宁儿都答应替你们调理了，那你们就好生养着吧。若此后荷儿脸上的情况恢复得好，我会替她办及笄礼的。是。蓝婉儿应得恭顺，应罢。等萧文秀和苏映霞一走，他就变了脸色。苏映和送完萧文秀，折返回来，看他脸色不对，还有些纳闷儿。娘，怎么了？你祖母这次破天荒的没有强迫你把那些药拿给映霞，你是不是还挺开心的？倒也没有多开心，只是有些意外罢了。娘可是觉得祖母会改变了对我的态度，是因为我快及笄了。以我对你们祖母的了解，如今你脸上的痘痘斑点有望如映霞一般消失殆尽了。我祖母啊，定然会将你的婚事当作应封那孩子的垫脚石，那样一来，她给你选的夫婿就绝对不会是你的良配。没事的，娘，我从小就没有奢望过能遇上一桩良缘。娘，我还有哥哥呢，只要哥哥能够好起来，能得祖父看重，祖父就不会由着祖母把我当做大哥的垫脚石的。毕竟哥哥只有我一个亲妹妹，只要祖父有了让哥哥取代大哥成为世子的心，就一定会用我的婚事来为哥哥笼络人心。届时哥哥再为我从中周旋一番，我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自己挑选良配啦。唉，就怕不会那么顺利，毕竟应封那孩子是真的挺优秀的。哼，光优秀有什么用？他眼瞎心盲啊！我觉得宁宁姐是认真的想和他和离，也觉得宁宁姐要比楚英好多了。苏映霞在忐忑不安地揣测了一番之后，小小声地问道：“祖母，你是不是信了楚宁前面说的话，所以才没有让苏映和把药给我？”你眼皮子如此浅，以后如何能成为风儿的助力？我们苏国公府的姑娘自2、3岁开始，就会慢慢开始长痘长斑。京城内外，但凡知晓的人，茶余饭后都会笑说我们苏国公府风水不行，或是遭了诅咒。虽说你皮肤得楚宁调理好了以后，情况有所好转了，却至今也还没有多少令我们满意的人家上门来对你提亲。因为坊间老百姓都说我们苏国公府的姑娘生的女儿也可能会满脸痘痘斑点。这些事我怎么从来没听人说起过？寻常百姓哪有胆子到你面前去说这些个是非？而你身边那些同学闺蜜又有几个是真心待你的？他们只怕是恨不得你永远不知情，然后等他们纷纷嫁了人，再来笑话你这个没人娶的老姑娘。即便你让楚宁给3房4房的姑娘们把脸治好了，他们也未必就会美过你，因为他们母亲就不如你母亲好看。我没有拦着楚宁。另外，3房4房的人本就是你们大房的陪衬，3房4房的姑娘们皮肤变好了，变漂亮了，
嫁的自然也就会更好，未来风儿的助力也就会更多。苏木是要把3房4房的妹妹们许给对哥哥有用的人家，苏应河也是吗？当然，我会在他及笄礼上把他的婚事定下来。至于你的婚事，等风儿得封世子后再来敲定，定会让你满意的。谢谢祖母。当天傍晚时分，楚宁一走出药房，就看见院子里站了一排陌生人。小姐，他们就是二夫人给小姐的那10个楼里的掌柜。小的们见过东家。小姐无需费神机，奴婢会替小姐牢牢记下来的。那就交给你了。你们今天回去后，在楼前立个告示牌，写上辅国大将军府与苏国公府的人不得入内。那10人面面相觑。哦，对了，2房的人除外。想来你们都应该认得2房的人吧？是，小的们都认得。再加一条，之后2房的人到你们楼里消费都免单，无论金额。是。到时我会请东宫的大总管亲自去吓唬他们。东宫？他们新东家竟跟太子有交情，否则是不可能请得动东宫的大总管的。一众掌柜暗暗心里惊了一瞬，才异口同声的应话。楚宁属实有些累了，没有精力再与他们说更多，就在他们应罢后说道：行了，你们可以走了，改天得空了，我会去你们楼里瞧瞧的。是，小将们会告退。等那10人离开之后，楚宁回房歇息了片刻，换了叶思到跟前问：你们4人中有人擅长礼账吗？叶盼善礼账、做账、管账。那往后那10个楼里的账就交给他了。是，奴婢这就去与他说。楚宁点了点头，闭目养神了片刻，在叶思折返回来之后，又起口问了一句：大将军几时离开苏国公府的？约莫是临近午时。楚夫人的情况你知道吗？知道，楚夫人昨日吐了3回血，晕倒了2次。期间辅国大将军府的府医都有为她诊脉配药，但她每次一醒来就打翻了药碗，执意不肯服药，说要小姐您回去为她诊脉配药。但楚大将军趁她昏迷不醒跟陷入沉睡的时候，口对口给她渡了2次药，所以她目前的情况并没有多糟糕。是夜，辅国大将军府里，苏应风如同以往一般，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进去以后，径直去了祠堂。而他进到祠堂里面之后，那笔挺挺地跪在蒲团上的楚鹤闻得动静，看向他，脱口便问：你怎么来这里了？我有一事想问楚大哥。何事？莹儿是你们的亲妹妹吗？她是。苏应风不傻，看楚鹤方才的反应，他心里其实就已经有了答案。当年莹儿被我父母接回府时，皇上都曾送来东西慰问，若她不是我们亲妹妹，皇上哪可能那般做？苏应风抿着嘴不答，楚鹤便接着问：你喜欢的难道不是妹妹本人，而是她将军之女的身份？不，我喜欢的是她自身。那你就别去信那些胡言乱语，去看看妹妹吧，她这几日都在等你来见她。苏应风应得很快，出了祠堂后却径直就出了楚家。他可能无法以平妻的身份迎娶莹儿进门了，眼下还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莹儿。此时楚莹正在满目寒霜地质问一个跪在他面前的老妈子：你说我2哥3哥在暗中查我院子里的人？是。还查的都是我身边亲近的人？是。另外老夫人身边的人这2日在查5年前大小姐刚回府那时发生的一些事情。我身边那几个亲近的人你应该都了如指掌了吧？你从他们之中挑一个适合做替罪羔羊的出来，想办法说服也好，威逼利诱也好，让他去把当年那些事情全部扛下来，再备好相关的证据，引导我2哥3哥查到。是。不过小姐，哪一个都可以吗？都可以。若老奴选高妈妈呢？高妈妈是跟楚莹一起进将军府的。可以。老奴即刻去着手安排。还有件事也得你去办。小姐请说。绣衣房里那几个人
留不得了。老奴明白了，老奴会尽快把那几个人除掉的。佝偻着身子，快速退至窗边翻了出去。楚莹不知道，那老妈子翻出去之后，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高妈妈。哎，如何？小姐同意我去帮她扛下那些事了吗？同意了。哎呦，那就好。高妈妈长舒了一口气，那老妈子则无声地叹了一口气，就一一安排去了。而楚莹又将金枝玉叶叫了进去。明天天一亮，你们就持我信物去见永华公主，请她安排几位太医来府上为母亲医治。之后，你们去把碧玉碧荷的尸体弄回府里来，再把府医之前准备的药给用上。是。他们俩应声退下之后，楚莹去床底下的暗格中拿出了一个小盒子，里面是一个插满了针的巫蛊娃娃，娃娃的头上写着楚宁二字。翌日，楚宁早早起来，洗漱用膳过后，就带着银针跟药，还有夜思夜想出发去东宫了。他的马车在东宫门前停下的时候，叶静已经在东宫门口翘首等待许久了。楚宁一步出马车。哎呦，楚小姐呀，你可终于是来了！我们殿下今儿个情况很不好呀，昨夜也熬了一宿都没睡。他又故意不吃饭了？那倒是没有，只是被我们太子妃给气着了。他昨晚睡得可早了，虽然睡得不是很踏实，一直在做噩梦，可他还能是在梦里把那位祖宗给气着了不成？还是说是他想多了，他们家太子妃另有其人？想到这儿，楚宁精神就为之一振。叶总管，你快跟我说说，你们家太子妃怎么气着你们家太子了？哎呀，楚小姐有所不知啊，我们太子妃明明都有我们太子了，还不知道洁身自好，不仅跟心仪她的男子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还看了对方的身子。心仪我们太子妃的男子也是个病秧子，身子骨呀没比我们殿下好上多少，但他跟我们太子妃住在同一个府邸里，每日都能见上面说上话，那呀让我们殿下心里很是不安，又愁又气，然后就整宿都没有睡着啊。楚宁眉心突突一跳，病秧子还同住在一个府邸里，为什么他会想到苏应之？哎呀，楚小姐快往里边请，再耽搁下去我们殿下只怕就要……然后他一步入君莫寝殿，就瞧见靠坐在床上的君莫只穿了单薄的寝衣，还半敞着衣襟，他模样近乎举世无双，那衣衫半敞简直是撩人的不行。他下意识的就多看了两眼，然后他发现他竟然还有腹肌，他都瘦成这样了，竟然还能有腹肌。你对我的身材还满意吗？哎，楚小姐可是现在就要开始帮殿下施恩了，需要请您师兄过来给您打下手吗？不用，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以殿下的身体情况来说，殿下的身材已经算好了，但殿下的身材好坏与我并无任何关系，殿下为何要那般问我？你不是喜欢看男人的身体吗？我哪里喜欢了？之前我脱衣服的时候，你都不肯背过身去，你肯定是想看。我是大夫，看看病人的身体怎么了？而且最后我不是闭眼了吗？那是我要求你，你才闭的。还有，正经的医女该回避的时候，还是会回避的。楚宁有些无语，没想到他竟是这么幼稚还胡搅蛮缠的太子。不过罢了，他是太子，自己还能跟他生气不成？毕竟他难得重生回来了，可不想早早的又死了。反正他也不是什么正经的医女，而是药王谷那群老不正经了的医圣、医仙、神医们教出来的小不正经。殿下是不是从小被人吹捧着，有些过度自信呢？君莫眯了眯眼，自他时常借病发疯起，就没人敢对他这么说话了。虽然殿下你的身材不算差，可也跟好沾不上什么边儿，我才没有想看呢。不，应该说我才不屑看呢。生苏应风的身材要比殿下你好多了。君莫的脸瞬间就黑了个透。你打算什么时候跟苏应风和离？只要你想，我随时都能帮你拿到和离书。唉，殿下还是先把身子养好吧，那样才有足够的实力做我的靠山，
毕竟眼下朝堂内外废太子的呼声此起彼伏，望眼欲穿的等着殿下您去和阎王爷下棋的人也不在少数。倘若苏国公铁了心不放我出苏国公府，殿下您就算能仗着自己的身份帮我拿到和离书，也会惹来很多不满跟非议，甚至还可能会给皇上带去大麻烦。你是说，苏国公那个老匹夫冒着与皇室翻脸的风险，也会把你绑在苏国公府里？是。你知道吗？不知道。便坐起身，褪去上衣，往床上一趴。开始吧。楚宁有些一头雾水地看着他，心说他一个男人怎么能比女人还善变呢？这话题说换就换。但他还是立刻就从叶思手中接过了针盒。叶焕气喘吁吁地赶过来时，他都已经把君莫扎成刺猬了。师兄你来晚了，我都扎完了。没事，我就是来看结果的。反正你用的那套针法我也不太可能学会。勤能补拙，多看看多练练也就会了。那小师妹，你下次等我来了再开始。好。应罢，一回头就见着趴在床上的君莫正在幽幽怨怨地看着自己，他心里头莫名的就是一跳。他喜欢自己，又在自己跟师兄说话的时候摆出了这么一副弃妇的表情，这是醋了吗？那他今儿反常的在他面前袒胸露肉，别是因为昨儿个他给苏应之施针那一茬吧？再结合叶总管前面的那番话，好吧，太子妃还是自己，可他不想做他的太子妃，也不可能做他的太子妃。我是大夫。天底下大夫多的是，你可以只做我的大夫。那不可能，虽然我也不是那种圣母心泛滥逢病人就上去医治的大夫，可要给什么人治病，选择权在我手里。就算您是太子，是我的合作伙伴，您也不能霸道不讲理的要求我只给您一个人医治。再者，除了殿下您跟苏国公府二房的人以外，我还经常会去给皇上请平安脉，且几日之后我还要去给太后请平安脉。殿下您是想让我不管您父皇跟皇祖母吗？我再说一句，你叔叔你都说多少句了？我也不是霸道不讲理的人，但有一点，往后你给男子施针看诊时，身边得有不下3个人陪同。这个时候叶焕就在他身边盯着他直皱眉。叶焕一转头就看见叶静用嘴型跟他说跟我来。随后君莫寝殿外边，叶静一脸严肃地冲叶焕说道，我们东宫上下呀，也就你不想殿下跟太子妃修成正果了，你到底对殿下有哪里不满呀？我小师妹现在还不是那老使子太子妃。哎呀，早晚会是的。唉，虽然我对小师妹了解的不是特别多，但我师父说小师妹小时候吃了很多常人无法想象到的苦，所以药王谷上下全都将她视作掌上明珠，一直小心翼翼面面俱到的呵护着。俗话说苦尽甘来，小师妹她吃了那么多苦，本该嫁给一个一心一意待她的夫君，在夫君的宠爱下度过余生，但她偏偏喜欢上了苏应风那么一个渣子。如今难得她放下了那个渣子，怎么能再入皇室这个火坑？我敢说呀，当今世上再不会有人比殿下更珍视太子妃了，因为太子妃曾吃过的苦，殿下也吃过，他定不会再叫太子妃吃任何苦的。所以你呀，且安心在旁观着吧，殿下会护太子妃余生安稳的。焕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但叶静已经转身回殿内了。等他也重回殿内时，正好看见君莫趴在床沿吐出一大口黑血，量不比上次少，味道却没有上次浓了。楚宁照例用棉棒取了血，然后收了银针之后喂了一粒药到君莫的嘴里，完事把装药的瓷瓶递给叶焕。这药对他有用，此后每日让他服1粒，3日之后我会再来给他施针。叶焕点点头，将药收好。楚宁又从袖袋里拿了一个掌心大小的4方锦盒出来，递给叶静。殿下目前必须得吃好睡好，下回他再夜里不睡，你们就给他房里熏上这个香，回头我会再做一些让叶思送来。好。结束后，他正欲抽回手起身走人，君莫却突然手腕一翻，紧紧地抓住了他的手。而他等到他呼吸均匀了，准备用点力把自个儿的手抽出来，叶静却突然跪到他的边上说：
哎呀，楚小姐啊，殿下有好几年都没有怎么睡踏实过了，加之昨晚上又没睡，您就让他这样多睡一会儿吧。但他没有想到，君莫这一睡就睡到了中午还没有醒。楚宁屁股都坐疼了不说，还有些内急了，却又不好意思开口说，然后他还得回去给苏应之施针。奈何君莫趴在床上安静熟睡的侧脸实在是太蛊惑人心了，他盯着看了整整一上午都不觉得腻，还下意识的就想让他再多睡一会儿。直到叶静命人备好了午膳，他才准备再次尝试把手抽回来。但他还没有抽呢，顾青就突然一脸凝重地走了进来，到他身边压低了声音说：京兆府来了不少人，说楚小姐你与一桩命案有关，要请你去协助调查。几乎是同时，君莫睁开了眼睛，对上他微微眯着的双眼，他面不改色的嘘嘘来了一句：我趴着睡太久了，起不来了，你扶我一把。楚宁立马用力把自个儿的手抽了出来，同时冲顾青说：汤灵，还不快把你家太子扶起来！我没让顾青扶，叫你扶。我不要。你趁我熟睡抓着我的手，占了我这么半天的便宜，你还不要？殿下这一觉莫不是睡失忆了？明明是殿下睡前抓住了我的手，叶总管和顾统领他们都能作证。是吗？对上君莫轻飘飘冲他们吐出的这两个字，叶静跟顾青十分有默契的同时摇了摇头，看得楚宁是好一顿无语。偏偏这个时候，他师兄还去给君莫熬药了。快，扶我起来！楚宁是磨着牙起身去扶他的，所以没有控制好手上的力道。你把我弄疼了，快给我揉揉。殿下怕不是还没睡醒吧？醒了。醒了就别说胡话，我乃有夫之妇，扶殿下就已经很不合规矩了，哪里还能给殿下揉啊？但殿下如果实在疼得厉害，又实在想让人揉，我可以勉为其难的让叶思叶想两个人帮殿下好好揉揉。他二人武艺高强，手劲儿大，肯定能揉得殿下很舒坦。你无趣的紧。偏这时，叶静还捧了君莫的寝衣到他身边说：哎，殿下身子弱，受不得凉，有劳楚小姐再顺便帮殿下穿下衣裳。我得出去见京兆府的人了，没空。京兆府来的什么人？法曹田野。哼，小小一个法曹啊，都敢来本宫这儿拿人了。看来他们京兆府有了老六撑腰啊，胆子肥了不少呀。你去跟老六说，楚宁是本宫的人，本宫要他在不惊扰楚宁的情况下，尽快把那桩案子查清楚，否则本宫就让父皇发配他去镇守边关。是。劳烦顾统领跟叶王殿下说，我是太子殿下的大夫。顾青爽快地应了，但他没打算照做。已经到午膳时间了，你同我一起用完膳，我派人送你回苏国公府。老奴命人在偏殿准备好了洗漱用品，楚小姐请先移步偏殿洗漱，再过来与殿下一道用午膳吧。不愧是东宫的大总管，这察言观色的能力就是厉害呀！劳了。然后他跟着叶思叶想去了偏殿。殿下今日觉得如何呀？与上次相比，人更松快一些了。那就好，老奴伺候殿下更衣。此时辅国大将军府里，楚营的院中聚了一大群人，除去楚营本人跟他院里的人之外，还有孙瑜、楚立安夫妇、楚贺兄弟三人、数名太医以及京兆府的一群人。约莫1个时辰前，永华公主出面前来将军府的几名太医为于静书把脉诊断过后，楚营请求他们也为他院中的碧玉璧盒瞧瞧。那几名太医都知道楚营跟永华公主关系匪浅，就爽快答应了。但他们刚到碧玉璧盒房间外面，房里就传出了一声说那二人死了的惊叫。当时他们本来是打算立刻离开的，毕竟大户人家的丫鬟犯了事儿，给主人打了罚了，病死在房中是很正常的。可偏偏京兆府今日上门来跟楚立安询问一些事情，当时凑巧在附近，听到了那个丫鬟的惊叫，就直接跟着楚立安进了楚营院里。然后京兆尹不顾楚立安夫妇的阻拦，单独审问了楚营院中的丫鬟，完事儿就说要提审楚宁。楚立安夫妇阻拦不住，又想趁机让楚宁回来，索性就由着那京兆尹去折腾了。
反正害死碧玉碧河的毒虽然来自那只簪子，却也没有别的直接证据，他们有的是办法保住楚宁。但他们左等右等，没有等到京兆府的人把楚宁带来，反倒是等来了叶王。等他们一大群人呼啦啦跪成一片，冲君夜请过安之后，君夜径直去了楚营面前。王听说你院中出了命案，担忧你的安危，特意前来一看，你可安好啊？臣女无事，多谢殿下记挂。而君夜今年16，还小楚营2岁，却已倾慕楚营多年，对于楚营相关的所有事情都十分的上心。故而他一听说楚营院中出了人命官司，就立刻赶来献殷勤了。但他不知道的是，京兆府的人也是楚营安排上门的，因为京兆府里有楚营的人。顾统领可是押楚宁来的？末将见过叶王殿下。我大哥让你来的。正是，太子殿下让末将来转告叶王殿下，楚小姐是他的人，请叶王殿下在不惊扰楚小姐的情况下，尽快把这桩涉及楚小姐的人命案查清，否则太子殿下就要请求皇上把叶王殿下发配去镇守边关。什么？大哥让父皇把我发配去镇守边关？我既不能文又不能武的，我去镇守边关，大哥能睡得安稳啊？太子殿下本来就有数年没有睡安稳过了。可我朝那么多武将，哪里需要我一个废物皇子去镇守边关啊？我的叶王殿下眼下的重点不是您要被发配去镇守边关，而是太子要保住楚宁那个杀人犯。詹大人，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你说楚小姐是杀人犯，可有确凿的证据啊？自然有，那2位死者被楚宁遣送回将军府来的那日，头上戴的簪子便是最好的证据。那也只是物证，人证呢？有人亲眼看见了楚小姐往那簪子上投毒吗？人证目前倒是没有，但本官审案多年，只要楚宁真杀了人，本官定能叫他认罪画押。没有人证，物证便很有可能是假的，是无法用来给人定罪的。詹大人最好三思再言，否则太子殿下的怒火，詹大人怕是承受不起。太子当真要保楚宁那个杀人犯？顾青皱了皱眉，不屑再与他废话，直接冲君夜拱手道：太子殿下的话，末将已经带到了，末将就先行告退了。话落，他转身便走，谁想京兆尹竟不依不饶地追了上来。你站住，你把话说清楚了再走。詹大人最好留步，末将这剑乃皇上御赐，能斩所有对太子殿下不公之人。今日詹大人所言，末将会一字不差地转述给皇上与太子殿下，詹大人好自为之吧。詹大人，死者何在啊？在他们房中。先抬出来给本王看看吧。楚二小姐，你还是回避一下吧，免得被死者吓到。小姐，尸体变了啊！小姐，那不是碧玉跟碧荷了？待他循着金枝玉叶惊恐万分的目光看向地上时，脸色陡然大变。这个时候，除那数名太医之外的所有人都围聚到了那2具尸体边上来。京兆府的人跟君夜都不认识碧玉碧荷，故而看罢尸体过后，楚大将军，这2位死者不是碧玉碧荷？不是。那他们姓甚名谁？这末将不知啊。不知？是贵府丫鬟太多，将军认不全，还是说他们并非你们府上的丫鬟？他们不是我们府上的丫鬟。那他们怎会出现在碧玉碧荷2人的房中啊？莹儿，这是怎么一回事？女儿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女儿此前一直有让人细心照料碧玉碧荷他们的，前面还特意请了那几位太医为他们医治，然后金枝玉叶就说他们死了。楚夫人凶楚英小姐作甚，人又不是她杀的。詹大人，带这2个丫鬟下去分开审问，务必让他们把事情吐出来。等詹毅领着人把金枝玉叶带下去审问之后，楚莹双眼通红地看向于静书，哽咽着道：母亲，女儿真的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此时东宫里头，楚宁正在君莫寝殿里跟君莫对坐着用膳。东莞儿，你家太子殿下以往吃的都很少吗？哎呦，那可不是一般的少呀，我们东宫的野猫都比殿下吃的多。
除去吃的少，我们殿下这几年睡也睡不好。今儿多亏了楚小姐，我们殿下睡了个难得的酒觉，胃口才能如此的好呀。他也没有睡几个时辰，还装睡来着，哪里算是酒觉了？我没有装睡。殿下，你看我会信你吗？我也就装了那么片刻。叶总管，你想让你们家殿下睡好，其实很简单，找个姑娘来抓着他的手就成。他敢？本宫的手，那是什么姑娘都能抓的吗？姑娘不行啊，那换成美夫人吧。本宫不喜欢美的。楚宁搁下筷子，不说话了。再说，他怕是要当场对自己表明心意了。然后他睡不好、吃不好的原因，应该在他体内的毒。但君莫又道：“某人所赐，本宫眼光变得十分之特别，一直没有相中合眼的姑娘，导致房间内有不少人在传本宫不好女色，喜男色了。甚至还有人说，本宫至今未娶妻纳妾，是因为已经病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地步了。所以等本宫身子好一些后，本宫定会找那某人负责。”所以那某人是他呗，但他不是已经在负责了吗？自己一定会治好他的。寻思间，殿下，食不言，寝不语。不是你起的头吗？楚宁抿抿嘴，假装没有听到，埋头喝汤去了。饭后，工人一将东西收走，楚宁就起身告辞了。君莫也没有再留他，因为有他陪同着用膳，他没有控制住，吃的有些多了，撑得着实难受。等他跟着在殿外的叶焕一起走了，他立刻让叶静拿来痰盂吐了一通。吐完刚漱完口，就听见叶静说：“殿下，苏大少爷骑着马在我们东宫外停留许久了，想来是来接楚小姐的。”君莫拧了拧眉，什么也没有说，直接靠躺下去闭目养神了。叶静在他边上待了一会儿，正欲让人去外边看看情况，就听见君莫说：“把国师找来。”是。叶静应罢，出去安排了人到国师府传话，他自己则是小跑着去追上了正说着话慢慢悠悠往外走的楚宁跟叶焕。此时楚宁正在听叶焕说着君莫这几日的情况，因为琢磨方子琢磨得太过认真。出了东宫之后，苏应风骑着马来到了他们跟前，他才瞧见他，而叶思叶想已经习惯性地挡在了他跟前。就见苏应风在翻身下马之后，沉着脸质问他：“你当真杀了碧玉碧荷？”楚宁没有搭理他，而是掩面打了个哈欠，转身对叶焕说道：“师兄，我困得厉害，先走了。”焕点点头，就见叶静喊了东宫门前的侍卫去拦住苏应风，然后示意叶思叶想二人与楚宁一同离开。等他们主仆三人坐上马车远离东宫了，叶静才笑眯眯地去冲苏应风说：“哎呀，苏大少爷，国师此前说了，我们家殿下跟你们苏国公府犯冲，未免殿下因为你们冲撞到了而加重病情，还请你们苏国公府的人呐，日后不要靠近我们东宫半步，否则我们殿下要是有了个好歹，皇上是会去找你们苏国公府要说法的呀。”楚宁是我夫人，也是苏国公府的一员。太子若是不想被冲撞，还是不要再召我夫人来东宫的好。只要太子不再传召我夫人，我绝不会再靠近你们东宫半步。哎呦，苏大少爷想来是记性不太好了。3年前您可并未与苏小姐拜堂圆房，虽说楚小姐已然上了你们苏家族谱，可楚小姐已然决意要与您和离，而国师说楚小姐定会如愿，所以呀，已经不算是你们苏国公府的人了。国师当真说过他能如愿？苏大少爷若是信不过老奴，大可去问国师。叶静脸不红心不虚地说罢，丢下一句苏大少爷请便，就转身回了东宫内，然后小跑着去君莫跟前说：“殿下，方才楚小姐在东宫外瞧见苏大少爷的时候，理都没有理他。”君莫在闭目养神，闻言只是嘴角轻微的上扬了几分。约莫2刻钟后，顾青快步而来：“殿下，国师说他没空。”“他没空，没事儿。他国师府里空闲的小徒弟那么多，你带来个人去把那空闲的全部抓来。就说本宫近日又往水牢里放了些剧毒无比的小虫子，请他家小秃驴来帮本宫试试效果。”“是。”
顾青硬得有些牙疼，刚领着人走出东宫大门，就看见了国师府的马车。等马车停稳之后，黎晨一步出马车，就看见了他跟他身后浩浩荡荡的一群人，脸色当场就冷了下来。会是国师大人，您定是掐指算到了我们殿下会来这么一出，才来我们东宫的吧？殿下可真能耐，回就只那一招，东陈国的未来堪忧啊！一招就能屡试不爽，为何还要费神想新招呀？哼，我懒得跟你这个疯子废话，赶紧说正事。苏晋州那个老匹夫说楚宁能否在苏国公府关乎他们苏国公府的兴亡，企图把楚宁绑死在苏国公府。你帮忙算算，楚宁身上到底有哪一点能影响他们苏国公府的兴亡？就说我不是算命的了。所以你能算到吗？能，但需要一点时间。3天不够，那就2天吧，不能再多了。本宫这副破败身子等事儿啊，等到交心了就容易吐血。2天后你要是没有给本宫答案，本宫就去你国师府门前吐血。殿下还有别的事吗？慢走，不送。黎晨磨了磨牙，怒气冲冲地甩着衣袖走了。叶静陪着笑脸把他送走之后，折返到君莫床前道：殿下，叶王殿下来了。楚家那边怎么样了？老奴……叶静想说他去问问，但才说出口2个字，无痕就突然鬼魅般的出现在了他的身边。回殿下，楚家那边的人发现尸体不是碧玉璧盒之后，叶王殿下让人审了金枝玉叶。金枝玉叶该是受到了楚二小姐的指示，把事情揽到了他们自己头上。那2人说，他们每日看着中毒后的碧玉璧盒生不如死的煎熬，对给碧玉璧盒下毒的楚小姐心生怨恨，就在昨晚把碧玉璧盒送出了将军府，另外找了2具尸体来，企图构陷楚小姐。哪知他们找来尸体的人没有按他们的要求刮花那2具尸体的脸。之后京兆尹在征得叶王殿下的同意之后，把金枝玉叶2人下狱了。案子结得如此虎头蛇尾，他还敢来，胆子挺肥的。本宫方才与国师说话累着了，让老六先搁院子里头等着吧。大哥让我在院子里等，他东宫这么大，偏殿那么多，随便找个地方让我待着等，不都可以吗？为什么要我在院子里头晒着太阳等啊？叶静笑眯眯的不说话，君夜便又一个劲儿的接着问：叶总管，大哥他是不是对我办出来的结果不满意啊？我明明都用最快的速度把案子了结了呀！啊，不对，我明明都还没有把案情和结果告诉你们啊！叶总管，你老实告诉我，辅国大将军府里是不是有你们的东宫的人啊？叶王殿下，我们太子殿下近来得楚小姐换了新的治疗方法，身子呀越发虚弱了，一旦累着了，不睡上半日是醒不来的。所以呀，叶王殿下您还是少说点话为妙，免得等下口渴难挨呀。什么？大哥让我搁这晒着太阳等他，完事还水都不给我喝一口，太过分了！我要进宫去跟父皇告状。老奴劝叶王殿下三思，皇上要是知道您今日把我们太子殿下交给您的案子给办砸了，您却还不知道砸在哪儿，定然会罚您更重的。君夜心里一咯噔，他把案子办砸了？不可能啊，那2个丫头明明全部都招认了呀。他还从自个儿府里挑了2个丫鬟去送给楚二小姐以作安抚，然后他还好好的宽慰了楚大将军夫妇。这边君夜思绪如电，猜想万千，那边无痕又现身禀道：殿下，属下刚刚收到消息，金枝玉叶在狱中自尽了。哼，小小一个京兆尹，胆子比老六都大，他是当本宫已经死了吗？殿下息怒。库卿，去把京兆尹请到水牢住上3日，再去大理寺传本宫口谕，限他们3日之内把京兆尹的底给本宫查清。辅国大将军府、叶王跟京兆府的人，还有那数名太医都相继离开之后，楚莹立刻红着眼睛去了于静书面前。母亲，女儿不知道金枝玉叶会做那种事，女儿之后会去苏国公府跟姐姐赔不是的。母亲，你别生女儿的气好不好？于静书深深地看了他2眼，没有说话，直接示意东陵扶他回主院。见状，楚莹眼睛更红了，又转而看向楚离安。父亲，莹儿真的好不知情啊。你们母亲也没认为你知情，她只是身子不舒服，又挂念宁儿罢了。
为父先送她回去歇着。妹妹莫要多想，父亲这2日一方面是忧心母亲的身体，另一方面还在气恼楚宁，所以才没有顾得上安抚妹妹你的。二哥说的对，我们都是相信妹妹你的。妹妹，你肯定不知道金枝玉叶2人的所作所为都是楚宁不好，若不是他给碧玉璧和下了毒，就不会有今日这桩事情。回头呀，我定要去肃国公府把他拎来，给你赔不是。莲儿、灵儿，你们好好陪陪莹儿。荷儿，你送我回去。楚莹满心惴惴不安，孙瑜却看也没有看他，就在楚鹤的搀扶下走了。一出去，孙瑜就压低声音问：今日的事儿，荷儿你有什么看法？巧合过多，金兆尹处理的太过潦草。一直以来，我们看到的、了解的，可能都不是真正的莹儿啊。随后，楚莹院中，楚恋、楚林前脚一走，楚莹后脚就把君夜送给他的丫鬟安排到了后院去做杂事，然后回房摔砸了一通东西来发泄。苏国公府里，这个是尸蚕，是一种蛊，将它放在尸体边上，它们就会爬到尸体体内去，而它们体内的蛊毒能使那尸体在12时辰之内焕发活力。世上竟还有这么神奇的东西！楚莹这次的算计虽然没有得手，打的却是让我入狱，甚至是取我性命的算盘。莹儿，你相信我，我这几天夜里没有来见你，实在是终日被我祖父祖母逼着跟楚宁圆房分身乏术，我时时刻刻都在想你，想我们的孩子呢。我当然是相信风哥哥你的，可是我心里很不安，我今天都开始想吐了，再耽搁下去很有可能会被人看出端倪的，所以风哥哥你早些娶我过门好不好？好啊，当然好了，我恨不得明天就娶你过门。但莹儿你也知道，我有无法放弃世子之位的理由，而我祖父祖母都咬死了必须楚宁点头我才能娶你进门，所以莹儿，你能不能先嫁我为妾？为妾？风哥哥，我早就说过了，我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别说为妾了，就算是半点名分也没有，我都是愿意的。好莹儿，你信我，等你为我诞下孩儿的那天，我一定会让楚宁点头同意，提你为平妻的。苏应风说得十分笃定且激动，说完还捧起楚莹的脸狠狠地亲了一通。亲完见楚莹满眼的深情，满脸的春色，直接忍不住一把抱起楚莹走向了床榻。楚莹也没有坏他的兴致，还极尽所能地撩拨了他一通。而后隔天早上，叶思顶着一双熊猫眼回楚宁跟前复命去了。小姐交代的事，奴婢办妥了。楚宁正在用早膳，闻言看了他几眼，问：你花了一宿的时间，莫不是昨晚楚营房中有人？小姐真厉害，一下就猜中了。小姐，你是不知道，那楚营真是不要脸，她在床上撩拨男人的花样比青楼里的姑娘都要多。你不会旁观了他们俩做那档子事儿吧？不瞒小姐，读唇语奴婢也会一些，未免靠太近，惹苏应风察觉到，奴婢就隔楚营院子里的树上待着，一直盯着他们看。去查查楚营院子里的人的底细，特别是那几个老妈子。是。叶思应声退了出去，让叶念送了消息回东宫。而他折返回楚宁身边的时候，小姐，这是永华公主府的人送来的。永华公主？楚宁皱了皱眉，直觉这又是楚莹用来对付他的局。因为永华公主跟楚莹的感情十分的好，打从她5年前回到楚家的那时起，永华公主就十分的厌恶她，每碰面都会狠狠的冷嘲热讽她一番。但楚莹表面上跟永华公主亲如姐妹，实际上却只是在利用公主罢了。2年后，永华公主的驸马因病离世之后，永华公主因为一次意外喜欢上了苏应风，楚莹直接对永华公主下了毁容的蛊。最终永华公主远离京城，去封地生活了。想到这儿，楚宁才打开请柬来看，是邀请她明日去永华公主府出席赏花宴的。说是曹驸马从邻国给公主带了几盆十分罕见的牡丹花回来。小姐，据奴婢所知，永华公主以前从不曾邀请过小姐去她府中，还每见到小姐都对小姐横眉竖眼，冷嘲热讽的。要不要奴婢把这封请柬给退回去？不用，
你的狩猎阁楚营院子里熬了一宿，我们得去看看楚营的笑话，才不算亏啊。明日若有人为难小姐，无论是什么身份，奴婢都会把对方打趴下的。奴婢绝不会让小姐受半分委屈跟羞辱的。楚莹正在用心地挑选明日去永华公主府要穿的衣裳跟要佩戴的首饰。然而她近日因为怀孕稍稍胖了一些，此前准备的几套衣裳上身都有些紧了，因此她让新提拔起来的大丫鬟冰清跟玉洁把那些衣裳首饰都收放回去之后，吩咐那二人道：你们去霓裳楼，让他们照例把新款都送来府里给我挑选。是。冰清玉洁应声而去后，楚莹坐到镜前去慢慢地描着眉等。可描着描着，她突然发现自己今儿的脸色格外差，那让她心里很是纳闷。因为每每风哥哥来与她缠绵一通过后，隔天她的皮肤都会变得格外的水嫩红润，今儿却没有。难道是因为自己怀孕了？她立刻让人去给府医传了话，让府医给她调配一些专门给怀孕的人使用的护肤用品送来。谁想府医来时，一站到她的面前，脸色就是一变。二小姐除去脸色不好外，还有没有别的地方不舒服？比如排气增多、体味增加？没有，怎么了？啊，没有就好。府医暗暗地松了一口气，把稍微调整了一下配方的玉露膏呈给了楚莹，然后他前脚一走，楚莹后脚就开始放屁，味儿还超级的重。楚莹身边候着的几个丫鬟都差点绷不住想要跑出去透气，楚莹本人自然也给熏得不轻，同时也窘迫难当。她从来没有在人面前这么丢脸过，就算是一群丫鬟。因此她立刻恼羞成怒地把那些丫鬟全都打发了出去。完事儿才想起来府医前面问她的话，但她也没有多想，敷上玉露膏之后，躺到贵妃榻上去闭目养神了。因为昨夜累着了，他就直接那么躺着睡着了。等冰清玉洁回来将他唤醒时，他发现冰清玉洁的脸色都有一些微妙。他正要问霓裳楼的人呢，就闻到了浓浓的屁味儿，跟前面熏得他恼羞成怒的那个味道一模一样。他就立刻意识到自己睡着的时候又放屁了，但他思来想去，他这2日明明没有吃任何会导致放屁增多的东西。霓裳楼的人呢？霓裳楼的人说，他们最近换了新东家，他们的新东家上任后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往后不做我们将军府的生意了。不做我们将军府的生意？为什么？奴婢也这么问了。霓裳楼的霓掌柜说，他们只是按东家的命令办事，没有问过缘由。他们的新东家是谁？赶紧找来见我。我明天得去永华公主府，必须得今天挑选好衣裳首饰。霓掌柜没说，但霓掌柜说，辅国大将军他们虽然得罪不起，但他们霓裳楼身后的东宫，我们将军府也得罪不起。东宫？宫中，皇上刚送走一大批在他御书房耗了个把时辰的老臣，就听袁公公禀道：皇上，叶王殿下求见。他这个时候跑来，不会跟那群老东西一样，是来弹劾他大哥的吧？老奴不知，但老奴听说叶王殿下昨儿个去东宫的时候，被太子殿下撂在院里头晒太阳站了好几个时辰，被叶静送出东宫的时候都气到骂骂咧咧的了，还说太子殿下以后求着见他，他都不乐意见太子殿下了。哼，本事不见长，脾气倒是长了不少。让他进来吧，朕倒要看看他今天要说点什么。是。袁公公应声出去，把君夜领进了御书房。一进去，君夜就端端正正地跪到了皇上的御桌前。父皇，大哥这次实在是太过分了。任占安大人好歹也是3品官员，他毫无缘由的就把人抓到他东宫水牢里头去关着了，他这是目无王法，知法犯法，残害忠良啊！还有吗？继续说。有，昨日辅国大将军府出了人命案，儿臣以金兆木的身份前去，还没开始查呢，大哥就护着嫌疑犯楚宁，还说楚宁是他的人，不许儿臣惊扰楚宁。儿臣可都照着他说的做了，也完美的把案子解决了。但儿臣去东宫跟他汇报，他却罚儿臣站着晒了几个时辰的太阳，完事儿还见都没有见儿臣，就把儿臣给轰走了。还有吗？没了。那你看看这个。皇上话落，把一卷案宗砸到了君夜的头上。
君夜没敢躲，额头上立马就红了一片，疼得龇牙咧嘴，也没敢叫唤。然后他捡起暗宗一看，竟是京兆府的暗宗，且还就是辅国大将军府里那桩案子的暗宗。昨晚上他特意让京兆府的人拿给他看过，并没有发现有任何纰漏的地方，所以他今天才敢来找父皇告大哥的状，顺便设法把詹毅从东宫水牢里捞出来。但他此时再次翻看那暗宗，却发现里面多了2份验尸报告以及几句批注。验尸报告是金枝玉叶2人的，出自大理寺。而从验尸报告上来看，金枝玉叶是被毒死之后，再用囚服拧成的绳子吊起来，伪装成自缢的。但詹毅只说了金枝玉叶是自缢身亡，案宗上也只记了一句犯人以畏罪自杀。然后那几句批注说的是，本案至关重要的是2具尸体未查清楚来路，按规不能结案。他当时确实是完全忽略了要查那2具尸体的来路，但他是查案新手，忽略了很正常。詹毅能一步步爬到京兆尹的位置上，肯定不会忽略的，但詹毅没有跟他说。再加上金枝玉叶实际上是被人毒杀在狱中的，皇上看他满脸都是纠结跟狐疑之色，十分的嫌弃，问：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没了。没了就滚吧，朕今天心情很不好，没工夫教训你。是，儿臣告退。君夜忙不迭起身退了出去。皇上在他走之后捏着眉心问：太子今日身子如何？气色还是不如从前，但胃口还是很好，只是吃了还是会吐。不过太子殿下说他这几日身子比从前轻快了不少。他惦记了楚宁那么些年，只要能见到楚宁，就算没有半分好转，他身子也会变得轻快不少。袁公公陪着笑脸，没有立刻接话茬儿，就听皇上又道：罢了，眼下除了相信楚宁那丫头的医术，也没有别的法子了。皇上说的是。此时宫中另一处，一太监匆匆去到徐贵妃跟前，慌里慌张地禀道：娘，奴才刚刚见到了何太医，他说他昨日在辅国大将军府里见到了东草东下的尸体。什么？东草东下的尸体？你不是说已经埋到乱葬岗了吗？为什么会出现在辅国大将军府里？奴才确实把东草东下埋到乱葬岗了，奴才也不知道他们的尸体为什么会出现在辅国大将军府。但娘娘，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何太医见到的东草东下根本就不是死了半个月的样子，而像是才刚断气一样鲜活水灵。这怎么可能？当时本宫可是亲自确认了他们死了的呀。娘娘，咱们得想办法把冬草夏草的尸体弄到手，再弄清楚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呀。那他2人的尸体现在在何处？大理寺。徐贵妃脸色大变，大理寺全都是太子的人，她之前想了很多办法，都没有插进去一个人，也没有笼络到任何一个人，她哪有办法从大理寺弄出冬草冬夏的尸体呀？便立刻吩咐那小太监道：你速去查明冬草冬夏为什么会出现在辅国大将军府，又为什么进了大理寺，再去探听一下大理寺的人知不知道他们的身份。是。一日上午，楚宁为苏应之施完针之后，便动身前往永华公主府了。他到时，公主府外面都已经停满了马车轿子，足见今日来的人之多。而他得公主府的门房领去办赏花院的园子里时，刚一进去，就有不少人看着他，发出了他怎么也来了的疑问。那个丑八怪，今天是吃错药了吧？竟然敢朝我们走过来了！估计是被娘家公开宣布断绝关系，受刺激了吧？哎，他也怪可怜的。天，你看他身上穿的衣裳，那是霓裳楼前几天出的新款吧？据说要好几百两银子呢，好些人都瞧上了，要么是不舍得买，要么就是怕遭人非议不敢买，竟然被楚宁买了。真是那套吗？会不会是你认错了？真的是那套，我之前也在霓裳楼看到了。可楚宁都被娘家抛弃了，又不得苏大少爷喜欢，他哪来那么多银子买的呀？那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么好看的衣裳穿他身上实在是暴殄天物啊。是啊，换个人穿那套啊，绝对会美若天仙。比如他妹妹楚莹，可穿他身上他还是丑得吓人，实在是浪费了。
我身上穿的这套衣裳，真是他们口中那款价值几百两的。奴婢不知道，这是殿下京城让人送来的。楚宁无语，所以如果是的话，君莫就是花了几百两从他的楼里买了一套衣裳来送给他。这时有人高喊了一句：楚二小姐来了。霓裳楼每月的压轴新款不是都只会出一套吗？哎，怎么楚二小姐也穿了那一款啊？霓裳楼的压轴新款只做一套，已经是延续了很多年的传统了，所以她们姐妹俩身上肯定只有一套是真的。那肯定是楚二小姐身上穿的是真的吧？毕竟楚二小姐时常穿霓裳楼的各种新款，而楚宁那个丑八怪连最初被楚家找回来的时候都没有穿过霓裳楼的衣裳，更别说她如今啊，不仅被娘家抛弃了，还始终没得到苏大少爷喜欢。加之3年前她出嫁的时候，楚家半分嫁妆都没有给她，她肯定是没有银子买那么贵的衣裳首饰的。我也那么觉得。那这下可有好戏看了。楚二小姐虽然很好说话，但与楚二小姐交好的那几位可不是那么好说话的主，他们肯定容不下楚宁这般来当众恶心楚二小姐。苏大小姐穿的那套也是霓裳楼的，要100多两银子呢。据说那种粉色别家是染不出来的，用的面料则是来自太和国的冰蚕丝，夏日里穿着格外冰凉。然后绣娘是霓裳楼从江南第一绣坊挖来的云树。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我之前想买来着，最后到底是没舍得，因为它还有一套配套的首饰，加起来要近200两呢。那么贵，苏大小姐不愧是苏国公府里面最好看的小姐，苏国公府里旁的小姐们肯定买不起这般贵的。纵使买得起，一年啊也顶多买个1套2套的。苏大小姐可是跟楚二小姐一样，3不5时的就会去霓裳楼上买上一套衣裳首饰的。另外说到苏大小姐是苏国公府里最好看的姑娘，我听说呀，帮苏大小姐调理好皮肤的人是楚宁。真的假的？楚宁会医术？啊，据说苏国公府夫妇的身体也是楚宁调理好的，然后楚宁啊还在为皇上调理身体，所以皇上、皇后、太后啊，他们此前才会在辅国大将军府对外宣布跟楚宁断绝关系之后，赏了楚宁那么多东西。竟有这样的事，那楚宁可真是人不可貌相啊！你怎么会在这里？你还穿得跟妍儿姐姐一样，这个款式霓裳楼里可是不会出第2套的。你是从哪里弄来的赝品，又是何居心？丑成你这样，根本不配和莹莹姐穿一样的衣裳，戴一样的首饰。叶思早就看他不顺眼了，也就没有克制力道。苏映霞当场就大声叫喊了起来：哎，等等，你个贱婢，快放开本小姐，不然本小姐要你好看！奴婢等着，在那之前，苏大小姐最好离我家小姐远一些，否则下次奴婢可能会一个不小心拧断苏大小姐你的手。姐姐，你怎么能让丫鬟对霞儿下这么重的手呢？应风哥哥最疼霞儿了，他要是知道了此事，只怕会更加厌恶姐姐的。明明是他苏映霞企图在大庭广众之下撕扯我的衣裳，给我难堪，叶思才出手制止他的，怎么就成了我让叶思对他下重手了呢？闻言，苏映霞立刻叉腰反击道：什么叫我要给你难堪啊？分明是你自找难堪！京城里的世家小姐、名门贵妇，谁人不知？霓裳楼价格上了100两的衣裳首饰都是独一无二的，一直以来可都没有人敢无耻的去仿制霓裳楼那些独一无二的款式，而你不仅无耻的仿制了，你还穿到了公主府来招摇。苏映霞，你瞎，不代表在场的所有小姐都瞎。你这话什么意思？我身上这套衣服既然能价值几百两，那就说明它的质量与做工都是绝顶的。但凡有眼睛的人，都能区分得出我跟楚莹身上哪个是真品，哪个是赝品。莹儿姐姐怎么可能穿赝品？哎，仔细一瞧，她们俩身上穿的颜色就不太一样啊。楚二小姐身上的那件就是常见的茶白色，楚宁身上的那件却是泛着珠光的茶白色，一看就不是用寻常方法织染出来的布，有着一股子不是凡间物的仙气。只不过因为楚宁的容貌还有我们对楚宁的不喜，没有立刻注意到罢了。另外仔细对比过后，她们俩身上的裙子绣工也完全不在一个层次，
虽然楚二小姐那裙子上绣的花雨叶也栩栩如生，十分逼真，可楚宁身上的花雨叶已经鲜活到仿佛能够闻见花香、嗅见叶子上味道的程度了。而霓裳楼的云树绣娘就是以绣工好到几乎能以假乱真的地步闻名京城的。还有，他们腰封上点缀用的宝石也大有不同。楚二小姐腰封上的宝石毫无光泽度，楚宁腰封上的宝石却莹润透亮，跟衣服本身自带的珠光搭配的十分和谐。这么说来，楚宁身上穿的是霓裳楼的真品，楚二小姐身上穿的才是赝品喽。事实好像是如此，但这不应该啊！楚二小姐怎么会穿赝品呢？哈，莹儿姐姐可是辅国大将军府的掌上明珠，从小穿的就是霓裳楼最好的衣裳，佩戴的也是霓裳楼里最好的首饰，她怎么可能穿赝品？你们再敢胡言乱语，我定要叫你们好看！可我们并没有胡言乱语，你自己仔细对比看看，就能看出谁是真的，谁是假的了。我才懒得看，反正莹儿姐姐是不可能穿赝品的。那你让她把斗笠拿掉，让我们瞧瞧。我之前听霓裳楼里的人说，这套衣裳搭配的首饰其中有一样是独一无二的。凭什么你让莹儿姐姐把斗笠拿掉，莹儿姐姐就要拿掉啊？你当自己是谁啊？我没当自己是谁，但你都那样威胁我们了，我们肯定得弄清楚真相。倘若最后是我们错怪了楚二小姐，现在就跪下跟楚二小姐赔不是。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你等下别反悔。苏映霞话落，就转身伸手去取楚莹头上的斗笠，但楚莹在她的手即将触碰到斗笠的时候，突然后退了几步。莹儿姐姐，对不起，我之所以让你跟我一起戴斗笠，是因为我昨夜没有睡好，今儿脸色有些不好。这样啊，莹儿姐姐，你别着急，我哥哥很快就能够风风光光的迎娶你进门的啦。楚莹太了解他了，不用问就猜到了他刚刚想了什么，就只敷衍的嗯了一声。谁料他声音刚落下，苏映霞就冲那说要跪下赔不是的小姐道：“你且等着，我这就让人去把霓裳楼的人叫来。”楚莹脑子里当场就嗡了一声，这个蠢货怎么净给他添乱？偏偏楚宁还横插了一脚进来。叶翔，你轻功好，你去霓裳楼跑一趟，把倪掌柜请过来。是。叶想应声而去，楚莹刚要让冰清玉洁追上去阻止，就听见了一声高亢嘹亮的公主驾到。随即身穿绛紫色华服、妆容端庄得体的君雪蕊就出现在了众人的视野中。霎时请安声四起，楚莹压根儿没有机会吩咐冰清玉洁去追人了。且请安声消停下来之后，公主还立刻就看向了她。莹儿、霞儿，来与本宫坐一处吧。呀，温小姐晕倒了！突然而来的一声惊呼打断了楚宁的思路，随即整个园子再一次变得喧嚣起来。楚宁并不想去凑热闹，看都没有往那边看一眼，因为这公主府里的太医医女多的是。但喧嚣声稍稍消停下来一些以后，公主，我姐姐医术格外好，不若让我姐姐先去瞧瞧温小姐的情况吧，免得等太医跟医女们赶过来的时候错过了抢救时机。也好，但温雨可是温国公府的掌上明珠，倘若你姐姐用药不当，害温雨在本宫的府里面出了意外，本宫还是要追究她责任的。公主大可放心，我姐姐名声虽然极其不好，却是一个十分合格的大夫，对待病人她是绝对不会粗心大意的。那便让她试一试吧。在楚宁周围的小姐们立刻就领着丫鬟给她让出了一条道来，随即公主的面色就是一变。莹儿，她怎么与你穿的一样啊？公主，你有所不知，楚宁那个丑八怪为了恶心莹儿姐姐，特意穿了那么一身赝品前来赴宴，且他还厚颜无耻的引导大家觉得莹儿姐姐身上穿的才是赝品。公主当下就来回打量了一番楚宁跟楚莹身上的裙子，然后秀眉微微的蹙起，她怎么觉得楚宁身上穿的才是真品呢？但同时她又觉得莹儿是不可能会穿赝品的。那丑八怪还让他的丫鬟去请倪掌柜来了，真不知道他长没长脑子。楚宁已然快步走到了被一群人围绕着的温雨主仆身边，温雨的丫鬟方寸大乱的死死地抱着温雨，并不愿意让楚宁触碰她。公主正欲让人上前将那丫鬟制住。
你家小姐的药呢？出门前，奴婢明明将药带上了的，但是不见了。莫慌，回头你们再去找叶欢配就好。你怎么知道我家小姐的钥匙？他是我师兄。而楚宁在小丫鬟放下戒备的那一瞬，就已经蹲下身去探上了温雨的命门。完事儿，他拿出一粒药丸塞进了温雨的嘴里，楚宁又取出几枚银针，扎进了温雨头上的几处穴位中。之后过了许久，温雨都没有一丁点儿要醒转过来的迹象，那丫头又开始急了起来。药大少奶奶，您刚刚给我们家小姐吃的是什么药啊？能保她命的药。保命？她这是怎么了呀？叶大夫明明说我家小姐暂时不会因为心急而有性命危险的呀。中毒了。中毒？你觉得是本宫要害你家小姐？奴婢不敢，请公主息怒。你最好不敢，否则本宫饶不了你。接着公主又冷冷地扫向了楚宁。你虽然无言亦无才，但话不能乱说的道理你应该是懂的吧？倘若温雨并未中毒，只是心急发作才突然晕倒了，本宫绝饶不了你。方才想罢，他就看见有人领着一大群的太医医女急匆匆地步入了园中。这时他突然听见了耳边响起了一道信号弹升空的声音，转头看去，就看到叶思手里还拿着4枚信号弹。公主殿下应该认识奴婢放的这种信号弹吧？楚宁，温雨当真是中毒了？是。你可能解？已经解了。既然解了，她怎么没醒？温小姐身子太过虚弱了，那毒给她造成了很大的负担。为了她好，我在为她服了能解百毒的解药之后，用针封了她几处穴位，让她的身子在沉睡中好好恢复一下。那我家小姐几时能醒？银针拔了便行了。说罢，楚宁便动手收了银针，随即温雨便醒转了过来。楚姐姐，今日的恩情，雨儿日后必报。今日之事，本宫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公主殿下无需太过费神，说不准臣女进公主府之前就遭人算计了。倪寒径直去到了楚宁的面前，还冲楚宁叫了一声东家。一时间，楚宁竟然是霓裳楼的东家。之前霓裳楼的东家不是苏国公府的二夫人吗？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楚宁既然是霓裳楼的东家，那她身上穿的就绝对是真品，而楚二小姐身上穿的就如我们所料是赝品。哎，楚二小姐怎么会穿赝品呢？她不是辅国大将军的掌上明珠吗？据说楚老夫人跟楚夫人因为不缺银子，从来都没有管过她的花销，还打算把他们当年的嫁妆全部都给她做嫁妆。她明明不会缺银子啊。各位小姐们，一看就是最近2天没有去过归园街呀。是没去过，怎么了？前2天归园街上有10家楼忽然在楼外摆了一个告示牌，其上书辅国大将军府跟苏国公府的人不得入内。天，难道那10家楼都是楚宁的？很有可能，不过我很纳闷，她跟辅国大将军府断绝关系了，为什么还要带上她婆家人？这都不用想，肯定是因为他夫君苏大少爷还是想娶楚莹进门。说话间，一群人又齐刷刷的用同情又怜悯的眼神看向了楚宁。昨日你的丫鬟到我们霓裳楼来的时候，我们应该跟你的丫鬟说过，我们霓裳楼不会再做你们辅国大将军府的生意了，所以你们家穿的这身裙子并非出自我们霓裳楼，而我们东家身上穿戴的裙子首饰则是昨个傍晚太子殿下命人到我们楼里买走的。楚二小姐若是不相信，可以派人去东宫求证。天啊，太子殿下竟然会买裙子首饰送给楚宁，为什么呀？我也想问是为什么？太子殿下总不至于是眼光独特，看上了容貌丑陋还是有妇之夫的楚宁吧？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的太子殿下怎么可能看上楚宁那个丑八怪？太子殿下怎么就成你的了？哼，我迟早会嫁入东宫的，怎么就不是我的了？你那是痴人说梦，你才不可能嫁入东宫呢！要嫁入东宫的是我。这边一群小姐们突然就吵得不可开交了，而楚莹则是尴尬的无地自容，一双拳头都已经攥紧到青筋暴起了。妾身见过公主殿下，还请公主殿下替我们霓裳楼做主。做什么主？公主殿下有所不知，从2年前开始，江南那边就时不时的有人穿戴我们霓裳楼的特制款式衣裳首饰，
但那些衣裳首饰，我们明明都是卖给了京城里的雇主，且那些雇主也并没有将买到手的衣裳首饰转送他人。奈何我们始终都没有查到是什么人在仿制我们霓裳楼的首饰衣裳。如今难得遇上了从那些小人手里买到了衣裳的楚二小姐，妾身希望公主殿下能让楚二小姐助我们揪出那些小人来。你昨日与本小姐说这身衣裳是你找人帮忙从霓裳楼里买出来的，本小姐还让你去账房领了600余两银子，对吧？是的。那你去跟倪掌柜的好好说道说道，你是在哪里，又是跟什么人买来的这套衣裳？若是你能助倪掌柜抓住那群人，本小姐便不与你计较。你让本小姐今日丢了这么大的脸了。是。哎呀，楚二小姐，你心地实在是太过善良了。像那种做事不知分寸、害主子失了大颜面的奴婢，你可千万不能轻饶，得重罚才能以儆效尤啊。就是，换做我的话，我非得扒了他一层皮不可，不然他迟早会做出更加不可理喻的事情来的。晴儿姐姐，你确实应该好好惩罚冰清一番，绝不能心慈手软。另外，今日的事，莹儿姐姐你也不用太过于放在心上。我打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莹儿姐姐你会穿赝品。虽说你被冰清坑害，真的穿了一身赝品，但那又不是你的本意，没有人会说你的。就被突然而来的极其响亮又极其婉转悠长的一声“噗”给打断了。随之而来的是浓烈到难以言喻的恶臭，他下意识的就掩面捂住了鼻子，然后才瞪圆了双眸，不可置信的看着楚莹。莹儿姐姐竟然当众放了这么响的一个屁，还如此的臭。公主亦是一脸的不可置信。莹儿姐姐对不起，我实在忍不住了。听了苏映霞那声大喊，她当场就哭了出来，但她只是嘤嘤的哭了几声，就突然趴到椅子扶手上吐了起来。幸好我们已经跟永华公主跑到这边来了，不然我们怕是也得被熏吐啊。哎呀，是啊，她自个儿都熏吐了，这得臭成什么样子了呀？哎，正常人出虚宫哪里会有这么大的阵仗啊？楚儿小姐她是不是病了？是不是该让她姐姐楚宁去给她把把脉啊？我觉得很应该。苏大少奶奶，你赶紧给你妹妹把把脉呀！我没有妹妹。哎，这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还在较劲儿呢？你可是大夫，怎么能见死不救呢？更何况对外宣布跟你断绝关系的人又不是楚二小姐。放心吧，放屁是死不了人的，臭味也顶多把人熏晕。可你好歹是她姐姐呀。都说我没有妹妹了。公主，赶紧让太医来给楚二小姐瞧瞧吧，不然今儿的赏花宴可就给她毁了。公主点点头，示意身边的人去传太医来。谁想等她的人把太医领来，然后太医蒙住口鼻去到楚莹的身边之后，那已经吐到几乎要晕厥过去了的楚莹竟然死活都不肯让太医给她把脉，还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命令玉洁扶她走。可她吐到浑身无力了，玉洁也给熏得头晕眼花了，一个没有扶稳她，就跟她双双地摔倒在了地上。斗笠，我要我的斗笠！等玉洁确认她站稳了，匆匆去捡起斗笠给她罩上之后，又听得她近乎歇斯底里的大喊：“回府！立刻回府！”玉洁重重的点头应罢，也没顾得上跟公主告辞，就那么搀扶着楚莹匆匆忙忙的走了。今日诸位小姐请先回府吧，改日本宫再请你们前来赏花。然后今日这园中发生之事，还望诸位守口如瓶。众小姐们异口同声的应罢之后，公主又冲着苏映霞道：“霞儿，你留下来陪本宫说会儿话。”是。苏映霞应罢，跟着公主走了。那一众小姐们又同时高呼：“恭送公主殿下！”等公主跟苏映霞走远了，他们才相继离开。楚宁想着公主府外面马车那么多，不想去跟那些小姐们挤，就等到了最后出去。谁想她出去时却看见了笑盈盈等在外面的温雨。楚姐姐可还记得雨儿？本来是忘了，方才听你叫我楚姐姐，又想起来了。哦，楚姐姐5年前刚回来时，我拖着病体去过楚府，但楚姐姐完全认不出我来了，还完全不想搭理我，所以这些年我也就没有去见楚姐姐。若早知道
要我叫一声楚姐姐，楚姐姐就能想起我来。我当时就应该叫上几声的。你肯定是在公主府里面中的毒，且若是没有我，你今日小命就要不保了。为什么不让永华公主给你一个交代？那所谓的交代，也不过是拉一个无辜之人出来做替死鬼罢了，没有任何意义。怎会没有意义呢？至少往后，他们不敢再像今日这般明目张胆的来害你了。楚姐姐有所不知，我已经没有几年可活了，我家里人早就已经严令禁止我外出了，所以这之后我也没有什么机会外出走动，他们害不到我了。既然你家里人都严禁你外出了，你为什么还跑来永华公主府赴宴呢？温雨蹙起眉，没有回答。楚宁等了片刻，看出他不想回答之后，又道：你身子弱，早些回去歇着吧，过2天我会去看你。真的吗？真的。那我可翘首等着楚姐姐了。温雨喜笑颜开地说罢，在丫鬟的搀扶下1步3回头地上了马车。楚宁搁在原地目送他的马车走远了，立刻冲叶思叶想吩咐道：查一下温雨今日来永华公主府的原因。此时辅国大将军府里，楚莹一回去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歇斯底里地摔砸东西，直到楚莹发泄完了之后，让他们将府医找来。而府医来时，玉洁推开楚莹的房门，发现房里已经是一片狼藉。小姐是从何时开始频繁排气的？昨夜你走之后。府医连忙转身去打开门，让玉洁送了一盆水进来，而后亲自上手把楚莹的脸给擦干净了。天哪，这是有人把小人此前给小姐的尸残引到小姐身上了呀？你是说我的脸色会变成这样，还会不停地放屁，是因为我体内有尸残？是的，小姐有所不知，那尸残进入死人体内，能让死人在短时间内看起来如活人一般，可他们若是进入了活人体内，则会让活人在挺长一段时间里变得虚弱憔悴，甚至还会如死尸一般散发出腐臭味儿。那怎么才能把尸残从我身体里引出来？不瞒小姐，那2条尸残是我从旁人手里买来的，对方当时倒是跟我提到了用某种药水就能将尸残引出来，却没有告诉我那药水要如何配。而我当时对尸残了解的不够多，以为用完他们也就没用了，也就没有跟对方买现成的药水。所以那2条尸残就要一直待在我身体里面了吗？不是的，小姐，他们顶多在小姐体内存活7日，只不过他们死后，他们体内的蛊毒还要40多天左右才会彻底从小姐身体里消失。40天，那加起来不就是要50天左右？正是。所以我要顶着这么一张憔悴的脸，还在成天不停放屁的情况下过50天？不止，小姐这之后还会一天比一天虚弱，但小姐放心，小的一定会尽全力保住小姐腹中的孩。啪的一声，府医的话都还没有说完，就挨了楚莹一巴掌。你个废物，连区2条蛊虫都引不出来，我要你何用？孩子哪有本小姐的脸面重要？本小姐一点也不在乎他能不能保得住。小姐若是选择不保孩子，小的倒是能用药帮小姐避免再排气。那就赶紧去配药啊！而在他走后，一个老妈子十分灵敏的翻窗进入到了楚莹房中，跪在楚莹身侧问：小姐，可需要老奴去查是谁将那2条尸残引到小姐身上的？当然要，你再帮本小姐弄几条尸残来，本小姐要让那人也好好品尝一下这种滋味。那老妈子应声翻窗而去之后，过了约莫半个时辰，府医才来给楚莹送药。等府医扶起已经干呕到几近虚脱的他，为他服下了药，又把窗户全部都打开，散尽了味道，他才慢慢的恢复过来。小的方才为小姐喝下去的药，能阻止小姐体内的腐臭往外排放，那不会对小姐的身体造成多大的影响，但对小姐腹中的孩子来说却是致命的。我还能留住他多久？3日左右。但当天晚上，楚莹特意做了一番准备，
想趁苏应风来看他时，与苏应风狠狠缠绵一番，把孩子弄掉，却是左等右等，都迟迟没有等来苏应风。而他不知道的是，这个时候他在永华公主府里的丑态正在以燎原之势在京中各大青楼酒肆中快速的传播。苏应风昨个随苏敬周出城去处理军中的事务了。在我出面替你说服楚宁同意让楚莹以妾的身份进门之前，你不许去见楚莹，否则我就收回宽限给你的那1月之期。苏应风只能压下担忧，在随苏敬周回到府里之后，派了人去辅国大将军府那边打听楚莹的情况，而苏敬周回府后直接去了楚宁的院中。奴婢见过苏国公，苏国公您来得很不巧，我们小姐方才睡下，熬夜伤身，你替我提醒提醒她别太过。奴婢们已经提醒过小姐很多次了，但小姐说她这几年为了给苏国公你们夫妇2人调理身体，还有给苏大小姐调理脸上的皮肤，熬夜是常有的事，已经习惯了。苏敬周皱了皱眉，丢下一句我改日再来，便匆匆走了。有男子的衣物配饰吗？有的，只是不多。那你让叶盼去霓裳楼走一趟，让宁掌柜挑选一套太子能穿戴的，送到东宫去。是。叶思应得万分激动，活像是楚宁已经点头答应做他们的太子妃了似的。我这只是礼尚往来。奴婢明白了，奴婢绝对没有多想。顺便让叶盼问问倪掌柜有没有通过冰清抓住那些仿制霓裳楼衣上首饰的小人。叶思用力的点点头，就退了出去。这个时候东宫里头，顾青刚把离尘领到君莫的寝殿中，离尘身后还跟着2个抬着挂盘的小和尚。等那2个小和尚将那挂盘放到顾青着人摆在君莫床前的4方凳上之后，这是我以前2日查到的有关苏国公府的事。都说太子殿下是我们东陈国数百年都难得一见的天才，不知能不能参透这卦象。金兆尹一个人搁水牢里待着也挺孤单的，国师想去陪陪他。此为蒙卦，但又不是寻常的蒙卦。寻常蒙卦是有时运不祥之兆，此蒙卦则是气运将尽之兆。你是说苏国公府气运将尽？是。然后苏国公那老匹夫欲将楚宁绑在他们苏国公府来延续气运。正是，5年前我就与你说过，楚宁乃是有大福大贵大运势之人，他生前为苏家媳，能助苏国公府逢凶化吉，死后入苏家祖坟，则能绵延苏家100年气运。100年啊！不愧是他的宁宁姐。君莫暗暗地神气了一瞬，脸色才沉下去。这么一来，苏国公那个老匹夫确实不会轻易让楚宁和苏应风和离了。可幸运的是，他已然对苏应风死心，你迟早能助他摆脱苏国公府。本宫乏了，你回吧。离尘不爽地眯起眼，盯着君莫的脸看了又看，是半分的皮色都没有看出来。这显然是把他当作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具人了，用完就赶他走，属实是太没良心了。但他也懒得在东宫久待就是了，他跟东宫这块地儿犯冲。但他刚要转身领着自己的人走，就又听君莫悠悠地说道：那挂盘瞧着怪重的，你家小徒弟搬来又搬去有多辛苦呀，就留在本宫这儿吧。离尘属实是没想到君莫能如此的厚脸皮，而他会让弟子将挂盘搬来，只是因为一时心血来潮，想借挂盘揶揄君莫一番。谁想竟偷鸡不成反蚀了一把米，君莫定是连他那一时兴起的小心思都窥透了，才那么说的。毕竟君莫要那挂盘也无任何用处，为了不给君莫发疯的借口，他咬牙留下那挂盘，领着2个小弟子走了。叶静看他气呼呼的，陪着笑脸一路把他们送出了东宫，才折返回去问：殿下，这挂盘要放置在何处啊？找间干爽整洁些的牢房放着。老奴愚钝，不知殿下把这挂盘关牢房里是何意啊？下回国师不听话的时候，本宫就把国师关进那个牢房里，让东宫所有人排着队，不间断的去找他卜卦，累死他。这时顾青匆匆而来：殿下，大理寺卿求见。传。是。顾青应声退出去，转眼的功夫，
就将大理寺卿领进了君莫的寝殿中。大理寺卿萧虎成虽是君莫提拔起来的，朝堂上也人人都知道他是君莫的人，但君莫已经有好几年不曾传召过他了，故而此前收到君莫的口谕，萧虎成是片刻也没有敢耽搁，几乎动用了大理寺能够动用的所有暗地里的情报组织，用最快的时间查清了詹毅的底细。京兆尹詹毅虽是京城人士，但他并非他父母亲生，而是他父亲从外抱养回来的。微臣提审了詹毅的双亲及兄妹，其父称是在外出遭遇匪贼袭击，盲目逃命时遇上了被丢弃的他，之后其父在不可能躲开匪贼追杀的情况下成功逃掉了，认为其是他命中的小福星，就将其抱养回家了，但他们都不知道其身世。之后微臣又提审了他们家的所有仆人，得知有2个在詹毅之后进入詹家的老妈子对詹毅格外好，待詹毅如同亲生，但他们几年前已然去世。微臣便又查了查那2个老妈子，发现他们皆是无根无底儿、来路不明之人，而毒杀金枝玉叶2人的乃是京兆府狱中的一个狱卒，其嗜赌成性，欠下了巨额赌债，在金枝玉叶2人死后突然还掉了全部的赌债，但微臣迟了一步，他在微臣的人去拿他之前碰巧失足摔死了。之后微臣就詹毅结案过于草率那一点，查了他与楚二小姐之间有无瓜葛，但一无所获。他与楚二小姐从来没有过交集，但楚二小姐身边有2个待楚二小姐极好的老妈子，跟那2个待詹毅好到如同亲生的老妈子一样，皆是无根无底来路不明之人。但楚二小姐是楚大将军夫妇亲生，而非……她并非楚离安夫妇亲生。微臣即刻回去，安排人从楚二小姐及其身边的人着手调查。去吧。本宫很好奇，那个被楚家所有人当作宝贝疙瘩的玩意儿是何来路，所以你们切莫打草惊蛇了。太子殿下放心，微臣会谨慎再谨慎的。等他走后，叶静问君莫道：殿下，京兆尹还要继续关在咱们水牢里吗？他身为京兆尹，案子未完全查清就急着草草结案，加之犯人死在了他牢里，他未调查就直接定了个畏罪自杀，已经不配坐在那个位置上了。把他送到刑部去，由父皇发落吧。约莫半个时辰之后，东宫门前，送个单子的事儿，倪掌柜的怎么还亲自来呀？太子殿下今日并未传我们楼里的人前来，我是奉我们东家的命令来给太子殿下送东西的。哎呦，你们东家那不是楚小姐吗？楚小姐让你们送什么来给我们殿下呀？一套衣裳跟几样配饰。不过叶总管你也知道，我们霓裳楼专门做女人家的生意，男人的产品是少之又少。倘若我们送来的衣裳配饰不合太子殿下的心意，还望叶总管在太子殿下面前替我们美言几句，请他千万别生我们东家的气。这你大可放心，我们殿下跟皇上生气都绝不可能跟楚小姐生气的。东西已送到，妾身就先告辞了。叶静满脸喜色的小跑着，把东西送进君莫寝殿之后，眼下京城里谈论我跟宁宁姐的人多吗？那是相当多呀，且要不是楚二小姐昨日在永华公主府的丑态太过于震撼了，只怕今儿个全京城的老百姓都会来谈论殿下为什么要送衣裳首饰给太子妃呀。是吗？那就再把宁宁姐送我衣裳配饰这件事放出去，让他们谈论得更激烈一些。这样好吗？有何不好？殿下有所不知啊，今日有些渔民在谈论太子妃的同时，还会骂太子妃几句，说她身为他人妇，竟然敢收殿下您送的衣裳首饰，还厚颜无耻地穿到了永华公主府去显摆，说她丑到能吓哭孩童，根本不配穿霓裳楼的衣裳首饰，甚至还有人说她可能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讨不到苏大少爷欢心，就想利用一手好医术来撩拨殿下您。让吴和安排些人到京中各大青龙酒肆去蹲着，但凡有骂宁宁姐之人，都抓回来关水牢里去，反省1个时辰。这样更不好吧？去，是。叶静满心忧虑地退下去，安排人往外传话了，
完事儿，又让人往宫里送了消息。他能预感到，此后几天弹劾他们殿下的折子又会多到把皇上烦得不轻。然后他的消息传到皇上耳中时，皇上刚逼着御史台的人把前2天送进他御书房的那几大堆弹劾君莫的折子全部都搬走。他还因为战役是罪有应得，罚了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半年的俸禄，勒令他们日后别动不动就弹劾太子。完事儿，他刚准备去皇后宫里坐坐，跟皇后小吵几句来放松神经，顺便再看看他的宝贝女儿安胜。结果他还没有走出御书房，东宫就来人了。那个逆子是不是嫌他那太子的位置坐得太稳了？哎呀，皇上息怒啊！太子殿下只是太过于看重楚小姐罢了，且东宫的水牢虽然可怖至极，但太子殿下是拿捏了分寸的，只关1个时辰，出不了大事儿。加之这些年京城里辱骂诽谤楚大小姐的人都已经成习惯了，让太子殿下警醒他们一下，楚大小姐呀，不是能够随意任人辱骂说到的主，也是好事一桩嘛。从明日起，所有弹劾太子的折子都给朕送到东宫去，让太子全部过目一遍，全部下了批语，再给朕送回来。这会不会累到太子殿下，从而影响了太子殿下好转的速度呀？有楚宁那丫头在，不妨事。哎，老奴记下了。当晚，苏国公府里，楚宁用晚膳时，小姐，温大小姐会去永华公主府上赴宴，是因为一个叫乌西央的男子。那乌西央曾与温大小姐的大哥是挚友，因其作画十分了得。几年前，温大小姐喜欢上画画的时候，他大哥就请了乌西央去教他画画。那期间，他二人相互生了情愫，但温大小姐因为来日无多，将情愫藏在了心底。乌西央则是因为乌家旁支的庶出而不敢跨出提亲那一步。后来还是温大小姐大哥撮合了他们二人，他们俩才心意相通的。可那之后没多久，永华公主就瞧上了乌西央，还制造了一出意外，让乌西央与他生米煮成了熟饭。之后还拿乌西央的家人威胁他入了永华公主府做男宠。不论如何，那乌西央都已经进永华公主府做男宠了。温宇不仅没有放下他，还跑去了永华公主府赴宴。就奴婢所知，温大小姐其实已经放下乌西央了。她曾亲口跟他大哥说过，他本就是短命之人，无法跟乌西央长久。既然是乌西央自己选择了进永华公主府为男宠，而不是向他们乌家还有他们温国公府寻求帮助，那他就会祝福乌西央。那他昨日又为何去永华公主府赴宴了？是永华公主用一封乌西央的绝笔信把他引去的，但那封绝笔信上关键的内容全都被血字覆盖了。温大小姐前去赴宴是想知道那封绝笔信的全部内容，以及乌西央为何要写那么一封绝笔信。乌西央在永华公主府里的处境如何？永华公主倒是待她极好，但她进永华公主府以后就没有跟永华公主说过一句话了。而她进永华公主府当天曾当众说过一句，公主若是在兑现承诺之前强迫我侍寝，我会以死明志。翌日，楚宁起床洗漱完毕，用完早膳，刚走到药房门口，叶盼就小跑着来禀：公府的人来了，小姐要见吗？国公府的人？是温国公府的管家，据说是温国公让他来送谢礼的，但温国公还给了他一封亲笔信，说是得亲手交到小姐您手里才行。那就让他进来吧。叶盼应声而去后，很快把温国公府的管家温野领进了药房。此时楚宁已经动手磨上药了，还正好就是之后要去给温宇送去的药。温野见他忙着，就小心翼翼地把一封信放到了他的手边。老奴温野见过楚大小姐，烦请楚大小姐受累，现在就去看看我们国公爷给您的信。国公爷还在府里头等着楚大小姐的回信呢。都让你送来那么贵重的礼了，我就当那是我治好温宇的报酬，收下了。楚大小姐这话是指您能治好我们大小姐？温野万分激动地说罢，就跪下去冲楚宁叩了好几个头。等楚宁让叶思把他扶起来的时候，他都已经激动到老泪纵横了。
还匆匆跟楚宁告辞过后，就脚下生风的走了。只不过他跑出去没一会儿的功夫，又气喘吁吁的折返了回来。不知楚大小姐几时方便给我们大小姐医治啊？届时我们会将大小姐准时送来您这边的。明日我去东宫给太子施针过后，会去温国公府看温宇。届时我会让他先试吃一下我这2日为他做的药，之后再为他定制治疗方案。冯昭一直等在清风院外面，把温野送出府之后，老夫人，温管家从大少奶奶的清风院里出来时，满脸都是喜色，出府时还脚底生风，老奴都差点没有追上他。所以老奴觉得温管家今日会带着那么多的谢礼来见大少奶奶，定是温国公府的人想请大少奶奶为温大小姐治病，然后大少奶奶很有可能答应了。苏映霞好死不活的就在这个时候捂着脸冲进了他的房里。祖母，我脸上又开始长痘痘了，你快去让楚宁给我那些药啊！我不想变回昨天那个丑八怪了。住口！你除了哭还会什么？你平日里搁楚宁面前不是挺能的吗？人家劳心劳力的为你做药调理皮肤，还分文都没有问你要，你却半分都没有记人家的好，成天搁人家这个正牌嫂嫂面前称呼楚莹那个不知自爱的东西做嫂嫂。哼，现在人家不乐意给你药了，是你活该。而我自楚宁进门后从不曾亏待过他，他却连我用惯了的安神熏香都不再给了。你以为你现在来我面前假哭一通，我出面替你去逼他，他就能再给你药了？我这几天身子很不舒服，没工夫搭理你，你且回你院里去老实的待着，没事别出来瞎晃悠。桂嬷嬷小心翼翼地搀扶着他，服侍他躺下之后，转身把苏映霞跟管家一起带了出去。翌日，叶思在楚宁起床之前就安排了叶念去2房那边通知苏映和兄妹早些过来。所以等楚宁起来洗漱完毕，用完早膳走出房门时，苏映和兄妹已经在药房里面等着了。因为君莫说了，他给苏映之施针的时候，身边至少得有不下3个人陪同。叶思他们4个都在药房里面待着，看他给苏映之扎针。宁儿姐姐，你好生厉害，才这么短的时间，我脸上的情况就已经跟之前判若2张脸了呢。还远没有到判若2张脸的地步，不过你生辰是初秋。我是重阳节那天出生的。现在离重阳节还有2个来月，到那时你的脸定能与之前判若2张脸的。放心吧，到那个时候你大哥已经开始受你们祖父重视了，你的婚事不会定得太糟糕的。请你们祖母给你定的夫君人选，你说是实在不满意，我说不定还能替你想想办法。什么办法啊？宁儿姐姐不用为我做到那个地步，我对婚事不是那么在意的，反正嫁给谁都是嫁。然后托宁儿姐姐你的福，我在富有的前提下还摆脱了丑陋，我以后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人家都肯定过得很好的。作为过来人，我得顺势跟你说一句，钱财有时候要比男人可靠多了，所以你日后出嫁了，若是得不到夫君全心全意的对待，就守好自己的嫁妆。我会牢牢记住宁儿姐姐你这话的。约莫2刻钟后，苏映和兄妹2人前脚离开，楚宁后脚就领着叶思叶想出了清风院。他要去东宫给太子施针，完事儿还要去温国公府看温宇。谁想他都还没有跨出府门，就看到了楚莹。带我翻墙出去。是。叶思应罢之后，抱起楚宁就轻轻松松地越墙而出，叶想紧随其后，刘楚莹跟那几个侍卫傻愣在了原地。小姐，慌什么？回府。是。玉洁连忙转身出去赶马车，而楚莹咬着牙，从马车的一角里翻出了一包东西，在身边铺开，然后躺了上去。那是一床吸附性极好的棉被，是他贝莱在等不到楚宁的情况下，预防在回府的路上就流产使用的。他肚子突然疼得更厉害了，他都差点没忍住叫出声。然后他感觉到下体一热，他知道他的孩子没了。
之后回到辅国大将军府时，玉洁进去瞧见躺在血泊中的楚莹，最后是溥仪避人耳目的把楚莹抱回去的。群妈妈躲在暗处看着溥仪把楚莹抱走之后，见玉洁鬼鬼祟祟的在马车上忙活了好一通，才把马车还回马厩那边，然后还从马车里面抱出来了一床棉被，就在玉洁走后去那趟马车上看了看，看完他就去孙瑜跟前禀报了情况。这事儿你切不可对外声张。老夫人放心，老奴绝对不会再对第二个人说起的。让张房注意一下溥仪近来采买了一些什么药材，又用了一些什么药材。群妈妈应了一声是，就退了下去。这个时候东宫里面，楚宁已经给君莫施完针了。君莫刚准备故技重施，留他下来陪他用膳，他就已经收拾好东西起身告辞了。我还要去温国公府，今日就先走了。你会应下帮温雨治病，是因为温雨记挂了你那么多年，还是因为她是我表妹？当然是因为她是殿下您的妹妹啊。君莫闻言心里瞬间狂喜，宁宁姐已经开始看中他了，不然也不会因为他而应下帮他表妹治病了。毕竟我现在跟殿下是合作关系，我要是能治好殿下的表妹，殿下就欠我一份人情了不是？日后我有求于殿下的时候就更好开口了呀。不需要老师的人情，你也能随时跟我开口，且无需你求，只要你对我说出口，我就一定会给你办到，不论是什么样的事。约莫半个时辰之后，温国公府门前，楚姐姐，你可算来了。昨日不是跟你们府上的管家说了，我今日要先去东宫给太子施针，然后才会来你们府上吗？就是因为楚姐姐你要去东宫，我才等得坐立难安的。为什么？楚姐姐，你是不知道，我那太子表哥他小时候被狗咬过，有疯病。楚宁有些好笑的转头看向特意凑到他耳边来小小声说话的温雨。太子小时候被狗咬过？楚姐姐，你就相信我吧，我太子表哥他真的有疯病。他东宫里头除去那个京中人人闻之变色的水牢外，还有一个专门用来养疯狗的园子呢。据说他每逢15月圆之夜就要丢一个活人进去喂他那些疯狗。我相信你。楚宁点着头说得很是真诚，实际上半分都没有信。所以楚姐姐，你下回再去东宫的时候，最好把你身边的4个侍女全带上。我听管家说，你身边那几个侍女身手都肯定很不俗。可叶思4人都是太子给他的呀。还有，楚姐姐，你切记不要跟我太子表哥闲聊，他那个人喜怒无常，说不准你哪句话惹他不高兴了，他就发疯的。可太子总是拉着他闲聊啊。还有，楚姐姐，你每次给我太子表哥施完针后，最好立刻离开，千万别在他东宫里头待太久了，免得他把病气过给你了。楚宁暗暗揣摩得十分认真，温雨则挽着他絮絮叨叨地说了一路。等温雨在一大群人的簇拥下把他带进了闺房中，还亲手为他倒了一杯热茶时，他见温雨都因为说了太多的话累得满头是汗且气喘吁吁的了，因此他也没有立刻把药拿出来。哪知温雨都还没有把气喘匀，就又指挥他身边的丫鬟去拿了一堆糕点来，还把那些糕点全部都推到了自己的面前。楚姐姐，你去了东宫又马不停蹄地赶来我们温国公府，肯定累坏了吧？这些都是你爱吃的糕点，你快吃些垫垫肚子，一会儿我们一块吃午饭，你再给我看病。楚宁这才仔细地看了看那些糕点，玫瑰酥、蛋黄酥、桂花糕、芙蓉糕、栗糕，无疑不是他爱吃的。楚姐姐有所不知，百味斋是我母亲的嫁妆之一。楚姐姐刚回来那会儿，我撞见过楚姐姐去百味斋大吃特吃，所以记下了楚姐姐你的喜好。原来如此，你有心了。这是我前2天给你做的养心丸，你先服一粒，1刻钟之后我为你把脉。温雨点点头，立刻从锦盒中取了1颗药丸出来服下。那盒子里面一共是30粒药丸，
1个月的量，你每日服1粒，服完之后我再来给你把脉。那我不是要1个月后才能再见到楚姐姐你了吗？1个月很快的。温国公府内一处晒满了各种药材的院子里，这药方当真是苏国公府的大少奶奶楚宁所开的？应该是的。那他师傅定然不是江湖郎中，而是药王谷的人呢。之前在永华公主府里，苏大少奶奶确实说过她是叶大夫的师妹。师妹啊，但他开药方的手法与叶大夫截然不同，想来他师傅并非是叶大夫的师傅。那他这药方如何？好到堪称一绝呀，乃是养心护心的绝世良方。且这药方是专为大小姐量身而定的，可寻常人家绝用不起这药方里的那些名贵且罕见的药材。当真吗？那雨儿她是不是还能多撑个几年了？有了这药方呀，大小姐的余日肯定会延长，但具体延长多久，我就推算不出来了。你前面说除了这药方，楚宁还给了雨儿一种护心丸。那护心丸有30粒，苏大少奶奶让小姐每日服1粒，说1个月后会再来给小姐把脉。你将那护心丸取1粒来。洛奎应声而去之后，温国公又冲温母魏元贞说道：楚宁应该没有说假话，他真能治好雨儿，你有必要去见一见楚宁了。而这个时候，温雨闺房那边，楚宁已经在给他把脉了。眼下你身子太虚弱了，受不住我施针，待1个月之后，我来看看你服用的情况，再决定要不要给你施针。魏元贞皱皱眉，也没再多问。招呼楚宁坐下之后，亲手给楚宁倒了一杯花茶。百味斋跟百香楼都是我的陪嫁。虽然雨儿出生后不久，我们就已经知道雨儿可能活不到出嫁那日，但我还是把我的陪嫁都给了雨儿。然后3年前，你出嫁当天，雨儿得知你娘家半分嫁妆都没有给你，而苏国公府那边还是先用破落花轿迎亲，又让你与公姬拜堂后，难过的呀，像是他自个儿受了天大的委屈，抱着我哭了大半日。哭完后说要把百味斋和百香楼给你做嫁妆，因为他身子不好，从小无论什么事我们都会依着他。他要把百味斋跟百香楼给你，我们也没拦着。但那2年他身体很不好，随时都有可能永远离开我们，他就让我们过户给你后，等他死后再拿去给你。后来皇上让叶大夫给他配了药，才让他又撑了下来。这3年里，那2处的盈利他都给你呀，存到我给他的钱庄里了。他说你要是怎么都捂不热苏应风的心，日后肯定用得上。瞅见他眼眶都红了，魏元贞连忙一脸歉疚地拉起他的手。对不起，我本不该用这些事情来逼迫你更加用心地为雨儿治病的，但我实在是不想失去雨儿。话末，魏元贞的声音哽咽得很厉害。世子妃无需向我道歉，我何德何能得你女儿如此真心相待？虽然即便你没有与我说这些，我也会治好你女儿的，但你既然已经与我说了，那我往后会将她视为我的亲妹妹，会尽我所能，让她余生不受任何病痛侵扰。雨儿，她可是一直都将你视作亲姐姐的，若你不嫌弃，往后我们温国公府就是你的娘家，我们都是你的家人。楚宁又是一愣，温母这是要认她做干女儿吗？又听魏元贞道：若你不愿意，那你就把我们温国公府当做你的倚仗，往后若有人欺负你，我们定不会袖手旁观。我没有不愿意，但我已经决定要离开京城了。离开？你要回药王谷？实不相瞒，我还能在5年前活着回到京城，是因我师父曾为我倾尽一切，还有我的师兄们，他们也一直如至亲兄长般照顾着我。如今我既然已经对苏应风死心了，那等我顺利跟他和离，在料理完了身边的所有琐事，我就该回到药王谷去陪伴报答他们了。原来还是有人视你如珍宝的。约莫半炷香后，楚宁离开了温国公府。回去后你们去一趟百味斋跟百香楼，让他们也在门前立一个告示牌。是。今夜你们再去永华公主府一趟，把那乌溪央绑来见我。是。
而后当晚戌时刚过，叶思就把乌西央绑到了楚宁的面前。你是雨儿的楚姐姐？温雨跟你提到过我？啊，她总是把你挂在嘴上，时常让我心生嫉妒的。楚宁被乌西央说到嫉妒二字时，无意识流露出来的委屈逗乐了，立刻示意叶思给他松了绑。华公主许了你什么承诺？莫非你深夜让人将我绑来，就是为了问这个？那么你已经见过雨儿了吧？怎么？你还不知道前2天我在永华公主府里救了温雨？什么？雨儿前2天去过公主府？是。那当时雨儿是心急发作了吗？她中毒了，若非我凑巧也在，她必死无疑。乌西央整个人一震，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永华公主这是要杀雨儿，就因为她迟迟不从。过了许久，她才道：永华公主说她府里有几位出自药王谷的神医，且那几位神医都曾治好过患有心疾的人，她许诺过我会让那几位神医治好雨儿。她说你就信了？当然不是，我与永华公主初见是我进深山作画的时候，当时我不慎被毒蛇咬伤，身边给我带路的猎人说那蛇剧毒无比，被他咬伤的人必死无疑。我当时也感觉自己快死了，但永华公主却在我将死之际突然出现，用一颗药丸救了我。所以她之后跟我说她府里有医术十分了得的神医时，我才信了。只不过小姐，我们之前查到胡少爷那次进山作画雇佣的带路人是永华公主府里的人，想来当天的一切都是永华公主安排好了的。你已经知道了？我虽然只是乌家旁支的少爷，却颇受家主看重。在我应下进永华公主府前，乌家的人替我查清了我那次被蛇咬伤的真相，但为时已晚。当时我已经对永华公主府里有神医能治好雨儿那件事儿深信不疑了。所以你是为了温雨进的永华公主府？不，我是为了我自己。我接受不了那么好的雨儿仅仅只余下1年左右的时光了。若我告诉你我能治好温雨，你会怎么做？你能治好雨儿？是。当真？千真万确。你若不信，可以先拭目以待。我会替雨儿高兴，并真心的祝福她余生能不再受病痛折磨。烦请让人送我回永华公主府吧。永华公主的人盯着我盯得很紧，若是被人发现我不在了，是会出大事的。永华公主似乎给呼西央的家人下了无解的剧毒，需要每月服解药。乌家的人一直在暗中寻找能解那毒的名医，但至今无果。我都能治好雨儿了，区区无解的剧毒是难不倒我的。你就不想离开永华公主府，跟温雨继续前缘？楚宁大概猜到他的顾虑之后，叹了一口气，就示意叶思让叶念送他回永华公主府。之后他又问叶思道：曹驸马近来身子如何了？不太好，永华公主都已经暗中在为他安排后事了。去把这毒下到曹驸马身上，然后那3封信分3天送到永华公主手上。然而隔天上午，他领着叶思叶念进宫，去给皇上太后请平安麦的路上，却从路边行人的口中听闻了一桩让他险些惊掉下巴的大事。乌西央被永华公主卖进了南风馆。永华公主知道南风馆是太子所开吗？肯定不知道。那等会儿出宫之后，你们随我去南风馆走一趟。小姐，你去南风馆做什么呀？你只要吩咐一声，奴婢就能去南风馆里把乌少爷带出来的。我去看看他脸上的伤，奴婢可以让人把他接到东宫。小姐，您去东宫看他的伤就成。也行吧。那奴婢现在就让叶想出宫去办。叶思生怕晚了楚宁会变卦，跑去南风馆。开玩笑，要是让殿下知道他们带着小姐去了南风馆那种地方，殿下都不知道会怎么罚他们。且他把小姐引到东宫去看乌西央脸上的伤，不仅能够避免挨罚，还能给殿下制造与小姐见面的机会，可谓是一举两得呀。他可真是太聪明了。既然都能把乌西央接到东宫去了，直接把他接到我院里去，不是更方便吗？那个苏国公府里人多眼杂，不是没有东宫来的安全，奴婢是为了乌少爷着想。面主殿里，楚宁已经为皇上把完脉了。皇上近来可是操劳过事过度，没有歇息够。楚大小姐有所不知，近来全国各地不是水患就是旱情，
皇上终日忙到就寝的时间都不足2个时辰呀，的确是没有歇息够。楚大小姐能否给皇上配些安神的汤药啊？倒是能，但长期睡眠不足，隐患颇大。加之皇上的龙体这2年才刚刚调养好一些，更是不能大意，所以还是请皇上确保每日至少有3个半时辰以上的睡眠。待朕忙完这一阵，就忙完。皇上，您说什么梦话呢？臣妾入宫这10余载，您可是越来越忙，从来就没有清闲过呀。眼下太子那个情况，还不知道能不能好起来。皇帝，你得更爱惜自己的身子一点才行，不然哪天你要是突然就撇下太子去见祖宗了，太子都活不过3日。母后大可放心，太子没有那么废。朕要是哪天突然撒手人寰了，他肯定会在他死前把那些想他死的人全部都弄死的。皇，儿臣不想在这里听您跟母后打情骂俏了，儿臣想跟楚宁去偏殿说说话。皇上看了君染一眼，然后笑着点了头。随后在永安宫的一处偏殿里，君染一面解下他脸上的面纱，一面道：我父皇跟母后一直都是那般相处的，但他们只会在信得过人的面前那般。我用完你先前给我的那几瓶祛疤膏后，脸上的疤真的能完全消失吗？公主信我，我保证之后公主脸上的皮肤能变得平整光滑，没有任何瑕疵。好，我信你。公主拉我来偏殿，就只是为了当面向我确认那一点吗？我是有一件事想问你。我之前听身边的宫女们说，你的医术十分了得，不仅治好了我父皇，为我配出了那么厉害的祛疤膏，你还在为我太子哥哥治病，甚至还在我长姐府上救下了温国公府的大小姐。我就想问问你，你有办法让我母后不再滑胎吗？连你也没有办法吗？公主所说之事，皇上与皇后似乎都不甚上心呢。公主缘何对他如此执着？因为是我害母后伤了身子，母后她才会一直滑胎的。女人生死风险本就极大，那怎么会是公主你的错呢？我说的不是母后生我的时候伤了身子，而是我打翻炭盆毁了容的那次。那明明是我自个儿不小心打翻了炭盆，母后却把过错揽到了自己身上，觉得是她疏忽了我，是她的错，然后就没日没夜衣不解带地照顾我，最终累到失去了她腹中那个尚未成型的孩子。且事后她还因为照顾我没有好好调理身体，才会接二连三的。公主，皇后娘娘的滑胎是外力所致，并非她身体落下了什么病根儿。你能治好我太子哥哥吗？能。而他与公主一道走出偏殿时，看见温岚独自等在不远处的回廊上，宫人都离温岚远远的。君染就冲他道：母后可能还有话要单独跟你说，你去吧。你看过安胜脸上的伤疤了吧？看过了。如何？如我此前所说，公主用完我此前给的那些祛疤膏之后，脸上的疤就能完全退尽，之后我再给公主稍微调理一下皮肤就行了。那就好。温岚长松了一口气。你觉得是太子重要，还是这死物重要？自然是太子。你若能治好太子，别说就这么一块金牌了，便是3块全给你，温家也绝不会舍不得。可你若是没有治好太子，失了楚家做倚仗的你，日后一定会大祸临头。届时这金牌会是你的保命符。皇后娘娘为臣妇考虑至此，这块免死金牌，臣妇就暂且收下了。等臣妇治好太子之后，再前来归还。温岚略显无奈地笑了笑，再度将楚宁扶起，然后直接无视了楚宁说要归还的话，安排了工人送楚宁出宫。而后出了宫门，楚宁就带着夜思夜想前往东宫。皇后安排的宫女侍卫则帮他把金牌和药材那些先送回了苏国公府。他们主仆3人到东宫时，那乌西央到东宫时满脸满身都是血，还因为中了合欢散那等上不得台面的毒，情况相当不妙。所以叶焕已经在楚小姐您来这之前，已经给乌西央用了药处理过伤口了。他脸上的伤口如何？哎呀，道道都深可见骨啊，还有一只眼睛也给划伤了。片刻后，他发现叶静在把他往君莫寝殿那边领。劳烦叶总管先领我去见乌西央。他一走到君莫寝殿门前，就听见了一声声压抑极致的小声呻吟，来自被摆在寝殿正中央的乌西央。
叶欢在他边上不停地在为他擦拭额头上的汗。你来了，快来帮我看看，我在这折子上写的批语如何？殿下，奏折哪是臣妇能看的？且臣妇也从来没有看过奏折，所以臣妇帮不上忙，臣妇就不看了。我早就说过，你在我面前不用自称臣妇。那自称我可以不用帮殿下看奏折吗？可以。那殿下你另找他人帮忙看吧，我得立刻看看乌西央脸上的伤。针剪线的那一刻，他手都软了，人也累得不轻。此前我做了你的床沿，今日也让你做做我的床沿。我病了这么些年，床上又脏又臭，就不让你躺上去休息了。殿下跟永华公主感情可好？你要替乌西央出头？也不算替她出头，她会变成现在的样子，我有很大的责任。再加上她是温雨的心上人。不是你的责任，是她自己无用，而且她根本配不上我表妹。出身配不上，还是能力配不上？我还以为殿下是不在乎这些的人呢。永华与我虽不算亲近，却也到底是公主，加之她从小就被我父皇故意纵容，行事有些过激，你得拿捏好分寸，不要在她手里吃亏。温雨眼下人就在南风馆外面。他跑南风馆去做什么？温国公府的人就放任他等在南风馆外面？那丫头跟你一样，看起来柔柔弱弱的，实际上倔得很。她要真想做什么事，温国公府所有人一起上，都未必拉得住。殿下说温雨就说温雨，带上我干嘛？我可不。你还不缺？你当年要嫁苏应风，楚家人全部都在阻拦你，最后拦住了吗？我是说我看起来一点也不柔弱。你看看我这个病秧子，再看看你自己，然后再跟我重说一遍，你柔弱不柔弱？你前面给吴西阳缝伤口时，叶焕都要整个人贴到你身上去了，后面你还想往他身上靠？你是打算跟苏应风和离后跟他好？不想，也不可能想好吗？他虽然是我师兄，但我跟他相处的时间还没有跟殿下你相处的多，而且楚宁特意仔细地回想了一下，我师兄前面会离我那么近，是为了帮我穿针引线打下手，他也没有贴在我身上，我跟他之间明明还隔着能蹲下一个人的距离。日后你得注意一下，免得影响你名节。哼，殿下前面像拎小鸡仔一样把我拎起来的时候，怎么就没有想到那会影响我的名节呢？拎小鸡仔2根手指就够了，我拎你用了2只手跟全部的力气。殿下是想说你用了2只手跟全部力气就不会影响我名节了吗？君莫挑了挑眉，没有说话。楚宁却莫名从他挑眉的动作里读出了一句：你真想让我说出来吗？立马低头去看乌西央了，然后他听见君莫很轻很轻地笑了一声，显然他是早就知道自己已经知道他喜欢自己了，气得他恨不得冲过去扎他几针。等顾青进来说温雨到了，让他去偏殿里等着，他几时能醒？你运气好，南风馆正好是太子的地盘，你现在在东宫，而你脸上的伤我已经帮你处理好了，之后好好用药调理几个月就不会留疤。留疤也没事儿，我又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日后我若是没有死在永华公主手里，就算是给你做牛做马也会。他要牛要马，自有本宫给他安排好的，不需要你这么个废物。他失血过多，话音未落就一阵的天旋地转，重重的倒在了地上。他花了2个时辰给你缝伤口，还为你吃了10来颗他辛辛苦苦做出来的药。你要是敢跑去永华手里送死，本宫会让吴家所有人都下去陪你。殿下先别顾着吓唬他，先让人送他去偏殿休息一会儿吧。我不是在吓唬他。我知道殿下你真的能杀了吴家所有人，但他现在不是还没死吗？叶静。君莫扬声唤罢后，叶静立刻带着人进来，把乌西阳抬了出去。一出君莫寝殿，雨儿，你冷静点，别激动，千万别激动，我什么事都没有，我一点也不疼。你骗人！你别过来，好好回去躺着。你说你是为了你们乌家的安稳，也不想给我们温国公府添麻烦，才舍弃我们的感情进永华公主府的。我自己都用自己余日无多，无法陪你长久，说服自己尊重你的选择，把你放下了。但你为什么却是为了我进的永华公主府？你以为我永远不会知道吗？你
你以为我知道后能心安理得吗？你先冷静下来，你冷静下来，我会好好跟你解释的，行吗？不行，你无非就是要说你错了，你自私，你想我多活一些时日，你希望我能亲眼去看看你画给我看过的那些风景。可你想没想过，你若是死在永华公主府里，亦或是死在南凤馆里了，我该怎么办？我以后绝不会这般行事了。你打我、骂我、不理我都行，千万别激动。你要是有个好歹，我该怎么跟你大哥交代啊？而后楚宁快速地走到他们边上蹲下，往温雨的嘴里喂了一颗药。温雨很快就停止了发抖，然后用尽全力地推开了他，哭着扑进了楚宁的怀里。楚宁虽在意有所指地看了君莫一眼之后，扶起温雨走了出去。君莫给他那一眼看的脸都黑了。据说乌老太傅为了让本宫父皇严惩永华，给你一个公道，在御书房外长跪不起了。但父皇今日根本不在御书房，宫中却无一人告诉他。家主年事已高，请殿下派人去说服家主出宫，草民来年必会高中，他朝一定会爬到能为殿下排忧解难的高位。余生愿为殿下马首是瞻，毕生为陛下效犬马之力。你觉得本宫会稀罕你这么个废物？在你高中前，不许去见温雨，而你高中后，若温雨已然对你死心，有了旁的意中人，你也不许去叨扰他半分。是。君莫便再没看他一眼，转身出了偏殿。随后叶欢安排了几个小药童过来，抬着乌西央去了他那边安置。此时东宫正殿那边，你哭吧，放心大胆的哭，有我在，你就算是哭死了，我都能立马从阎王爷手里把你抢回来。楚姐姐，你对我真好，跟我母亲一样好。我拿你当妹妹，你却想做我女儿。没有的事，我自然是要跟楚姐姐你做一辈子的姐妹的，我只是打个比方。你会原谅乌西央吗？她其实并没有对不起我的地方，又何来原谅一说？楚姐姐，你才回京5年，回京后有意心扑在家人跟苏应风身上，所以楚姐姐你对京中的局势一定不是很了解，但我是了解的，因为我时常缠着我哥哥他们给我讲京中的事情解闷儿，所以我心里虽然怪他不依赖我们，实际上却很清楚，他纵然依赖我们，也未必会有更好的结果，因为永华公主是那种他得不到的就一定会毁掉的人。那你知道永华公主对乌西央那般执着的原因吗？此前是不知道的，但今日我大哥见我快要急疯了，担心我出事，终于与我说了，永华公主曾有一个意中人，西洋哥哥与那人像极了。那人死了？我大哥说永华公主从前不是如今这般性情，那人死后她就变了，而那时永华公主才12岁，后来她一及笄就招了那人的弟弟为驸马。那人是曹驸马的哥哥。前面小姐给呼少爷缝伤口的时候，奴婢就已经收到了永华公主府里的消息，永华公主已经把大半的太医都传到她府中去了。你是怎么来的东宫？要我送你回府吗？说到这个我就来气，楚姐姐，你是不知道，我太子表哥的人简直是有病。我本来好好坐在马车里面等消息的，结果他的人突然闯进马车里面来，二话不说就点了我的穴，然后直接把我掳来东宫了。楚姐姐，你可千万要听我的，离我太子表哥远些，千万别被他的外表蛊惑了。他也就脸长得还行，其他方面那是一样比一样恶劣。君莫刚走到主殿门口，就听见了温雨那话，当场就没忍住黑了脸。表哥，好久不见。君莫没好气地扫了他一眼，没有搭理他。楚姐姐，你瞧他这脸黑的跟阎王爷似的，我估计阎王爷都怕他，所以不会敢收他，所以他肯定能长命百岁的。楚姐姐，你都用不着太过费神给他治病。往后但凡你搁他面前说一句我的坏话，我就让人把乌西央丢水牢里去关上1日。就见他意外过后立马就急眼了。表哥，你怎么这样啊？西洋哥哥又没招你惹你。他累着我的人了，
还不算招我惹我，他还差点害死您。我又没有死，楚姐姐怎么就成你的人了？表哥，你可别告诉我，你因为楚姐姐医术好，动了等她和离后，那她进东宫永远为你所用的心思。那与你无关。楚姐姐的事就是我的事。你脸皮真厚。你再多说一个字，我就把吴夕阳送回到永华手里去。若无别的事，我今日就先告辞了。你方才累着了，回去好好休息吧。多谢殿下体恤。楚姐姐，送我回府吧。吴夕阳在东宫这件事，你若要告诉旁人，记得让他们对外做不知吴夕阳去向的戏。多谢表哥提醒。让人去宫里把吴老太傅劝出来，顺便告诉老太傅，吴夕阳在高中前得一直住在东宫。是。顺便也把这件事告诉温雨那丫头。是。太子应该安插了不少人在永华公主府里吧？能查到永华公主命人把吴夕阳卖入南风馆之后，还做了一些什么吗？能的，让人去查一下吧。是。再查一下永华公主跟她那心上人从相识到永别的点滴，顺便弄一幅那人的画像给我瞧瞧。此时永华公主府里，你们这群庸医，你们居然连驸马中的是什么毒都弄不清楚，我父皇养你们有何用？公主息怒啊，臣等并非完全不知道曹驸马中的是什么毒，只是曹驸马中毒后的症状与我们知晓的那种毒会有的症状略有不同，臣等不敢贸贸然的给曹驸马用药啊。是啊，公主，曹驸马身子金贵，为了曹驸马的安危着想，老臣等需要仔细的讨论一下才能。你个老不死的可闭嘴吧！本公主都在这儿看着你们这群酒囊饭袋讨论1-2个时辰了，你们却什么花都没有讨论出来。本公主现在就告诉你们，你们最好能让驸马没事，否则驸马要是有个好歹，本公主要你们全族给驸马陪葬。丫鬟匆匆而来，将一封信呈到了君雪蕊的面前。送信之人呢？奴婢没有瞧见，奴婢们方才去清扫公主寝殿，在公主梳妆台上看到了这封信，因信封上写着驸马的名字，奴婢们担心与驸马中毒有关，就立刻给公主送过来了。写着若无解药，3日后曹驸马必死。公主，南风馆送来了消息，说吴夕阳被人救走了。让他们尽快查清，到底是吴家还是温国公府救走了吴夕阳，否则本公主要他们好看。那侍卫应声而去之后，那一众太医们更是惶恐不安了。大小姐，之前那楚家要与您断绝关系的消息是大少爷跟大将军放出去的，不关老夫人跟夫人的事啊。且奴婢今日送来的东西中，老夫人给您的都是您小时候最喜欢的，夫人给您的则都是她拖着病体为您精挑细选出来的，您不能不收啊。我与楚家已无半分瓜葛，往后来找我的楚家人都不许放行。淑慧在那洪亮整齐的应答声中愣住了，而他们用最快的速度赶回辅国大将军府时，宁儿没有收，她没有要我的东西，她是真的不要我这个娘亲了。明日继续送去，她若不收，后日再去，一直送到她气消了，愿意收为止。此时苏国公府里头，皇后的人已经走了，其余几房的主子们也都回到他们各自的院子里去了。想跟风儿和离，我若不允呢？来日方长，反正我和离后无意再嫁，我可以慢慢等。你既无意再嫁，何不给风儿一个机会？她不配。你很聪明，你应该知道，我若不点头，即便你能让皇上、皇后，甚至是太后为你出面，你也很难拿到和离书离开我们苏国公府。至于和离，我之所以不着急，那是因为我胜券在握。不出3年，我就能如愿拿到和离书，离开你们苏国公府。苏敬周脸色顿时变得无比难看。当辅国大将军府里，小姐，这是大小姐送来的邀请函。楚宁那个丑八怪，竟然要办赏花宴，他还要在赏花宴上给风哥哥选小妾，他是疯了吗？此时秋实园门口，除去楚宁跟温雨，
以及10余个前来赴宴的小姐跟他们的丫鬟之外，还有萧文秀领着的一大群苏国公府的女眷。快去瞧瞧，楚家小姐这是怎么了？安圣公主，楚二小姐今日是我们苏国公府的客人，应当由我们苏国公府的府医来给她医治，不敢劳烦安圣公主身边的人。楚家小姐人都已经晕倒了，而你们苏国公府的府医眼下又不在此处，倘若耽搁了时间，楚家小姐有了个好歹，责任国公夫人你来担吗？老夫人，楚莹今日是拿到我的邀请函进的府，她要是有了一个好歹，楚家人必然会把责任全部归咎到我的头上，所以还请老夫人让开，由安圣公主身边的人看看她的情况。你是她姐姐，医术又极好，还是由你来看看她的情况吧。楚宁挑了挑眉，也没推拒，走到楚莹身边蹲下去，探上了楚莹的脉门。她只是小产之后，身子还没有养好，才会在剧烈的奔跑过后，因为气短晕厥过去罢了。小产？你是说宁儿姐姐肚子里的孩子没了？宁儿，你妹妹可还是待字闺中的小姐，她怎么可能小产啊？你是不是诊错了？有劳望月姑娘也来替楚莹把一下脉，免得回头我被人冠上一个污蔑她的罪名。苏国公夫人，本宫今日只是来赴楚宁的赏花宴的，你们不用如此兴师动众的来接驾，而且本宫素来不喜待在人多的地方，还请让不相干的人离开。公主，楚二小姐确实是刚小产不久，也确实没有大碍，稍后就会醒。那就让人把她送回辅国大将军府，让辅国大将军府的人为她。后面的调理身子4个字君然都还没有说出口，楚莹就突然坐了起来，因为起得太猛，她戴的斗笠掉了。瞬间在场的人都看清了，她如今那张上了厚重妆容也憔悴的像是患了什么大病的脸。立马就有人小小声的议论了起来。静儿姐姐，你别着急，就算你肚子里的孩子没了，我哥也一定会娶你进门的，而且你千万别相信他们这些长舌妇的胡话。楚二小姐腹中的孩子未必就是你大哥的，你别在这儿添乱了。老夫人，我确实跟风哥哥有了夫妻之事，我也确实怀上了风哥哥的孩子。今日这事儿叫安圣公主看笑话了，请公主入秋实园去赏花吧。宁儿为了举办今日的赏花宴，搜罗来了诸多新奇的花卉，一定能叫公主一饱眼福。国公夫人该也知道，本宫父皇曾为了让本宫开心一些，让人为本宫寻来了全天下的奇花异草，所以本宫对楚宁今日用来办赏花宴的花卉不是很感兴趣，反倒是贵府大少爷跟楚家二小姐之间的事让本宫有些感兴趣，所以还请国公夫人命人搬些椅子来，本宫要与这些小姐们一道坐在这里等贵府大少爷回来。转眼个把时辰过后，苏迎风风风火火地赶回来时，今日贵府发生的事，苏大少爷应该都已经知道了吧？是，回来的路上我也全部知悉。3年前我与楚宁成婚前，确实与楚二小姐情投意合，且互定了终生。但在我外出剿匪的这3年里，已经将自己摆在了楚二小姐姐夫那一身份上，断不会逾矩与她做任何有失身份的事。楚莹小脸煞白，身形摇摇欲坠地看着苏迎风，心疼的像是整个要碎裂开来了。来人，送楚二小姐回府，让府医也跟去，免得楚二小姐在路上出了什么岔子。等旁的小姐们都进秋实园了，今日的事是你设计来让莹儿名节尽毁的。你祖母还没走，你去好好问问她，就不会来这么问我。这时有侍卫匆匆而来，远远的就冲苏迎风喊话道：大少爷，大少爷，辅国大将军府的3位少爷打上门来了，这里是苏国公府，由不得3位少爷放肆，还请适可而止。苏迎风，你这个敢做不敢认的孬种，你要还是个男人，就把这些暗卫给撤了，好好跟我们打一架。大少爷，国公爷说了，您身后是整个苏国公府，莫须有的罪名您无需往身上揽。我此番归京后还未与你们妹妹私下里见过，所以你们妹妹怀孕小产都与我无关。单就我们3个人不是那10来个暗卫的对手，
加之楚宁还在苏国公府里，我们还是先回府去跟父亲商议一番吧。楚宁以前从未设过什么宴，今日却突然搞了个赏花宴，为苏应风选妾，他还送了邀请函给莹儿。我怀疑他是早就知道莹儿跟苏应风之间的事儿，故意设了个局来算计莹儿。楚林一言不发地跟着他们，出了苏国公府，才冲楚恋开口：爸，以前那些导致我们跟楚宁生出了隔阂猜忌，甚至是让我们厌恶嫌弃上了楚宁的事情，似乎真的不是楚宁所为，也不是妹妹身边的人所为。你有证据吗？我之前查来查去，始终都没有查到任何眉目。在我都准备放弃了的时候啊，突然有人给了我一封信，那人在信中指引我查到了妹妹身边的高妈妈身上去。然后我在调查高妈妈的时候发现，祖母也在查高妈妈，且祖母手里还掌握了一定的证据，证明那些事是高妈妈擅自所为。父亲今日也在家中，我们回家叫上父亲，一起去见见那些人证物证再说吧。当年你将他带回府，视他如亲生，还耗尽了心血栽培他，没有半分对不起他的地方。如今他自己做错了事情，不能让我们楚家其他还待子闺中的小姐受他牵连。夫人，老夫人请您去一趟，说是有些事该让您知道了。而后于静书在东陵的搀扶下才刚坐下，就听得高妈妈说道：当年老奴跟夫人说，老奴会格外照顾二小姐，还想跟来你们府中继续照顾二小姐，是因为在遇到二小姐前，老奴刚失去了自己的女儿，把二小姐当做了自己的女儿在看待。但真正的原因是，老奴是二小姐的亲生母亲。你休要巧舌如簧的来替莹儿开脱。赫儿，你们父子4人前面去哪里了？母亲，我们出城去见了此前5年里断断续续从莹儿院子里离开了的那些下人。母亲啊，你先别激动，妹妹她肯定是受了高妈妈的洗脑蒙骗，她不是真的想杀那些人，也不是真的想害楚宁，她只是想让我们跟以前一样的对她好罢了。送我去苏国公府，我要见宁儿。去取一点莹儿的血，与高妈妈滴血验亲。若她所言属实，就送她去官府，让她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大约半个时辰之后，楚离安夫妇到苏国公府外面时，叶思正在一脸气愤地在跟楚宁说今日他们辅国大将军府里的事儿。小姐，管家直接把楚大将军夫妇领到我们清风院外面来了。楚夫人还说，她今日见不到小姐，就绝不会离开。若他们要硬闯，那就轰出去。1个多时辰以前，楚宁就送走了所有前来赴宴的人。宁儿，娘亲已经知道，当初都是我们错怪了你，你出来见见娘亲，让娘亲好好弥补你好不好？娘亲不求你能立刻原谅我们，只求你能别不理我们，我们可是打断骨头还连着筋的至亲啊！日后我们一定会无条件的相信你，绝对不会再让从前的事再发生了。突然，君莫裹挟着些许愠怒跟心疼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你要是想哭啊，本宫可以勉为其难的把肩膀借你靠一靠。恰殿下的太子妃会醋，她不会。有道是女人心海底针，殿下还是别太笃定的好，免得以后后院起火。哪有人会跟自己吃醋的？楚宁一下子就愣住了，他还想跟他揣着明白装糊涂呢，他却直接跟自己挑明了。那现在他是继续装糊涂好呢，还是继续装糊涂好呢？然而没等他纠结出个结果，君莫就又起口问他了：要不要靠？要。殿下肩膀好硬。那为了让你下次靠得舒服些，我得尽快长胖些才行了。殿下确实应该再长胖一些，但我日后断是不敢在这般劳烦殿下了。不算劳烦，只要你需要，我随时都能借肩膀给你依靠。楚宁给他轻轻柔柔的声音挑拨的心间微微有些发痒，正准备把脑袋从他肩上移开，并顺势往旁边挪一挪，离他远点，就又听到于静书用伤心欲绝的声音连声的呼喊他。此时天色早已经黑透了，京城内各大青楼、酒肆、茶坊，甚至那些苍蝇小馆里，
都有人在谈论楚莹怀孕流产了，还奸夫不明。但不是所有人都在谈论楚莹，因为永华公主在今天对外宣布了她为了得到乌西央做过的所有事儿。京中有人开了赌局，赌你会不会跟苏应峰和离。那是赌我会跟他和离的人多，还是不会的？目前是会的多。我东宫里有人擅自拉帮结伙，加入了禁区下注。去帮我下注。当事人都参与进去了，那本宫也跟着凑个热闹好了。你回去找叶静拿银子。无痕便没有多嘴问，翻出窗户之后，飞快地出了苏国公府。你们主仆都能在苏国公府里来去自如，看来苏国公府里的守卫不行啊。而这天晚上，于静书夫妇一直在楚宁清风院外面等到了亥时末都没有离开。君莫此时都已经在楚宁房里的软榻上睡着了，因为楚宁一开口请他离开，他就说于静书夫妇什么时候走他就什么时候走，所以这会儿他虽然已经困了，却也还熬得住。就在取了薄毯去往君莫身上盖的时候，宁宁姐，宁宁姐，宁宁姐，您。这时他突然听得一声极其响的夫人，是楚离安的声音，想来是于静书身子受不住了，晕倒了。姐，楚夫人晕倒了，楚大将军抱着她离开了。我知道了，你们先去歇下吧。想试试看他听见之后会不会想起他来。想到此，君莫注视着楚宁的睡颜，脱口嘀咕道：算了，宁宁姐，你还是别想起来了。那3年里的我实在是太弱了，太丢脸了。你喜欢上如今的我就好。而此时熟睡中的楚宁梦到了一个圆滚滚的小胖子，那小胖子像个跟屁虫似的，一直在梦里追着他。他使劲的跑，却慢得要死，很快就被小胖子给抓住了。完事儿，那小胖子还一脸臭屁的冲他说：看在你长得好看的份上，本太子就勉为其难的喊你姐姐吧，但你长大得做本太子的太子妃。太子妃是什么鬼？我为什么要做你的太子妃？父皇说太子妃就是我媳妇儿。那我不要，我已经是别人的媳妇儿了，我只能做你姐姐。我不要姐姐。清晨，楚宁从噩梦中惊醒，一坐起身就听见了君莫的声音。做噩梦了吗？做什么噩梦了？记不清了。楚宁脱口撒了谎，然后才稍稍的醒过神来。而叶静让无痕送来的是2人份的早膳，有不少楚宁喜欢吃的，所以楚宁在简单的洗漱过后，没有拒绝跟君莫一起用早膳。只不过一用完早膳，他就把君莫轰走了。楚大将军又来了。永华公主昨晚发了一宿脾气，今儿天一亮就把她此前传进她公主府那些太医给下狱了。楚宁连忙去药房取了一个药瓶递给叶思，让人送去永华公主府吧。宁儿啊，以前的那些事儿，为父跟你们母亲都不知真相，所以才会。请楚大将军自重，我如今已非你女儿了，你还唤我宁儿不合适。还有，我会出来见你，不是要听你解释，也不是要给你们机会忏悔，更不是来挨骂的。我是来给你警告的，如若你们继续像昨天那般来烦我，我会拿出看家本领，让你们不敢再靠近我。这时东宫里头，君莫刚一踏入他的寝殿，就有一只茶杯朝他砸了过来。父皇，那套茶具可是皇祖母给我的，回头你记得让袁公公寻一套一模一样的送来，不然我就去跟皇祖母说你对他有意见。你除了会告状骂人还会干什么？我骂谁了？你还好意思问？老子让你看那些弹劾你的折子，是为了让你反省，让你收敛些，可不是让你在折子上痛骂那些人的。他们都在折子上把我批得一无是处了，我还不能骂骂他们了。再者，就我如今这副破败身子，除了告状骂骂人外，我也干不了别的事了。哼，你还干不了别的事儿？你不是让叶静去帮你下注参与赌局了吗？所以父皇今日是冲着我参与赌局一事来的，莫不是那场赌局因为我的参与在京中火了？刚才叶焕说楚宁那丫头又给你换药方了，莫不是她这次换的药方不如先前的好？宁宁姐换的怎么可能不好？那你这气色怎么反倒还更差了？
死人都要比你气色好了。我这是昨日给楚离安那老小子气得没有喝药的缘故。哼，人楚大将军未来可是你的岳父啊，你只要宁宁姐不认，他就不是。跟宁宁姐有关的那个赌局，参与的人数到多少了？殿下回来前，老奴刚让人去确认了一下，已经有数万人参与了，且总金额已经高达几百万两白银了。那是哪边下注的人多呀？赌咱们太子妃不会跟苏大少爷和离的人比较多，且金额也是那边多。你给我下注了多少？5000两。才5000两？我东宫已经穷到这个地步了？哎呦，已经不少了呀，殿下。再多，明天送来咱们东宫的弹劾您的折子，怕是得翻个好几倍呀。叶静说的苦口婆心，生怕君莫再让他去加注。皇上则是又抄起了一个茶杯，砸向了君莫。快去苏国公府，请宁宁姐过来，再去宫里把皇祖母和母后也请来。完了，我就要见不上他们最后一面了。皇帝气得直咬牙，差点没忍住，把手边余下的几个茶杯也朝他丢过去。但他太清楚这逆子疯起来能到什么地步了。最终拂袖起身，丢下一句：那场赌局闹大了，后果可大可小，你要拿捏好分寸，就气呼呼地走了。安排人去请宁宁姐了吗？这也不是很严重，就不必让太子妃受累来这一趟了吧。老奴把叶焕叫来，让他给殿下上点药。不行，必须得让宁宁姐过来，还得快些。是得快些。太子妃要是来晚了，殿下额头上这红印啊，都该消完了。连忙转身出去，安排了人去苏国公府请人。完事儿，他拿着一叠银票，再次去到君莫身边禀道：殿下，这是太子妃给无痕的银票，总共2300两。老奴凑了个整，给他下了3000两，然后用的是无痕的名字。收着吧，日后再寻个机会给他。是。另外，苏国公也参与了那场赌局，金额还高达1万两。本宫罚了，你退下吧。而苏国公府那边，叶静派去的人进入楚宁的药房，道明来意之后，楚宁直接丢了不去俩字给他。完事儿见那小公公死活不肯走，他才又补了一句：皇上那么看重你们家殿下，他砸完你们家殿下不能放心走人，可见并不严重。你回去告诉你们家殿下，这世上可就一个我，他把我累死了，就没有人能救他了。那小公公这才回去复命。而这个时候，永华公主府里，殿下，此药是解药，又不是解药。何意呀？对方在这解药里头添了一味毒药。曹驸马眼下所中之毒被对方改得十分古怪，明明脉象都已经虚到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的地步了，却又一直吊着一口气。所以微臣眼下也说不准曹驸马不立刻服下这颗解药的风险有多大，还请公主殿下定夺。若他服下这颗掺了毒的解药后死了呢？微臣不敢把话说太满，但对方此前既然能够悄无声息地给曹驸马下毒，若他真想取曹驸马的性命，应该不会用如此明目张胆的下毒方式。你们能去除掉里面的毒药，做一颗新的解药出来吗？能，但是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因为这颗解药用到了几味极其罕见的药材，而那几味药材眼下太医院里都没有存货了，所以微臣认为先让曹驸马服下这颗解药，之后再来应对这颗解药里面掺的毒才是上策。公主，袁公公来了，说是皇上方才去东宫看太子殿下的时候，跟太子殿下起了争执，一怒之下拿茶杯砸伤了太子殿下，要传我们府里的所有太医前去东宫。父皇拿茶杯砸了大哥。哦，这可真是天要下红雨了呀！父皇都舍得砸大哥了。显然，辅国大将军府里，楚家的族亲早早的就全部都聚到了楚营的院中。哎呀，我会给宁儿一个交代的。宁儿因莹儿受了5年的苦，我会把莹儿送去思过安，去思过5年。让妹妹去思过安会不会太过了？而且5年也着实太久了些，妹妹如今都20岁了，5年后出来可都25岁了呀，这还如何嫁人生子呢？你跟你大哥都20有4了，
我也还未是娶妻生子。她25岁出来嫁人生子，怎么就迟了？楚恋噎了噎，他是因为未婚妻跟旁人私奔了，至今也没找着，才没有成婚的。我们自家人虽然并不介怀莹儿失贞有孕那些事儿，但外人会介怀。你以为如今还会有谁想娶她呀？李安发莹儿去思过安思过5年，你们可满意？这话二嫂其实该去问宁儿那孩子。父亲，莹儿不想去思过安，莹儿知道错了，您别让莹儿去思过安好不好？莹儿可以去姐姐面前跪着跪不是，跪到姐姐原谅莹儿为止。苏国公府里清风院中，叶思步入楚宁药房，禀报完李富秋太医求见之后，他有说是为何事而来吗？他说是为了几位他们太医院此前送入小姐手中的稀缺药材而来的，请他进来吧。转眼的功夫，叶思就把李富秋领进了他的药房中。在下久闻苏大少奶奶您的大名，此番机缘巧合领略到了您的制毒手法，对您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呀，请苏大少奶奶收在下为徒。所以你今日的来意是想利用我的把柄逼迫我收你为徒？不是逼迫，是请求。您看，我都给您跪下了。我不收徒。至于你窥探到的事儿，你最好别往外说，否则你会成为下一个曹馥吗？我原本就没打算往外说，而且我相信您不会对我下毒。为什么？因为皇上曾在说起您的时候用了心太软人太傻6个字来形容。加之我又不会做对您不利的事情，只会诚心诚意地请求您收我为徒。那我要是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收你为徒呢？那我就在这里跪到你点头说愿意收我为徒为止。叶思，把他给我丢出去。而后他目送李富秋走远了，确定他不会折返回来了，就欲转身而去，却在将要转身的一瞬听到了一声等等。本小姐要见楚宁，你赶紧去通传一声。最后一个声字儿都还没有出口，苏映霞就看到叶思砰的一声用力地关上了院门。都不开门是吧？本小姐奈何不了你们，还奈何不了苏映河吗？本小姐现在就去苏映河那里把她用的药全部抢来。你敢在苏映霞之前去交给苏映河，让他把他自己用的那些药藏起来，让苏映霞把这几个抢去用。是。叶思应声接过瓷瓶，纵身而去。小姐，殿下刚刚让人送了信鸽过来。楚莹被楚离安送去思过安待5年，其身边的人都关进了辅国大将军府的大牢待审。你去东宫告诉太子，高妈妈不是楚莹的生母。虽然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能跟楚莹血液相融，但是我知道她原本的姓是第5。第5，叶想片刻也不敢耽搁，匆匆去了东宫。他除去知道楚莹是前朝皇室的血脉，也知道楚莹身边有不少前朝皇室的人之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东宫，叶想去到君莫寝殿的时候，君莫正在跟离尘下棋。说吧。小姐说楚莹身边的高妈妈不是楚莹的生母，虽然她不知道那高妈妈为什么能跟楚莹的血液相融，但她知道那高妈妈的本姓是第5。君莫脸色微微一变，然后他与离尘对视了一眼，就对叶想摆了摆手。待叶想退下之后，你今日不单单是来找我下棋的吧？来意都没说，你就想走？近来星象有异，我本是来提醒你近来多加小心的，但我现在迫切的想去见见楚宁。你说你迫切的想去见谁？给本宫把他拿下！无痕应声而出，刚抱拳冲离尘说完得罪了。我是要去跟楚宁确认一件事，你如此大反应作甚？有什么事是不能当我面确认的？太子，你是不是忘了我乃出家人？自古以来，出家人为情还俗的例子还少吗？加上我宁宁姐又好的举世无双，万一……没有万一，且也只有殿下你一人觉得楚宁好到举世无双。至于我要去当面跟楚宁确认的那件事，有着不能泄露天机的因果在其中，所以说我无可奉告。跟他突然之间对苏应峰那个渣子死心，以及和楚家人决裂有关。滚吧滚吧，下回你再敢当我面说迫切的想见我宁宁姐，我就让你去我那水牢里住到腐烂为止。
我听说你的人这几日在京中胡乱抓人，往水牢里关，你就不怕日后百姓们不敢骂你，全部将矛头指向楚宁？不怕，他们迟早会发现他的好。黎晨无可奈何地暗暗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转身就走。他早就知道太子脑子里的构造跟正常人不同，有一大半都用来装楚宁了，如今却发现他还是低估了太子脑子不正常的程度。司国安那边安排好了吗？哦，已经安排好了。郝太妃允诺了，一定叫楚莹在他们司过安，生不如死。让人去嘱咐他一声，别把人弄死了。是。大理寺那边调查楚莹身边的人有些日子了，却至今毫无所获。让顾青去给萧虎城传话，让萧虎城以本宫要为楚宁出头做理由，去辅国大将军府里把楚莹身边的人全部押去大理寺受审。是。吴痕应声而去之后，君莫略显疲惫地捏了捏眉心。15年前，前朝余孽大肆抓捕了京中各大世家贵族的嫡子嫡女，企图在他们起事时用那些孩子来逼迫各大世家贵族的人为他们打开城门。而当时父皇人不在京中，他们打算在父皇回京之前把京城掌控在手里，但他们万万没想到误抓了一个他。他那天得到了一个宁宁姐很喜欢的小玩意儿，大晚上兴奋到睡不着，威逼利用身边的人将他带出了宫，悄无声息地潜入了辅国大将军府。但他不知道宁宁姐住哪儿，就让身边的人去想办法探查。然后在他独自一人在辅国大将军府里猫着腰乱晃时，撞见了宁宁姐被一个黑衣人从某个院子里抱了出来。当晚黑到几乎要伸手不见五指，但巧的是，那人抱着宁宁姐翻墙而出时，正好月亮出来了。然后年少无知，还被身边人惯得有些臭屁自大的他，大喊一声宁宁姐，就朝那黑衣人冲了过去。那黑衣人就把他当作楚家的少爷一块儿抓走了。事后他身边的人用最快的速度通知了父皇，父皇火速赶回了京城，打乱了那些余孽起事的节奏，就恼羞成怒地把他们那些孩子抓起来当药人折磨了。而这个时候，苏国公府里，黎晨已经跟楚宁相对而坐了，但叶思4人被他打发出了房间。待兰姑送来茶点退下之后，国师大人是为太子而来的吗？楚小姐应当已经知晓太子对你的心意了吧？5年前，楚小姐被楚家接回时，属于你的那颗星曾短暂的在紫微星周围闪烁过几次。后来因为太子听了我的话，与你保持距离，那颗星便再也没有出现过了。但是近来因为你们生出了交集，那颗星又再度出现在了紫微星边上，还紧靠着太阳星，只不过与从前不一样了。具体是如何不一样了，我无法与楚小姐解释清楚，但它的变化在我师父的手录中预示着涅槃重生。我知不知晓未来的事，可是会影响到某些事儿。这世上的事都是息息相关的，也是早就注定好了的。你既能知道，那便是天意。无论生出了怎样的影响都并不重要，但那可能会给你自身带来某些危险。今日我与楚小姐的对话，无需让第三个人知道。我先告辞了。而此时司国安里不是在我祖母面前允诺了会好好照顾我的吗？怎么？我是答应了楚老夫人好好照顾帮衬你，奈何我们这儿做主的人不是我啊。先送她去暗房静静心。你既答应了我祖母，还收了我祖母的银票，就不能说话不算数，否则我日后出去了一定会四处宣扬坏你们名声的。然后那2个老妈子一左一右的就架起了楚莹，都将她丢进了一个低矮潮湿且臭气熏天的房间里。让太子的人帮我多盯着一些苏国公跟他身边的人，若有异动，需要立刻知会我。是，奴婢稍后就设法通知他们。另外，我亲自做好的这些药，你稍后让叶念或者叶盼以太子的名义送到乌家去。叶思重重点着头应罢之后，叶想拿着一副邀请函进来了。小姐，吏部尚书府的大小姐送来了邀请函，请您10日后去参加她的生辰宴。人家都来赴我的宴了，不去不太好。此时东宫那边，殿下，出事了，那些被楚大将军关进牢里的人全部都死了，连关在京兆府大牢里的高妈妈都死了。怎么死的？单看死状，像是死前受到了极大的惊吓，直接吓死的。
但萧大人进行了初步尸检之后，确定了那些人都是中毒死的。这都几百年了，前朝皇室的人还是这么心狠手辣。让潜入思过庵的人盯紧楚莹，之后肯定会有人去与他接触，但只要盯着就好，免得打草惊蛇。顾青应罢正要退下，却见叶静领着袁公公匆匆而来，而后袁公公去到君莫床前，匆匆行完礼，就将一封密信呈到了君莫面前。太子殿下，这是太和国的摄政王命人送来的，事关刚被楚大将军送到思过庵的楚营，皇上特意让老奴拿来给您过目。事关楚营，君莫脸色当下就沉了沉。待展开密信看罢之后，他脸色是越发不好了。楚莹除去是前朝皇族的血脉之外，竟还是太和国摄政王元素之女，且元素正在赶来见他的路上，1个月之后就会抵达。有传闻称，元素曾暗中找过他妻女很多年，他定然会为楚莹做主，让楚莹如愿嫁给苏应风。有劳公公转告父皇，元素替楚莹做主，让她嫁给苏应风之时，就是我祝宁宁姐顺利拿到和离书之日。而袁公公火烧眉毛一般的跑走之后，君莫叫了叶静到跟前问：苏国公府那个病秧子这几天怎么样了？哎呀，托咱太子妃的福，苏二少爷近来呀，整个人跟脱胎换骨了似的，精气神好了不少啊。而苏国公府那天因为白日里倒腾了一天的药，累得早早就睡下了的楚宁，却因一直陷在梦魇中，整晚都没有睡踏实。楚莹竟然还有这么一层身份，那之后苏国公夫妇应该会同意他进门了吧？说不准还是以平妻的身份风风光光的迎他进门，也肯定会对外解释他的奸夫就是苏应风，那样他的名声扭转了，身份还变高了，只怕以后他会成日来给小姐使绊子啊。小姐，要不要让殿下想想办法，帮您拿到和离书，早早离开苏国公府？暂时还不用，眼下我有一桩更重要的事情要请太子殿下帮忙，我想请太子帮忙找一些人。小姐您说，奴婢稍后就去东宫传话。15年前于静书夫妇遇上楚莹的时候，楚莹身处在一群难民中，我想知道那群难民中还有没有人活着，有的话就得劳烦太子的人把人全部带来京城了。另外，在楚莹遇上于静书夫妇的前一夜，他们那群难民中曾发生过一件大事，我需要死在了那件大事中的母女俩的遗骨。便立刻退下去了东宫。巧的是，他到东宫的时候，君莫正在吩咐无痕安排人去找那群难民。故而听完他通传之后，君莫脱口便问：他可是在看完本宫送去的消息后立刻就说了那些话？是的，因为殿下的信鸽飞到我们院里的时候，小姐在与静思师太说话，所以耽搁了一点时间才看到信鸽送去的消息。行了，你退下吧，找到他口中那个母女俩的遗骨后，顺便查查那母女俩的身世。那要不要再往太子妃身边安排些人呢？多了容易打草惊蛇，且宁宁姐可不是好欺负的，小时候她都能在一群大人手底下护着我了，如今知晓了天机，更加不会由着旁人欺负了。晌午时分，思过庵里，静思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的赶回去了之后，立刻就让人给他抓了10只已经饿到了极致的老鼠来。我起不来了，你来扶我一把好不好？呸！你最好别在我面前搞这套魅惑男人的下贱招数，男人们会吃你这一套，我可不会。我听了你刻意拿腔捏调的软声哀求，只会觉得恶心。我没有。但静思不会信他，重重地将手中装老鼠的笼子放到地上之后，等楚莹因为声响看向了笼子，然后因看见了笼子里那些饿到不行、眼冒红光了的硕大老鼠，吓得瑟瑟发抖，连连往后挪时，静思才狞笑着道：你该好好的反省一下了，因为还有人跟我一样觉得你的言行举止恶心，特意给我们庵里捐了10万两白银，就为了让我拿老鼠来吓唬吓唬你。静思师太，你别走，别关门，把这些老鼠拿走，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可以把我的首饰私房那些全部都给你，求你了，救命！他们想咬我，快走开，都给我走开！
儿姐姐，我今日做了不少点心，特意给你送了些过来。然后他从苏映河摆放在桌上的糕点盘里取了一块桂花糕来吃。宁儿姐姐，你知道我们大哥近来为什么一直都不在府上吗？为什么？据说是军中出了大案子，有人在大哥领兵外出剿匪那3年间，不间断地行探没军饷之事，而事情败露后，对方又在大哥还没有查到他身上之前，杀了好几个人，完事弄了一出畏罪自杀来迷惑大哥。大哥花了不少时间才查到，那死的几个人都是清白的。是吗？犯人找出来了吗？还没呢，不然大哥肯定会想方设法来继续烦宁儿姐姐你的。他现在哪里有功夫来烦我呀？他的宝贝莹儿都被送去思过庵了，等他空闲下来了，肯定是要去思过庵里把楚莹接出来的。这可未必，毕竟大哥要是真那么喜欢楚莹的话，那天就不会当众否认跟楚莹已有夫妻之实了。早迟是要离开苏国公府的，且那一天可能还不会太远了，所以我得提醒你一件事儿。之后这偌大的苏国公府里，除去你娘亲跟你哥哥之外，你谁都不要相信。祖父肯定不会轻易放宁儿姐姐你离开的。我听说他已经知会了族中所有能在朝堂上说上话的人，还联络了所有与他交好还有依附于他的官员。一旦皇上皇后或是太子出面替你做主求和离书，他们就要集体罢朝。他甚至还联络了一些藩王，届时做些能够威胁到皇室的事情，逼迫皇室族人集体出来抗议反对。虽然我不是很懂朝堂上的事，但我之前听一说书的老先生讲，当今皇上在很多事情上其实都还处在受制于人的。行了，别说了，隔墙有耳。虽然在我这里是绝对安全的，其实皇上皇后甚至是太子此前都已经当面跟我提过可以出面帮我，但我拒绝了，因为他们不知道苏国公有一个闹到鱼死网破也绝不会轻易放我离开的李瑶。而朝堂乱了，遭殃的是百姓，我不可能为了自己的私事置百姓的安稳生活于不顾。等苏映河一走，替我查查那个周慧慧。此时京城外思过庵外面，你把我们的静思师太怎么了？我来你们这里的路上看见他昏死在了路上，就把他给你们带回来了。妖怪！太妃娘娘跟新嬷嬷也变成妖怪了！梅姨，明儿，快来救救我！宁先回去告诉你们家小姐，她的银票我收下了。日后她若是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当然得是我能帮得上的地方，她可以随时让人来找我。小姐，我是令妈妈的人，令妈妈让我告诉小姐，半个月之内她就能助小姐离开思过庵，请小姐务必撑住。就司师太在放老鼠去吓唬折磨小姐之前，还有风之前，都曾去过苏国公府里见过楚宁。楚宁？难道那个捐了10万两银子给静思师太，让静思师太给我下毒的人是楚宁那个贱人？辅国大将军府里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楚老夫人跟楚夫人近来热衷于不厌其烦的让人去苏国公府里给楚宁送东西。楚大将军父子几个则日日在军中疯狂操练，似乎想等楚宁态度缓和下来一些后，再去设法与楚宁修复关系。2日后的晚上，盛慕薇结束每日例行的诵经，正欲回房沐浴就寝，就突然听得一声响彻思过庵的走水了。去看看明星跟楚莹还在不在庵里，也顺便去确认一下静思可还安好。没一会儿的功夫，他派去的人就折返回来禀道：哎呀，娘娘，出大事了！静思师太死了，死状还惨不忍睹。奴婢去的时候，他已经被他养的那些老鼠吃得残缺不全了。火势似乎已经控制住了，你下山去报案吧，就说有人在我们庵内蓄意纵火后，引恶鼠杀人。翌日，苏国公府，楚宁起床之后，脸都还没有洗完，叶思就一脸兴奋地冲他说：小姐神机妙算，那静思师太当真死在了楚莹手里，还死得可惨了，被他养的那些老鼠吃得七零八落。要不是好太妃身边的人去得及时，他怕是只能剩下一副骨架了。往后这种小事儿，倪掌柜的不用亲自来送，随便差个人送来就成。
妾身有些日子没有见着东家了，妾身闲着也是闲着，就亲自给东家送来了。倪寒给他送来的是一套高贵端庄的绛紫色对襟襦裙，配上繁复大方的绣花。约莫2-3刻钟之后，叶思刚为他梳洗完毕，叶念就进来道：“小姐，苏二小姐已经在院外等着您了。”而后吏部尚书府门前：“你们也刚到吗？我今日替母后去东宫看望了太子哥哥，太子哥哥说你今日要来吏部尚书府赴宴，我就心血来潮的跑来找你了。”公主找我有事？没事，我只是听太子哥哥说，你以往去赴宴的时候，总是会被人用言语羞辱，特意来给你撑腰的，看谁敢当着我的面欺负你。加上公主，我今日可有3个护花使者了，都能在他们吏部尚书府里头横着走了呢。本公主今日是陪楚宁来的，你们不用太过在意，视本公主为普通宾客即可。此时吏部尚书府里，文家班的戏已经开演，周慧慧就气喘吁吁地跑来他身边说道：“苏大少奶奶，不好了，苏二小姐跟芹菜小姐起冲突，被芹菜小姐推进湖里了。”去到了吏部尚书府内的一处人工湖边，那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除去一些今日前来赴宴的小姐夫人跟下人之外，还有不少男人。楚鹤兄弟3人也在其中。而人群之中，浑身湿透的苏应风穿着单薄的里衣跪在地上，脸色分外凝重地搀扶着小脸煞白，正在不住的剧烈咳嗽，身体还在轻微的发着抖的苏应河。他湿透的外衣正罩在苏应河的身上，显然是他把苏应河从湖里救起来的。推他落水的人呢？随即一个只有13、14岁的黄衣小姑娘就被人从人群中推了出来。我们几个人在这儿说话说得好好的，他突然发神经冲过来跟我理论，还非要拉着我去当面给你道歉，我随手一推他就掉河里去了。他肯定是故意的，用这样的方法来讹我。他外祖家是京城首富，你有什么值得他讹的？楚宁没有再搭理他，突然抬脚就把秦嫣然踹进了河里，然后伴随着落水声跟一声声的惊叫，楚鹤快速地跳下去把秦嫣然拖了上来。这个时候才有吏部尚书府里的下人匆匆而来。我们夫人眼下忙着陪百世子妃，无暇抽身前来，但她命奴婢们替各位准备了更衣洗漱的房间，也准备好了更换的衣物，请各位随奴婢们来。跟着前面领路的丫鬟去了一处偏僻的小院中。苏大少奶奶，你大哥肯定已经把府医请到秦三小姐那边去了，我扶苏大少奶奶你去那边让府医给你瞧瞧吧。而后周慧慧将她搀扶进了一个烟雾弥漫的房间里，房里的床上已经躺着陷入昏迷中的苏应风。在周慧慧将他往床上放时，他用银针扎上了周慧慧的某处穴位，然后将无法动弹也无法说话的周慧慧放到了床上去。告诉你一个秘密，我这个人现在十分记仇，你的苦日子要开始了。说完，他无视了周慧慧逐渐变得惶恐的表情，好心的去香炉边上往里面添了点料，然后折返回了苏应河所在的房间。水里有人把我往湖底拖拽，在我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了的时候，那人却突然放了手，然后大哥潜下来把我救上了岸。当时我吓坏了，没有多想，可刚刚我泡在浴桶里，整个人放松下来一些后，却突然想到秦嫣然虽然是个骄纵成性，嘴上还总是不饶人的人，却不可能有害我之心。那湖底的人肯定不是他安排的，但那湖底的人明显是冲着我来的，所以我会经过那里，会在那里听到秦嫣然他们满口喷粪，还会被秦嫣然推进湖里。那肯定都不是巧合，而是有人安排好了的。那个人很有可能就是想在今日算计宁儿姐姐的。楚宁暗暗地叹了一口气，没有再说什么问什么，就只是静静地在边上待着。苏应河能早点看清苏敬周的本性，早点抛弃对苏敬周的敬慕，是一桩好事儿。奴婢大意了，这小姐一人于险境，险情酿成大祸，着实该死，请小姐责罚。大意了？你们方才去哪儿了？先前文大小姐随她母亲身边的嬷嬷离座后，紧接着安圣公主也被人请走了。之后苏二小姐在告知了小姐她要去如厕之后也离座了。虽然她身边有柳儿跟着，
但奴婢还是不大放心，就让叶想跟了去。谁想叶想跟过去后没多久，奴婢就听到了东宫暗卫之间紧急联络时才会用到的哨音。奴婢就在与小姐说了一声之后，循着哨音前去查看情况了。谁想竟被人一路引出了吏部尚书府。温雨跟安圣公主去了哪里？奴婢从吏部尚书府的下人口中得知，温大小姐跟安圣公主此时都在燕夫人院中，但他们是因为什么去的燕夫人院中，奴婢就不得而知了。那把叶思引走的显然是苏敬周安排的人，用的还是东宫暗卫之间紧急联系用的哨音。很快，等苏映和穿戴整齐的从屏风后面走出来，温雨还有君染就在乌泱泱一大群人的陪同下来了。我方才听说楚姐姐，你为了帮苏二小姐出头，把秦三小姐踹进了湖里。秦三小姐受到了惊吓，着了凉，到这会儿都还在不停的呕吐。秦三小姐的几位兄长一直吵着要来找楚姐姐算账呢。今儿他们燕府事情一茬接着一茬的，我们要不要先走？我听说你们去了燕夫人院中，是不是出了什么事？百世子妃吃的糕点里面有她不能吃的杏仁，幸好她吃的少，问题不大。但百世子妃身边的嬷嬷还是立刻把温雨叫了过去，然后燕夫人又从温雨口中得知我也不能吃杏仁，就火急火燎的叫人把我也叫了过去。幸亏我顾着看戏去了，一块糕点也没有吃。公主，你以往鲜少在外走动，今日也没有提前说要来赴宴，燕夫人不知道你不能吃杏仁儿是很正常的，但她肯定知道百世子妃不能吃杏仁儿，竟然没有事先知会他们府里的人。他说是知会过的，还反复叮嘱了好多遍。且他把负责做糕点的厨娘叫去问话时，那厨娘坚称他没有放杏仁。后面他们府里的管家也说近几天他们府里就没有采买过杏仁。然后燕夫人就忙着查那有杏仁的糕点是从何而来的了。楚姐姐，我母亲这会儿也没事了，要不我们这就走吧。我怀疑今天的事是冲着我来的，怕连累到你们。天哪！苏大少爷，苏大少奶奶，你们竟然在我们府里！那丫鬟的声音戛然而止之后，温雨、君染、苏映和叶思，还有门外的一群丫鬟婆子，全部都齐刷刷地看向了楚宁。刚刚那个丫鬟喊的，这会儿苏映峰是跟楚宁那个丑八怪在里边行周公之礼吧？他们不是还没有圆房吗？这是他们圆没圆房的问题吗？他们再怎么饥渴难忍，也不该在人吏部尚书府里头做这种事啊！真是丢人呐！说不准是苏映峰被楚宁那个丑八怪算计了呢。那丑八怪医术不是很好吗？使毒的本领肯定也不小。加之他那么喜欢苏映峰，肯定早就在算计跟苏映峰圆房一事了。你们都给老子闭嘴！再多说一个字儿，老子就把你们嘴给封起来！你冲我们狗叫什么呀？显得你有多在乎楚宁那个丑八怪似的。我可记得啊，你们以前啊，为了护着你们的宝贝妹妹楚莹，没少欺负那丑八怪啊。如今你们知道那宝贝妹妹实际上是个蛇蝎美人了，就想回头来对那丑八怪好了。你也不问问那丑八怪稀不稀罕你们这么虚伪恶心的哥哥吧？燕红炫夫妇闻讯赶来的时候，楚河兄弟三个正在把秦家兄弟几个按在地上狠揍。已经让人去请你们父亲楚大将军过来了。你们的父亲，我也让人去请了。苏映峰怒火中烧，又百思不得其解。而周慧慧重重摔在地上，惨叫出声之后，就痛得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来了。太子殿下驾到！殿下，里面是苏大少爷跟户部尚书府的庶出九小姐周慧慧。楚宁人呢？你们把苏二小姐安置在哪间房里更衣洗漱了？转角第4间。太子殿下稍后，臣妇这就去将苏大少奶奶。本宫身体不舒服，特地寻他为本宫施针。你直接领本宫去他在的房间即可。皇上不想让旁人知道我们殿下目前的身体状况，烦请燕夫人先行退下，并让闲杂人等全部离开这个院子。叶思打开房门，把君莫恭迎进去之后，楚宁乍一看见君莫，眉头就是一皱，因为君莫的脸色比他昨儿去东宫的时候要差了太多太多。太子哥哥，你脸色怎么差成这样啊？明明我上午去你东宫的时候，你气色都还挺好的呀。没事，只是有人企图染指我的宝贝，把我气着了。请殿下容我给您把个脉。等他在君莫身边蹲下，把上了君莫的脉门，确认了他脉象与昨日
并无差别之后，才抬起头，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他这明明是装的，哪儿来的脸因为他没有立刻过来给他把脉确认他的情况而委屈呀？不对，他为什么能看懂他是因为什么在委屈？他得给我施针，你们先去外面待着。然后等顾青把房门关上了，温雨才后知后觉地想起来问：是个针而已，我们为什么要回避啊？可能需要脱衣服啊？那楚姐姐不是早就把太子表哥的身子给看了吗？太子表哥会不会以此来逼迫楚姐姐对他负责啊？表妹难道还没有看出来太子表哥他对楚姐姐有意吗？啊？太子喜欢宁儿姐姐。然后房内，顾青一把房门关上，君莫就把还蹲在地上的楚宁拉了起来。往后你在我面前不要动不动就跪，动不动就蹲。好。苏晋州那只老狐狸藏得远比我想的要深，稳妥起见，元素抵达之时，你就得趁机从苏国公府脱身。天下是不是都已经有计划了？你如果想知道细节，我可以全部告诉你。天下没有直接告诉我，就是有不想告诉我的理由存在吧？那就不用告诉我了，我不会坏殿下的事的，毕竟殿下也是在为我谋划。君莫勾了勾嘴角，为他无条件的信任自己这一点感到开心。然短暂的开心过后，他就立马又陷入了滔天的愤怒中。苏敬周那个老东西，明知道宁宁姐对他有多重要，还敢算计宁宁姐到这个份上。等宁宁姐从苏国公府全身而退之后，他定要让那个老东西付出代价。殿下，属下等找到叶想跟柳儿了，他们被人关在燕府内一处宫房旁边的杂物间里。柳儿被人点了昏水穴，叶想则是中了数枚暗器，陷入了昏迷中。他没事吧？没有生命危险，但那暗器上有毒，属下等已经将暗器拔出，并给他服了楚小姐您给他的解毒丸。而吴痕又从身上掏出了几枚暗器，用双手呈到了君莫面前，禀道：属下曾在苏国公府的二老爷的案宗上见过这种蛇头镖。你是说苏守贤可能是死在他老子手里的？是。找到确凿的证据？是。再把今夜这吏部尚书府里与苏敬周有牵连的人全部找出来。吴痕应声而去之后，君莫立马看了楚宁一眼。我现在送你回去，还是再等等？再等等吧，这会儿就出去，显得我给殿下施针多容易似的。恐会有人猜测殿下的身体已经大好了很多。而这个时候，院子外边因为君莫的到来，前来吏部尚书府赴宴的宾客几乎全部都围聚了过来。虽然这会儿苏应芬跟周慧慧都已经穿戴整齐了，可知情的人还是都在直勾勾地盯着他们看。楚离安跟苏敬周来了。方才我已经一一审问了出入过这个院子的下人，据他们说，周九小姐你是跟着苏大少奶奶和苏二小姐他们来的，起初你也一直跟着苏大少奶奶一起待在苏二小姐所在的房间里，不知你为何会跑去隔了大半个院子的苏大少爷所在的房间呢？燕夫人恕罪，我给你们添麻烦了。你这么说是在告诉我们你自己跑去了苏大少爷所在的房间，还往他的茶水里下了药，然后又在他昏迷不醒后进去与他有了夫妻之实。是，我趁苏大少爷沐浴更衣的时候，装作你们府上的丫鬟进去给他上了茶，还往他房里那香炉里放了催情香。那你现在该跪的人就不是我，而是苏大少爷本人。4年前我随长姐去苏国公府里赴宴的时候，第一眼见到苏大少爷您，就对您一见倾心了，但您从来都没有多看过我一眼，可我实在太想嫁给您了，迫不得已才……哼，迫不得已？好一个迫不得已！户部尚书就是这么教养你们的？苏大少爷，我九妹打小就是由他姨娘教养的，她品行如何，实在与家父无关。但他今日胆大包天的对苏大少爷你做下那般不知廉耻的事情，我们户部尚书府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你们最好是能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求你让我进苏国公府吧，要不然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呀。见过不要脸的，却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看来户部尚书府的家风不行啊。小姐，要不然就同意他进门吧，膈应膈应苏大少爷也是好的。你我非亲非故，你的死活
关我什么事？今日的事儿，我是受害者，你不会生我气吧？妹妹，千万别生妹夫的气，该死的是那周慧。谁是你妹妹了？你妹妹在思过庵里待着呢。楚林猛地噎住，等他缓过来，还欲再说点什么，却看见顾青推着君莫从里面出来了。等顾青推着君莫出了院门，君莫及时抬手制止了欲带头冲他行礼的苏敬周。本宫今日不舒服的紧，得立刻赶回东宫去用药，虚礼就免了吧。是。楚宁还需去东宫一趟，晚些本宫会派人将他安全送回苏国公府。啊，不敢劳烦殿下的人，老臣会让风儿去东宫接宁儿。是吗？那就让他稍后去东宫外面等着吧。哎呦，令爱的医术当真是了得呀！先前太子殿下来的那脸色，差的都害得我心脏悬到了嗓子眼儿。这才没一会儿功夫，太子殿下的气色就好了这么多，着实是令人佩服。说不定他真能治好太子殿下呢。楚大将军，你们先前怎么就对外宣布了要跟他断绝关系呢？楚离安眉头拧得更紧了，连带着楚鹤的脸色都变得难看了起来。那是他这辈子做过的最后悔的一件事了。1刻多钟之后，罗宜秋沁着得体的笑容，一一送走了所有的宾客。元贞妹妹，这次你无论如何都得帮帮我们，别说我家老爷那尚书职位要保不住了，只怕我们何府上下都要遭大难呐。你们府里的人呐，必须得好好清理一下了。完事再让晏尚书去东宫跟太子赔个不是就行了。只去跟太子赔不是就行了吗？楚宁那边要不要？楚宁那边不用，他如今是太子的人，你们跟太子赔了不是，也就等于是跟他赔了不是。但太子届时若是要求晏尚书去跟他赔不是，就还是得去一下的。苏敬周正在与楚离安对坐饮茶，两相沉默了许久，楚离安才开口问道：今夜宴府里的事是苏国公你的手笔吧？是。宫里头，楚宁正在代替君冉跟君莫下棋。楚宁，你好厉害！我太子哥哥的棋艺可是好到连我父皇都下不赢的。你改天有空了，进宫去教我下棋好不好？好啊。确实厉害，我又输了。殿下，苏大少爷已经第7次问楚小姐什么时候出去了。别理会他，等他再问几次，再让人告诉他，本宫情况很不好，楚宁今晚得住在东宫。我住在东宫不太好吧？要不我换一个门走，让苏应风搁外面傻等着就是了。你是我的大夫，我不好了，你还走了，这还怎么让人相信我已经病入膏肓，彻底没救了？而且我不都让君冉留下来陪你了吗？对呀，我也在东宫呢，没人会说闲话的。而且我还从来没有跟母后以外的人一起睡过，我可期待今晚跟你一起睡了呢。嘿，这个房间呀，是我们殿下按照我们未来太子妃的喜好准备的。要是有不合您二位心意的地方，尽管跟老奴提出来，老奴啊，立刻着人更换整改。老奴啊，这就让人去给二位送浴桶跟浴汤过来。太子哥哥这东宫里头也没有个女人，女人家用的物件儿却这么齐全。哎，他是不是表面清心寡欲到好似对娶妻毫无想法，实际上却早就想把他那未来的太子妃娶进门了呀？这是自然的，我们未来太子妃呀，可是殿下放在心尖尖上的人，殿下做梦都盼着能早些把她娶进门呢。奈何殿下的身体此前一直很不妙，殿下不想害了那位，才一直没有行动。那太子哥哥现在的身体已经有所好转了，可得赶快行动起来才行。我可早就盼着能有皇嫂了，父皇跟母后也都一直盼着他娶妻呢。楚宁笑了笑，没有说话。1、2刻钟之后，叶静去到君莫的寝殿里禀道：殿下，太子妃跟安省公主已经歇下了。君莫点了点头，脸色稍稍的有些不好。他都还没有跟宁宁姐一起睡过，就便宜了君冉那个臭丫头。殿下有所不知，
太子妃刚刚是跟安圣公主一同沐浴的，期间安圣公主好似还摸到了太子妃哪儿，惹得太子妃都大呼她怕痒，让公主别摸了。母后莫不是没给那丫头安排教习嬷嬷，一点都不懂规矩。应该是安排了的，不过殿下再给公主安排几个也并无不可。那你明天亲自去宫里头，选几个给她送去。是，多选几个。好。叶静差点就要憋不住笑了，这会儿殿下估计心里都要嫉妒疯了。后在一侧的顾青在这个时候拧着眉，快速地看了君莫一眼。姑娘家之间一起洗个澡，不小心触碰到了哪儿，没什么大不了的吧？殿下这是在生什么气？此时东宫外面，苏应风已经快要沉不住气，想要直接闯入东宫去了。楚宁可是他的夫人，他的夫人给太子治病施针，凭什么他只能在外面等着？翌日早上，天刚蒙蒙发亮，楚宁就醒了。安圣公主还在睡觉，你们另外给我找一个房间，洗漱更衣。叶四人呢？他们昨晚大意了，险些害小姐出事，无痕让他们去领罚了。他们在何处领罚？睡牢。片刻之后，君莫寝殿中，我素来赏罚分明，若是因为你心软，提前把叶思叶想放出来了，会让我往后不好管束手底下的人。殿下不都已经把他们4个人送给我了吗？你这个主子，如今在外人眼里都是我的人，我替你管束管束他们，有何不可了？只是在外人眼里，我又不是殿下的人。替我治病的人，怎么就不是我的人了？等你跟苏应风和离了，你是要住到东宫来替我治病的。届时全京城，乃至于全国的人都会知道，你是我的人。我出了苏国公府也有地方住，不用。此前所有人都说我活不过25，我也就没有奢望能活过25。但你既然给了我希望，你就得负责把我治好。在那之前，你都不能弃我于不顾。我都还没有住到东宫来，殿下都如此管束我的人了，殿下觉得我还敢来吗？我不管你的人，你就会来？我没有那么说。你就是那个意思。不是。可惜了，你如果是那个意思，我就会现在把他们2个放了的。那就姑且当我是那个意思吧。楚宁磨着牙，都直接想掏出针来扎他了。君莫却心情大好的唤道：姐姐，老奴在，老奴这就去通知无痕，放了叶思叶翔，陪我吃了早膳再走。不了，我已经被殿下气饱了。你们女人怎么这么不经气啊？殿下这话说的，看来经常气人呢，对象还都是女的。没有的事，我身边可就你一个女人，使我母后总能被父皇气到不想用膳。楚宁抿着嘴不说话了，但心情还不错。前世的他一直被苏应风还有身边所有人轻视，如今面对是他唯一的君莫，说不开心是假的。谁想紧接着他却听见了君莫放柔了语气说：我说的是真的，而且我也没想气你，他们让你独灭危险确实该罚，我就是稍微替你罚他们一下而已。你要是不喜欢，以后我不会再越过你这么做了。且你要是实在不愿意，不住到东宫来也行，我会提前给你准备好一个住处。殿下都如此说了，我理应要住到东宫来专心为殿下治病才对。不过今天我就不陪殿下用膳了，先告辞了。话落，楚宁近乎是逃离般的出了君莫的寝殿。出去之后没走几步，就看见叶焕已经领着叶思叶想在外面等着他了。那2人脸色都很苍白，但瞧着并无大碍。他稍稍的松了一口气。无痕那小子真不是东西，对姑娘家也下得去那么狠的手。当然，命令他办事的某某人更不是东西。小师妹，你可千万要跟那某某人保持距离才行啊。师兄放心吧，我已经决定以后回药王谷去陪我师父师兄他们一辈子了。他们的伤我已经处理过了，没有大碍。多谢师兄，我先带他们回苏国公府了。叶焕点点头，站在原地目送他们主仆5人走远之后，一转身就看见君莫倚在殿门那儿阴恻恻地盯着他，连忙转身开溜。太子又没有顺风耳，应该没有听见自己的话吧？本宫明明待叶焕不薄，他为什么对本宫好像很不满？这老奴也不明白啊。其实他是明白的，但他不敢说呀。
谁家白菜要被猪拱了的时候，能看那只猪顺眼了？而东宫门口，等了一宿的苏应风，在看见楚宁主仆5人从里面出来的时候，一瞅见楚宁身上与昨日不同的衣服，就猛地变了脸色。你与太子是不是并非普通病患与大夫的关系，而是……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不知廉耻吗？好狗不挡道，让开！在这里等了你一宿了，你不与我一起回府？此前得知你凯旋归来，我熬了好几宿，为你做了好多补身子的东西，你不是看都没有看我一眼吗？凭什么现在你等了我，我就得跟你一起回府？我会补偿你的，你明明就是喜欢我到了非我不可的地步，就不要再摆出这副好似已经彻底放下我的假象好了吗？我们挑个良辰吉日把房圆了，以后好好的过日子，我会好好待你的。哼，那你的莹儿怎么办呢？你若同意，我就迎她进府为妾；你说不同意，我便将她养在外面为……没等他把话说完，楚宁又一扬手，欲再给他一巴掌。放手！苏应风自然不想放，甚至还想就这么把他抓回家里关起来。但是叶思4人在他后面杀气凛凛地看着他，送他出来的叶静也还没有返回东宫内，在远处观望着，他只能咬牙松手。楚宁昨晚留宿在东宫了。是，太子已经有一阵没有外出露面了，昨晚却为了楚宁去了晏府。我认为太子很有可能瞧上了楚宁的医术，欲在楚宁与你和离后纳他入东宫。我也那般觉得，所以我想找回儿时与他有关的记忆，还请祖父写一封亲笔信给我，我准备即刻动身前往国恩寺。你想清楚了？楚宁看来是真的放下我了，也是铁了心想要与我和离。且昨晚的事儿，他也猜到是祖父安排的了，还怀恨在心。此后恐会做对祖父不利的事儿，我只能找回了与他有关的记忆，才能找到扭转局面的办法。苏敬周暗暗地在心里叹了一口气。从前他以为能一直拿捏住楚宁，所以不想让风儿想起小时候的事儿，避免风儿与楚宁一条心之后会为了楚宁来忤逆他。如今倒是无暇顾虑那么多了，因为太子昨晚的病态是装出来的，他一眼就瞧出来了。过往太子病重时眼里都无光，昨晚却是目光炯炯，眼神犀利异常。且昨晚半夜时分，太子的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往他的书房外丢了10几具血淋淋的尸体，恰逢他夫人当时因为睡不着前来给他送夜宵，直接吓得昏死了过去，半个时辰前才刚刚醒。而那些尸体全都是他花了好多心思才安插到太子身边去的人。虽说他在决定动用太子身边那些暗卫紧急联络时的哨音时就已经猜到了会打草惊蛇，但是万万没有料到太子的人能这么快就把他的人全部都清出来，而他还至今为止都没有找出来身边哪些是太子的人。往后夜里你都早早点了我的昏睡穴吧，我实在受不了整宿睡不着的煎熬了。苏敬周紧紧地皱起眉，没有应答。此时清风院那边，楚宁正在药房里头鼓捣东西。个把个时辰后，他拎着好几副药，揣了好些装满了药丸的瓷瓶出了药房，领着叶思叶盼去了2房那边。不想竟遇上了刚从2房出来的苏应丹，且苏应丹还冲他扶了扶身，软软的喊了他一声大嫂。宁儿姐姐不是才刚回府吗？怎么就过来我们这边了？这些药你按方服用，能避免你脸上的痘痘斑点退尽之后再复发。然后那些瓷瓶里面装的是一些常用的救急药，比如解毒丸、救心丸之类的，我都写了使用说明，你们可以挑一些随身带着，以防万一。苏应丹前面来你们这儿了吧？他是来干嘛的？他说是听闻了昨晚吏部尚书府里发生的事，特意带着亲手做的点心来看我的。但我觉得他是因为宁儿姐姐你昨晚替我报仇，把秦嫣然踹进湖里那桩事，跑来跟我拉近关系的，以便日后我帮他从宁儿姐姐你手里获取调理皮肤的药。此后他再来，你姑且就当做不知道他打的什么算盘。且就算他暗示你，你也最好揣着明白装糊涂，跟他打打太极，看看他着急上火之后会不会对你抛出什么橄榄枝。苏应河本就聪明过人，
明白过来楚宁的话里所指之后，立刻重重地点了2下头。近来大哥在京城里的名声已经远不如从前了，尽管祖父还没有改变对大哥的态度，但祖父过往眼里只有大哥，鲜少理会府里旁的少爷，近来却偶尔会换别的少爷去说说话问问课业了，也会让从前不敢肖想世子之位的人燃起争夺的心思。苏应丹的2个嫡兄就可能会是其中之一。哥哥，我有些不舒服，你替我去送宁儿姐姐吧。为了确保宁儿姐姐的安全，哥哥，你最好把宁儿姐姐送到清风院哦。姐姐，请。有劳。与苏应之并排出了他们2房，而靠近清风院之后，楚宁远远的就瞧见了等在他院门口的苏应霞。嫂嫂，我错了，之前是我不懂事，我把嫂嫂对我的好当作是理所当然了，还因为听信了楚莹的话，觉得嫂嫂你坏透了，所以才……你跟在楚莹屁股后面打转这么多年，倒是把她装柔弱，但委屈那一套学得活灵活现的了。不管你现在是真的认识到自己错了，还是为了从我这里拿到药而在演戏，我都绝不会原谅你。所以请你以后别来碍我的眼，否则我会让你的脸烂得更快。是你在苏应河的那些药里动了手脚，害我的脸变成了现在的样子。他用的，你却不一定用的，你自己跑到他那儿抢去用了，出问题了怪谁？休要狡辩，你肯定是故意的，故意给他用了我用不得的药，就是为了害我的脸烂掉。哎，凡事都要讲究证据，你有证据吗？我手里还没用完的那些药就是证据。那你就拿着他们报官去吧，别来烦我。而他们主仆进了院内之后，苏影霞对着院门拳打脚踢了好一番，才跑回去拿起没用完的那些药，哭着冲进了宝墨堂。荷儿见过祖母。霞儿说你跟宁儿串通好，把做了手脚用了会烂脸的药由着他抢了去，有这么回事吗？啊，没有的事，还请祖母明鉴。在祖母面前你都敢狡辩，你敢不敢当着祖母的面拥有那些药？这有何不敢？就怕此时你手里那些药已经不是从我手里抢走的那些了。祖母，我敢发誓，我根本没有动过这些药，只是每天用的量稍稍多了一些，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既如此，我就当着祖母的面用一用，以证明我跟大嫂是清白的。此时清风院里，楚宁又一头扎进了药房，但他还没有开始忙呢，就连打了好几个喷嚏，然后朱兰就步入了他的药房中。小姐，燕大小姐求见。苏大少奶奶医术超群，也聪慧过人，想来引人知晓，昨夜我家发生那几桩事，其实都是冲着你去的吧？你父亲此时可是在东宫里，家父今天一早就去东宫了，到这会儿也没有从里面出来。所以你是为了你父亲来的吧？一半一半吧，既是为了我父亲，也是真心的想跟你赔个不是，毕竟昨夜的事稍有差池，你就无法脱身。你去东宫一趟，跟太子说燕尚书近来身体不太好，请他别把人欺负太狠。而此时东宫里头，君莫刚泡完药浴出来，裹着袍子歪歪地靠在床上召见了叶念。听完叶念的传话，本宫欺负燕尚书了吗？明明是他自己非要跪在外头的，还死活不起来。是啊，这燕尚书也太不懂事了。老奴都跟他说了，殿下年间身子不适，心情也不大好，不想见他了，他还非要跪在外头等，这不摆明了是想逼迫殿下召见他吗？毕竟今儿太阳这么大，他都一把年纪了，万一搁外头晒出了个好歹，弹劾殿下的奏折又不知道要增加多少倍呀。君莫眯了眯眼，叶静这话说的有够阴阳怪气的，但偏偏叶静又摆出了一脸气愤至极的表情，让他都没有办法发作。这老东西胆子是越来越肥了。去告诉他下不为例，然后让他滚。殿下说下不为例，尚书大人您可以放心回去了。叶静躬身站在原地，等燕红勋摇摇晃晃步履蹒跚地走出了他的视线范围，才转身回到君莫寝殿去。一进去就听到叶念在说，苏二少爷今日在征得小姐同意后，开始改口唤小姐为姐姐了，且苏二小姐似乎还想撮合苏二少爷跟小姐，不仅故意把苏二少爷往小姐跟前推，
还在有奴婢跟叶盼跟着小姐的情况下，很刻意的嘱咐苏二少爷要把小姐从他们二房安全送到清风院。君莫的脸色已经冷到快要结出冰碴子来了。不过小姐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苏二少爷对她有意。苏应之杀不得，但他对宁宁姐的企图，必须得早早扼杀在摇篮里。叶静，你出面去与他好好聊聊。是，殿下放心，老奴一定会跟苏二少爷聊明白、聊透彻的。此时，苏国公府里，苏应和兴冲冲地跑进楚宁的药房。宁儿姐姐，你是怎么做到的？你给苏应霞的那个药，她用完后整张脸都又红又肿的了，我用了却什么事都没有。是药三分毒，但凡用法不对，毒性就能翻倍。而那药呢，乍看颜色味道都一样，实际上里面有3种，上面是药，中间是毒，最下面是既能中和那毒又能护肤的解药。每一层以特制的油膏隔开，就不会相互融合，影响效果。而以苏应霞的性子，她用了上面，发现有用，必然会加大用量，所以我早就预料到了，她闹起来的时候，不会剩下多少了。宁儿姐姐，你真厉害。这蛇之前去哪儿了？我让他回药王谷送信去了。算算时间，他这会儿明明应该才到药王谷没多久的，竟然就已经折返回来了。然后他看见那条蛇吐着蛇信子，发出了嘶嘶的声响。紧接着，他们家小姐就把手伸到了那蛇面前，随即一个小小的竹筒从那蛇的口中吐了出来。他叫小白，虽然只能听懂我的话，也只会听我的命令，但旁人唤他名字，他也会做出回应。嘿，为什么他能听懂小姐的话呀？小姐会说蛇语？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能听懂我的话，但他从我6岁起就跟着我了。刚开始，我被迫日日用血喂养他，后来我需要靠他日日吸食我体内的毒血来保命。不知不觉的，他就能听懂我的话，按照我的命令行事了。而后，他在楚宁将那信纸放到桌上之后，看见其上写着：“找到人，我们就会前往京城。”当晚，苏敬周回府之后，与萧文秀一同用过晚膳，就去了书房。国公爷，大少爷在国恩寺里烧得厉害，还至今未醒。了元方丈问您要不要前去看一眼。祖父，你为什么没有早早告诉我楚宁的存在？当年除去楚家人外，所有人都以为楚宁已经尸骨无存了。你要我怎么跟他说？那他回来的时候，你就该告诉我。你若是还想做世子，就必须得尽快走出来，然后设法去与楚宁把房圆了。那我当年就该死在那儿。你说的这是什么胡话？你忘了你父母死前对你的期许了吗？我没忘。没忘你就立刻给我振作起来。我现在想一个人待着，还请祖父成全。苏敬周犹豫半晌，到底是在叹了一口气之后依言走了。苏应之刚被君莫的人绑进东宫，一睁眼就看见了笑眯眯看着他的叶静。苏二少爷别紧张，老奴请您到这儿来谈话，不是为了吓唬您，而是为了弄清楚一件事儿。什么事？12年前，苏二少爷您即将满6岁之际，您外祖父曾派人到苏国公府，把你们兄妹接回兰家小住过一段时间。那期间，你们兄妹随你们外祖父住在兰家祖宅，可兰家祖宅的老仆人说，他虽然在你们去祖宅的当天见到过你们兄妹，之后却都只见到了您妹妹苏应和，而他再一次见到您是在10天后。老奴是想知道，那10天您去了哪儿啊？我没有去过那什么地堡。是吗？那敢问苏二少爷是在什么时候喜欢上楚小姐的呀？苏二少爷，纸究竟是包不住火的，且我们东宫想查的事儿也绝没有查不到的，所以你最好在此时老实交代。太子为什么会在此时帮我来查那件陈年旧事？苏二少爷，您是聪明人，那你意欲何为？老奴想与苏二少爷谈一笔买卖。
烦请叶总管与我详细说说。苏二少爷若是愿意助楚小姐顺利拿到和离书，再放手让她离开苏国公府，老奴会说服殿下饶恕蓝老爷当年为了救您而被迫帮前朝余孽大量采买药材那一桩事儿，还可以请殿下以东宫之力助您更顺利地拿到苏国公府的世子之位。老奴在说服殿下之后，也会请殿下去说服皇上不与蓝家计较。毕竟当年的事儿，蓝老爷虽然有隐瞒不报、帮助乱党的过错在身上，却是情有可原。加之他还故意让人往外走漏了一点风声，促进了那伙余孽被剿灭嘛。随后叶静拍了拍手，便有人纵身而来，带他们离开了那个小平台。他都还没有来得及惊讶，那带他们离开的人轻功之好，就已经身处在水牢外了。叶静在吩咐那人送他回去之后，又与他说了一句：我们殿下此后可能要见一见您外祖父，询问当年的一些细节，还请您有时间了去提前跟您外祖父兜个底儿，让他有个心理准备。好，不过太子见我外祖父时，我能陪同在旁吗？自然能了，毕竟日后无论是苏国公府还是蓝家，都是您说了算。而叶静在送走他之后，立刻去了君莫的寝殿中。哎呀，殿下神机妙算，苏二少爷果真是在那个地堡里与太子妃生出过交集。继苏大少爷之后，苏国公也去了国恩寺，想来苏大少爷是已经成功拿回了那3年的记忆。殿下就不担心苏大少爷此后会用那3年里的事儿来让太子妃心软，原谅他吗？君莫眉心褶皱瞬间加深了不少，却很笃定地摇了摇头。但他摇头并非是他一点都不担心的意思，而是宁宁姐此前一段日子的态度让自己深信她绝不会原谅苏应风。且他还知道他无法原谅苏应风的理由，绝不是苏应风大婚当天冷落了他，还撇下他离京了3年，以及跟楚莹诛他暗劫那些事儿。尽管他完全猜不到真正的理由，离尘那个秃驴也算不到，他也没有打算过多的去探究，反正他余生都会跟着宁宁姐，保她安然无忧。而苏应风在国恩寺里这一待，就好多天没有从里面出来。别说苏敬周的几次软硬兼施，他都全然没有理会了。就连苏家军中他已经掌握了很多线索，眼看就要有所突破的案子，他都完全搁置了。苏敬周在又一次上国恩寺劝说无果之后，终是忍无可忍的准备着手培养苏应之等人了。然而就在他准备带苏应之他们去出席一场颇为重要的宴会那天早上，他的人给他送来了一个关于楚莹的消息。楚莹竟是元素之女。苏敬周看着手下的人给他的密信，脸上满是不可置信。元素早些年为了寻找妻女，那是到了疯魔的程度。思及此，苏敬周匆匆地屏退了跟前的人，把冯昭唤到了跟前来。你速速去丞相府走一趟，告诉丞相我今日有急事需出城，无法前去赴宴了。改日我会带上厚礼登门，向他赔不是的。冯昭应声退下之后，苏敬周又风风火火地去了萧文秀的房中。我方才收到了一封绝对可信的密信，信中说楚莹是元素之女。啊，太和国那个曾发了疯一般寻找妻女的摄政王元素。且他再有10天半个月就到京城了。那元素有多看重他的妻女，全天下几乎要无人不知了。等他到了，知道了楚莹之前遭遇的那些事，就算不会过多去难为把楚莹养大了的楚家，也肯定不会放过风儿的啊。他此时怕是都已经知道了。你可是已经有应对的办法了？你即刻动身去楚家，叫上孙瑜一同前往司国安，把楚莹接出来。为何还要叫上孙瑜一起？楚莹既是楚家人送进去的，那么按照好太妃里的规矩，就必须是楚家人前去，才能把她接出来。那接出来之后呢？萧文秀问罢这话后，是反复皱了好几下眉头。他其实也知道司国安里的规矩，
但他刚刚那一瞬却压根儿没有想到。而苏庆洲这会儿一边跟他说着话，一边还在想着要怎么劝苏应风，所以并没有注意到他反复皱眉的举动。届时你与孙瑜商量吧，由孙瑜把他接回楚家，或是由你直接把他接来我们府里先安置下来，都可以。我今日登门是想请你受累，与我去一趟思过庵。国公爷今儿收到了可靠的消息，楚莹乃是太和国摄政王元素之女，且元素已经在前来与他相认的路上啊。孙瑜脸色陡然变了，楚莹竟有着那般高贵的身份，草草的拾掇了一番，就随着萧文秀出了府。前往思过庵的路上，萧文秀问起了安置楚莹的问题。还是让他自己选吧。萧文秀听了孙瑜那话，只说了一句也好，此后一路无言。等到了思过庵，发现思过庵外面站了很多的官差。这里是发生什么案子了吗？没有听说呀。说是前些日子思过庵里发生过一起恶鼠伤人事件，他们为了确保好太妃的安全，才被派来守在这里的。恶鼠伤人，都惊动官差了。思过庵里的老鼠那么多的吗？苏国公夫人、楚老夫人，有2件事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其一是静思师太死了。怎么死的？上次静思师太到我们府上接楚莹的时候，明明还面色红润，毫无病态呀。不是病死的，而是被一群饥饿了许久的老鼠咬死的。其二是静思师太死前曾对楚二小姐做过一些很不好的事，我们在静思师太死后已经尽力帮楚二小姐调理身体了，但她眼下的身体情况还是不太好。不太好是多不好啊！楚老夫人，你们见到楚二小姐就知道了。然后秦嬷嬷就加快了脚步，孙瑜跟萧文秀对视了一眼，也都加快脚步跟了上去。到楚莹住的房子外面时，而进去之后，他一眼就瞧见了躺在一张简陋到了极致的木板床上的楚莹，他当场就整个人愣在门口了，因为现在的楚莹消瘦憔悴的他都有些不敢认了，面色蜡黄，眼窝深陷，还瘦到连颧骨都突出了。天啊，这是楚莹！祖母是来接我回家的吗？祖母，婴儿知道错了，婴儿会改的，婴儿也会有余生去征得姐姐原谅的。祖母接婴儿回家好不好？婴儿不想再待在这里了，婴儿不想再待在这里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但你不一定要回家，还可以。我就知道，祖母你肯定还没有原谅我，但祖母连赎罪改过的机会都不肯给我吗？你听我把话说完，我是要说，你还可以选择直接住到苏国公府去。等你身子稍微养好一些后，你跟风儿的婚事就能排上日程了。届时元素也该到了，但萧文秀不打算在这个时候告诉楚莹他有一个是摄政王的父亲。那我就住到苏国公府里去调理身体吧，免得祖母受累，安排人来照顾我。你们随时都可以带他走。明星小师太近来一直在尽心尽力的照顾我，我想带她一起走。小姐，苏国公夫人跟楚老夫人去思过庵里把楚莹接出来了，此时已经安置进了苏国公府里。楚宁今儿在为君莫做药，不是很顺利，他已经改了好几次药方，耗费了不少稀少珍贵的药材了，却还没有做出他想要的药来。故而听了叶思的话，他眉头都没有带皱一下的，完全不想把精力和时间浪费到楚莹身上去。小姐此前让殿下找的人跟遗骨已经在送往京城来的路上了，但人还没有找到。有说是因为什么原因没有找到吗？吴痕派出去的人送回来的消息是，那群难民可能都被灭口了，他们现在正在尽力查找有没有幸存下来的。
灭口，倒是他们前朝余孽的行事作风。那楚莹知晓他的身世之后，很有可能会仗着他生父对他的看重，更加直接的来寻小姐麻烦，给小姐添堵。小姐，要不要请殿下再多送几个人过来？小白已经回来了，没有那个必要。而这个时候，苏国公府内用来安置楚莹的那个小院中，萧文秀在回来的路上，命人去宫里请出来的2个医女正在检查楚莹身上的情况。因为楚莹身上有不少细小的咬痕，腿上跟脚上的咬痕更是多到密密麻麻了。那位姑娘身上的伤都已经结疤愈合了，看样子已经事先用过效果很不错的祛疤膏了，所以她的虚弱并非那些伤造成的，原因之一应该是她此前小产后没有调养，之二则是她此前应该中过什么蛊毒，还是一种会影响她容貌跟身体情况的蛊毒。但奴婢2人不仅医术有限，对蛊毒的了解更是少之又少，实在判断不出她中的是什么蛊毒，所以奴婢建议您2位去永华公主府上请李太医来给那位姑娘瞧降。莹儿若是愿意来给莹儿医治，莹儿肯定会好起来的。之前一段时间，你成天往我们府里送东西，即便楚宁一次都没有收过，你也始终不放弃，看起来像是真的想修复跟楚宁之间的关系似的。但你此时说出了这么一句话来，你怕不是想征得楚宁的原谅，弥补此前对楚宁的亏欠，只是因为楚宁眼下受皇太子他们器重，觉得楚宁能给你们楚家带去数不尽的好处，才那么有毅力跟耐心的吧。唉，你去一趟清风院，看看宁儿会不会愿意见我。是。淑慧倒是立刻应声去了。而此时，国恩寺后山深处，领着人在山里找了很久的苏敬周，终于看到了坐在瀑布下方，任由从天而降的水冲刷击打的苏应风。苏敬周也没有立刻上前，就远远地看着。一直到了深夜，苏应风自行从瀑布正下方走出来了。苏应风已经在那瀑布下方坐了1天1夜了，滴水低米未进，整个人虚弱的不像话。虽说那3年里的具体情况，除去侥幸活下来的你跟宁儿，还有太子外，就再没有其他人清楚了。但我曾随皇上去过那地堡，能通过那下面的惨烈景象，大概猜想到你们在那3年里都遭遇了些什么。所以这些时日里，我才没有太过来逼迫你，想给你足够的时间来慢慢消化那3年的记忆。但你非但没有从中走出来，还整个沉溺了进去。你难道要因为辜负了楚宁，背叛了你们之间稚嫩不明的感情，就放弃你父母对你的临终嘱托，放弃你应尽的责任吗？你对得起我与你祖母多年来对你的尽心栽培，又对得起你父母对你的期许吗？苏应风仿若未闻，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还又继续的后退了好几步。夜色浓重，苏敬周也看不清他脸上是何表情，却莫名的感受到了他眼神中有着浓浓的猜疑。此前我也说了，我们苏国公府不止你一个少爷，那世子之位也并不是非你不可。说你真的想清楚了，要放弃你父母对你的嘱托，放弃你身上的责任了，那3年里的记忆确实很可怕，可怕到了远远超过了正常人能够承受的范围。但我从小得祖父教导，苦练武功，磨砺意志，已经能将其好好的消化掉，再坦然面对了。但我这些日子把那3年里的事情反复的想了好多遍之后，发现了一件很不合理的事情。而我将自己置身在瀑布下冲刷，并非接受不了自己对楚宁的辜负，而是在思考要怎么开口问祖父。你发现的不合理的事情，是你在那3年里伤得远不如楚宁跟太子重，中毒也远没有太子深。是，还请祖父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合理的解释？看来你是怀疑我与那群前朝余孽有见不得人的关系啊。当年的事，若要给你一个算得上合理的解释，
我就必须先跟你解释，我当初为什么会相信了元方丈口中的我们苏家气运将尽一说。而要解释那一点，我又必须得告诉你前朝的人为了复国做过的其中一个堪称疯狂的安排。而那个安排，眼下只怕皇上都还不知道。我会知道实属意外，但那件事知道的人多一个，我们苏家的危险就大一分，所以我只能自己来扛。你若想知道，就必须跟我发誓，从今往后，事事以苏家的兴亡为优先。事事以苏家的兴亡为优先，祖父这是要他抛开儿女情长，摒弃做人的原则底线，做个为了护住苏家的繁荣昌盛能不择手段的人吗？可他跟祖父是不一样的。不伤及楚宁，也能护住苏家的兴亡，我可以发誓。在那3年里，楚宁舍命护了我无数次，还因我毁了身为女子最重要的容貌。我若连她的安危都不在乎了，祖父想来也不敢再信任我了吧？你说的也有几分道理，但是他如今铁了心要跟你和离，若他离开了，我们苏国公府必然会快速走向衰败。而若是不让他离开，你又怎么可能永远不做伤害到他的事？伤害也是分很多种的，我想保他平安，与我想不择手段把他留在苏国公府并不冲突。而苏敬周显然对他那句要不择手段把楚宁留在苏国公府十分满意。你在国恩寺的这些日子里，整个人都憔悴得不像话了。而我若要与你解释清楚那些事儿，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你还是先随我回府去调养2日，之后我再与你细说吧。我今日来找你，其实是为了告诉你，你祖母已经去思过安把楚莹接回来了，且眼下已经把她安置在我们苏国公府里了。楚宁同意了？楚宁哪能同意啊？但这次我们接楚莹进府，是为了给楚莹调理身体，而不是直接让她进门，也就没有必要去征得楚宁同意了。莹儿她身体出问题了？那思过安的静思时态心术不正，时常收受贿赂，苛待那些被送进他们安里的女人。楚莹进思过安后，也不知道是谁用重金收买了静思师太难为他。静思师太拿一群恶鼠去把他咬得遍体鳞伤，眼下他与从前都已经判若两人了。此后回府的路上，苏应风那是一言都没发。而这个时候，苏国公府里，楚莹在萧文秀和孙瑜终于从他所在的小院离开之后，才结束了装婚。小姐，饿坏了吧？风哥哥回府了吗？据说苏国公一早就去国恩寺接苏大少爷了，但他们都还没有回来。那你知道风哥哥去国恩寺做什么吗？都待那么些天了。具体不知道，但令妈妈让人去国恩寺里打探过，说是苏大少爷进国恩寺当天，曾在了元方丈房里发出过痛苦的喊叫，时间还持续了很久。小姐，知道国公夫人跟楚老夫人今儿为什么会去思过安里接你出来吗？是令妈妈做了些什么吧？小姐可还记得，奴婢之前跟你说过，你很快就能知道自己的身世了。楚莹点点头，眼睛瞬间亮了好几倍。小姐的亲生父亲是太和国的摄政王。摄政王？楚莹两眼忽地瞪大，眼底除去不可置信之外，还有浓浓的兴奋。他父亲竟然是太和国的摄政王，这么一来，就算没有楚家，他也能嫁给风哥哥了呀。且他还能要求风哥哥贬楚宁为妾，让他为妻，这样他就可以尽情地收拾报复羞辱楚宁了。那我父亲，不，是我父王，他什么时候回来跟我相认啊？小姐的父王已经在来京城与你相认的路上了，不出半月就会到。楚莹更是欣喜若狂了，他等了整整5年，不惜修书去唆使风哥哥早早回来，与他把生米煮成熟饭，却都没能如愿嫁给风哥哥，还落了一个声名狼藉、遍体鳞伤的下场。谁想他都已经放弃了，还去鬼门关晃悠了一圈回来，却迎来了这么大一个转机。他一定要风风光光的，带着羡煞京城所有女人的丰厚嫁妆，嫁进苏国公府里来。为此，他可以暂时原谅祖母，
不是楚老夫人他们一家人。既然他有那么尊贵的身世，他跟苏应峰的婚事肯定能成了。我们正好可以跟他划清界限，然后趁机把妹妹接回来，好好与妹妹修复感情。划清什么界限？不论他有什么样的身世，他也是我们捧在手心里养大的。我们在他身上付出多少感情，多少心血，多少财力呀！再者，宁儿那么喜欢苏印峰，我们把他接回来做甚？应该要好好撮合他跟苏印峰，再说服他跟莹儿好好相处。祖母，你是老糊涂了吧？楚莹都在妹妹回来后的那2年里做了那么多算计陷害妹妹的事情了，最终导致我们跟妹妹彻底离了心。你竟然还要劝妹妹跟她好好相处？混账！你说谁老糊涂了？反正我是不想让妹妹跟楚莹那个蛇蝎夫人待在同一个屋檐下。如果楚莹的父亲到了，苏应峰要娶楚莹进门，却又不肯给妹妹和离书，那我非得去闹得他们苏国公府鸡犬不宁不可。孙瑜跺跺脚，转而冲拧着没病歪歪靠坐着的于静书吼道：“你看看你救的好儿子，莹儿是做了很多错事，可他那也只是因为没有安全感，害怕我们会因为宁儿的归来不要他了而已。他怎么就成蛇蝎妇人了？不论如何，宁儿才是我亲生的，才是我们楚家的血脉。既然莹儿有了那般权势滔天，又看重他的亲生父亲，我们不如就按灵儿说的，与他划清界限，好好对宁儿。反正莹儿的生父那般厉害，苏应峰又那般喜欢他，他余生在苏国公府里也能过得很好，不会像宁儿似的受欺负冷落。无论如何，莹儿都是我们养大的，我们总要去看看她在思国庵里被蹉跎成了什么样子。至于宁儿跟苏应峰的事儿，我们还是暂且不要插手的好。也好，我就去看看那个毒妇遭了什么天谴吧。灵儿！孙瑜厉声喝罢，楚莲直接脚底抹油溜了。楚莲跟楚河对视了一眼，双双追了出去。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二哥可还记得楚莹被送去思国庵那天早上，你唤我跟你一起去宽慰楚莹时，我推脱了许久。那天你最后虽是随我去了莹儿房里，却始终一言未发。我当时虽有些纳闷，却没顾得上细想，只顾着安抚莹儿的情绪去了。我给你们看一封信。大哥，二哥，你们在看这封信之前，最好做个心理准备，因为信里的内容是关于你们的。楚恋是迫切的想要一看究竟，然而快速的看完信中的内容之后，他却整个人都愣住了。他那跟人私奔了的未婚妻，其实并没有跟人私奔，也没有其他的意中人，而是被莹儿推下山崖摔死了。且他们那自杀身亡了的未来嫂嫂，也是被莹儿安排的人绑去轻薄糟蹋了的。这封信是那神秘人送到你手里来的？是，空口无凭。我想看看他此后会不会送什么证据到我手里来，也就没有立刻告诉你们。给我看看。大哥，还没有证据的事儿，我们还是先别当真的好。你前些日子总是早出晚归的，又没有去军中操练，是不是在暗中查找证据？起初我是想等那神秘人送证据来的，但是等了几天我就坐不住了。但我努力了好些天，半点相关的证据都没有查到。不过什么？楚河问得很急切，拿着信的双手还在抑制不住的轻微发着抖。我虽然什么也没有查到，但那期间有好几回我都感觉暗处有人跟踪我，而且还是带着敌意的跟踪。大哥，我们明天要不还是别去苏国公府看你楚莹了吧？楚河没有答话，又低头看了手里的信片刻之后，掏出火折子来将其烧了。我们总得去看清我们从小宠到大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凌晨时分，苏国公府里，匆匆从国恩寺赶回来的苏应峰刚步入楚莹的房中。莹儿，别怕，峰哥哥在。峰哥哥，你怎么才回来呀？我都差点死在思国庵里面了。你别乱想，先安心养身子。那我养好身子后，峰哥哥，你能娶我过门吗？苏应峰没有回答，他要把楚宁留在苏国公府里，就暂时不能不顾楚宁的意愿娶莹儿过门。峰哥哥，你是担心你祖父祖母不会同意，还是担心姐姐的？莹儿，往后你可以直呼楚宁名字，
不用再唤她姐姐了。冯哥哥，你还不知道吧？我亲生父亲来找我了，他是太和国的摄政王呢。你祖父祖母肯定会同意你娶我的。约莫2刻钟之后，明心进入楚莹的房里时，冯哥哥去哪里了？清风院。清风院。楚莹几乎都要怀疑自己是幻听了。风哥哥看了他如今伤痕累累的身体之后，一句话都没有说，嫌弃到直接转身走了。镜子，给我镜子！那镜子里是我，怎么可能是我？我可是京中第一美人呢，不可能是我的，绝对不可能是我的！明星，你快把那面镜子丢了，那镜子里面有鬼！对，那镜子里面是鬼，不是我。明星，你快去重新换一个镜子来，快去啊！令妈妈那么厉害的一个人，怎么就从诸多主子当中选中了脑子里只有情情爱爱的楚莹了呢？小姐，你先冷静点。小姐，你现在会这么憔悴，都是因为你之前种的尸残效果还没消失。等时间到了，尸残留在小姐体内的效果完全消失了，小姐就能慢慢恢复从前的美貌了。另外，小姐身上的伤疤，令妈妈已经在找人配最好的祛疤膏了，一定能全部消除的。能全部消除？真的吗？真的。奴婢之前已经跟小姐说过好多次了，奴婢是绝对不会欺瞒背叛小姐的。那尸残的效果要几时才能完全消失啊？应该在1个月内。那位李福秋太医今天真的会来苏国公府为我把脉吗？会的。他昨日没来，是因为永华公主跟曹驸马出京了。我要的那种毒药，令妈妈找人做出来了吗？似乎还没有。此前奴婢跟令妈妈问起的时候，令妈妈说那种毒药很不好做。楚家的人今日会来吗？会，昨夜令妈妈送来了消息。那你先去替我看看风哥哥，去清风院干什么了？是。清风院那边，你们小姐若是醒了，劳烦转告她，我已经想起一切了，我想好好的跟她谈一次。叶思都没有应话，直接砰的一声关上了门，但他还是一字不差的把苏应风的话转述给了楚宁。让他进来吧。小姐要见他。我想跟他确认一件事。是。叶思立马收起震惊，出去把苏应风领了进来。你是不是在我来之前就已经知道我想起那3年里的事了？你不会原谅我了，对吗？你说是我，你会原谅吗？我如果没有失去那3年里的记忆，我是绝对不可能像从前那么对你的。我一定不会喜欢上楚莹，也一定会跟你家人一起一直找你，然后在你回来的时候，我就把你娶回家，就像我们小时候说好的那样，生很多的。可是没有如果，不是吗？苏迎风双手握拳，突然开始痛恨起了小时候的自己。就算你没有失去那3年里的记忆，以当年我们分开时的情形，你可能会认为我早就已经死了，然后你可能还是会喜欢上与我有几分相像的楚莹，也就还是可能会因为我如今的容貌而嫌弃我、冷落我，甚至是为了楚莹难为我、算计。不会的，我不可能嫌弃你的，我怎么可能嫌弃你呢？你都是因为我才变。苏应风紧握双拳，因为又想起了他脸受伤之后的一些细节，而难过到说不出话来了。你一时无法原谅我也没事，我们余生还很长，我会用余生来好好的弥补你的。你这是在告诉我，你不会让我如愿拿到和离书的，对吗？是，你是我的人，那3年里是，现在是，以后也会是。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你可以走了，以后也少来烦我，否则我会让你好好品一品你小时候没有机会品尝到的那些毒的滋味。你小时候只要一哭，两眼就会红得厉害，让人觉得全世界都欺负了你。我们分开前，我为你挡刀那次，你更是哭得眼睛红得都像是要滴出血来了。哦，对了，我为你挡刀昏死过去之后的事儿，我完全不知道，你能跟我说说吗？没什么可说的。苏应风眼神闪了闪，然后转身就走。来日方长，我会等到你愿意原谅我那天的。楚宁没有说话，等他走出去之后，立刻冲叶思说：以后别放他进来了。
小姐不是要跟他确认一件事吗？怎么没有问？我问了呀。叶思满头问号，他可是全程都在。小姐什么时候问的？难道是最后小姐让苏应风说的是？苏应风虽然没说，小姐却从苏应风的反应中得到答案了。今儿肃国公府里肯定会很热闹，我们去东宫避一避吧。好。叶思立马顾不上确认了，他们可盼着小姐天天都能去东宫看看殿下，那样殿下心情肯定会很好，而殿下心情好了，身子指不定会好得更快。楚宁在叶思匆匆跑出去交代叶想他们备马车时，勾起嘴角无声地笑了笑。他可是看准了时机，在叶思开口提问之前开的口。不过他倒不是因为不想让叶思多问才想去东宫的，而是突然有些想见太子了。他师父当年是去那个地堡里清理门户的，药王谷有一条铁规，任何人不得救治或是帮助前朝余孽。那段时间他老人家收到了武林中一位友人的书信，说他们药王谷那几个因为品行不端被逐出了谷的人，在京中帮着前朝的人炼制药人。本来都已经被逐出谷了的人，在外做什么都已经与药王谷无关了的，但师父与药王谷的诸多长老都容忍不了那几个人用他们在药王谷学到的本事去为前朝的人炼制药人。除去药王谷的人痛恨前朝皇室的人之外，也是因为炼制药人在药王谷的人看来是会遭天谴的恶事。据师父说，他为了赶在朝廷的人之前先到那个地堡里，差点累死了他的爱马。结果他根据那位江湖友人给他的地图进到那个地堡里时，朝廷的人已经先他一步进去了。整个地堡里混乱不堪，处处都是打杀声跟孩童的哭喊声。他害怕被朝廷的人错当成地堡里的人打杀了，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找人，然后就机缘巧合地撞见了他，以及一个扑在他身上死死地护住他，任由两个前朝疯子发了疯一般拿鞭子抽打的小男孩。他刚准备现身相救，就有人来救他们了。不过来的人显然是冲着救那护着他的小男孩来的，若非那小男孩死活抱着他不撒手，那些人都不会带他走。在那么危险混乱的情况下，他们肯定要首先确保他们小主子的安全。当时师父万万没有想到，他在那地堡里又绕了几圈之后，竟然又会见到了他。但他身边已经没有那个小男孩了，也没有别的人，正喃喃地念着什么，奋力地从一个满是孩童尸体的坑里往上爬。这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救了他。楚宁听完师父描述救下他的过程，还以为当时护着他的小男孩是苏应风，所以后来在催眠之前，他果断选择了只保留与苏应风有关的记忆。但若真的是苏应风，方才他问起自己昏迷过去之后的事情时，苏应风肯定会说出来的。毕竟他也跟他祖父一样，想把他拴在他们苏国公府里，而当时的经历就能当作是他改变主意用的筹码，他是不可能不用的。他不说，那就说明不是他，而不是他，也就只有太子了。想到这儿，楚宁心里突然狠狠拧了一下，又一次想到太子在发现自己把他给忘了，却记住了苏应风的时候该有多难过。因而此后到了东宫，他习惯性的给君莫把脉时，君莫开口留他一起用午膳，他很爽快的答应了。连君莫顺杆往上爬，让他顺便也把晚膳用了再走的时候，他也很好说话的点了头。没法烧呀。天下要是觉得我是生病了才这么好说话的，那我现在走。今天也不是要时针把脉的日子，你是不想待在苏国公府里才来的吧？是不是那楚莹刚进苏国公府就找你麻烦了？太子你都敢打，快给我吹几下，不然我就去跟父皇告你一状。我还挺想看看你告状是什么样子的，我跟你一起进宫。君莫又把手缩回去了，小气鬼，吹几下又费不了他多少力气。这时顾青匆匆而来，把一封信呈到了楚宁面前。李福秋太医让人送来的，信中内人是询问你需不需要在他去给楚莹把脉看诊的时候使点唤。对不楚，因为来送信的小乞丐支支吾吾的，怎么也说不清是谁让他来送信的，我才擅自看的信。没事儿，那送信的小乞丐还等在东宫外面吧，让他转告李太医说不用。帮李复修送信的小乞丐在把他的不用二字告诉李复秋之后，
对上李富秋满脸的遗憾失落，脱口丢给了李富秋一句：“我爹爹以前还活着的时候，总跟我们兄弟几个说，女人说不其实是要的意思，所以你可以无视那位小姐的话，按照你自己想做的去做，但会惹那位小姐生气的事情除外。”而此时苏国公府里，孙瑜已经领着楚立安夫妇还有楚贺兄弟3个进到了楚莹的房间里。父亲、母亲、大哥、二哥、这真是楚莹吗？我们家楚莹可是京城第一美人，怎么可能在离家才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变成了这副鬼样子啊？3哥连莹儿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声音而已，多的是人能模仿。每年我生辰前一天，3哥你都会偷偷摸摸带我去赌坊，这可是只有我跟3哥你才知道的事情。往后不许去赌坊了，传出去了，你可真就要娶不上媳妇儿了。哎，你才去思过安半个来月，怎么就成这样了？母亲病了这许久了，始终不见好，你别把病气过给母亲了。3哥，风哥哥嫌弃现在的我也就算了，怎么连3哥你都嫌弃我呀？苏应风嫌弃你了？他怎么嫌弃你了？是嫌你现在脸丑，还是嫌你心脏啊？灵儿，适可而止。父亲以前没少撞见我们阴阳怪气妹妹吧？怎么就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要适可而止啊？思过安里的事，想来好太妃都已经妥善处理了，我也就不多问了，免得让你又想起在那里的经历来。如今你既已住进了苏国公府，就在这儿好好将养身体。此后若是宁儿无论如何都不同意你进门，我们会再来的。母亲如今会站在姐姐那边了吧？自然，此前5年多里，我一直都是站在你这边的，不知伤了宁儿多少次。往后我绝对不会再伤她了。那母亲就忍心伤我吗？这事你咎由自取，不是吗？我已经知道错了，我愿意用余生去给姐姐当牛做马来赎罪，但是我是真的喜欢风哥哥，所以母亲能不能再帮我一次，让我风风光光的嫁进苏国公府？而楚莹看他不言语，表情还突然变得有些难过，忙又看向了孙瑜。祖母，眼下最要紧的是你的身子，你且安心把身子养好，其他的之后我们再来商量。毕竟你与应风那孩子的婚事儿，楚宁若是死活都不点头应允，还不知道皇上届时会不会插手来管，未必能很顺利的。焦文秀跟苏敬周一起来了，且他们身后还跟着一个提着药箱的男人。李富秋给他把脉的时候，说来惭愧，下官虽是太医院里最懂巫蛊之术的人，却只是略懂皮毛，故而下官只能断出楚二小姐中过尸残，且还不止一条，完全就不知道该如何彻底清除楚二小姐体内残留的尸残毒。李太医，你也太谦虚了。昨个我也让我们府里的府医来给莹儿把过脉，但他完全就诊不出来莹儿中过蛊毒，甚至还跟我们说莹儿脉象除去虚弱亏损的有些严重外，并无任何异样，所以还请李太医想想办法帮帮莹儿。我可以尽量一试，但有没有效果我不敢保证。谢谢李太医。李富秋已经给楚莹开好了2张药方，一张是煎服的，另一张是用来泡药浴的。等李富秋走后，萧文秀把府医找来，让府医按照那2张药方去配药。老夫人啊，这口服的药方还算是正常，就是会很苦，但这泡药浴的药方都是些奇臭无比的药材跟虫子呀，楚二小姐这能接受得了吗？李太医早时说了，那尸残是一种毒性十分烈的蛊毒，得用以毒攻毒的方法来解。这要以毒攻毒，药难喝点，药浴难以忍受点，都是正常的。你只管按方配药，再熬煮好送来就是。府医应罢，就匆匆退下去了。楚莹这才小小声的开口：“国公夫人有所不知，我非常非常怕虫子，所以呢，药浴我能不能……”怎么，你也怕虫子？
现在京城里头估计找不出几个医术比李太爷还好的了，他开的药方肯定没有问题。你应该也不想就以如今这般模样跟风儿成婚吧？楚莹才白着脸点了头。楚贺兄弟三个在楚离安的再三询问之下，楚林最终绷不住，对楚离安全盘托出了。楚离安听后，整个人震惊到久久都没有回过神来。父亲要是不相信，也请装作没有听到过。就算那神秘人不再送证据来了，我们也会找到证据的。这事儿啊，你们查不了，得我来。我们能想，父亲，你相信我。父亲可是觉得楚莹一人不可能做到那些事，他身后必有一个厉害角色，担心由我们来查会打草惊蛇。楚离安沉沉点头，杀人不难，但要杀得天衣无缝，不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那就很难了。那就有劳父亲了。在父亲查到线索之前，我们什么也不会做的。好吧，我什么都不做了。然后他们就看到了一同前来的孙瑜跟于静书，快步迎上去，从孙瑜的手里接过了于静书。宁儿去东宫了，我们今天先回去吧。于静书一脸失落地看了清风院门好一会儿，才点了点头。来日方长，宁儿总有原谅他们的一天。而这个时候，东宫里头，君莫的寝殿中，被一堆药材包围着的楚宁用力揉了揉发痒的鼻头，揉完之后皱着眉，十分不满地看了君莫一眼。殿下放着你面前那么多的奏折不看，一直盯着我看做甚？奏折我已经看腻了，看看你来吸眼。吸眼？哼！就我这副尊容，殿下你还真不怕把自个儿眼睛看瞎了呀？你别妄自菲薄，你五官生得很好，连那些疤都颇具美感，就是皮肤差了点，但那无伤大雅。我可不是那些只注重外表不重内在的肤浅之辈。楚宁都听愣了，他脸上的疤有美感，他自己可都觉得丑得辣眼睛。他怕是不光眼睛有问题，脑子也多多少少有点问题吧。你今天跟之前有些不一样。哪儿不一样了？说话的语气温柔的过分，对我也更有耐心了。你可是太子，我敢凶你，敢对你不耐心吗？敢不敢的，你自己最清楚了，不是？楚宁决定不搭理他了，毕竟他今天确实跟之前不一样了。现在他不仅仅想竭尽所能治好太子了，还想尽可能的对他好一点。至于要好到什么程度，就得等他也拿回那3年的记忆之后再来决定具体的了。是不是苏应峰那厮找回那3年的记忆后跟你说了些什么？他说不会让我如愿拿到和离书，还说会用余生来好好弥补我。他的话让你和离的决心动摇了，所以你才跑来我这儿躲着他？没有，我是来你这儿躲楚家人的。你在说谎。之前楚离安夫妇到你清风院外面烦你的时候，你都没有躲出来，现在更没有躲出来的必要了。他确实是在说谎，他是想见他才来的，但他不打算告诉君莫。苏应峰都能找回那3年里的记忆，你肯定也能，但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为什么？你会选择忘掉，就说明那3年里的记忆让你很痛苦。既然是痛苦的记忆，又何必再想起来？我需要想起那3年里的记忆来确认一些事。跟我有关的我记得呀，你直接问我不行？楚宁抿起嘴不说话了。问别人跟自己想起来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尽管直觉告诉他君莫是不会扯谎来欺骗忽悠他的。我知道你都还记得苏应峰，肯定就还记得那3年里的不少事，但是在那3年里，但凡苏应峰与你同时在场的，都只能算是小打小闹。你真的没有必要因为我去想起那3年里的所有事情来。不是为了你。那5个字楚宁说的太过坚定且大声了，君莫心里都不舒服了一瞬。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且此时在你面前的我经历过很多远超你想象的事情，所以我绝对能承受。你不用咸吃萝卜淡操心。我咸吃萝卜淡操心，也就你敢这么跟我说话了。既然你态度坚决，那我也不管了，我就等着你想起一切后来我面前痛哭流涕地说你有多后悔。殿下这是想看我哭，那估计得下辈子了，因为我这辈子的眼泪已经流干了。这辈子还长着呢，说什么下辈子？不过你这是在跟我约下辈子重逢？楚宁噎了噎，刚要呛他，就看见吴痕匆匆从外面进来，去到君莫床边，附到君莫耳边小声地说了几句什么，几乎是立刻君莫脸上的表情就变了。先看看那些人想耍什么花样。吴痕硬霸退出去之后，君莫终于如楚宁所想的认真看奏折去了。
当晚，楚宁在东宫跟君莫一起用完晚膳离开时，顾青反常的带了2队人去送他。看顾青这架势，难道是有人想杀他？会是谁呢？回苏国公府的路上，楚宁一路上都在漫不经心的琢磨，直到他乘坐的马车突然停下来。太子今天有背着我跟你们说过什么吗？没有，但叶总管提醒了我们，今天陪小姐回来的时候得加倍小心。叶思、叶晓，你们不要离开楚小姐身边半步。是。叶思、叶想齐声应罢之后，一声声烟花升空的声音很突然的响起，而与此同时，他眼角余光瞥见一群黑衣人从周遭的巷道里涌出。小姐，顾大人他们可能应付不了那么多人，我们得想办法离开马车。此时马车外面已经躺了不少的黑衣人了，当然顾青带来的人也有个把倒下了的，但与黑衣人交手的除去顾青他们外，还多了几个穿着奇装异服的人。他曾见过那种服饰，那是一个隐士大家族的族服。想到那个隐士大家族，他又隐隐猜到了设计今晚这一出的幕后之人是谁——二皇子。可好巧不巧的，二皇子未来皇后的人却横插一脚进来帮了他，而有了那群人的加入，局势很快就逆转了。最后那些黑衣人撤退了一小部分，余下无法撤退的则直接服毒自杀了。顾青挨个的去确认完周围的黑衣人都已经死了，才提剑来到了马车边。让楚小姐受惊了，楚小姐放心，逃掉的那些人跑不掉的，之后我们定能从他们口中审问出幕后主使来，以绝后患。楚宁点点头，整个把头探出去，看向那群已经退到了后方的奇装异服的人，就见他们后方也停着一辆马车，且还是一辆看起来风尘仆仆的马车。有劳顾大人去跟后面那位小姐说，我今日受到了惊吓，要先回府缓一缓，请她留个住址，改天我会登门向她道谢。今日多亏小姐的人出手相助，我们才能确保楚小姐的安全，还请小姐留下一个住址，改日我们主子会登门向小姐道谢的。举手之劳罢了，实在不必言谢。不过你们的主子是刚刚与我对视片刻的那位小姐吗？不，我们的主子是当今太子。你们是太子的人，那你们口中的楚小姐就是苏国公府里那位眼下在替太子治病的大少奶奶吧？是。那就更不必言谢了，因为我此番入京，除去要入宫赴宴，从一众皇子中挑选夫君外，还要去苏国公府向那位大少奶奶求医。回到苏国公府都已经时虚时末了，楚宁主仆3人一踏入府门，就迎面遇上了满身酒气的苏应风。都这个时辰了，你才从东宫回来，你真的是去给太子治病的吗？治病哪儿需要这么久了啊？你是不是之前就已经从他嘴里知道那3年里的所有事情了？你突然要跟我和离，是不是也是因为他呀？你想跟我和离之后去跟他好吗？他可是太子，他再怎么喜欢你，以后也会有3宫6院，而我除了你之外就只有莹儿一个了，你为什么就不能原谅我呢？但楚宁的手停在他的面前，将少许的粉末洒在了他的脸上。他愣了愣，就脱力重重地倒在了地上，而楚宁看都没有再看他一眼，径直绕过他走了。而他躺在地上，斜着眼睛看着楚宁快速远去的背影，突然就湿了双眼。楚宁不会原谅他了。然后他就被几个咋咋呼呼叫着大少爷的侍卫扶了起来，但他不能动弹。那几个侍卫吓坏了，手忙脚乱地把他送回了小凤院。苏敬周已经在他的院中等他整整1天了，看他被人抬回来还明显动弹不了，当场就急急让人传了府医。而清风院那边，楚宁在叶思帮他打开房门之后，一走进去就看见了坐在他窗前软榻上的君莫，以及支棱着小身板冲君莫吐蛇信子的小白。小姐，小白他不会伤着殿下吧？奴婢可听说他剧毒无比啊。你们家殿下有废柴的，连条蛇都对付不了了吗？那当然没有，殿下可厉害了。但小白是小姐您的蛇呀，殿下估摸着宁愿给他咬几口都不会对他动手的。还有，奴婢几人现在是小姐您的人了，不是殿下的人了。
小白是我的蛇，自然不会咬我的人，也就是吓唬吓唬殿下罢了。殿下没有被小白吓着吧？我是你的人，以前还没人敢对我说这话，怪新鲜的。我就勉为其难的做一做你的人了。别呀，殿下，我就是一石子。我都愿意屈尊降贵做你的人了，你还想赖账？那叶思叶想他们，可也都听见你那话了，你们都听见了，对吧？叶思叶想心下一颤，下意识的站笔直了，才双双点头。点完意识到楚宁在看他们，又连忙同时看向楚宁道：小姐，奴婢们只是实话实说。小姐，奴婢们只是实话实说。他是太子，你们不敢忤逆他很正常，我不会怪你们，你们先退下去吧。而房内，楚宁在叶思叶想退下之后，破罐子破摔的说道：殿下可是太子，既然殿下你不准我赖账，那我不赖账就是了。反正殿下你之前不是也说了我是你的人吗？我们正好扯平了。这还能扯平？说怎么就不能扯平了？凡事都讲一个礼尚往来，不是？君莫沉默了。过了15年，吵架这块自己还是吵不过他。罢了罢了，自己是男人，得让着他。方才你遇袭一事是我安排不周，日后我绝不会再让那样的事情发生了。你不用放在心上，我也没受到惊吓，不是？又是一番沉默过后，他看向那白玉捣药钵问：那条蛇是你从那地堡带出去的？我师父说他把我从死人堆救上去的时候，就在死人堆里看到过小白，也一眼就认出了它是世间最毒也最稀少的变种火灵蛇。世上会医术之人，不论善不善制毒，都会想拥有一条它，因为它的毒能伤人，也能救人。但我当时情况很不妙，师父也就没有顾得上抓它。谁想他后来竟然一路尾随师父进了药王谷，且还总是会在我房间周围出现。当时我还处在昏迷之中，师父他们兴师动众的抓捕了他好多次都没有成功，加之他们又发现他似乎不是冲着伤我去的，也就没有理会他了，只是加强了对我的保护。后来我苏醒之后，每体内的毒发作都会痛不欲生，但我当时太过虚弱了，体内的毒也太多了，师父他们都不敢贸贸然对我用药。就在他们以为终究还是救不了我的时候，小白在一次我毒发的时候忽然冒出来咬了我一口。据我师兄们说，当时师父以为我必死无疑了，红着眼睛追着小白绕着我住的那个院子跑了好几十个圈儿。还是师叔师伯发现我没有被小白毒死，反倒是减轻了毒发的症状，师父才停下来的。前来之后，他们确认了小白的毒能减缓我毒发的症状，都几乎要把小白当成祖宗给供起来了，对小白比对我师兄们还要好。为此，我师兄他们没少跟小白争风吃醋。殿下，您肯定没有见过一群人围着一条蛇争论不休的场景吧？可好玩了。他已经很久都没有这般笑过了，眼泪都笑出来了。等他用食指把眼角的泪水抹掉，看向君莫时，心脏突然就漏了一拍，因为君莫此时看着他笑得无比温柔，且他眼里还沁着浓到化不开的深情，自己突然就有些想从这儿逃离。他害怕会一不小心沉溺进去，但他很快就想到这是他的房间，他为什么要逃呢？明明可以下逐客令的。所以他移开目光，故作镇定地说道：天下还不知道我这几天又给你改了药方吧？那药方会给殿下的身体带去一定的负担，所以殿下最近得多多休息。而此时时间已经不早了，殿下该回去就寝了。好，你今日虽然没有受到惊吓，也还是早些睡下吧。楚宁点点头，起身把他送出了房门，然后看着他纵身消失在夜色当中。连太子都会轻功殿下轻功可好了，小姐要是想学的话，可以让殿下教您。楚宁转头没好气地看了叶想一眼，就转身回房了，惹得叶想满头都是雾水。我说错话了吗？错的这么明显，你都没有发现吗？以殿下如今的身体，哪里能教小姐轻功啊？对哦，估计小姐还没学会，殿下就累坏了。而此时萧峰院里头，服完药的苏应峰仍旧不能动弹，但已经能开口说话了。但他只喊出了“祖父”2字，就被苏敬周狠狠地扇了一巴掌。此前在国恩寺，
我念着你刚想起那3年里的事情，心里承受着极大的压力，便对你百般容忍。没成想你回府后不干正事也就罢了，还跑去喝酒买醉。你是真的以为那世子之位非你不可吗？祖父息怒，孙儿今日并非是去喝酒买醉了，而是去赴二皇子的宴了。只是不小心在宴会上喝多了一点，日后孙儿会时刻警醒，绝不会再喝醉了。二皇子今日设宴了，他怎么不知道？苏敬周心下纳闷，怒火却是稍稍熄灭了一些。明日孙儿会用半日去陪莹儿，再用半日去军中处理事务，绝不会再消极怠惰度日了。唉，我跟你祖母都已经老了，这偌大的苏国公府迟早要交到你手里，由你来当家做主。我对你这个苏国公府未来的主人寄予了厚望，盼着你能让我们苏国公府更加繁荣昌盛，才会时刻担心你会行差踏错。你可千万不要叫我们失望啊！祖父放心，孙儿绝不会让祖父失望的。听了他这话，苏敬周转身吩咐了人去取兵来给他敷脸，然后心满意足地走了。只不过回到宝墨堂之后，他回房点了萧文秀的昏睡穴，就去了书房，换了灵爵出来询问：二皇子今日是因何宴客？大少爷恢复后，属下才收到消息，二皇子今日是替六皇子设的宴，似乎是庆祝二皇子结束软禁，但对外用的理由是六皇子得了些上好的葡萄酒，想找爱酒的人共饮。软禁？此前对楚儿小姐不利的那些事情，在京中传开后，六皇子在寻仙楼殴打了几个当众议论楚儿小姐的学士，因为那几位学士伤得很重，皇上把六皇子叫进宫，狠狠训了一顿，还勒令六皇子去那几位学士府上赔了不是。后来六皇子就被他母妃贤妃娘娘传进宫，软禁在了宫中，今日才被贤妃娘娘放出宫来。苏敬周摆摆手，屏退了灵爵，然后开始处理白日里落下的公务。此时东宫里头，顾青已经跟君莫禀完，今晚袭击楚宁的那些人就是二皇子的人了。虽说他们没有拿到任何证据，就连那个受不住刑招了的人最后也都死了。然后无痕在顾青之后去到君莫跟前禀道：今夜大张旗鼓放烟花的是上月刚举家搬来京城的江南首富江家。江家老太爷今日满90，半个月前江家人就递交了燃放烟花的申请，10天前批下去的。不过属下查到，从今天起此后6天，每晚都有富商申请了燃放烟花，用的由头还都是为家中老寿星办大寿。查查是谁批的，再查查其与老二有无牵扯。是。若有牵扯，就让御史台里我们的人天天上折子弹劾旗，到被罢免为止。那等为了替自家主子办好差事，置京中百姓的安危于不顾的人，不配为官。是。另外，让老二府里的人自明日开始，每日在老二府中埋下100、10个活雷，然后等本宫命令。是。还有，盯紧那个钟离一族的圣女。今日京中半数人都在说到楚莹是太和国摄政王之女这件事儿。才半数？哼，帮他一把，让全京城的人都来一起说道说道，人多才热闹。等无痕走后，冲叶静道：去把叶焕叫来，本宫想跟他谈谈心。之后，叶焕也是带着一脑门子的问号踏进君莫的寝殿的。这些日子，每每小师妹来东宫，殿下都会给她安排一堆的差事，让她没有机会去跟小师妹说话。明明他对小师妹就没有半点的非分之想，且他也只是想跟小师妹讨论一下殿下眼下的情况，以及跟小师妹取经，也不知道殿下是因为什么原因，死活不让自己见小师妹。他可都已经憋了满肚子的怨言了，殿下却突然找他谈心。你似乎很不赞成我娶你们小师妹。叶焕心里一咯噔，偌大的东宫，也就你不赞成了。我这心情好，想听你说说理由。既然殿下心情很好，那小的要是说错了什么话，殿下应该不会怪罪小的吧？就算我心情不好，看在你们小师妹的份上，也是不会怪罪你的。皇室本就不如寻常人家安稳，后宫更是纷乱如麻，而小师妹现下准备结束的这段姻缘，本身就已经伤得她千疮百孔了。小的作为她师兄之一，自然希望她的第2阶段婚姻能够平安顺遂且幸福安稳。你是说我 hold 不住她，给不了她安稳的日子？殿下觉得您能吗？
殿下如今能够这么清闲，乃是因为身体不好的缘故，加之还有皇上替您挡着。说句大逆不道的话，殿下迟早要坐上那龙椅独当一面的。届时殿下顾虑着朝局安稳，顾虑着天下苍生。他招这储君之位，不是非我不可后。我可以为他不做太子，但你小看宁宁姐了，她可不是需要依附谁的时刻保护才能生存下去的菟丝花。不过，纵然她有足够的能力自保，我的态度也不会变。她若不想入皇室，不喜欢宫墙内的生活，我可以为她放弃一切。若小师妹始终都不喜欢殿下呢？她不喜欢我，我余生也是会跟着她的。不过，今夜我去见她时，她对我的态度又变了许多，还对着我露出了一瞬小女儿情窦初开时的慌乱。说到这儿，君莫唇角没忍住上扬了许多。她肯定会喜欢上我的，且还不会太久。偏偏他这边无语至极，君莫却又转头去吩咐叶静道：抓紧列个聘礼清单出来。都要开始准备聘礼了吗？叶焕满脸的不可置信。我也得抽空想一想孩子的名字了。这一下叶焕是彻底无语住了。过些日子宁宁姐的师父师兄们要入京，届时你代表我去陪陪他们，好好的跟他们说说话。届时你最好别乱说话，否则本宫也就只剩下不做太子，跟随宁宁姐去药王谷那一条路可以走了。到时候父皇那边若是还没有培养出适合的皇储人选来，你可就有可能变成祸害我们东陈国的千古大罪人了。叶焕额上的青筋狠狠一跳，殿下是真的给他扣了好大一顶帽子，偏偏他敢怒不敢言。而此时南城驿馆里，奔波了数月的钟离好好的沐浴了一番。殿下，我前面见着那楚宁了，虽说我并没有将他看得太真切，但我与他四目相对的那一瞬，没有从他眼中瞧见半分惊慌，且他的眼神平静的就好似他完全就没有把那场袭击放在眼里一般。可他却没有下马车与我这个帮了他们的人相见，而是让人跟我说他受了惊吓，要回府缓一缓，改日再登门向我致谢。殿下，您说他有没有可能认识我？他不可能认识你的，你别胡思乱想了。那殿下觉得他为何那般冷静啊？不会是他事先就已经知道会有那场袭击了吧？太子今日倒是反常的派了2队人送他，但太子现如今那般怕死，若真的事先知道了会有那场袭击，绝不可能只派了2队人送他，可能只是听到了有人想害楚宁的风声吧。殿下言之有理，但我此番入京的路上听闻了一些有关太子有多看重楚宁的传闻，我觉得太子不单单是因为楚宁的医术才格外看重他的，但他名声那么差，长得又丑，太子又不可能对他有别的心思。许是想纳他入东宫，让他的医术终身为他所用吧。少女有何吩咐？传信给令妈妈，让楚莹那个废物点心悠着点对付楚宁，楚宁对我还有用。另一边，走暗道出了驿馆的军警，加强府中守卫，任何地方都不能有遗漏，让人盯紧了楚宁。我需要一个与他接触的机会。这个时候，苏国公府里，你们放开我，不许推我！我又没说不怕，我只是想让你们先把那鱼汤里面的死虫子捞一捞罢了，因为我怕虫子。我都说我怕虫子了，你们竟然敢这么对我！我要见风哥哥，我要让风哥哥杀了你们！哎呦，老奴们也是为了楚二小姐您好啊，大少爷肯定也希望楚二小姐您能早日恢复健康跟美貌，所以大少爷定然是不会怪罪老奴们的。你放屁！你们哪里是为了我好？我都说我怕虫子了，你们却还直接把我安进鱼汤里面来，你们就是在故意整我！哎呦，楚二小姐，您可冤枉死老奴们了！老奴们就是因为楚二小姐您说害怕虫子，才斗胆直接将您按进浴桶里面的呀。因为府医说了，这些虫子不能立刻捞出来，得让它们一直泡在浴汤里面，才能发挥最佳的效果。而楚二小姐，您只有每日好好泡了药浴，才能好起来，才能尽快嫁给我们大少爷。那我要泡多久？哎呀，半个时辰即可。半个时辰？楚莹小脸唰的一下全白了，整个人也抖得更厉害了。然后他才发现，浴汤渐渐平息下来了之后，有不少死虫子都粘在了他身上。他立马用双手不断地把它们拂开，
但死虫子的数量太多了，无论他扶多少次，都不断的有死虫子飘荡过来，贴在他身上。最后楚莹累到扶不动了。不要！我现在就要见风哥哥，我都因为他落到如今这步田地了，他不来陪着我也就罢了，竟然还撇下我跑去赴宴。你们现在就去把他给我叫来，不然我就闹到你们全府上下，今夜都不得安睡。那两个老妈子对视了一眼，其中一人到底是退出去往笑风院去了。之后笑风院里刚恢复到能够缓慢行走的苏应风，从那老妈子的口中听说了楚莹哭着闹着不愿意泡药浴之后，直接冷着脸丢出一句：你回去告诉他，他若是不愿意泡，我就派人送他回辅国大将军府。那老妈子心下一喜，面上倒是不显，恭恭敬敬地告退离开了。而楚莹听罢那老妈子的转述之后，小脸瞬间更白了几分。约莫半个时辰之后，她小脸煞白，全身冰凉的从浴桶里面出来，由那两个老妈子用清水帮她冲洗完身体，都顾不得穿寝衣，直接风一般的冲上床，钻进了被褥中。翌日早上，楚莹一睁眼就眼巴巴的看着门口，等着苏应风来见她。连那两个老妈子端来臭气熏天还苦到了极致的药，她都面不改色的咬牙一口闷了。但一直到了临近4时，她都没有等来苏应风，使唤了民心去打听。苏大少爷一早就带着早膳去了清风院，这会儿也还等在清风院外面。苏大少爷去清风院那边的早膳，还是他亲自去厨房里面盯着厨子厨娘们做出来的，且在清风院里的人告诉他楚宁已经用过早膳了后，他又立刻去厨房盯着人做了一些点心出来送去清风院。他还跟厨房里面的人说，那些都是楚宁最爱吃的。结果楚莹听了他的话之后，仿若未闻般继续直愣愣地看着房门外。等苏应风终于姗姗而来的时候，楚莹还直接冲上去抱住苏应风问：风哥哥是不是不喜欢莹儿了？莹儿现在虽然很丑，但莹儿很快就会好起来的。风哥哥，你别不要莹儿好不好？我没有不要你，我只是因为辜负了楚宁很多，必须得求他的原谅，暂时顾不上来陪你爸。你先乖乖的养身子，给我点时间，好吗？不好，风哥哥，你什么时候辜负过楚宁那个丑八怪了？虽然你们之间是有皇上的赐婚，可他失踪了整整10年。风哥哥，你都已经在那10年前喜欢上我了，他还死活都要嫁给你，完事他还死活都不同意风哥哥你娶我，他活该被风哥哥你冷落嫌弃。要不是因为他介入了我们之间，我们哪里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啊？我们肯定早就已经成婚，早就已经有孩子了，所以我不允许风哥哥你去对他示好，他根本就不配。风哥哥，你也根本就不需要去求。余下的他的原谅4个字，楚莹都还没有说出口，就突然被苏应风很大力的从怀里推开了，且苏应风还立刻就退后了2步，与他拉开了距离。你都去死谷庵里走了一遭了，却还是半点都没有反省过你自己做的那些错事吗？你为了让楚宁跟他的家人离心做过的那些事儿，若是全都宣扬出去，是要下狱吃牢饭的。虽然不论是我还是楚家人，都不至于会送你去坐牢，但你至少得意识到自己做错了呀，且也必须要好好反省啊，然后与我一起去求他的原谅。清风院，楚宁听叶思说完，苏应风终于走了之后，刚准备吃几块点心，再喝杯花茶休息片刻，就听叶响禀：小姐，管家来说钟离一族的圣女求见。小姐要是不想见她，让管家把她打发走就是了。见还是得见的，让管家把她领进来吧。随后厅里，楚宁端着一盏花茶，端坐在主位。昨晚我已经跟你的随从说过了，我是钟离一族的圣女，此番入京，除去来挑选夫君外，还有一件最为要紧的事情，那便是向你求医。谁想我竟刚一入京，就遇上了你遭人袭击，还机缘巧合地帮了你一把。实不相瞒，在我应承下替太子治病的时候，许诺了在医治太子期间不会再接受别的病人。虽然我已经因为旁人给的太多，违背了好几回那个诺言了，但我实在是不能再得寸进尺了。我们钟离一族虽然已经避世隐居了几百年，却也不穷。你若愿意为我医治，可以尽管开价。近来京中关于我能治好太子的各种说辞传的是沸沸扬扬的。钟小姐，你会一入京就立刻来找我求医，想来是你们钟离一族中有人听闻了那些说辞吧？可是事实上，我的医术呢，并没有好到能治世间所有病症的地步。
所以钟小姐，你还是另外去寻觅一位时间充沛，能够全身心投入进去为你一人医治的大夫为好。你是我最后的希望了。容我问问太子，再给你答复吧。那我就不多叨扰你，回去等消息了。等钟离主仆走远之后，小姐要去东宫吗？然后他无视了叶思的话，转身去了药房中。但他没在药房里头鼓捣上一会儿，苏应河就来了。唉，楚莹怎么就是太和国摄政王的女儿呢？且那位摄政王都已经快到我们京城了，到时候楚莹肯定会唆使其来为难宁儿姐姐你的。不过太子跟皇上肯定会护着宁儿姐姐你的吧？楚宁笑着点了点头。小姐，袁公公来了，温大小姐也来了。楚小姐，太子殿下近日进宫给皇后娘娘请安，突然在皇后娘娘宫里晕倒了，您快随老奴进宫一趟吧。这么大的事，我刚刚问袁公公你为何那般着急的时候，你为何不说啊？事关重大，而苏国公府里人多眼杂，还望温大小姐见谅。楚姐姐，你别太过着急了。早些年太子表哥可是隔3差5的就要被太医院的人下一次病危通知的，但他都挺过来了，他不会有事的。而他因为着急跟心里乱得很，都没有跟温雨说上一句话，就那么径直的进了凤仪宫，惹得温雨站在凤仪宫外面是反复的皱眉。哎呀，完了完了，楚姐姐她是喜欢上太子表哥了。而此时凤仪宫里面，楚宁在袁公公把他领到一处殿外时，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冷静了下来，才抬脚跨进去。结果进去之后，他没走上几步，人就整个愣住了，因为他看见君莫好端端地坐在那榻上，径直走到了君莫身边去蹲下，探上了君莫的脉门。只不过他下一瞬就被君莫拉了起来。我没事，有事的是母后，是父皇让袁公公用我晕倒了做理由传你进宫的，不是我。你呀，皇上听得一阵手痒，这逆子就这么把他给卖了，真是欠收拾。请皇后娘娘容臣妇把个脉。如何啊？恭喜皇上，恭喜皇后娘娘，皇后娘娘有喜了，是2个小公主。公主还是2个？恭喜母后。皇上，臣妾要保住我们的女儿。皇上没有接话，脸上的凝重也瞬间变浓了几分。你给本宫开一些安胎药。皇后娘娘宫中的医女能借几个信得过的给臣妇吗？你要几个？本宫这里的医女都是皇上精挑细选出来的，都信得过。娘娘有孕一事传开之后，身边需要几个医女跟着，就给臣妇几个。把我们凤仪宫的医女全部都叫来，让楚宁挑选5、6个带回去。然后他让素问给了他纸笔，出了几道题给那些医女做，其中只有10个人全部都做对了。他又仔细地观察了那10个人，凭着前世看人脸色度日那段时间积攒下来的经验，他从中挑选了8人，还在皇后把没有选中的医女全部都打发下去之后，为了稳妥，臣妇本来该把他们10人都带出去的，但那2人对上臣妇的双眼，眼神一直忽闪不定的，让臣妇有些不喜欢。查查楚宁没有要那2个人，别打草惊蛇了。然后出宫的马车上，君莫一连问了楚宁10来次是不是生气了，也顺便向楚宁再解释了10来次那是他父皇的主意。天下不用如此，臣妇没有生气，臣妇只是在反省，以便日后再遇上这样的情况，能够更冷静地对待。宁宁姐，别气了，我保证这样的事没有下次了。天下真的不用如此，我真的没有生气，只是有些事情脱离了我的掌控，我需要时间来消化。余生还长，宁宁姐可以慢慢消化，别逼自己。楚宁微微拧起眉，飞快地斜了他一眼，就听得君莫如他腹中的蛔虫一般说道：我小时候就是这么叫你的，你要是不喜欢，那我改成宁宁妹妹，然后换你喊我哥哥。不可能，我明明比你大。你把这一点也忘了，该多好呀。君莫故意磨着牙，说得凶巴巴的。此后一路上他们都没有再说话，等他们乘坐的马车驶入了东宫。2日后，宫中会举办一场宴会，届时皇室子孙都会前去赴宴，让那钟离一族的圣女挑选。苏应风可能会带你去。宫中宴会素来都无趣的紧，你若不想去就不用去。殿下会去吗？会，我就是去露个脸，刺激刺激老二。那殿下都去了，我这个专属大夫
肯定也得去。随后，他跟在搀扶着君莫的顾青身后，去了君莫的寝殿。师兄，好久不见了。啊，我最近有些忙。忙什么呀？需要我帮忙吗？我忙着照顾那吴家少爷，还有替殿下医治从水牢里出来的人，但今天无事可做。此时皇宫里头，皇上在速问把安胎药送入皇后的寝殿时，接过去亲自一勺勺喂给皇后喝了。君冉在边上看着他喂完了安胎药，还想等他走之后跟皇后说说提起话的。结果皇上还没有走，寿安宫就来人了，说太后唤他去问话。等他走后，皇上立刻放下手中的空药碗。兰儿，你当真想好了要保这俩孩子？皇上不想要我们的孩子。想？怎么可能不想？你知道的，这偌大的后宫里后妃无数，但走进过我心里的唯有你跟你姐姐，旁人不过是用来牵制他们父亲的工具罢了。可这次的情况不同寻常啊，我们的人暗中查了许久，也还没有查到任何眉目，我不敢冒险。皇上这样说，不知会伤了多少妹妹的心啊。他们有没有心，你还不知道。姐夫，你若阻拦我，不让我如愿拥有我们的孩子，我就天天抱着姐姐的牌位跟他告状。那你安心养胎，别的交给我。皇祖母，安生妹妹来陪你了，我就先走了。你别拿安生做借口，你是急着出宫去做什么吧？还是皇祖母懂我，近来驸马粘我的紧，一刻都离不开我，我得回去陪着他。你也别拿曹驸马做借口，你跟曹驸马要是真那么好了，你怎么至今都还没有为他生个一儿半女的啊？皇祖母也知道，我公主府里美男子实在太多了，我要是因为怀孕养孩子冷落了他们被人勾跑了怎么办？所以我早就决定不生孩子了。胡闹，女人家哪有不生孩子的？父皇后宫里头没有孩子的女人不是多的是吗？萧琼芳噎了噎，又听得君雪蕊道，更何况我又不是寻常女人，我可是公主，是拥有无数美男子的女人。哎，行了，你赶紧走吧，不然哀家都要给你气得断手好多年。那不能够，皇祖母，你肯定会长命百岁，长命千岁的。去，哀家还不想做老妖怪。随女儿告退。君雪蕊冲太后盈盈一拜之后，转身就往外走，看都没有看君冉一眼。君冉咬了咬唇，在君雪蕊跟他擦身而过的一瞬间，拉住了他的衣摆。我想问大黄姐一件事，大黄姐能在外面等等我吗？但君雪蕊只斜眼看了看他，就甩开了他的手走了。见过皇祖母。过来。你刚刚跟永华说什么悄悄话了？孙女有点事想请教大黄姐，请她在外面等等孙女儿，但大黄姐没有答应。你跟皇祖母说说，你想问她什么？若是大事，皇祖母这就让人把她叫回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前些天母后提及孙女儿马上就要及笄了，快能招驸马了。孙女儿就是想问问大黄姐，是招驸马好，还是嫁出去好？这还用去问她？你问她，她肯定会告诉你招驸马好。毕竟她要是嫁出去了，谁能容忍她养那么多男宠啊？不过皇祖母也觉得招驸马更好，那样驸马一家才不敢欺负你。但具体要如何，还是得你自己来决定。皇祖母跟你母后呀，都不会插手管你的婚姻大事的。谢谢皇祖母，皇祖母对我真好。而这个时候，寿安宫通往凤仪宫的路上，君雪蕊突然从一处假山后面冒出来，拦下了君冉。你要问我什么？我还赶着回去好好疼爱我最近新收的小少爷呢。你要问就赶紧的。大黄姐可还记得你以前曾跟我说过，我不是母后所生？君雪蕊脸色猛地一变，还条件反射的远离了他好几步，惹得君冉都愣了愣。那是真的？假的？既是假的，大黄姐你怎么不敢看我的眼睛说？假的。
熏染心乱如麻，脑子里也嗡嗡作响。等他稍稍镇定下来，他面前哪里还有君雪蕊的身影？然后他匆匆领着望月等人回凤仪宫，简单收拾了一点衣物，又去温岚寝殿跟温岚说了说情况，就去了寿安宫。安生有些不对劲儿，奴婢也瞧出来了，公主刚刚虽然在笑，眼底却盛满了难过，仿佛随时都要哭出来了似的。她前面去寿安宫见了谁？公主从寿安宫出来后，半道遇上了永华公主，还屏退身边的人与永华公主单独说了几句话。永华，去告诉皇上，安生的身世怕是瞒不住了。约莫半个时辰，才折返回他的身边说：皇上让奴婢转告娘娘，公主的事全交由她来处理，您千万别费神，安心养胎。你是不是已经想起来一些跟太子有关的事儿了？没有。没有？那你还因为太子要去赴宴，才答应了随我进宫赴宴？你是不是忘了，你现在是我的夫人？是你忘了，我现在是太子的专属大夫。你真的有好好把自己放在他大夫的位置上吗？与你有关吗？我们早迟都是会和离的。我不会同意的。楚宁懒得再与他多说。我会在2日后的宫宴上舞剑助兴，到时候你可以好好看着我吗？你小时候说过你喜欢看你父亲舞剑，我是为了你才苦练的武功。而此时清风院内的药房中，楚宁正在摆弄苏温等人送来的那些补药。我之前让你们深入去调查永华公主的心上人曹金放，你们可有查到她除去常见的黑色暗卫服之外，穿没穿过别的衣服？奴婢这就让叶念去东宫问一问。1个时辰之后，叶念从东宫回来，把一堆画像递给了楚宁。这些是通过认识曹金放的人的描述画出来的。楚宁接过来，一张张的翻看下去。曹金放的着装如他所料，大多都是常见的那种纯黑色暗卫服，但其中一张曹金放跟永华公主并肩而立的画像中，他穿的却是一袭黑金相间的劲装。送去霓裳楼，让他们用最快的速度赶制一套一模一样的出来。叶念应声而去之后，叶思揣测着问道：小姐，这是要把那套衣服送到永华公主面前，让永华公主睹物思人，从而跟曹驸马关系破裂吗？他与曹驸马关系破裂，对我又没有任何好处，我是要送他一个比曹驸马更好的替身。苏应风等到苏敬周处理完面前的最后一份公文之后，祖父，此前我们在国恩寺后山说的事儿，您今天可以与我说了。苏敬周便拉开手边的抽屉，从中拿出了一封已经十分陈旧了的书信出来，取出信纸递给了苏应风。苏应风接过一看，一眼就认出了那是了元方丈的四喜，而其上只有简短的一句：京城首富兰家的小姐，能助你们苏家度过此劫。兰家的小姐，他二婶儿。苏应风寻思着，询问地看向苏敬周：你二婶进门前几个月，我无意中得知了一件天大的事情。我宠了10几年的崔姨娘是前朝皇室的人。前朝皇室？苏应风眼睛都微微睁大了。崔姨娘15岁就跟了我，为我生了3个孩子，虽都是女儿，但个个都是聪慧过人，也漂亮端庄。她们母女4个都是我的心头肉，我当然不可能因为她们身上流着前朝皇室的血，以及我自己心里那份道听途说、随波逐流而来的对前朝皇室忠人的憎恨，就大义灭亲，不要他们。可天不可随人愿，那段时间恰好有前朝余孽跳出来兴风作浪，以防万一，我让他们母女4人服药装病，名正言顺地把他们送到了京城外一处偏僻的庄子里去避祸。谁想他们去的当天晚上，就有一伙流寇闯入了那个庄子，他们母女都死了，尸骨无存。我自然没有放过那伙流寇，但我只对外声称他们母女是病逝。但那之后没几天，御史台就有人弹劾我与前朝余孽有牵扯。当时皇上根基远不如现在稳固，他还需要我来压制朝中很多人，就把那个奏折压下了，并私下里找我去问了话。我当时的回答让皇上完全放下了戒心，因为众所周知，我痛恨前朝的人。那之后我心里时常不踏实，就让你祖母陪我去国恩寺上香求个心安，却在那里遇到了刚升任国恩寺方丈的了元。
他暗示我们苏国公府运势遭人破坏，即将接连遭遇血光之灾。我自是不信的。可那之后，我们府内当真不断在死人，从刚出生时明明很健康的婴孩突然暴毙，到文武双全的庶子突然发烧变成痴傻儿，然后落水溺毙。总之全是些让人超乎预料的死法，且防不胜防。但我火急火燎地赶去国恩寺，却没有见到了元方丈，只在数日后收到了了元方丈的信，就是你此时手里那封。而我做主替你二叔把首富兰家之女娶进门后，那些祸事就完全消停了。但是只消停了几年，后面你父母还有你二叔就相继出了事儿。而我在他们出事后，竟然见到了死去多年的崔姨娘，从她口中知道了前朝皇室在各地的起义军相继揭竿而起后，预料到他们会覆灭，为了日后复国而做的一个安排。他们事先搬空了大半国库，藏匿在外，又接连将宫中刚出生的小公主送出宫，对外则声称那些小公主一出生就暴毙了。当时那些恨极了皇室的人还以为那是他们皇室终于遭天谴了，可事实上他们把那些小公主送到了各大影响力十足的家族中去，安排了专门的人扮作乳娘嬷嬷去照顾洗脑，目的是让他们皇室的血脉悄无声息地扩散开来，以便日后带有他们血脉的人能够再一次坐上龙椅。距今为止，他们都还没有暴露过，可以想见他们的人已经渗透到了什么程度。而我当初若是在知晓崔姨娘出身的时候选择了大义灭亲，就还有全身而退的可能，但我因为不忍心选择了护着他们，且他们在借着那伙流寇的闯入死遁后的那些年里，做下了许多不可饶恕的事情。若传扬了出去，等着我们苏国公府的只有死路一条啊！崔姨娘母女四人如今何在？我把他们杀了。他们以为我已经看中他们到了会为他们不顾一切的程度，企图拉我入伙，帮他们前朝余孽效力。可我看中他们是一回事，憎恨前朝余孽又是另外一回事。我是绝对不可能成为前朝余孽手里的刀，为他们做事的。但他们最后竟然想用我没有对他们大义灭亲这一点来威胁我。我变成跟祖父一样的人之后，能把前朝的人全部找出来杀干净吗？当然能。那我就如祖父所愿。说罢这话之后，苏应风也没跟苏敬周打招呼，转身便出了书房。但他没有直接回孝丰院，而是去了清风院。在清风院外站了许久，脑子里充斥着那3年里的血腥画面，耳边则满是哭喊声。楚宁他不会放手，前朝的人他也都要全部杀光。天色将明时，苏应风才从清风院外离开。而清风院内，楚宁又一次不顾夜思几人的阻拦，在药房里头奋战了一宿。皇后迄今意外落胎没有20回，也有10回了。虽说我此前已经给了皇后一些调养身体的药，但也还远远没有把她的身体养好。所以她这次怀上双生女，想要母女平安是很难的。这药得立刻送到皇后手里去，每日一粒，不能间断。而当天傍晚，倪寒就亲自把楚宁要的衣裳送入了苏国公府。楚宁今天一觉直接睡到了傍晚，刚吃完东西没一会儿，人还有些晕乎，都没心思看上一眼，直接就让叶想给苏应风送过去了。而后叶想回来告诉他，苏应风一脸激动地说后天一定会穿那身衣裳。而这2天，苏应风除了去军中处理事务之外，就一直在楚营那里陪着。但楚营从下人口中听说了他要带楚宁进宫赴宴后，小心翼翼地问他能不能把自己也带上时，你现在都丑成这样了，还想进宫赴宴啊？我现在是丑，他楚宁不丑吗？这2天我为了练好要在宴会上舞的那套剑法，累得有些口无遮拦了。莹儿，你别往心里放。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跟我赔不是的，你都是抱着我哄的。楚姐姐，你今天上妆了哎，真好看。可有道是女为悦己者容。哎，楚姐姐，你不会是
为了我那太子表哥才……这人都嘴杂，别瞎说。我今天是为了刺激楚莹才上妆的。数月前，大家提到楚宁，都是一脸的嫌弃不屑，甚至还要编排诋毁一通。没想到数月之后的如今，就已经完全变了样啊！楚宁他们一行人已经去到了今日举办宴会的庆和殿。方才袁公公与我说，皇上让我宴会开头就上场舞剑助兴。新兰有拿周慧慧的消息吗？我听说了一些风声，据说那晚周慧慧被带回去之后，立刻就被户部尚书用了家法，完事半死不活的状态下被灌了避子汤后给关进了柴房。众小姐们的脸色都变得有些复杂，这就是肖想自己不该肖想的人的下场吗？这时一声尖细绵长的声音响起：太子殿下驾到！参见太子殿下！参见太子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千岁！君莫懒懒地摆了一下手，示意他们落座。完事儿，他扫了一圈殿内，最后目光在楚宁身上停留了几瞬。楚宁一察觉到他的目光落在了自己身上，就下意识地正身坐好了，同时还挪了挪屁股，离苏应风远了几分，惹得君莫都勾了勾嘴角。而苏应风注意到君莫频频看向楚宁之后，愈发殷勤地为他介绍起了相继到场的人。楚宁没有理他，但都看了看他介绍过的那些人。殿下这茶闻着比我们桌上的茶香许多，能否赏我一杯？不能，这壶茶可谓是泡在了本宫心坎上，太对本宫的胃口了。本宫面前这壶茶是谁人所泡呀？是奴才泡的。那你去把茶叶拿来，当本宫的面给他泡一壶。有人在太子的茶里做了手脚，一瞬间殿内就分出了两批人，一批忠于皇上忠于太子的，想护牢楚宁，以确保他能平平安安治好太子；而更大的那一批忠于他们各自主子的，则已经在暗暗寻思要不要除掉楚宁了。在他们各怀鬼胎的期间，那大太监已经在君莫面前又泡好了一壶茶。你去他边上站着，专门负责给他倒茶。而此时皇上与太后皇后都已经相继落座。众爱卿都平身吧，今日的宴会乃是为钟离一族的圣女选夫而设，不用太过拘谨。永华公主驾到！楚宁心下一喜，转头看去，发现钟离竟是跟永华公主一起来的。你还是如此讨厌我吗？我以为你都愿意为我梳妆了，应该……我不是为你梳妆的。难道你今日是为了太子梳妆打扮的？你可是我的夫人。楚宁没有解释，他也不是为了太子梳妆打扮的。就算你已经喜欢上太子了，我也不会放手的。你这辈子只能是我的人，死都必须得惯着我的姓。话落，苏应风撩袍起身，随一个候在边上的小太监走了。君雪蕊的位置在一众公主的首排，当然君冉不在那一众公主之列，君冉的位置在上首，紧挨着皇后，而钟离是挨着君雪蕊坐的。在他们对面坐的是一众皇子。就在这时，鼓声响起，随之是气势磅礴的音乐以及几道喝彩声。楚宁知道这是苏应风上场舞剑了，但他没有去看，仍旧一瞬不瞬地盯着君雪蕊那边。一只茶杯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视线范围内，还是径直朝君雪蕊去的，而他一眼就认出了那是君莫的茶杯。他正暗自心惊，君莫之又是在作什么妖，就看见一把银剑带着破空声呼啸而来，击飞了那只眼看就要砸到君雪蕊身上的茶杯。完事儿，没等那把银剑落地，苏应风就急掠而来，接住了他。这一瞬，君雪蕊终于看向了苏应风。隔着老远的距离，楚宁都看清了君雪蕊的目光落到苏应风身上的那一瞬，眼里迅速升起了不可置信、错愕、欣喜若狂等多种情绪。即便苏应风并没有在他面前多做停留，立刻就又回去舞剑了，君雪蕊的目光却再也没有从苏应风的身上移开过。楚宁知道事情成了，勾唇笑了笑，便没再去看君雪蕊了。而等苏应风舞剑结束，热烈的掌声跟喝彩声都相继停了。太子，你刚刚是在做什么？阿琛有些不舒服，手滑了一下。楚宁，你去确认一下太子的情况，若他没有不舒服，朕今天定要好好的罚一罚他，免得他仗着身子不好，越发的无法无天。而他领着叶思叶想去后殿的时候，正好撞上了换了一身装束出来的苏应风。你觉得我剑舞的如何？比楚离安舞的好，但比起我师兄的差得还远。
你师兄们，你不是师从走南闯北的赤脚大夫吗？赤脚大夫就不能有很多徒弟了吗？这般反问完，楚宁做事就要绕过苏应风去后殿，但苏应风故意挡住了他的去路。你是要去给太子把脉？这会儿后殿里就太子一个人，你一个有夫之妇，单独跟他待在后殿里，像话吗？那不然你去给太子把脉？我们一起去。我不想跟你一起去，你若是没有替太子把脉的能耐，就赶紧让开，不然耽误了时间，你担不起责任。所以不论他多不想让楚宁跟君莫去单独相处，也只能让开。但他等在了原地，没有返回寝殿。反正今日的主角是钟离一族的圣女跟皇室的那些皇子，与他无关。但他没想到的是，他刚握紧拳头，目送楚宁进了后殿，就看见永华公主朝他走了过来。见过公主。本宫有些不舒服，苏大少爷能否陪本宫去宫外随便走走？这……苏应风有些犹豫，一来他的身份陪永华公主在宫中走动是不合规矩的，二来他也不喜欢不守妇道、男宠面首数之不尽的永华公主，三来这会儿他自己的心思都在后殿里，但他支支吾吾的，君雪蕊却一顺不顺的始终这样盯着他看，他实在是不好推拒。加之他祖父此前与他提及二皇子时，说了永华公主表面上对太子礼貌周到，实际上却是站在二皇子那边的，所以他觉得以往几乎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话的永华公主突然找他，很有可能是二皇子授意的，便点头应下了。而他们一前一后走出庆和殿时，苏大少爷可认识曹金凤？那是曹驸马的兄弟。是。君雪蕊答话间步入凉亭中，拨开摆放在石桌正中间那个香炉的盖子，盯着从那香炉中升起的白烟，继续道：他是我唯一放进了心里的人，但他死了。但他一进入凉亭中，就感觉到了有些不对劲，凉亭里萦绕着一股让他觉得很不妙的香味，可他还没来得及退出凉亭，就脱力重重地跪在了地上。在他撑起石凳想要努力地站起身时，君雪蕊扶身用2根手指挑起了他的下巴。他是在我面前被人砍掉手脚，剥去脸皮，戳瞎双目，流干了血死的。我为了记住他，把我见过的那些与他有几分相像的男人全部都收进了府中，但以往我半分也没觉得你像他，今儿你舞剑的样子却与他如出一辙。公主，我是苏国公府的人，虽然眼下还未得封世子，但那是早迟的事儿。我与你府中那些轻轻松松就能得到手的男宠不同。哼，本宫知道，但本宫想得到的男人，从来就没有得不到的。这个时候，庆和殿后宫里，殿下，永华公主得手了。楚宁都听得一愣，永华公主得手了？她可才进来后殿没多大一会儿啊！真不愧是永华公主，在宫里都敢这么干。你们药王谷的迷情香果然效果绝伦。殿下，你以后少让我叶焕师兄帮你做这种会遭天谴的药，来找我。你就不会遭天谴了？我不怕遭天谴呢，而且我们不是已经遭过天谴了吗？君莫眉心狠狠一拧，他们那3年比之遭天谴，确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永华公主跟苏应风的事情上，殿下，你介入了多少？你让霓裳楼的人赶至苏应风今日穿的那身衣裳时，我就已经猜到你打算做什么了，就让叶焕连夜做出了永华手里常年都背着的迷情香。但我让叶焕做的不是寻常的迷情香，而是加了几味专门针对我们这种人的药的迷情香。苏应风这些年被苏国公护得太好了，他根本就不知道哪些药是他的软肋，只要他对永华没有足够的警戒心，就一定会中招。永华其实是个行事有些畏首畏尾的胆小鬼，若非曹金放的死把他逼到了濒临疯癫的地步，若非那之后他母妃还……顿了顿，君莫暗暗地又叹了一口气，把没必要让楚宁知道的那一部分糟心事咽了下去。以防万一，我让安插在永华身边的人，此前2日一有机会就在永华耳边说，他若行事更果断直接一些，乌夕阳早就已经是他的人了，也肯定早就已经对他死心塌地了。当然没有从他手里逃走的可能，所以对上苏应风，永华才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先把人得到手。好吧，有道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3界人这方面我是不如殿下，而且事情能这么顺利，我还得好好谢谢殿下。但是在治病救人这一块我是高手，
殿下能现在跟我解释解释，你为什么明知那壶茶有问题，还把它全喝了吗？当时殿下，你明明有很多种方法，能在不喝完那壶茶的情况下，达成你想要的目的吧？话末，楚宁从针盒里面取出了一根最长的银针，故而此时一看到他咬牙切齿地举着银针，他头皮就是一麻。解释的话都到了嘴边，他就是没敢说出口。不是他怂，是说了要完。因为那壶茶里的罗刹花是他放的，目的是为了让这宫里头的几个面和心不和的人互相猜忌。老天爷估计都看不下去，他堂堂太子被他这么明晃晃地逼问了。他毒发的时间提前了，在那股剧烈到如同他正在遭受五马分尸一般的疼痛从他四肢百骸迅速蔓延开始，他周身的血色都一瞬间褪尽了。尽管他咬牙忍住了，没有发出丝毫的声响，楚宁的表情还是立刻就变了。然后下一瞬，他手里的银针就落在了他身上，紧接着是更多的银针，但君莫浑身上下每一处都在剧烈的痛着，他都已经分不清楚楚宁有没有使坏故意扎痛他了。袁公公领着人把楚宁要的那些药全部都取来时，太子殿下毒发了。楚宁没工夫回话，就只点了点头。点完，在取针的间隙看见袁公公丢了手里的药，就欲往外跑。公公留步，太子不会有事，不用现在惊动皇上。可是万一……袁公公有些左右为难。这个时候惊动皇上，就等于是惊动了宴会上的所有人。可万一太子殿下在这个时候有了个好歹，没有万一。公公，信我。袁公公深吸了一口气，弯腰捡起地上的药问：这些楚小姐要怎么用啊？放我边上就好。说罢这话之后，楚宁几乎把他针盒里所有的针都扎到了君莫身上，然后拿出捣药钵开始捣药。不出一会儿的功夫，10余颗药丸就在他手里诞生了。然后他一一把那些药丸喂进了君莫的嘴里，期间君莫一直都十分安静，他知道他已经用尽了全力去忍耐，根本没有余裕说话。而这个毒发的过程，他小时候也经常经历，只不过她是女孩子，她不用忍耐，她可以在师父师兄们面前敞开了哭着喊疼，这让她无比心疼君莫，因为小时候的君莫似乎是个爱哭鬼。最后她到底是没有忍住，一针让君莫昏死了过去。祝小姐，太子殿下他怎么晕过去了？他不会是我让他晕过去的，那样他就不会痛了。袁公公心头一松，整个人都脱力地滑坐到了地上，他3魂6魄都差点全都飞出来了。太子以前毒发也是这样忍着，医生也不吭吗？当年皇上的人把太子殿下救回来之后，殿下的性情就变了，从以前那个爱哭爱撒娇的话痨小殿下，变成了沉默寡言，有时候好多天也不会与人说上一句话的太子殿下。那会儿于先生给他上药，怎么摆弄他都没有掉过一滴眼泪，更没有喊过一声痛。不过有一会儿，皇上为了验证太子殿下是不是被折腾到不会哭了，弄了具像极了楚小姐您的假尸体去骗太子殿下。当时太子殿下是抱着那具假尸体好一通嚎啕大哭啊。不过太子殿下打小就聪明，哭到一半就发现那不是真的尸体了，当场就收了哭声，气鼓鼓的走了。且那之后太子殿下有整整半年都没有搭理皇上。楚宁眼瞅着袁公公从一副要哭了的样子变得满脸愤怒，也就没有再多问什么了。反正等他师父到了，他就能知道太子小时候是什么样了。过了半个时辰之后，君莫仍旧处在昏迷当中，但他的脸色已经在慢慢恢复了。袁公公这才放心出去，几乎是他一站到皇上的身侧，皇上就压低声音问了他一句：太子毒发了？皇上已经知道了。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豪饮了一壶有问题的茶，朕不想知道都难呐。不过有楚宁那丫头在他身边，朕放心。皇上英明，太子殿下眼下虽然还未醒来，但气色已经在慢慢恢复了。这么快就开始恢复了？皇上有些意外，也有几分欣喜。而这个时候，宴会已经进行到了钟离一族献宝的环节。他们一族的规矩是，每任圣女临死前只认下一任的圣女，而若是现任圣女毫无征兆的就死了，就由他们一族的族长和长老们来选定下一任的圣女。现任钟离就是17年前前一任圣女突然暴毙之后，由他们一族的族长跟长老们挑选出来的。而他们一族的每任圣女在被挑选的时候其实都是健康的，
但成为圣女的数年之后，她们就会患上各种无法治愈的疑难杂症，最终寿命都不会太长，就像是受到了什么诅咒似的。此次我们一族献给皇上的礼物是一张藏宝图。钟离手捧着一张十分破旧的皮，跪在大殿的正中央。在殿内的人因为他口中的藏宝图3个字而纷纷开始小声议论时，皇上应该也知道，数十年前江湖中曾因为一张藏宝图掀起过一场血雨腥风，他们正反两派死伤无数不说，还连累了很多无辜的老百姓。故而我们族中的人在机缘巧合得到了它之后，就将它藏了起来。而今我们族长与长老们都一致认为，将它献给皇上，由皇上来看管才是最安全的。今日的宴是为你而设，你可相中了谁人？民女相中了二皇子殿下，还请皇上成全。众所周知，他身体不好，今儿你可愿娶她？回父皇，儿臣愿意。既如此，就让青天剑的人赶紧选个吉日，把你们的婚期确定下来。另外，朕此前只口头给了你与叶儿封号，趁此机会来个三喜临门吧。内阁跟礼部的人抓紧落实下去。二皇子与钟离同时叩首谢恩后，这藏宝图残破不堪且无比的复杂，要将它修复，再将它找到，不知要耗费多少人力财力，且还无法确定最后会找到些什么。故而，话到这儿，皇上看了袁公公一眼，袁公公会意，转身去提了一盏琉璃灯来，然后皇上当着殿内所有人的面把那张藏宝图给烧了。皇上之所以刚刚看得那么仔细，就是在确认它的真假，知它是真的才烧的。且他们一族所有人都不知道，皇上早就知道这张藏宝图在他们手里了，甚至还知道当年武林中的那场血雨腥风，就是他们用一张假的藏宝图挑起来的。只不过他们钟离一族从未涉入江湖事，皇上至今也没有弄清楚他们那么做的目的。此后宴会继续，不过因为永华公主一去不归，军锦直接搬到了钟离边上去坐。约莫到了傍晚时分，皇上，大事不好了！苏大少爷被永华公主……凤儿被永华公主怎么了？国公爷，随奴才去一看便知。朕也去瞧瞧。苏郎，你好狠的心啊！本宫那么卖力的伺候了你大半天，你竟如此狠心的把本宫一脚踹出来了！你闭嘴！你说不是公主，我都已经一剑将你给杀了。皇上，凤儿早有发妻，还即将与楚莹完婚，永华公主竟然还如此来侮辱她，显然是因为老臣老了，永华公主已然完全不把老臣放在眼里了。还请皇上为凤儿做主，若不然，老臣为了不让凤儿受委屈，只能提前告老还乡，带她远离京城了。宝送永华去他母妃宫中反省，他什么时候知道错了，就什么时候放他出来。父皇，您不能这么对我！父皇，您明明知道那个女人都对我做了些什么，您竟还要……把她带走。皇上发话了。袁公公立刻示意人上前，直接抱走了君雪蕊。且那抱走君雪蕊的人，还在抱起他的那一瞬，顺势点了他的几处穴位。子不教，父之过。永华会有今日的行径，错在朕。而身为男子，遭女子折辱至此，确实无法轻易咽下这口气。应峰，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朕会尽可能的补偿你。皇上，凤儿遭永华公主轻薄欺辱了这大半日，想来是委屈愤怒到都无暇去思考任何事了。还请皇上准许老臣即刻带凤儿离宫。至于皇上您亲口允诺凤儿的补偿，老臣斗胆，想替凤儿向皇上讨要一个口头承诺。永华做的那般过分，害应峰这孩子名誉心灵都受到了重创。一个口头承诺哪里够啊？朕许他3个。近来苏家军负面的消息不断，身为苏家军主将之一的苏应峰，又迟迟没有将苏家军中的疑案查清，想来查案不在苏应峰擅长的行列。而此前辅国大将军府里出事时，叶儿展露出了颇高的查案才华。明日朕会让叶儿去苏家军中坐镇，帮助苏应峰查清那桩疑案。
父皇，儿臣。君夜也只能硬着头皮谢恩。你可知皇上让六皇，让叶王去我们军中坐镇的用意？祖父放心，孙儿会在关键时刻让京中所有人认清孙儿的实力，那样皇上此举的用意就不足为惧了。哥，你说大哥被永华公主糟蹋了这件事，会不会是太子的手笔啊？大哥是男人，还是个武艺高强、身经百战的男人。他若没有那个心思，永华公主一个女人，怎么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成功那啥了他呀？今儿这事儿，若是男女立场调换一下，那可不就是被糟蹋了吗？而且那是重点吗？重点是后半句啊，我的哥。你为何会觉得那是太子的手笔？主要今天反常的事情有些多，反常之一，宁儿姐姐进我们苏国公府5年多了，从来都是素面朝天示人的，今儿却罕见的上了妆。是挺反常，不过她上妆后很好看。反常之二是大哥今日穿的衣裳，无论是颜色还是款式，都是大哥从来就没有穿过的。大哥近来一直想方设法的在讨好姐姐，可能只是想换个风格，企图迷倒姐姐。反常之三，永华公主今天可不是头一次见到大哥，怎么就突然瞧上大哥了呢？还急不可耐的直接就在宫中那啥了大哥。这一点确实很反常。温雨的声音突然在苏应河的耳边响起，吓得苏应河直接惊叫着弹了起来。温大小姐，我只是跟我哥随便瞎说几句，当不得真的。我有些累了，想提前出宫，但楚姐姐迟迟没有从后殿出来，我来找你们是想问问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后殿找楚姐姐？有劳温大小姐了。苏应河话落，就拉着苏应之起了身，温雨便领着他们去了后殿。只不过远远的，他们就看见后殿外面聚集了一大群人。温大小姐，太子殿下跟宁儿姐姐都进后殿大半日了，此时还聚集了这么多人过来，是不是太子殿下今天的情况很不好啊？而此时后殿内，皇上正脸色沉闷地坐在君莫躺的软榻上看着君莫。君冉红着眼睛跪坐在地上的蒲团上，趴在软榻边眼巴巴地盯着君莫。太后则跟皇后一起坐在软榻正对面的软椅上看着君莫。整个殿内的气氛十分的沉闷，尽管楚宁已经再三跟他们说了，君莫很快就能清醒。而这个时候，后宫深处一个外面富丽堂皇，内里却阴森骇人，连一盏灯都没有的宫殿中，君雪蕊已经紧贴着宫门站许久了。为娘的小蕊蕊，你终于愿意来看为娘了，为什么迟迟不进来啊？为娘日日夜夜时时刻刻都在想你啊！君雪蕊瑟瑟发抖地靠着门，双手紧紧地捂住嘴巴，生怕发出一丁点的声音。蕊蕊，为娘的好蕊蕊，你没有瞎呀？太好了，太好了，实在是太好了！为娘刚刚还想着，你要是瞎了，为娘就弄瞎全宫的人为你报仇。5年不见，为娘的小蕊蕊都出落得如此有韵味，如此像我了。瞧你这皮肤，白里透红，吹弹可破，花了不少心思保养吧？哎呦，还有你这身段儿，阿谀丰满，却一点也不显胖。看来皇上没有骗我，他真的有一如既往的宠着你，爱护着你。你别出来，我会杀了你！我已经不是12岁那个弱小无能的我了。蕊蕊想杀我，蕊蕊，你那么善良，胆子也那么小，你怎么可能想杀人呢？你肯定是知道为娘这5年过得生不如死，想来杀了为娘，让为娘早点解脱吧。为娘好高兴啊！为娘为你做了那么多过分的事情，你都还记挂着我。你闭嘴，闭嘴！我才没有记挂着你，我想杀你也不是想让你解脱，而是恨透了你。我每时每刻都想着你能早点去死，连做梦都想。君雪蕊歇斯底里的大声反驳完，举起簪子就朝那人冲了过去。谁想那人非但不躲，还在他们之间的距离拉近到一定程度之后，伸手抓住他举起簪子的双手，把他用力地抱进了怀里。下一瞬，簪子刺破皮肉的声音就伴随着那人的一声轻吟响起，紧接着就有温热的液体流到了他的手上，瞬间君雪蕊整个人都僵住了。
偏偏那人还贴到他的耳边，用温柔到有些可怕的声音对他轻轻说：蕊蕊，你看，回娘可比你自己要了解你，你杀不了人的。回娘若是你，这种时候不挥舞着簪子扎对方上百下，是不会停下来的。你了解的是5年前的我，现在的我已经不知道杀过多少人了，我只是还没有你疯罢了。话落，他手里的簪子已经刺入了那人的心口，只不过在那一瞬间，他后颈一痛，失去了意识。德妃娘娘，皇上是送永华公主来您这儿反省思过的，而不是让她来与您母女相残的。还请德妃娘娘控制一下自己，不要逼永华公主太过。只要您不逼迫永华公主，永华公主就对您下不了手。而且无论您如何逼迫永华公主，有奴婢等在，您都死不了。所以还请德妃娘娘您安分一些，别给奴婢们添麻烦。而后那2个侍女将她们母女俩送入殿内，仔细帮叶流欢处理了伤口，就双双退了下去。君学蕊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清晨了，一睁开眼，看到近在咫尺的那张与他有7、8分相像的脸，他下意识的就想逃，可他一动就发现自己被绑住了。蕊蕊，你不乖啊，为娘都说了，男人都不是好东西，除了为娘给你选的驸马之外，任何人都别想染指你。你竟然还敢带着一身与男人欢好过的痕迹来见为娘，你说为娘该怎么惩罚你好呢？明明为娘都把你身边那个胆敢肖想自己主子的卑贱侍卫给杀了，也用药使你永远无法生育了，你竟然还是这么喜欢男人？男人有什么好的？你肯定是生病了，还病得不轻，为娘得好好给你治一治。之后叶流欢还说了些什么，君学蕊已经听不进去了。而这个时候，清河殿的后殿，皇上等人看着君莫等了一宿，君莫也始终没有醒。后殿外面那一帮人也都跟着等了一宿。楚宁已经从最开始站在角落里变成了坐在角落里。凌晨的时候，君莫超过了他预估的时间还没醒，他就已经猜到君莫很可能早醒了，只是在装睡，所以他什么也没有做，就只静静地坐在边上陪着。太子殿下的气色已经恢复得很好了，会现在还没有醒过来，应该是昨天的毒发给他的身体造成了太大的负担。皇上若是着急，臣妇这就给太子殿下扎上几针，让太子殿下快些醒过来。话落，他就看见君莫那比女人都还要长的睫毛狠狠地颤动了2下，皇上也看见了。扎吧，扎用力一点，太子从小就皮糙肉厚，不怕痛，轻了他怕是醒不了。他话音都还没落下，君莫就醒了，对上楚宁已经快要落在自己身上了的银针，他既是心虚，又有那么一点委屈。你还真扎呀？太子殿下既然醒了，那臣妇就不用再给太子殿下施针了。墨儿，你母后，您还没有看明白啊？这臭小子早就醒了，要不是楚宁要拿银针扎他，他都还不知道要装到什么时候。胡闹！哀家这把老骨头可经不起几下了，下不为例啊。算儿知错了。知道错就好。哀家跟你母后就先回去歇着了。那些个糟心事，你跟你父皇说到商量去。哀家跟你母后懒得知道。太后话落，就搀扶上了皇后。既然太子都已经装一宿了，那就继续装着吧。元宝，去换人进来，送太子去凤仪宫。你得留在宫里几天了。而到凤仪宫之后，凤仪宫的人给他安排的房间就在君莫隔壁，说是为了方便他照顾君莫。他也没什么意见，开了张药方交给袁公公，就直接进去洗漱就寝了。而皇上取消了今日的早朝，直接搬到了君莫住的那间房里去批阅奏折。当年永华及笄出宫开府后，朕就把德妃关在了他刘华宫主殿里，一举一动连吃喝拉撒都在朕安排的人监视下。但昨日朕把永华送去他刘华宫后，他竟然拿出了他曾经用在了永华身上的毒，那意味着这些年有人在朕的眼皮子底下时常跟他联络，而那人定然就在朕定期安排去收拾刘华宫的那些工人之中。皇上话落，就见到君莫的眼皮合上了，连忙掉头问：叶焕进宫了吗？属下昨夜就已经安排人把叶焕接进宫了。
让他来给太子把脉，看看情况。若是无大碍，就不用惊扰楚宁了。片刻之后，叶焕蹲坐在床边，冲皇上道：“皇上且放宽心，殿下无碍。小师妹应该是给殿下开了些安神的药，以便殿下昨日毒发的亏损能够尽快养回来。你再去皇后那边给皇后把个脉。”叶焕应声退下去之后，皇上就安心的在君墨房里批阅起了奏折。袁公公来跟他说了好几次有诸位大臣求见，他都没有理会。而这个时候，京城里有关君学蕊跟苏应风的事儿已经是传得沸沸扬扬了。苏敬周安排了好些人，用了不少的办法去压，一点效果也没有。他只能让苏应风暂时待在家里，不要出门。结果当天晚上，军中就传出来了叶王已经查清了那桩案子的消息。你什么时候能出宫？那得看太子什么时候能够好转。太子现在情况还很危险吗？所以你来见我，是为了打探太子的情况的？不是，我是想见你我才来的。为此我都不惜违逆着祖父，还用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口头承诺。可见我跟打探太子的情况这两者之间，明显后者对你更有价值。是啊，但我现在只想见你。你说，我是不是魔怔了？楚宁没有接话。此时他面前的苏应风确实有些反常，那眼神、那表情，还有那透着小心翼翼的语气，都不像是束缚在他们幼时那3年的记忆里才来见的他，反倒是终于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了自己比他以往看重的那些都要重要才来的。果然，他下一瞬就久违地听见了苏应风唤他宁宁。宁宁，我们能回到小时候的关系，然后重新开始吗？我若没有失去那3年的记忆，我断是不会喜欢上楚莹的，我也绝不会在大婚当天那般羞辱你，更不会丢下你离京3年，也不会有我回京后那诸多事儿。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对我心灰意冷了，但那对我不公平。我是失去了那3年的记忆，而不是在记得你的情况下，我……事到如今，你都还在为自己找借口。你再想起我以后，也没有想过要放过我，不是吗？片刻后，楚宁回到君墨住的那间房里时，父皇在我这里躲了母后2天，母后终于忍无可忍的让苏文过来把父皇叫过去了。楚宁挑了挑眉，没有说话，心说皇上躲皇后做什么呀？皇后眼下有孕在身，皇上不应该尽可能的多陪陪皇后吗？然后他又听见君墨问：“你跟苏应风刚刚算是彻底了断了吧？”殿下让人去偷听我跟苏应风的对话了？没有，我这么聪明，需要偷听？我用脚趾头都能猜到啊，他忤逆了他祖父，还不惜用了一个万分金贵的口头承诺也要见你，肯定是终于意识到你有多重要了。既然你跟他都已经彻底了断了，那你就没有必要再回苏国公府了，与我一起在宫中再住几天，就搬去我为你置办的宅院住下吧。那宅院里所有东西我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苏国公府那清风院里的东西你都可以直接舍弃了。我不是应该住进殿下东宫吗？你之前不是不愿意吗？倒也没有特别不愿意，毕竟你是我的病人，而且现在我是愿意的。最后这一句，楚宁说出口之前就隐隐的觉得有些不妥了，说出口之后，对上君墨满脸满眼的欣喜，他瞬间是后悔不已的。传口信给叶静，让他赶紧再好好收拾收拾宁宁姐住的那个房间。顾青应声而去之后，楚宁紧紧地抿起唇，心说他原来在他自己身边的人面前也是称呼自己为宁宁姐的呀，那自己住到东宫去的决定是不是做得有点草率了？毕竟叶总管之前就已经对自己说过，这个房间是我们殿下按照我们未来太子妃的喜好准备的这种话了。他要是还住进了那间房里，不就等同于默认了他未来会变成他们的太子妃吗？奈何他看向君墨，想让君墨另外给他换个房间，但君墨一与他目光相接，就冲他笑了起来。为了一个女人，你就什么也不管不顾了是吗？那可是皇上当众许给你的口头承诺，你竟就那般浪费了。她不是普通的女人，她是救了我无数次，为我受了不知道多少罪的女人，没有她就没有现在的我。放屁！要是没有我，当年就算有她，你也……话说到一半，苏敬周才猛地意识到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立马收声扭头就走。
风哥哥，你真是被永华公主下了药，才会在今天白日里跟永华公主抵死缠绵了那么大半日吗？永华公主那么好看，又是皇上的掌上明珠，风哥哥，你真的不是因为……莹儿，你现在怎么一点都不懂我了？我最讨厌的就是永华公主那般不知检点、不守妇道，还行事张扬跋扈的女人。风哥哥，你别生气，莹儿只是太没安全感了，怕风哥哥你会被眼下方方面面都比莹儿好的永华公主抢走，所以才……我没有生气，以后你别再说那些就行。你既然日日泡着恶臭难忍的药浴，还喝着同样臭气熏天的药，真的有好转吗？是有一点好转的，虽然不明显，但他自己其实是半点好转的迹象都没有看出来的。但福一偶尔来给他把脉时，会说他脸色好多了，眼下的淤青也淡很多了。那些送汤药过来的老妈子也会跟他说气色比来时要好了。只是明心已经明着暗着提醒过他很多次，这药浴跟他服的药可能都没有任何用处了。这么想着，楚莹就听得明心说：小姐，要不要换个大夫试试？可苏国公夫人说，李太医是除楚宁之外京中医术最好的大夫了。奴婢之前帮小姐采买东西时，听人说近来京城里来了一个医术极好的江湖郎中，每天去找那江湖郎中看病的人多到都能排出好几条长龙呢。是吗？楚莹半信半疑地问罢，看了苏应风一眼，才道：那你就把对方请来试一试吧。明心立刻欢欢喜喜地去了。圣女说小姐一直这么瞅着，就变成无用的棋子了。而此次圣女进京，他们族中医术最好的大夫也是有跟着来的。虽说那个大夫治不好圣女，但说不定能够治好小姐呢。所以圣女就让那大夫去京中义诊，然后让他找机会说服小姐，请那大夫上门来试试。楚莹小姐近来服用的药跟药浴都需要停掉了，那些药对楚莹小姐的情况没有任何用处，反倒还会加重楚莹小姐身上的味道，让楚莹小姐越来越没有自信。明心眉头一拧，眼里杀意骤升。虽然他不是那么喜欢小姐，但那到底都是他的小姐，也是圣女的亲妹妹，哪能由得旁人欺负戏弄。他当下就决定今晚就去永华公主府里杀了李富秋。当晚辅国大将军府里，楚离安父子三人一到家，孙瑜就把他们叫了过去，病情一直时好时坏的于静书也在他的房里。楚离安就径直走到了于静书身边坐下。母亲叫我们过来，是所谓何事啊？傍晚的时候，苏国公府派了人过来，说楚莹那亲生父亲，也就是太和国的摄政王元素，眼看就要到了，问我们有没有准备给楚莹的嫁妆那些。我是还半点都没有准备的，想问问你们的意见。嫁妆那些就不必为他准备了，我会在他跟苏应风订婚之时送他一份大礼。此后他们一家五口从孙瑜的房间里出来之后，他们兄弟三个先是陪着楚离安把于静书送回了房，又尾随楚离安去了书房。元素都已经进京了，你想好几时带着你的宁宁姐回东宫了吗？就元素露面那天吧，到时候我想放个烟花来庆祝庆祝。等他去上早朝之后，君莫立刻冲顾青吩咐道：让无痕通知老二府里的人，东宫放烟花当晚动手。小姐昨日让奴婢打听的事，奴婢已经打听好了。据说德妃娘娘被送来和亲之前，在他们北叶国皇室并不怎么受宠，所以原本定下来要和亲的公主也不是德妃娘娘，是德妃娘娘争取过来的。因为她爱惨了我们皇上，说非我们皇上不嫁。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她跟皇上大婚当晚就与皇上爆发了争执，然后就被皇上冷落了。那之后皇上再也没有去宠幸过她，直到她怀孕，皇上才又去看了她一次。而她早产生下永华公主之后，皇上因为喜爱永华公主，才又开始偶尔会去到宫中过夜。至于德妃娘娘跟永华公主母女之间，在永华公主12岁之前，德妃娘娘都是很宠永华公主的。但从永华公主告诉德妃娘娘她喜欢上了一个暗卫，还想招那个暗卫做驸马开始，德妃娘娘
就变了，不仅在永华公主面前用十分残忍的方式杀死了那个暗卫，还把永华公主关起来，用各种毒药跟私刑折磨了整整3年，企图让永华公主跟她一样憎恨男人。但没人知道德妃娘娘为什么那么恨男人。且永华公主及其前几天，德妃娘娘还让她身边的暗卫玷污了永华公主，还一直持续到了永华公主及笄当天。楚宁都惊得微微睁大了眼睛，这是一个母亲能对女儿做出来的事情。要不是人人都说永华公主很像德妃，她此时都要怀疑永华公主不是德妃亲生的，而是德妃仇人生的了。难怪永华公主行事会那般的乖戾张扬了。对了，小姐，昨晚有人潜入了永华公主府刺杀李太医来着，幸好我们殿下安插进永华公主府其中一个人，正好被永华公主安排去照顾李太医起居了，不然李太医这会儿啊都去见杨二爷了。是楚营的人吗？不知道，那人身手十分的好，我们的人安置好李太医追出去的时候人就不见了。不过据说那个人个子十分矮小，像个孩子。哎，楚营身边那个小丫鬟也十分瘦小。说到这儿，叶思改口道：奴婢稍后就把这一情况传给吴痕，让吴痕安排人去确认一番。楚宁点点头，正好叶想也为他梳妆完毕了，他就起身去外间的桌上吃早膳。吃完照例去给皇后请了平安麦，又领着叶思叶想慢慢悠悠地去寿安宫给太后请平安麦。如前2天一样，一路太平。别说引出什么大鱼来了，路过的工人侍卫看到他都莫名其妙的要绕道走。宫里都在传我们殿下要不行了，然后就有人说见到东宫的人必须得绕道，不然万一殿下真有个好歹了，跟我们接触过的人都会遭殃。好吧，那看来我在这后宫里晃悠多少圈都是没有用的了。这次去给太后请完平安麦之后，就不用再去了。然而片刻后，他们主仆进了寿宁宫之后，苏大少奶奶，快随奴婢去看看安生公主跟太后娘娘吧。安生公主割腕自切，流了好多血，太后娘娘听到消息，受不住刺激昏过去了。哪边情况最危急？应该是安圣公主那边，伤口太深了，血止不住的在流。而此后，楚宁一路由着那宫女拉着她跑到君染住的偏殿时，容我先看看安圣公主。苏大少奶奶，奴婢瞧着公主这伤口与自行割出来的并无差别，您为何会觉得伤害公主的人是冲着皇后娘娘来的？这伤口一看下刀就十分果断且迅速，而安圣公主年纪还小，又十分怕疼，再如何有寻死之心，也不可能割出这样的伤口来。至于伤害安圣公主的人是不是冲着皇后来的，我也不敢保证。只是皇后现在也是我的病人，我得防着那种可能性。这时，寿安宫的长侍嬷嬷杜若领着一列的侍卫前来守在了门外。安圣公主情况如何？失血过多，但没有性命之忧。杜嬷嬷大松了一口气。正好这时，叶思把针盒取来了，楚宁就一边做缝合伤口的准备，一边吩咐望月准备东西。而杜嬷嬷让她带来的人后在楚宁周遭打下手，把除望月之外的其他医女全部都打发了出去，由外面的侍卫看管着。接着就让人把寿安宫的所有工人全部都聚集到一处，准备逐一筛查审问。君莫易容成顾卿前来的时候，楚宁都已经要缝合完伤口了。皇后那边没事吧？叶想回去的很及时，寿安宫过去的宫女在他之后才到。那宫女我已经交由顾卿审问了。那就好。楚宁放下了心，就专心继续缝合伤口去了。君莫就一直站在他的身后看着，而杜嬷嬷审问寿安宫的工人期间，发现少了一个人。找了一圈，最后在寿安宫内一处许久没人出入的储物间里，找到了一具已经死了有2-3天都开始发臭了的尸体。朕安排在安圣身边的几个暗卫都死了，还死在距离寿安宫很远的地方，这很不同寻常。他们按理是不会同时离开安圣那么远的，可见这后宫远比我们以为的要混乱呢。你要不要带着你的宁宁姐早点回东宫？不用，我此次让自己毒发的目的就在引蛇出洞。若有人胆敢来对我跟宁宁姐出手，倒是正合我意了。只不过我事先没有料到那些鼠辈不敢对我出手，
而是盯上了安胜，害他平白遭了这次罪。唉，别说你没料到，朕也没有料到。不过安胜的身世始终都是个问题，朕早就料到会有人拿来做文章了，早点解决了，反倒是一桩好事。君莫不说话了。安胜那母妃跟永华的母妃比起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安胜因为脸上的疤本就要比常人更加敏感脆弱几分，父皇母后担心他接受不了，才一直压着没有让他知道。冉冉，你终于醒了，还疼吗？母后对不起，儿臣错了，儿臣不该为了探寻自己的身世以及生母的消息而去跟来路不明的人接触，害得母后担心了。是母后错了，母后该早点与你说的。你口中的那人都与你说了些什么？那人说，我生母最初进宫的时候本是十分受宠的，却因不小心害母后滑胎了，而被父皇打入了冷宫。且他生下我之后，母后还把我从他身边抢走了，然后他就疯了。后来他因为太想我了，从冷宫里溜出来，闯入了凤仪宫，被母后发现后，直接被处死了，还死得很惨。你也快及笄了，及笄后就是大姑娘了，都能嫁人了。跟你还有你生母有关的那些事，也是时候让你知道了。不过你得做好心理准备。那些陈年旧事啊，冉冉，你听一听就算了，不用往心里放。因为你从来凤仪宫那一天起就是我的女儿，是我教你说话，教你识字，陪你学琴棋书画那些的。你那生母在生下你之后就与你没有任何瓜葛了，她是她，你是你。你母妃虽然是世家大族的小姐，但她进宫本就是做女官的。先皇后过世后，她陪我度过了一段很艰难的时期，但我收她入宫时就与她说过，不会对她有男女之情，只是她开口求了，我就给了而已。但我自认一直对她不薄，奖赏恩宠从未短过她半分，还许诺了她，若是她哪天觉得后妃不是她想要的了，我随时都能放她出宫。可后来我与你们母后心意相通后，她却无法接受了，说她能忍受我一直把已经死去的女人放在心上，却无法容忍我再爱上活着的其他女人，屡次三番的与我闹，我也并未与她计较，还特意挪了更多时间去陪她安慰她。但她表面与我言和，背地里却算计你们母后滑胎了。姐姐过世那段时间，朝堂上、后宫里，甚至我们整个国家，哪儿都是一团乱。你生母在那期间帮了皇上很多，所以当时其实只要她低头认个错，我跟皇上都会原谅她的。但她极其嚣张的当众说，我若是再怀上，她还会再来一次。皇上这才一怒之下将她打入了冷宫。而她入冷宫之后怀上了你，也没让人通知皇上，瞒着所有人将你生下来之后，竟想要拿你喂恶犬，让皇上一辈子都忘不了她。喂恶犬？君冉满脸的不可置信加错愕，但他知道母后绝不会拿这种事情来骗他。多亏了冷宫无恶犬，他用他娘家人送到他手里的那些金银首饰收买的那个小太监，给他找去的呀，是一条很通人性的狗，宁可饿死也不愿意伤你一分。他可能是气不过，又实在自己下不去手，就用棍棒啊敲打死了那条狗。那狗临死前叫得十分的凄厉，叫声惊动了路过的冷宫的人，然后皇上才知道你的存在，赶去冷宫将你带到了凤仪宫。当时啊，你包裹在脏兮兮的旧衣服里面，不哭也不闹的，我一接过你，你就一直在我怀里蹭，小小的皱巴巴的，惹人怜得紧。我听皇上说你生母差点让你被狗生吃了之后，我就决定要把你养在膝下，绝不能让你再回到你生母身边。同时皇上对外宣布我已经怀孕数月，需要闭门养胎。半年后又对外宣布我诞下了一个小公主。
但后宫人多眼杂，知道你身世的人其实不在少数。皇上不知处死了多少违背圣意还心怀不轨的长舌之人，才镇守的后宫里至今也无人敢提你的身世。原本你是可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长大的，但我与皇上没有及时处死你生母的一念之仁，却最终害苦了你。听到这里，君然立刻就想到了他脸上的疤。难道他的疤不是因为母后再度有孕时疏忽了他，而是他生母造成的？你生母逃出冷宫，扮作宫女潜入凤仪宫那次，是买通了你的奶娘。事后据你的奶娘供认，她身边的一个小姐妹在那期间被安排去了冷宫送饭，期间与你生母相识，被你生母装出来的私女乘机哄骗，缠着她帮你生母，让你生母来凤仪宫见你一面。你的奶娘啊，是抛下她自己的孩子进宫来喂养照顾你的，虽是她自愿的，可她也日日都惦记着她的孩子。被纠缠的次数多了，就信了你生母是真的想你念你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然后你生母呢，就在她的帮衬下，趁着晌午凤仪宫里的宫人们换班之时，穿着她的衣裳顺顺利利的进了你的房间。我那时候害喜严重，刚睡下就被你的哭声惊醒，赶过去时你脸上已经满是血了。据太医们说，你生母是往你脸上撒了一种腐蚀性极强的毒粉，得亏当时因为我害喜严重，凤仪宫里一直都有太医候着，不然啊，等太医们从太医院赶到，你整张脸怕是都得毁了。母后，温岚的眼睛也瞬间就红了，轻拍着君然的后背安抚了几下，就开始陪着君然一起掉眼泪。就连边上一直没有开口说什么的太后也在拿着锦帕擦眼角。但此时站在后方的楚宁只是心里有万千的感慨，并没有如他们一般眼红落泪。原来除了楚家人，这世上还有着很多不配为人父母的人。之后父皇就把那个女人处死了吗？当时皇后带人赶到你房里时，你生母抱着你，把一把匕首横在你的脖颈间，叫嚣着要皇上立刻去见她，还说要皇上废了皇后，将皇后打入冷宫，并向她保证永远都不会再去见皇后。当时她情绪十分激动，整个人都疯癫的不似正常人了。她说那些话的时候，她手里的匕首都已经划破你颈间稚嫩的皮肤了。皇后急火攻心，当场就见了血，腹中的孩子就那么没了。闻讯赶去的暗卫怕拖到皇上来，连你也保不住，就直接出手杀了他，救下了你。事后皇上怀疑他手里的毒粉与他娘家有关，就把他的遗体送回了他娘家，并告知他娘家人他的所作所为。他父亲以教女无方为由引咎辞官，举家搬回了故里，并称往后你就是皇后的女儿，与他们家不再有任何瓜葛。至于他娘家人是如何料理他身后事的，我们就没有去打听了。皇上，几位贵妃娘娘跟殿下们还都等在寿安宫外面，您看……告诉他们安生已经醒了，让他们该干嘛干嘛去，别来这凑热。之后皇上在几个侍卫的陪同下急匆匆地先一步走了，楚宁才走上前跟君莫并肩而行。毕竟他眼下在外人眼里还是顾卿。叫他意外的是，他们出去时竟然碰上了君锦。当他们靠近君锦后，君莫突然发出了十分像顾卿的声音：见过景王殿下。见过景王殿下。借一步说话。臣妇该急着赶回凤仪宫去给太子殿下施针，所以……那就这样说吧。本王昨日去驿馆看钟离时，听钟离身边的侍女说他病了，且那侍女还说钟离此前曾去苏国公府见过你，想让你为他医治，但你因为要为太子医治，没有答应。不知你能否给本王一个面子，抽空去驿馆为钟离把个脉啊？
景王殿下的面子，臣妇自然是不能不给的。但臣妇眼下首要的任务是为太子医治，其次还要为今日受伤颇重的安圣公主治伤，实在是分身乏术。还请景王殿下先另寻京中的名医，去为钟小姐医治吧。有你在，安圣应该已经无事了吧？是。那等你此后空闲下来了，你愿意随本王去一趟钟离落脚的医馆吗？自然是愿意的。那本王就不多耽搁你时间了，你快回凤仪宫吧，免得太子需要你时你不在。臣妇告退。楚宁说罢，与君莫一道快步往凤仪宫的方向走。走出了老远，还都明显能感觉到君锦的目光还锁在自己的身上。你跟老二说完话，魂都要没了，我都磕好几声了，你才注意到？莫不是老二生的比我好看？我是在琢磨，景王刚刚对我的态度，是不是想图谋我什么呀？哪来的什么魂都要没了呀？而且但凡是有眼睛的人，都知道殿下你比景王要好看多了，我又不瞎。他肯定想把你从我身边抢走，然后让没了你医治的我早点去见阎王，所以你得离他远点。放心吧，我是肯定要治好你的，谁也阻止不了。君莫心里狠狠一动，他觉得宁宁姐这是在撩拨他，但他偏偏说的正色凛然的，让他都不好去揣度什么。罢了罢了，来日方长，来日方长。他刚一进入他住的那个偏殿，他就倒向了楚宁。等顾青和无痕双双跑过来扶住他，问题不大，只是他强撑过头了，睡上一觉就没事了。顾青他们都重重地松了一口气。等把君莫安置到了床上，楚宁一转身就看见了正鬼鬼祟祟从窗户那儿爬进来的小白。拿起那块玉牌，用手帕仔细地擦干净之后，又走到一侧去清洗了一番，才递向顾青。要现在就让小白领你们去藏凶器的位置吗？还是等到晚上再说？先等殿下醒。1个时辰之后，苏问过来，把楚宁叫去了君然的寝殿中。本宫唤你过来，是想让你替本宫陪陪安生。我不想一个人待着，又不想母妃受累一直陪着我，所以难得公主不嫌弃我，愿意让我作陪，那我就陪公主说会儿话吧。竟是徐贵妃宫里的人，可见此前徐贵妃宫里的人胆敢来招惹殿下，也是有企图的。但当时殿下便嘱咐了无痕他们彻查徐贵妃宫中所有人的底细，却并未查出什么有问题的人来。殿下去寿安宫前交由属下审问的那个宫女身上藏了毒，属下审到一半，她就死了。你事先都没有发现她身上有毒，她是藏在何处的？指甲缝里。属下对她用完宰刑后，刚用针刺进她指甲缝，她就死了。还到那一步都没有自行了断，看来也是个前朝的疯子。唉，阿青，你说这都过去几百年了，前朝的疯子怎么还一直都出不尽？他们是不是血脉里就自带疯病？这顾青答不上来，但他其实也有那种感觉。而后君莫又不说话了。过了片刻，顾青又故自起口禀道：今日袁公公奉皇上的命令，亲自领着人去仔细彻查了各位贵妃娘娘宫中，徐贵妃宫中也查了，但一无所获。今夜阿青，你亲自跟这小东西去徐贵妃宫中走一趟，看能不能在找到凶器的同时，把那伤安生的人给揪出来。是。那人本事不小，此前我们东宫的人没有把他揪出来，今天他动了安生，搅得整个后宫都不得安生，也仍旧安然无恙，免不了会心生得意，得意了就会大意，肯定会露出破绽。不过你跟这小东西过去后啊，还是需多小心。本宫可不想为了逮住一只臭老鼠，折损了你。是，殿下请放心，属下一定会顺利拿到东西，再揪出那只老鼠来。国公爷，二少爷今日没有出府，一直在书房里看书。侄儿可只有3天时间，今天究竟什么也没做。国公爷让属下查的是，约莫6、7天前，二少爷确实跟二夫人还有二小姐一起去城内观音庙上过香，而当时他们也确实在观音庙里遇到了一位高僧。那芝儿身上是不是也有符运？如是那般，那芝儿再娶了能够影响他们苏国公府运势的楚宁，只要他好好栽培一番芝儿，未来他们苏国公府不就能如他期盼的那般永久昌盛兴旺下去了吗？国公爷，就属下所知，国师一直与太子来往颇深，归远大师是国师的师傅，会不会
不会。苏敬周没等林觉把话说完，就重重地打断了他的话，仿佛林觉再多说一个字都是对归远大师的亵渎，因为归远大师可是他们东城国最德高望重的高僧了。你说归远大师在路过观音庙的时候，掐指算出了祭清方丈即将圆寂，才进观音庙的。那祭清方丈现在如何了？祭清方丈今天下午圆寂了。风儿此时人在何处？大少爷今日一直在楚莹小姐那边。有探到元素在京中何处吗？还没有。继续去探。林觉应声退下之后，苏敬周再去看面前的饭菜，突然就觉得胃口大开了。而他不知道的是，他这几天心心念念的元素，此时人在辅国大将军府里。我今日不是以太和国摄政王的身份登门的，而是以我个人名义来访。那不知元兄今日登门的来意是？不瞒楚兄啊，我在前来你们京城的路上，就已经听闻了许多跟楚莹有关的事，且也已经核实过那些事情的真假了，所以我今日唐突的不请自来，是想当面听你们说一说有关那楚莹的事。既然元兄已经打听到了很多事儿，且已经核实过那些事的真假了，另外为了一己私欲，杀了不少人呐。元兄此后若想带他离开我们东陈国，回你们太和国，只怕不会太容易，因为他杀的其中2个人乃是我长子、次子的未婚妻，我们不会善罢甘休。莫要因为爱女心切就助纣为虐来针对我们。助纣为虐那种事，我是不可能做得出来的，且即便她真是我女儿，做错了就是做错了，我不会纵着她，只会替她弥补，再让她悔过。但元素迟疑着，没有把她真是我女儿吗这句疑问说出口，但楚离安已经敏锐地听出来这层意思了，立刻就问他道：你不确定她是不是你的女儿？但此前送到我手里的手链确实是我女儿的，且那手链还是我亲手所做，当今世上绝对找不出相同的来。来的路上我已经看过不少楚莹的画像了，她与我夫人极为相像。那她应该就是你女儿了吧？元素摇摇头，没有说话。从相貌来看，那楚莹确实是很像她的囡囡。无论如何，元兄此后应该都会与楚莹滴血验亲吧？那不知元兄的人有没有查到过，我们此前让楚莹跟她身边的高妈妈滴血验亲过？有，但我认为那高妈妈当时只是为了把罪责都揽到她自己身上，才故意说她是楚莹母亲的。而他们的血液能相容，应该是在滴血验亲的过程中出了什么纰漏吧，毕竟他们相貌毫无相似之处。高妈妈在那个时候说出她是楚莹的生母，的确有揽罪上身的嫌疑。然后我们一直也在怀疑高妈妈跟楚莹是母女这件事的真实性，直到楚莹是元兄你的女儿这件事在京中传开之后，我们才认定了高妈妈跟楚莹绝不可能是母女。因为在元兄你大张旗鼓地找寻你妻女的那些年里，我曾看过你夫人的画像，但高妈妈跟楚莹滴血验亲那件事儿，是我母亲身边的心腹做的，绝不会有纰漏。也就是说，楚莹就算不是高妈妈的女儿，她也有可能是高妈妈的近亲。另外，我特意去询问了几位太医，他们说呀，这世上有一些人的血十分的特殊，与任何人的血液都能相容，所以我想提醒元兄一句，不要太过于相信滴血验亲的结果。多谢楚兄提醒。然后大半个时辰后，宫中君莫就收到了元素去过辅国大将军府这一消息。此人身手十分了得，且武功路数也十分诡异，属下半分都没有松懈，也无法在不惊动将子宫旁人的情况下将他拿下。然后属下准备按殿下的吩咐撤退之时，太子妃的那条蛇突然窜出来给了他一口，他几乎是当场就倒地不醒了。属下情急之下，把太子妃此前给的解毒丸喂了一颗到他嘴里，但用处似乎不大。宁宁姐的解毒丸都拿那小东西的毒没辙。宁宁姐是个夜猫子，你去安胜那边
看看宁宁姐睡了没有。若是没有，让她过来看看，这人还有没有抢救一下的可能。是，你再顺路去幕后寝殿那边把袁公公叫来，后宫的人他最了解，他应该知道什么人，最清楚此人的底细。再一次应罢之后，顾青看了君莫小一会儿，确定他没有其他吩咐了，才转身退出去。而后不到半盏茶的时间，袁公公就来了。他只看了地上的嬷嬷一眼，就冲君莫道：哎呦，太子殿下，此人是将子宫的秋桑，算是徐贵妃跟前的红人了。您怎么把他给抓来了？他就是伤了安胜的人。什么？他就是？那太子殿下此时唤老奴前来，是想知道他的底细吧？老奴只知道秋桑是宫里的老人了，进宫少说也有30几个年头了。然后他是10几年前凑巧救了落水的三皇子，才被徐贵妃收进将子宫的。若太子殿下还想了解得更加详细，就得容老奴去找人问询一番了。而他前脚刚从君莫的房间离开，楚宁随后就跟着顾青进了君莫的房间，脸色都已经变了，救不回来了。你那小东西毒性这么强，顾青当时都立刻给他服了你的解毒丸了。余年师伯以前应该跟你说过，你的血剧毒无比吧？起初那半年，他都不敢徒手触碰我的血，且在他来为我医治之前，但凡是触碰了我的血的暗卫太医那些，最后身上都落下了不少疤。我的血应该跟你差不多，但小白喝了好几年我的血，都一点事也没有，所以先别让外人知道此人死了。还有他那装匕首的盒子上的花纹有点意思，让人去查一查。殿下身子还虚着，怎么现在都还没有睡？你不也没睡？殿下的身体能跟我比吗？而且我是前面陪着安胜公主睡得太早了，都已经醒来了。安胜情绪稳定下来了吗？差不多了。我给他房里熏了能安抚情绪的香，又给他扎了几针，再加上她本身就是一个很坚强的小姑娘，应该已经没有大碍了。那你再去睡一会儿吧。我会到现在都还没有睡，是因为父皇丢了2大堆奏折给我，还说我不帮他批完，他就要把你扣在宫里。朕今天一下早朝就被徐贵妃拦住了，他闹着要朕派人去把叶儿找回来陪他。叫儿臣帮父皇把老三抓回来吗？皇上迟疑地点了一下头。老三那个缺心眼儿的，这一次出去四处游历都大半年了，也该回来了。当天傍晚，袁素即将抵京的消息在京中传得沸沸扬扬。饶是皇上已经知道袁素早就在京中了，也还是安排了很多人出京去迎接。苏敬周就在被安排出京相迎的官员之中，他带着苏应之在城门附近下马车的时候，立刻就引得前来围观的百姓们激烈地议论了起来。而等袁素的马车在距离他们10余米远的位置停下之后，身着太和国朝服的袁素才刚步出马车。末将奉皇上的命令前来迎接摄政王殿下前往清河宫落脚，并告知摄政王殿下，明日太子殿下会代替皇上随您前往苏国公府与爱女相认。楚宁不是都已经把你的脸给治好了吗？我也以为他已经把我的脸给治好了，可自从我把他此前给我的药用完了以后，我脸上就又开始冒痘痘了，还越冒越多，且出痘的速度比以前都还要快了。我早就想找他问问清楚了，但祖母一直拦着，让我等等哥哥你跟莹儿姐姐的婚事敲定下来之后再去找楚宁那个丑八怪。我也按祖母说的忍了许久，可这2天我的脸实在痒得厉害，我有些忍不下去了。哥哥，你能不能带我去宫中？他不是丑八怪，是你嫂子。你想让他继续为你调理皮肤，往后就得对他客气点。哥哥，你这是怎么了？连你都被楚宁那个丑八怪蛊惑了吗？什么蛊惑？你要是没被那个丑八怪蛊惑，怎么可能跟我说这种话呀？你以前可比我还要瞧不上那个丑八怪。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此前帮莹儿把脉开方的那个大夫，医术似乎是挺好。回头我把他找来府里，让他也给你瞧瞧。可除了楚宁，旁的大夫都完全不懂调理皮肤这一块啊。那也不代表这世上只有楚宁一个人能调理好你的皮肤，试一试总是没有损失的。而此时清河会馆里，袁素翻看着手下给他的一堆画像，眉头是越拧越紧。那些都是楚宁的画像，
明明他脸上的疤存在感强烈到都让人不容易注意到他五官的好坏了，但自己莫名的就是觉得他眼熟。王爷可是也觉得这楚宁有几分面熟啊。你觉得他面熟？末将拿到这些画像之后，看第一遍的时候只记住了他脸上骇人的疤，但末将再仔细看第二遍的时候，就莫名有种扑面而来的熟悉感了。然后末将仔细反复的把这些画像看了好几遍，才发现他的脸型眉眼都像极了夫人啊。殿下，找到太子妃要的人了，只不过还要几天人才能到京城。你去问问宁宁姐要不要看那母女俩的遗骨，说她要看，你就连夜让人送进宫里来，明天一早给她看。你以后能不能娶到楚宁都还是个未知数，现在就让你身边的人唤她太子妃，是不是太早了些？父皇，你是恨不得儿臣娶不到宁宁姐，打一辈子光棍是吧？儿臣东宫的人只会在儿臣面前唤宁宁姐为太子妃，绝不会在外人面前这般唤的。公主不用害怕，那母女二人也是可怜人，且明天我看完就会让他们立刻送出宫，不会吓着公主的。我倒也不是害怕，就是有些好奇，你看那母女俩的遗骨做什么？但我又什么都不了解，怕问了使你为难，所以通过遗骨是可以看出来很多东西的，比如死因，还有死亡时的年龄，死去了多少年等等。这样啊，你可真厉害。翌日清晨，永华公主府里，太子殿下要今天下午才会陪同太和国那位摄政王去苏国公府，那就把我也会去苏国公府凑热闹的消息也放出去吧。此时宫中，楚宁正在很仔细地看那母女俩的遗骨，叶思叶晓全程都在边上看着他。等他微微蹙着眉，停止了继续观瞧。小姐看出什么来了吗？这是元素妻女的遗骨吧？十有八九是。那要带去苏国公府吗？天下难道不是去看热闹的，而是去搅黄他们父女相认的？他们本就不是父女吧，但我们确实只是去看热闹的。京中那几家名气跟客流都排在前几的酒楼茶馆中，所有人都在激烈的议论君雪蕊今日去苏国公府会不会做什么。小的无忌见过叶王殿下，小的呀是奉太子殿下的命令前来助叶王殿下离京的。大哥知道我要离京啊？是啊，我们殿下还知道叶王殿下您想去江南找三皇子殿下，我们殿下给小的下的命令是叶王殿下您想什么时候出京，小的就什么时候送您出京，然后出京之后一切听您的吩咐，等把您安全的送到三皇子殿下手里了，小的再回来复命。那本王若想现在出京，你现在能越过本王母妃的人，把本王送出京城吗？能呀。不瞒叶王殿下，小的来这儿见您之前，已经让人把贤妃娘娘安排来保护您的人全部都给引开了。好，太好了，不愧是大哥的人。那你现在就带本王出京吗？你什么时候认识的灵犀公主？祖父如此问，是怀疑今日我救下灵犀公主于事，是我与灵犀公主事先串通好的一出戏。你近来才刚习武，哪来的能力从歹徒手中救人？祖父说的没错，以我目前的身手，确实还没有能力从歹徒手中救人。但祖父应该也知道，有时候武力不够，还能靠智取。更何况祖父应该也知道，灵犀公主此番乃是初次入京，而我从不曾离过京，根本没有机会结识灵犀公主。不瞒祖父，我虽是智取救下了灵犀公主，却发生了一些意外。什么意外？祖父，我若能娶到灵犀公主，就能扭转我们苏国公府的名声了吧？且先不说你能不能娶到灵犀公主了，这灵犀公主下嫁，肯定得为正妻，楚宁那边能同意为妾？若孙儿能说服她同意，你若能说服她同意，我马上就替芬儿做主给她和离书，也会立刻把我早就已经拟好了的那道请封你为世子的折子呈上去。那今日他若是有陪同太子回来，我就去设法说服他点头。倘若等下楚宁有跟太子一起回来，我会让人带他来见你。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你怎么能不搭理你的救命恩人呢？
而且我们可是马上就要订婚的关系了，我还准备订婚后直接跟你完婚呢，好留在京城。不是只假订婚吗？还要假结婚的呀？本来是只打算假订婚的，可你都碰到我这里了。龚灵儿拿手指着自己的胸前，苏应之惨白惨白的脸上瞬间浮上了几抹红晕。他因为受了箭伤，抱着他上马的时候没有稳住身形，直接跟他一起摔倒在了地上。公主若非要我负责，那我肯定得负。但公主，你想好了吗？你真的要嫁给我吗？我们可才认识几个时辰，而且你祖母康和大长公主会同意吗？祖母很疼我的，只要是我真正想要的，她肯定会同意的。至于嫁给你这件事，来日方长，我以后再慢慢想吧。反正眼下你得对我负责。君莫跟元素都还没有到，君雪蕊就由人搀扶着下马车就了座，还在众目睽睽之下抛着媚眼撩拨苏应风。好哥哥，我今天是一个人来的，无聊得很，你来与我同坐可好啊？还请公主自重。自重是何意？哥哥，你来跟我解释解释呗。苏应风磨了磨牙，君雪蕊却莞尔冲他笑得妩媚惑人，看得周遭百姓是瞠目结舌。知道我是你大哥，看来还没有疯到脑子里只有男人的程度。大哥这话什么意思？大哥明明知道我虽然有很多男人，可他们全部加起来，在我心里都没有大哥重要。我是说，你可以再疯一点。大哥，你是不是精神不济，少说了几个字啊？君莫斜了他一眼，他才精神不济，自己出门前刚得宁宁姐施了针，这会儿精神好着呢。而君雪蕊赔了个笑脸，又问：大哥想说的是，我若想得到苏应风，可以再疯一点，对吧？君莫没有搭理他，只继续斜睨着他。君雪蕊便当他是默认了。我刚刚才只说了那么2句话，就听见有人说我把皇室的脸都给丢尽了。大哥，你就不怕我再疯一点，把你跟父皇的脸也都丢了呀？脸能当饭吃？那回头父皇要是再罚我，大哥你可得帮我。上次我已经帮过你了。什么时候啊？你猜？琼华，你要记牢我以前跟你说过的那句话，我们所有兄妹中谁都能恨父皇，怪父皇，但你不能。为什么？君雪蕊问得万分委屈，但跟上次一样，君莫没有回答他。恰好此时袁公公的人把滴血认亲的东西准备好了。楚大将军，你们父子4人可是来晚了一步啊。楚莹小姐已经跟太和国的摄政王当众滴血验亲过了，结果如何呀？血液相融了，楚莹小姐是肃王殿下的女儿，没跑了。父亲、大哥、二哥、三哥，莹儿以前是做了很多错事，但莹儿以后一定会好好悔过弥补的。而莹儿眼下虽然已经寻到了亲生爹爹了，但只要你们还认莹儿，那你们永远都会是莹儿最亲的家人。那我就当众问一句，我们认你还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父亲这问的是什么话？我做了那么多错事，都害得姐姐跟你们彻底决裂了。现在只要你们愿意认我，就已经足够了，哪里还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什么？那我们若是认你，你大哥、二哥还有你3哥，能娶妻成家吗？楚莹心下微微一颤，瞬间整个人都被一股不妙的预感给笼罩住了。难道当年的事他们查到眉目了？你到底也喊了我那么多年的父亲，而今日也算是你人生中十分重要的一天了。我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英杰过往与我们交情不浅，如今时隔数年再见，你为何如此怕他呀？看来你已经猜到我给你的大礼是什么了。楚莹霎时惊恐到眼睛都睁大了几分，那棺材里面还真是范迎秋的尸体。父亲送给我的大礼还真是这副棺材。父亲明明最清楚我胆子有多小了，为什么要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送一副棺材来吓唬我？难道父亲非但半分都没有原谅我，还恨不得杀了我，将我塞入他的棺材中去？
太子殿下，末将想请袁公公再主持一场滴血验亲跟滴骨验亲。准了。袁公公连忙让他身边的小公公去做相应的准备，而周遭的百姓们再一次爆发了十分激烈的议论。有劳袁公公随便找2个人跟楚莹滴血验亲。随便找2个人跟楚莹小姐滴血验亲，楚大将军这话是何意啊？等下袁公公就会明白了。怎么会呢？我们跟楚莹小姐怎么也有血缘关系？是不是你让人在水里做了什么手脚？楚莹小姐若是信不过咱家，大可自行去准备水和碗来，多找几个人与你滴血验亲试试。爹爹是看了我让人送去给爹爹的信物才来见我的，且我也与娘亲生得一模一样，爹爹应该……信物有遗失的可能，而当今世上容貌相似的人数不胜数。爹爹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爹爹不查一查袁公公有没有让人做手脚，就直接信了我的邪，与任何人都能够相容，所以不一定是你的女儿了吗？袁公公今日是代表东陈国皇上站在这里的，他的言行举止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2国的邦交。我不认为东陈国的皇上会冒着影响2国邦交的风险来使坏，阻拦你我父女相认。故而你的血既然与任何人都能够相容，那就确实需要用别的方法来确认你是不是我女儿了。距今15年前，你在遇到楚大将军夫妇的前一夜，你遇到过一个容貌几乎跟你一模一样的小女孩，对吧？听得这话，袁素第一时间就看向了楚宁。还请细说一下。我之前机缘巧合的遇到过一个当年跟楚莹同处一个难民群的人。据他们说，在楚莹遇到楚大将军夫妇之前，曾有一个妇人带着一个模样、身高、年龄都与楚莹无二的小女孩进到过他们之中。当时那妇人已经病入膏肓到没有多少时间可活了，她想找一个好心人托孤，最后她也顺利在那个难民群里挑选到了一个值得信任的好人。然而在她把她女儿支开，单独交代那人事情的时候，她女儿却被楚莹诬陷，放火烧了他们的粮食衣物。你放屁！我当年根本就没有遇到过你口中那对母女，你别在这儿胡编乱造污蔑我。我也是道听途说来的，既然不是真的，那你就当个故事，先听我说完吧。反正你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能够证明你是肃王殿下的女儿，不是吗？楚莹噎了噎，既然是污蔑，那真正放火烧了粮食衣物的人就是楚莹了。但当时那群难民在那之前经历过数次骚乱，付出了十分沉痛的代价，在好不容易才调和到了上下一心的情况下，自然而然的就只会相信自己人了。而当时他们的粮食本就已经所剩无几了，眼瞅着寒冬将至，面对粮食冬衣全部都被烧毁了的噩耗，好些人都失控了，不管不顾的把那母女2人给绑了起来，要在有心之人的挑唆之下，用石头把他们母女打砸得头破血流。说到这儿，楚宁略作停顿，转头迎上袁素一直盯在他脸上的目光，往下说道：据说那期间那妇人一直在哀求那些难民放了他的孩子，说他的孩子绝对不可能做那种事情。而那小女孩也没有喊痛，一直在大喊我没有做，你们别打我娘亲，我娘亲生病了。但直到他们母女俩都因为失血过多晕死过去，才有一些已经从愤怒中冷静下来的妇人小孩过去护着他们，制止了男人们继续伤害他们。但是那些男人们怒火未消，不肯给他们松绑，然后当晚有人趁着旁人睡着之后，把还在那昏迷之中的母女2人给活埋了。据那人说，那母女2人被活埋之后，因为被埋得不深，没有立刻死，只是声音十分微弱，甚至后来那小女孩的手还从泥土中伸了出来，但楚莹冲过去把她的手踩回了泥土之下，还在他们上面反复踩踏蹦跳了一通，直到下面再无任何声音跟动静才停下来。狗日的，楚莹当时不是才5岁左右吗？都还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怎么能那么恶毒呀？而且那母女2人也没有招他惹他呀。就我所知，送到你手里的信物此前并不在楚莹身上，也并非楚莹送到你手里去的，所以不出意外，你妻女的仇人不止楚莹一个。他们跟楚莹我就先带走了。楚莹身上的事情还没完，你若想带着你妻女的遗骨先回到清河会馆，此后我会亲自将她送到你手里去。等袁素抱着那箱子带着一身肃杀之气离开之后，本宫有些乏了，楚大将军，你们速战速决吧。袁公公应该还认得英杰吧？有劳袁公公帮英杰跟那棺材里面的遗骨做一个
低谷燕青，融进去了。不知这关中是谁人的遗骨啊？小妹迎秋。这么说来，令妹当年不是与人私奔了，而是遭人谋害了。我祖父已经找大理寺的仵作验过尸了，小妹的死亡时间约莫就是她当年失踪的时间，且她的死因是从高处坠下，全身粉碎性骨折，生生痛死的。就算你妹妹不是与人私奔了，而是遭人陷害，那也与我没有半点关系。你这般看着我作甚？替你办那些事的人很厉害，但你以为他真的没有出任何纰漏吗？且你以为我们要是没有证据，会在今天把迎秋的遗骨搬出来吗？二哥，你别叫我二哥，我担不起，也觉得恶心，恶心的想吐。就算我们不是亲兄妹，可这么些年，我对你不好吗？祖母、母亲、父亲、大哥，还有老三，甚至是我们府里上上下下的人，都对你不好吗？你为什么要如此来害我们呢？且你害我们也就算了，为什么还要伤及无辜呀？明明迎秋在与我订婚之后，也一直将你视作妹妹，你怎么下得去手就将她推下悬崖？她是那么怕痛的一个小姑娘。二哥，你不能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杀我，杀人是犯法的。救命啊！救命啊！顾青相当无语地拦下了明显已经因为愤怒失去了理智的楚恋。这边一众看客都从激烈议论莫名过渡到相约去开赌局了，袁公公就示意顾青安排人给楚莹上了枷锁镣铐。不要，放开我！我可是京中第一美人加第一才女，我可马上就要嫁给凤哥哥，做苏国公府的世子妃了。你们不能这样对我，凤哥哥救我！我们昨晚可都还在抵死缠绵呢，我还为你怀过一个孩子，你不能不管我呀，凤哥哥！凤哥哥！苏应风猛地握紧拳头，那世子妃3个字，还有楚莹说的那些话，让他刚刚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出面替楚莹说几句话的念头，瞬间就消散了。儿，你是不是还要随太子殿下进宫？侄儿今日救灵溪公主，受了险些致命的重伤，你能不能先回府去为她瞧上一瞧？楚宁听得微微蹙眉，苏静之受了险些致命的重伤，可那不是一场事先安排好了的英雄救美戏码吗？太子殿下，我们苏国公府近来诸事不顺，若是这个节骨眼上，侄儿再有了好歹，老臣怕是会撑不住啊。而老臣年纪大了，若是没有扛住病倒了，就会有很长时间无法替皇上跟殿下您效力了呀。所以还请太子殿下准许您儿回府，为侄儿医治一番后，再随您回宫。苏国公，你过往那般轻视苏应之，如今却重视他，到为了他来威胁本宫的地步了。看来下一次你递到本宫父皇面前的请封奏折上，写的就会是他苏应之的名字了呀。如果你愿意，我就能帮你重回之前的风光。他心下微微一动，好半晌才反应过来，跟君学蕊拉开距离，并满脸嫌恶地瞪向君学蕊。但君学蕊全然不在意，反而冲他笑得很开心，然后他一直维持着那样的笑，在周遭百姓的议论声中走了。这个时候，带着枷锁镣铐的楚莹已经连哭喊求饶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流着眼泪巴巴地看着苏应风，盼着苏应风能够再看他一眼，但苏应风始终都没有再看向他。这个时候，苏国公府里苏应之的房中，苏敬周让楚宁自己进去之后假意离开，实则绕去了苏应之隔壁的房间偷听。但楚莹一进去就直接叫苏应之脱了上衣，让他检查伤口。紧接着他又让叶思从清风院取了一些药回来，给苏应之清洗了伤口，重新上药。完事儿他才屏退了叶思叶想，轻声冲苏应之说：你身体还没有完全养好，也才刚刚开始习武，下次再遇到那样的事情，可别再去逞强了。我不希望我辛辛苦苦治好的病人因为意外白白丢了性命。可我要是见死不救了，姐姐不会觉得我人品不行，不再与我来往了吗？不会，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你又还不是朝廷官员，没有保护黎民百姓的义务，只需要保护好自己的小命就行了。我听姐姐的。难得姐姐今日回府来了，我有一件事想问姐姐。你问吧。姐姐，你此前说过，你只要能跟我们大哥和离，不论什么事都愿意做，不知那话还算数吗？当然算数，我现在做梦可都还想着能顺利拿到和离书。
实在不行的话，休书也成。那我若是能助姐姐拿到和离书，姐姐愿意与我演一出戏吗？你且说说，要怎么演？与我假成婚即可，而婚后，姐姐你只需要从清风院搬来我们院中。当然，我会另外为姐姐准备卧房的，绝不会用夫妇的身份强迫姐姐你做任何不愿意做的事情。然后等我如愿成了世子，再足够有能力了，姐姐你什么时候想离开，我就能什么时候给你一封和离书还你自由。只不过在那之前，姐姐你可能会受非议编排。非议编排我倒是不怕，毕竟我早就已经受够了，不会再受到任何影响了。只是婚姻到底不是儿戏，你如此为我考虑，我有些过意不去。说到这个，我正好还有一件事要跟姐姐说。今日我救灵犀公主时，不慎与她有了些身体接触，她非要让我娶她，我可能得在跟姐姐假成婚的同时把她争取回来，还得委屈姐姐你与她为平妻。所以姐姐完全不用过意不去，因为我那般帮姐姐，自身其实也没有任何损失，全当是报答姐姐治好了我跟我母亲的恩情吧。那姐姐要是愿意，我稍后就去跟祖父说，顺利的话，可能说完就能从祖父手里帮姐姐拿到和离书了。那好吧，就按你说的来。姐姐你前面说太子还在外面等着你，那你快去吧，我休息一下就去找祖父。不用急于一时，你还得先好好休养。苏应之按照先前定好的剧本说完最后一句就起身走了，而他前脚一走，苏敬周后脚就从隔壁进了苏应之的房中。祖父明鉴，在楚宁对孙儿无意的情况下，孙儿只能那般来诱使楚宁点头，但孙儿可以跟祖父保证，等楚宁跟孙儿签了婚书，搬进了孙儿院中，孙儿一定会尽快设法把生米煮成熟饭，让他离开不了。请封你为世子的奏折，我已经让人送到宫里去了，虽然很有可能会被驳回来，但……顿了顿，他又从袖中拿出了一纸和离书跟一纸婚书。这两样东西我可以先给你了，你得在把和离书给楚宁的同时，让他签下婚书，以免旁生枝节。苏应之压着内心的激动，伸手接了过来。他与楚宁刚刚的对话是按照太子的意思安排的。刚开始看到的时候，苏应之还觉得成功的几率不大，但太子说，像他们祖父这样生性多疑的人，有时候反其道而行才能成事。太子还说，今日的所有事情都是他东宫的人一步步促成的，所有事情都在他的掌控之下，绝对不会出纰漏。谁想竟真就没有任何纰漏的顺利达成了。有道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劝你还是赶紧把你做过的那些事情都一五一十的全部说出来，不然啊，今天有你受的。三哥，你救救我！我是做了一些错事，但我没有伤害过元素的妻女啊！他们不能这样对我，三哥，你别走啊，三哥！宁儿，你等下随太子殿下进去见到肃王殿下了，能不能让他给楚莹一个痛快些的死法？楚莹都还没有承认他害死了肃王的妻女，更没有供出是哪些人帮着他害死了楼范两家的小姐。你要是心疼他，不如去劝劝他，赶紧全部招了。我不是心疼他，我只是有些听不下去了。听不下去你可以走的，没有人强迫你留在这里听。宁儿，这一声于静书喊的是伤心欲绝，喊完眼泪就刷刷刷的往外冒。事到如今，一切都已经真相大白了。我们之所以会走到今天，也全都是因为楚莹，而不是因为我们不在乎你。你真的不能给我们彼此一个机会？不能，请楚夫人往后别再喊我宁儿，否则我会考虑改名换姓。于静书心里狠狠一痛，随即又是一阵咳嗽。楚离安帮他顺了好一会儿的背，他才止住了咳嗽，但已经有些站不稳了。楚离安就劝他先回府去，但他摇摇头，执拗地看着楚宁，想再与楚宁说点什么。可元素的房门正好在这个时候开了。君莫看了一眼门内明显是哭过了的元素。你头上这只金簪是哪儿来的？我的金簪？说是我师父给我的，说是我师母的遗物。你莫不是认识他那簪子？
难道他那师母是你们太和国的人？你还认得？我夫人也有一只这般的金簪，而她的所有姐妹都会在及笄的时候从她们母亲手中拿到这么一只金簪，所以不出意外，楚宁的师母很有可能就是我夫人年纪最小的妹妹。令夫人那位年纪最小的妹妹，长得与令夫人像吗？你没有见过你师母的画像吗？我师拜师那天，被师父带去祭拜师祖们的时候，看到了师母的牌位，才知道师父有过一位夫人的。但那之后，师兄们都提醒我，以后不要轻易提及师母，我也就没有再提起过。一直到我体内的毒解了一个8、9成，能够回楚家了，师父才在送我出谷的时候，把师母的金簪给了我，说师母曾经告诉他，他那金簪是要传给长女，然后一代代传承下去的，而他不会再娶，不会有女儿，就把身为他唯一女弟子的我视为女儿了，让我替他帮师母传承下去。我虽只与我夫人那最小的妹妹见过几次，但她是我夫人那一众姐妹当中容貌与她最为相像的。难怪当初我脸上的伤愈合到一定程度之后，师父总是看着我走神了。冒昧问一句，你脸上这疤是除不掉吗？他天生丽质，又有一手绝顶的好医术，那些疤一点都影响不了他的美貌和才华，除不掉也没有任何影响。啊，抱歉。楚宁全然不在意地摇了摇头，又看了俊墨2眼，然后就把差点就要说出口的回答给压下去了。虽然他脸上这疤是他回京之前他师父提的条件之一，但现如今他都已经跟楚家划清界限了，也已经跟苏应风和离了，也就没有再留着的必要了。王爷，皇后差不多了，我觉得可以审了。我可以如实回答，但你们能不能给我一个痛快？经历了刚刚那么一通，他已经怕了，也清楚地意识到了他不可能有活路了，所以他想死得痛快些。才这程度你就怕了？也不知道你是哪儿来的胆子，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但俗话说得好，好人不长寿，坏人活100年。你虽然是活不到100年了，但也暂时死不了。我们会让你把我们夫人小姐生前的遭遇经历个千八百遍的，再送你下去当面跟我们夫人小姐赔罪。赶紧说，不然就先去那坑里埋上几回再出来说。遇上那对母女的那天早上，我们那群人中的大人因为粮食所剩不多了，再商量要不要先撇下一些妇孺老人，等之后找到了愿意接济帮助我们的人，再回头来接。当然我会知道是因为我跑去偷听了。当时我们之中有一个神婆，她很坚定地说，不出2天我们就会遇到能帮助我们度过那个难关的贵人。她的话总是很灵验的，相信她的人很多。然后当天傍晚我们就遇到了那对母女，她们虽然浑身是伤，也跟我们一样穿得破破烂烂的，但那个女人说，她只要能从我们之中找到一个能帮她把女儿送回她夫君身边的人，就会把她藏进阴细软的地方告诉我们，助我们去找一个风调雨顺还富庶的地方买地安家。查看到那个小女孩的一瞬，我就觉得她很像我，我想过以后能跟她成为好朋友。可那个女人要找人把她送回她父亲身边，高妈妈就跟我说，我要是不想她离开，可以想办法把她留下来。然后我在高妈妈的暗示下，趁大人们都在谈论那个女人的话可不可信时，去放火烧了剩下的粮食，跟佣人统一放起来的冬衣。他没说实话。前世他可不是这样跟自己说的，几乎是楚宁那5个字一出，他们所处的房间温度就突然降了好几度。来听！那一瞬间，他整个人都条件反射的剧烈抖了起来。但还没有等他开口说什么，雷霆就已经出现在他的身后，拽上他的头发，不顾他的喊叫就把他拖了出去。接下来又是一通的反复被埋，且不知是不是楚宁给他喂的那些药效果太好了，这一次反复被埋的次数明显都已经超过上一次了，他状态比先前还要好，以至于到最后他身体都还没有撑不住，精神就已经先崩溃了。
雷霆是在他被放出来透气的时候，都迟迟不知道呼吸了，才又再一次把他从坑里拔出来的。我不敢了，我不敢了！我如是说的，不要再买我了，不要再买我了，不要再买我了！我第一眼看到那个小女孩，我就很讨厌她。她明明跟我长得几乎一模一样，也穿的跟我一样破破烂烂的，且她身上还有伤，却开朗活泼的，让所有人一见到她就都很喜欢她。他还用甜腻到令人作呕的语气喊那个女人娘亲，而那个女人明明都因为她身上的伤病到快死了，却会十分温柔地笑着冲那个小女孩说：“楠楠别怕，娘亲在，一直都在。”明明我跟她就长得一模一样，为什么她有那么温柔那么好的娘亲，我却没有？为什么我一直都很努力的在讨好大人们了，却总是有人嫌弃我、讨厌我、针对我？一旦他一出现，还什么都没有做，就已经获得了所有人的喜欢，甚至就连那些过往一直都很自私自利，甚至是刻薄歹毒的人，都在当时说了，等那个女人挑出她满意的人选后，会帮着她把孩子送回她夫君身边，让她放心。我不喜欢像是受到了老天爷特殊关照的他们，所以我不想让他们称心。我想要他们母女被所有人讨厌、嫌弃，甚至是针对。所以我去放火，烧毁了我们仅剩的粮食跟为数不多的东西，因为我知道那肯定能激怒所有大人们。虽然唆使那些大人们把他们母女绑起来打砸的人不是我，但我在跟着大人们朝他们母女扔了几块石头之后，心里觉得前所未有的畅快，同时我还想直接就那么砸死他们。所以我告诉了高妈妈，是我玩火折子的时候不小心烧毁了冬衣粮食，请高妈妈杀了他们母女，帮我把事情遮掩过去。又在高妈妈唆使的人去活埋他们母女的时候跑去旁观了。当时他们母女俩已经虚弱到都没有力气从那个活埋他们的坑里爬出来了，但那个女人一直在哑着嗓子求活埋他们的人放了她的女儿。我不记得自己的娘亲，但我既然被抛弃了，那我的娘肯定不曾那般爱过我，所以我讨厌她，讨厌她在看见一只小手从土里伸出来的时候，想也没想就冲过去，用力把它踩回了土里，甚至还反复在那上面踩踏了好久，直到高妈妈来把我抱走。隔天早上有人说那母女俩逃了，那些大人们怒不可遏的一直在大声叫骂，但没有人去追去找，似乎他们都觉得他们逃了也挺好，那样他们手上就不用沾上人命官司了。但他们在打砸那母女俩的时候，可也是半分都没有手下留情的。所以苏王殿下，你不能只冲着我一个人报仇啊！你得去把那些人都抓来，绑着反复打砸，才能算是彻底为你妻女报了仇。我说完了，你们能不能给我个痛快啊？最后这一句，楚莹是用近乎哀求的语气问出口的。她是真的宁愿死，也不想再去经历那种濒死的感觉了。奈何她问完之后，元素久久都没有开口说话，只拿一双红到几乎要滴血的冷厉深眸死死地盯着他，似乎是想用目光将他千刀万剐。你想死倒也不难，把你背后的人全部供出来即可。我背后的人？令妈妈？除他之外的？别的我不知道，是真的不知道。从高妈妈把令妈妈引荐跟我开始，我就会习惯性的找令妈妈帮我解决麻烦，但是我从来就没有问过令妈妈是如何解决掉那些麻烦的，更没有问过她手里有多少人，又是哪些人。而我从思过庵里出来后，还一次都没有见过令妈妈呢，都是明星替我去找令妈妈传话的。楚莹还得作为鱼饵来钓大鱼，苏王，你可得沉住气，别一个没忍住就把人弄死了。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我5岁就懂了，
不需要你提醒。今天我实在有些疲乏了，就先回东宫了。若是此后有大鱼上钩了，还请立刻派人去告知一声。当然，我那边要是有了什么新的消息，也会差人来告诉你的。宁宁姐，你现在最想见的是什么人？我师父师兄他们到京城了。君莫笑而不答，楚宁便又问：可他们为什么会在殿下的东宫里？那不然他们应该在哪里？宁宁姐，你都已经不回苏国公府里去住了，不是吗？哎，你跑什么呀？宁宁姐没跟你说过你还不能跑跳吗？楚姐姐有跟我说过的，还不止说过一次。可表哥，你跟楚姐姐走太快了，我不跑不就追不上了吗？他是急着去见他师父师兄，我是急着去防止他师父师兄在他面前说我坏话。你猴急个什么劲儿？我这不是不知道叶欢在哪里吗？怕跟丢了。你脑子呢？跟丢了，随便找个人给你领路不就好了？对哦。不过表哥，你其实不用担心楚姐姐的师父师兄会在楚姐姐面前说你坏话的。君莫眯起眼盯着温雨，一句为什么还没有问出口，就听得温雨自问自答道：因为我没少在楚姐姐面前说表哥你的坏话，但楚姐姐还不是一直对表哥你挺好的吗？君莫磨了磨牙：药师师叔，凡凡师兄，我刚说的那些都是真的。太子殿下他确实对小师妹很好，只怕跟你们比起来都不会逊色半分。但是他到底是太子，不仅有为君之才，还有体恤百姓之心，更是当今圣上膝下唯一适合坐上的皇位的皇子。所以我认为无论他对小师妹多好，他都不会是小师妹的良人。但他偏偏又认准了小师妹，还说要为小师妹放弃太子之位。所以我希望师伯师兄你们这次能够想办法让他放弃小师妹。殿下这是在做什么？我就看看你在做什么。没想到还正好听到了叶欢那小子说我坏话。叶欢师兄也没有说殿下的坏话吧？他说的不都是事实吗？那宁宁姐，你希望我按他说的放弃你？楚宁瞬间一僵，他重生回来之后就知道他可能是喜欢自己了，但他一直都在揣着明白装糊涂，而他也一直由着自己揣着明白装糊涂，从来就没有跟他挑明过。此时会顺势这么问他，显然是有挑明的意思了。顺势楚宁就又想到了顾青先前给他的东西，难道那是自己的和离书？宁宁姐，你回京来的时候我就放手过一次了，是宁宁姐你自己来到我身边的。那无论因为什么原因，不论谁让我放弃，就算那个人是宁宁姐你，我都绝不会放弃了。除非在我的干预之下，宁宁姐你还能爱上别人。师父，宁儿想你了。你个小骗子，骗骗你大师兄也就得了啊！你真要想为师了，这5年多里怎么也没见你写封信给为师啊？你还忘了我们说好了的，你出嫁的时候得为师背你上花轿啊！有道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由您背师妹上花轿不合规，那是我该做的事儿。无论如何，我们没有送你出嫁，你就不算是已经嫁过人了。等你日后要嫁人的时候，我们会风风光光的把你嫁出去的。我不打算嫁人了。楚宁这话一出，耀西跟凡凡都同时看向了君莫，然后他忍无可忍的上手去把楚宁从耀西怀里扯了出来。差不多得了啊，宁宁姐都还没有这么抱过我，怎么就只来了你们2个人？他不是有一堆师兄吗？今日只有我跟师傅到了，而2师弟跟3师弟半道带着师妹要见的那位高人绕道去买一味药材了，还需3、4日才会到。你们药王谷的人还需要找别人买药材？来，小太子，你过来，我给你把个脉。君莫坐到耀西对面去，按耀西的指示把手伸了过去。之后耀西花了很长时间来给他把脉。你知道我们药王谷的人为什么那么憎恨前朝余孽吗？知道，师兄们曾跟我说过，前朝时期师父你们药家就是名震天下的医药世家了。但前朝一位狗皇帝想要长生，因为你们没有做出他想要的长生药，而想要对你们赶尽杀绝。最后你们之中的一部分人逃到了药王谷隐居，一直到前朝覆灭了，你们才又出药王谷行走，继续治病救人。那是假的。假的？
不止师兄们是那样与我说的，师伯师叔们，还有谷里的长老们，也都是那般与我说的呀。因为真相只有历代谷主知道。楚宁抿抿嘴，师父他老人家在替太子把过脉之后，察觉到了自己医术进步的太多了，却没有直接问他是怎么做到的，而是与他说起这个。真相是当年前朝的狗皇帝找上我们药家之前，药家那位刚继任的族长就一意孤行地带着全族遁世隐居了。他还找了他江湖中的好兄弟帮忙演了一出满门被屠，来瞒天过海。他说他是死后重生回来的人。当初为师要求你盯着那几道疤回京城的决定，大抵是做错了。师父没有做错，是那个愚蠢至极的我太过期待亲情爱情了，是我咎由自取，自作自受，还冥顽不灵，最后才没能善终的。那几只蛊虫在你脸上太久了，加之为师当年为了预防他们移动，还用了很重的药，使他们陷入长久的沉眠。如今你怕是得连着熏上越狱的香，才能把他们引出来了。而这个时候，外面院子里头，君莫已经直勾勾地盯了药房门好半天。叶欢都忍不住想问他眼睛酸不酸了，但还没有开口，就看见顾青匆匆而来。宁心跟的令妈妈如殿下预料一般去了钟离那边，而那钟离方才掩人耳目的去了景王府。挺好，倒是不用本宫让人去他住的驿馆里埋火雷了。然后他抬手屏退了顾青。你们师父莫不是诊出我没有多少时日可活了，想劝说宁宁姐跟你们回药王谷？你看起来也不像是将死之人了。放心吧，你死不了。只不过以我的医术来看，你体内的毒可能得跟随你一辈子。但我师父的医术远在我之上，师妹的医术亦在我之上。加之这几年师妹的医术似乎进步神速，她跟师父合力，定然能彻底解了你体内的毒，并把你的身体医治调理到最健康的状态。她回京之前，医术就在你之上了。她很有学医的天赋，虽然入门时间晚，还只学了几年，但师父早已决定让她为我们药王谷的下任谷主，且长老们都已经同意了。难怪九转轮回针会在小师妹手里了，原来她那么早就已经被选定为药王谷的下任谷主了。这事师妹还不知道，而师父他们会早早的就选定了师妹为下任谷主，并非师妹回京前医术就已经好到超越了我们谷中所有人，而是她的学医天赋高到史无前例，学习的速度快得惊人。所以师父曾经跟我们说过，将来有一天，可能只要师妹想，就没有她治不好的病，救不了的人。那你们师父刚刚为我把完脉，就把她拉进了夜换药房去，是为哪般？可能是因为师妹为你医治的时间明明还不长，你的情况却已经好转了很多。师父惊讶于师妹近几年医术进步太过神速，激动之下就立刻拉了师妹去劝说她接下谷主的重任。这上面记录了我方才与你说的那位族长的生平，以及他曾经玩笑般讲给旁人听的一段故事。不出意外，那段故事就是他前世的经历。你无聊时可以看看。小宁宁，你给为师一句实话，你现在是如何看待太子的？我是他的大夫，他是我的病患，还能怎么看待？你真的就只拿他当病人看待？不瞒师父，我不知道，也不敢去想。不急不急，来日方长，你有的是时间去弄清楚，也会有敢去想的那一天。且看着君莫此时眉眼含笑，眼神还温柔到快要能滴出水来了的样子，他还莫名的有些心跳加速。说起来，东宫今天是为什么要放烟花？自然是给师父大师兄你们接风洗尘。是吗？那你不是早就知道我跟凡儿会在今天到了？也不早，昨天刚知道的。小宁宁同意了吗？你就喊上师父大师兄了。宁姐，我能随你叫他们吗？殿下，你是太子，只要你想，你就能。且你愿意随我这个大夫喊他们师父大师兄，是对我这个大夫的看重，他们应该也会很开心的。锦王府里，在偏厅等了许久的钟离，一直到夜幕降临了，才被人领入君锦的书房。而君锦刚在密室里跟他外祖父引荐给他的几位大臣，经过了长达2个时辰的密谈。哎呀，
你近来身体不好，有事啊，让人来叫我去见你就行了，怎么还跑过来了？我这2日是睡得厉害，但今天中午我做了一个噩梦后，就怎么都睡不着了，心里也一直七上八下的，还莫名的很想见殿下，所以我就来了。楚宁此前已经答应过我，会在空闲的时候随我去为你把脉的。殿下，方才我在偏殿等你时，听见你府里的下人在说，东宫今晚要放烟花来庆祝太子大好出宫，要不殿下以前去恭贺做理由，带我去东宫赏个烟花，顺便见一见楚宁。正好看到一朵朵绚烂无比的巨大烟花铺满了东宫上空，等他回过神来，想对钟离说来不及了的时候，突然又听到了一声距离无比近的巨响。下，有人在我们府里埋了大量火雷，请殿下立刻随属下等出府避难。让府里的人都先撤出府去，以免伤亡过多。已经在往府外撤了，不过殿下有所不知，埋火雷的位置都在空地或是无人住的房间院里。那人话都还没有说完，就被身后突然炸开的巨响还有巨大的冲击给掀翻了出去。等他强忍着剧烈的耳鸣目眩爬起来，就看见他们殿下也才刚满身尘土的站起身，而钟离倒在距离他们殿下有5-6米远的位置，一动也不动。殿下，今夜这一出是冲着您来的呀。方才老奴已经大致确认了一遍全府的情况，别处爆炸的地点不是无人住的院落，就是比较空旷的院子，亦或者较宽敞的回廊，且爆炸的程度也都不算很严重。但殿下您这儿却……那火是怎么烧起来的？那是几个刚进府不久的小丫鬟被火雷爆炸的动静吓得推翻了刚加满了油的琉璃灯，没及时将灯扶起导致的。此时东宫那边的烟花还在继续，他看着那接连在东宫上空炸开的绚烂烟花，脸上的表情是越来越阴沉。他之前可没有伤到楚宁分毫，大哥今天却是冲着炸死自己来的，这笔账他是一定要跟大哥算清楚的。良久，东宫那边升空的烟花数量都开始减少了，他才终于想到钟离来。转头看去，就见钟离已经醒了，正在他手下的搀扶下十分缓慢地朝他走来。今日这通爆炸不小，我母妃那边很快就会收到消息，未免他担心我得立刻进宫一趟，我先让人送你回医馆，等明日我再去看你。等回到了驿馆，钟离乌梅帮他脱掉了身上的脏衣服，服侍他泡进了浴桶里。圣女怎么伤心成这样？是不是景王殿下因为今晚他府里的事没顾得上关心圣女？他嫌弃病发时的我。圣女误会了，景王殿下不是嫌弃你发病了，而是嫌弃你身上的脏污。殿下有洁癖的毛病，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别说圣女你不知道，京城里应该也没几个人知道的，不然我们的人此前来调查景王殿下的时候早就已经查到了。小人有几位善巫蛊之术的友人，他们曾与小人提到过一种同心蛊，据他们所说，那同心蛊厉害到能让2个背负着血海深仇的人爱到彼此到死去活来啊！尽快替我找到那同心蛊。楚莹那个废物死了吗？没有，方才奴婢去给圣女准备浴汤时，问过从清河会馆那边回来的人，据说那元素的人还在反复活埋他，而且他们还会在他快要崩溃时用石头砸他，用疼痛使他恢复清醒。钟离沉下脸色，眼里有杀意一闪而逝。就算是个废物，他已经彻底变成了一枚弃子，那也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哪儿由得旁人如此对待？当令妈妈设法把他从那群太和国的人手里救出来，若是不行，就直接杀了他。就怕是不行了，在我们可能已经被盯上的情况下，救他的风险太高，很有可能是去自投罗网。小姐4、5岁的时候，令妈妈你们就到她身边了吧？令妈妈，你真的下得去手杀小姐吗？不然应该怎么办？总不能一直放任她，一直被元素的人折磨吧？东宫那边，此时烟花已经放到尾声了，楚宁跟温雨一起陪在君冉身边赏烟花。白日里，顾卿在清河会馆里交给我的东西，宁宁姐，你应该已经猜到是什么了吧？你跟了我这许久，还跑来赶走了安圣公主和温雨，就只是为了问这个？
你都知道我一直在盯着你了，还一眼都没看我。是安胜跟温雨他们比我好看，还是连烟花都比我好看？安胜公主跟温雨自然是好看的，烟花也好看，但殿下你最好看了。这几个字差点就要说出口的一瞬，楚宁看着在他面前佯装不悦的君莫，心下一气，然后那7个字就被他咽了下去，换成了一句：殿下你准备什么时候把和离书给我？临时改口的结果就是君莫生气地板着脸对他张开了双手。和离书就在我身上，想要你就自己拿，你要是不拿，以后你就别想看到他了。我可是殿下的大夫，殿下身体都快被我给看光了，隔着衣服拿个东西根本就不算什么事儿，殿下这般来难为我可是失策了。什么叫快看光了？你不就只看了上半身吗？下半身就还从来没看过。楚宁在他怀里没有摸到东西的手顿住了，抬头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又转去摸他2个袖带，结果还是空空如也，不由得就有些生气。殿下戏弄我。是戏弄你没错，但你的和离书真在我身上，你再仔细摸摸。楚宁咬咬牙，这货要不是太子，自己绝对要用针扎得他半身不遂。而此时此刻的他浑然未觉，他在君莫身上找和离书的举动，落在远处几人的眼里，像极了是依偎在君莫的怀里，惹得被抬到了耀西凡凡那边去的君冉都激动到了用受伤的那只手去拉拽温玉。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楚姐姐可说了，你腕间的伤口太深了，你这只手最少得有1个月不能使力气。我这不是瞧见楚宁靠在了太子哥哥怀里吗？一个激动就……表姐，你说楚宁这都已经靠在太子哥哥怀里了，他是不是很快就会变成我嫂嫂了啊？哪有那么容易？楚姐姐还没有拿到休书呢。对啊，那你赶紧让他们分开，要是让有心之人瞧见了再传扬出去，那不仅楚宁的名声会受损，太子哥哥也是要被朝臣们借机骂惨的。不去，东宫哪来什么有心之人？更何况太子表哥是会怕被骂的人吗？母后倒是说过，太子哥哥的东宫是全京城最安全的地方，而且太子哥哥一直以来都被骂被弹劾，倒也的确……君冉话都还没有说完，就看见那边楚宁跟君莫分开了，当下又好不惋惜地嘟囔道：怎么这就分开了？到底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还名不正言不顺的，久了也不合适。而且以我对楚姐姐的了解，她可不是会对太子表哥投怀送抱的性子，肯定是太子表哥耍了什么歪心思，引得楚姐姐靠在他怀里去的。不可能，我太子哥哥人那么好，对楚宁也那么好，他怎么可能对楚宁耍歪心思啊？表姐，你不能因为太子哥哥以前欺负戏耍过你，你就对太子哥哥怀有成见。而这个时候，楚宁跟君莫那边，楚宁就着他们边上的东楼，将好不容易才从君莫身上找到的和离书反复看了好几遍，也反复看了衙署盖的红印章许久，才将和离书折好收起来。谁会把和离书这种东西贴身放呀？殿下你也不嫌它脏？君莫笑了笑，没说话。殿下，袁公公来了，说是盛贵妃领着锦王去皇上跟前告您的状了。告状？盛贵妃还不到40，怎么就老糊涂了？以前她可做不出这么幼稚还毫无用处的事。叶静不敢接话，很快君莫又道：你去跟袁公公说，本宫今日接连去苏国公府跟清河会馆看了好戏，身子疲乏的厉害，没精力再进宫去折腾一趟了。是。等等，你且跟着袁公公进宫去走一趟吧，替本宫好好问问盛贵妃何故要去父皇面前告本宫的状。若她不提今晚老二府里的事也就罢了，若她提了，你就让她拿出证据来，再告诉她，她若拿不出证据，本宫明日就去上早朝，让他们母子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给本宫赔不是。叶静压着兴奋应罢之后，转身脚下生风的走了。殿下这一招倒打一耙实在是妙啊，盛贵妃跟锦王怕是得气吐血。此前老二借烟花袭击了你，今夜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借烟花炸了他府邸。殿下会不会因此惹上麻烦？会。
但麻烦这种东西对我而言，多几个少几个，从来都没有什么差别。天下明日当真要去上早朝？再不去露个脸，朝中有些人怕是真的要当我是个死人了。宁宁姐别担心，托宁宁姐的福去上个早朝，顺便逗逗老二母子这种小事情，我身体还是吃得消的。那殿下早些去歇歇吧。我先送你回房。不用，而且温雨跟安圣公主还在。他们自有人送。此前我让叶静重新布置了你住过的那个房间，你去看看合不合意。楚宁自知拗不过他，也就没有再多说什么了。但他们此时所处的位置距离他的住处是颇远的，才走上不到1/3的路程，君莫呼吸就变得粗重了不少。宁姐，你扶一把。殿下今日奔波太多，身体哪里吃得消，何必要逞强送我？毕竟我都已经住进了殿下东宫，来日方长，以后有的是机会。楚宁嘴上絮絮叨叨的，却已经依然扶住了君莫。君莫无声的笑了笑，嘴角都要咧到下巴上去了。你这小太子怎么越活越不懂事了？你自己的身体是个什么情况，你还能不了解吗？你若真想跟小宁宁修成正果，就得多爱惜自个儿身子，少给小宁宁添乱。师父教训的是，往后我会注意的。哎呀，你没有学艺的天赋，想当我徒儿可是不够格。师父就当我这是妇唱夫随吧。怎么，小宁宁答应与你在一起了？你不说话，是你都还没有直接挑明问过他吧？是。你别急，小宁宁最是心软了，等她找回了那3年里的记忆，你再去跟她挑明，她就算不会点头，也是不会直接拒绝你的。师父这是在教我趁虚而入。是你的话稍微卑鄙一点，对她耍点心机，我们是能够容忍的，且她余生也只能跟你在一起了。云墨心下大喜，宁宁姐的师父师兄们是认可她的。你跟小宁宁的情况不一样，解毒的方法也不一样，所以你这边的情况要等小宁宁给你解毒之后才知道。我想让她一样。辅国大将军府里的人，还有苏国公府里的人，小太子，你可想好如何对付了？辅国大将军府那边，他们虽然对宁宁姐做了很多很过分的事情，但我不打算对他们做什么。一来，他们到底是宁宁姐的血亲；二来，从我目前掌握的一些情况来看，他们早迟会自食恶果，没必要脏了我的手。自食恶果，这是楚立安父子也不看好小太子，投靠了其他皇子。至于苏国公府那边，宁宁姐已经做了一些安排，此后若是他们不够惨，我会再添几把火。如此，那我们就姑且先什么也不做了。此时皇宫里，叶静刚跟着袁公公去到御书房，君锦心头一跳，突然后知后觉地想到，母妃拉着他来御书房之后，父皇听完始末都没有问他们要证据，就直接让袁公公去东宫了，只怕父皇什么都知道。他还好意思问我们要证据？景儿可是说他半个府邸都被炸毁了呀！试问当下的京中，除去皇上跟太子之外，谁还有权利一次性动用那么大量的火雷？而皇上再怎么不喜欢景儿，也不可能做出炸毁景儿的府邸，还险些把景儿也炸死的那种事情。就算是如此，盛贵妃娘娘，您也不能毫无证据就直接怪罪到我们殿下头上呀。那你的意思是，炸了景儿的府邸，还差点把景儿也炸死的人是皇上喽？老奴惶恐，老奴断无那个意思，老奴只是……行了，你既然怀疑到朕跟太子头上了，朕明日就将这桩事交由你兄长去调查。皇上误会臣妾了，臣妾只是怀疑太子一人。太子近些年一直在半只脚都踏入了鬼门关的情况下，而京中火雷的数量又历来都是有记录在案的。你倒是跟朕说说，太子何故要用这种一查就会露馅的法子来对付景王？一直处在病中的他跟景王兄弟之间，又是何时结了这么大的仇怨？盛明珠噎住了，不是他答不上来，而是不敢答。
今夜是臣妾一意孤行，拉锦儿来找皇上告太子状的。臣妾素来敢做敢当，若查明之后事情真与太子无关，臣妾会按太子所说，当众向他赔不是。此时君莫已经因为强撑过度睡着了。且凌晨君莫醒过来的时候，叶静都还没来得及转述他的话，叶思就前来送药了。听闻那药是楚宁熬了大半宿的，他死都不舍得一口闷，苦到脸色都变了，还坚持品茶似的，一口一口慢慢喝完了。为娘昨夜反常的领你去你父皇御书房告太子的状，你可知用意为何？儿臣知道，母妃是想让儿臣看清父皇眼里根本就没有儿臣这个儿子，以提醒儿臣不要对亲情再抱有任何幻想，该狠的时候就必须得狠，不论对象是谁。你知道就好。盛明珠欣慰地笑了笑。你既然想让那楚宁为钟离治病，不若也设法让他为你治一治。我听说太子为了让医术极好的楚宁完全为他所用，有意纳他为妾，而楚宁虽然医术十分了得，却去不掉自己脸上的疤，再加上他又在苏应峰那里受了很重的情伤，如今对太子那般相貌地位的男人的追求，只怕很容易就会沦陷其中。你若想笼络他为你所用，须得小心再小心。君锦轻轻地点了一下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他肯定会在反复确认了楚宁可用之后才会信他。楚大将军此前不是随苏国公一起向你投诚了吗？他近来可有帮你做过什么事？楚离安用不了，他虽不看好太子，却也绝不会背叛父皇。那便罢了。我还想着他们楚家人在看清那楚莹的真面目后，一直在试图跟楚宁修复关系，日后他们楚家肯定会是楚宁的后盾之一，若楚宁能为你所用，也就会更有利用价值了。不过楚离安若是因为楚宁又反悔去投靠太子呢，对你也是极为不利的。你可以试试用楚家人来牵制楚宁，毕竟他们到底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至亲，楚宁是不可能不管他们死活的。此后的早朝上，文武百官齐声高呼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君莫才被顾青推着姗姗而来，且他还直接让顾青把他推到了大殿最前方的正中央。臣来迟了，父皇莫怪，各位大人也莫怪。满朝文武都没吭声。父皇，儿臣前不久都差点死在宫里了，托楚宁的福才得以继续苟延残喘的活着。谁想儿臣在宫里将养了数日，才刚离宫回到东宫，就被景王母子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污蔑炸毁了景王府邸。他们甚至还污蔑儿臣企图直接炸死景王。儿臣行事虽然是离经叛道了一些，但儿臣从未在毫无缘由的情况下对兄妹出过手，儿臣实在是冤枉的很，儿臣也受不了这份委屈。楚宁也说儿臣现下受不得任何委屈，还请父皇将盛贵妃请来，让他跟景王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好好跟儿臣道歉赔不是。上次太子在宫中被人用药引得毒发后，确实凶险万分，且当时的亏损，太子还并未将养回来，仍处在十分虚弱且随时都可能再次毒发的状态下。而这个时候他若再次毒发，便是楚宁医术再好也可能都保不住他了。所以若非他执意要回东宫，朕还是要留他在宫中继续调养的。皇上特意收声，看向君锦继续道：这么关键的时候，太子确实受不得气。这是同意了景王母子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给太子道歉赔不是的意思。父皇，昨夜儿臣是被府中接连的爆炸给吓糊涂了，进宫后才会拉着母妃去御书房向您告大哥的状。母妃会陪着儿臣胡闹，只是想到儿臣差点被炸死，太过后怕了而已，还请父皇让儿臣一人承担后果。儿臣会在文武百官面前向大哥道歉赔个不是，到大哥愿意原谅儿臣且气消了为止。你母妃昨夜可与朕说的是她一意孤行，拉你去朕面前状告太子的。她还说她素来敢做敢当，若查明事情与太子无关，她会按太子说的来当众向太子赔不是。且当时你也在场。皇上呀，景王殿下素来重孝道，他此时定是护母心切，才会在情急之下颠倒了黑白。
还请皇上看在锦王殿下的一片孝心上，宽恕他这一回吧。儿臣一时心急说错了话，还请父皇责罚。请皇上念在锦王殿下对贵娘娘的一片孝心上，饶恕锦王殿下这一回。而那数位大臣之首是苏敬周。难得景王一片孝心，朕可以不与他计较情急中说错了话这种小事。但景王面对昨晚他府中的事情，明明毫无证据，却还是跟着他母妃去了朕面前状告太子。可见他第一时间怀疑的也是太子。明明太子就没有擅自动用火雷，更没有那般对付他的理由。故他们母子必须得按太子说的，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给太子道歉赔不是。否则太子此后若是气出个什么好歹，朕是绝对不会轻饶了他们母子的。请父皇准许儿臣去请母妃前来。准了。皇上说罢那2个字，在军警起身匆匆而去之后，示意袁公公将一本子折子送下去给了苏敬周。苏卿请封你们苏国公府2少爷为世子一事，朕准了。苏敬周都愣了一下，才谢恩，而满朝文武则是小声议论了起来。军警已经领来了满脸愤怒的圣明珠，但他愤怒归愤怒，还是跟着军警去到君莫面前道了歉，赔了不是。怪臣弟胆子太小，被那跟过年的炮仗一样响个没完的火雷爆炸声一下，这脑子就不好使了。只想到了京中能动用那么大数量火雷的，只有大哥您跟父皇，还没忍住，就与我母妃说了，才会跟着母妃去了父皇跟前告大哥的状，还请大哥念在臣弟自幼胆子就小的份上，大人有大量，别跟臣弟一般见识。本宫就景儿这么一个孩子，见素来沉稳懂事的景儿都吓得慌了神了，再想到景儿差一点就要被炸出个好歹了，本宫就失去了理智，也没多想就去了皇上跟前告状。哎呀，实在是对不住。本来呢，多年来一直都在被人骂的我，是不至于跟你们母子计较这点小事的。但父皇自幼就教训我们，就算争吵得头破血流，也不能犯弑兄杀弟这种天理难容的罪孽。我一直铭记在心，故我是为了避免旁人真以为景王府是我炸的，景王也差一点就死在我这个当大哥的手里了，我才如此大动干戈。皇上，臣妾已经在文武百官面前跟太子道歉了，是不是可以走了？如何？你可消气了？气倒是没消，但就这样吧。儿臣刚磕得太狠，没力气继续跟他们计较了。还请父皇准许儿臣回去服药，明日儿臣再正式来参加早朝。此时宫中早朝已经散了，苏敬周因为要等册封圣旨，留在了最后出宫。等他带着上门宣旨的公公回到府中，一进府门就看到了双目通红的苏应风。祖父，我听说您请封2弟为世子的折子，皇上批了。是。如此说来，祖父早就已经决定要让2弟为世子了，且也早就把请封的奏折给呈上去了。也不算早，我3日前才决定让之儿为世子，请封的奏折则是昨天下午才呈上去的。而这个时候，苏国公府的世子之位落在了苏应之头上的消息已经在京城里都传开了。苏应风一出府门，就遭到了不少前来看热闹的人指指点点，而后他让跟出来的人给他备了马，直接策马出了京。在城外甩开暗中尾随他的人之后，他弃了马，悄然折返回京中，去了永华公主府。你此时会来我这里，可是想好要借我的力拿回本该属于你的东西了？你为什么突然就瞧上了我？明人不说暗话，你这戎装舞剑的样子，像极了我那死去多年的挚爱。这么说来，你想要的只是我的身体？是，我对你的心不感兴趣。那我这副皮囊任你处置，你可能助我拿回我的东西？当然能，且我还知道，你除去想从苏应之那个病秧子手里拿回世子之位外，还想从我大哥手里夺回楚宁吧？是。我听闻我大哥为了抓牢医术好到能够治好他的楚宁，企图收楚宁为妾，但你与楚宁一日不合离，他就无法那么做。而我的人已经寻到了药王谷几位医术肯定在楚宁之上的神医的消息，等我找到他们，
我会把他们引荐给我大哥。那之后，我大哥必然不会再像现在这般重视楚宁了，也就会放楚宁出东。不，他绝不会因为楚宁并非唯一能够治好他的人这种理由，就放楚宁离开东宫。且他想纳楚宁为妾，也不仅仅是因为看重楚宁的医术。你是说我大哥可能喜欢楚宁？太子对楚宁应该不是喜欢，而是执念。哼，执念而已，不难对付。但你是不是得先给我点好处？苏应风自然明白他口中的好处指的是什么，且他在来永华公主府的路上就已经决定好了，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他都要利用永华公主拿回属于他的东西。当君雪蕊的手从他的胸膛一路向上摸到了他的脸上，他瞬间就回想起了那日他在宫中受药物掌控后被君雪蕊压在身下的耻辱，瞬间恶心到重重地拍开了他的手，并退后远离了君雪蕊的床。男子汉大丈夫应该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可你来都来了，还都说出任本宫处置的那种话了，竟要临阵逃脱。苏应风也不说话，就只沉着脸看着他，眼里心里都盛满了嫌弃厌恶。最终他也确实转身走了。好哥哥，本宫这儿随时欢迎你哦。他捏了捏拳头，没有回应，直接走了。哥想不想知道我现在要去哪里，要去做什么？与我何干啊？自是与大哥有关系，我才会特意下来问大哥想不想知道。那你倒是说说，与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现在要去东宫见楚宁。你要么直接说，要么就滚。大哥别生气啊，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觉得那2件事大哥有权知道，所以才……苏应之说话间，把苏敬周之前给他的婚书拿出来，展开举到了苏应风面前。你好大的胆子！楚宁她可是我的夫人，你伪造出这么一封婚书来是意欲何为啊？你们母子给了楚宁那么多好处，才求得楚宁为你们医治，你应该不想死吧？是不想，但大哥你肯定不敢杀我。大哥你肯定以为我跟太子一样，也看中了楚宁的医术吧？大哥你错了，还是大错特错。无论是我还是太子，看中的都不是楚宁的医术，而是他自身。我喜欢楚宁，所以我跟祖父做了一个约定，我帮祖父把楚宁留在我们苏国公府，祖父则上折子，请封我为世子。你留他在我们府里的办法，莫不是让祖父替我做主给他和离书，然后让他改嫁于你？是，不愧是大哥，一猜就中。同意了？同意了。不可能，他怎么会同意？他都不喜欢你，怎么可能嫁给你？且他身边还有太子。他说了，只要能跟大哥和离，他什么都愿意做。那他更应该选择太子，而不是你。可他就是选择了我。他可是你大嫂，就算祖父给了他和离书，他也不可能嫁给你。一来祖宗长辈们肯定是不会同意的，二来京中百姓也会。大哥知道此前几年他是怎么过来的吗？他每一次外出露面，都会被人当作过街老鼠一般辱骂非议，他怎么可能还会在乎旁人怎么看他？而我亦不在乎，反正他与大哥也并无夫妻之实，且就算他与大哥有了夫妻之实，我也全然不介意。至于族中长辈们，祖父早已经说服他们点头同意了。你的意思是，祖父他已经替我做主给他和离书了，而你手上这婚书不是你伪造的，是真的？是，昨天下午祖父把请封我为世子的奏折呈上去的同时，就已经把和离书跟婚书交给了我，而和离书我昨日就已经让人送去给楚宁了。质子爷，你流血了，你身体本来就不好，昨天还受了险些致命的伤，而大少爷身手又那么好，万一你要是被他这一拳头打出个好歹，小的可怎么回去跟国公爷交差啊？小的先带您就近找个医馆瞧瞧，再去东宫可好啊？我没事，直接去东宫。然而此后东宫里，苏应之一入东宫大门，就被东宫的侍卫直接领去了叶焕的院中。苏应之是想趁楚宁帮他处理脸上红肿的时候，顺势把太子全然不顾及他身上有伤，吩咐他今天当街激怒他们大哥一事告诉楚宁，然后做官楚宁为难太子的。他们是我楚宁小师妹的师傅跟大师兄，昨日刚到京城。听我说完小师妹轻轻松松就改善了你从娘胎里带出来的羸弱体质后，他们对你十分感兴趣。啊，原来是姐姐的师傅和大师兄啊，
从你的脉象来看，师妹她已经彻底改善了你的体质，往后你只需要好好调养，即可如常人一般康健长寿。至于你身上的心伤，也无甚大碍，好好调养进步即可。多谢。此时此刻，苏国公府里，苏应风双目赤红的带着一身煞气，直接踢开了苏敬周的书房。祖父，你凭什么擅自替我做主，给楚宁和离书啊？就凭我是你祖父。可我早就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就算你是我祖父，你也不能招呼都不跟我打一声，就擅自替我做了这个决定。以你近来对楚宁的态度，我要是提前跟你打了招呼，你能同意？我当然不会同意了，毕竟祖父你替我给他的和离书，不是要放他离开我们苏国公府，而是要让苏应之娶她。他可都已经以我妻子的身份进我们苏国公府3年多了，祖父，也就半分都没有想过，他在与我和离后又立刻嫁给苏应之，我们府里的人会如何看待他？我们族中的人又会如何看待他？京中百姓又会如何非议他吗？他昨日亲口跟侄儿说了，他只要能与你和离，不在乎世人会如何看待他。原来祖父你也有被逼到山穷水尽的一天啊！你放肆！世上女子何其之多，你竟为了一个你根本就不爱的女人如此与我说话？谁说我不爱她了？我只是因为忘记了她太多年，突然将她想起来之后，又一时没有理明白对她是哪种感情罢了。而苏应风那般冲他吼完之后，又难过至失望至极的对他道：世人都道祖父你溺爱惨了我这个长孙，可事实上，祖父你只是将我视作一个能够继承你国公之位的工具，在栽培，在器重，不然你就算半分都没有考虑过旁人会如何看待楚宁，也定然会想一想，那般做了之后，旁人会如何看待非议我。你怎知我没有想过？我是希望你通过那些事成长起来才。成长？祖父莫非是想看我在跌入泥底之后奋发图强的样子吗？然后再等时机成熟了，重新把那世子之位施舍给我，然后继续左右我的人生吗？混账！我的一片苦心，到你眼里竟成施舍了。还有我何时左右你的人生了？你会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是你自……不论如何，往后我都不会再让祖父你继续左右我的人生了。我会用我自己的办法夺回属于我的世子之位，我也会极尽所能阻止苏应之跟楚宁成。话未说完，苏应风莫名的就想到了苏应之先前与自己说的那句，昨日就已经让人把和离书送去给楚宁了。然后他收声，定定看了被他甩在苏敬周桌上的那张大红婚书片刻。祖父，你聪明一世，到头来却栽在了苏应之那个病秧子头上呀！半个时辰前，侄儿来过他的书房，说是为了避免夜长梦多，要借去东宫找楚宁换药为由，拿着和离书跟婚书去东宫让楚宁签下婚书。他还派了人去暗中盯梢，可此时本来应该已经被芝儿带进了东宫的婚书，却被风儿拿来甩在了自己的面前。和离书可在你手里？苏应之说了，他昨日就已经让人把和离书送去给楚宁了。苏敬周脸色顿时难看到了极致，他被芝儿算计了，且跟芝儿一起算计他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太子，那就意味着昨日芝儿救了灵犀公主一事根本就是一出事先安排好的戏，还有芝儿与楚宁的那通对话也是他们事先商量好了的，甚至就连康和大公主请他过府去商量灵犀公主跟芝儿的婚事也都是假的。你要去哪儿？去永华公主府。灵爵，把他给我来！灵爵见状，哪里还顾得上去拦苏应风，直接冲到了他的面前去。东宫，宁宁姐，你醒得很是时候。我让人把午膳摆在隔壁来，师父跟大师兄也在。殿下今日进宫上早朝时，身体如何？可有不舒服？托宁宁姐你的福，没有半分不舒服，而且还打了一场很漂亮的胜仗。我就说今天的午饭有些过分丰盛了，原来是殿下要来跟我们一起吃午饭呀！啊，殿下不用帮我夹菜了。
此前宁宁姐单独同我一起用膳时，我家的菜，宁宁姐你都是要的。现如今师父师兄来了，宁宁姐你就不要了。可是有了师父师兄，就不想要我了。楚宁有些无语地瞪了他一眼，却到底还是拿开了挡住碗的手。谁想这人竟一口气地往他碗里加了冒尖的菜。下瞧着也不是眼神不好的人，却见我碗里满成这样了还加菜来，莫不是因为我昨晚给你熬的药太苦，殿下打算撑死我？那不能够，只是宁宁姐你太瘦了，我想把你养胖些。我师父师兄都搁这儿坐着了，哪里需要殿下你受累来养我？东宫是我的地盘，你们师徒几个现在都在我的地盘上，那自然都该由我来养。师父跟师兄要是不嫌弃，我也能一并把他们也养胖些。殿下，苏国公府的管家来了，说是要请楚小姐去苏国公府帮苏国公把脉治病。而昨晚他送宁宁姐回房休息的路上，宁宁姐告诉他，他下午在苏敬州那个老东西领他去见苏应之的时候，往那老东西身上下了一种情绪起伏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发作的毒。你此前突然性情骤变，不是因为对风哥哥死心了，也不是因为突然就不再稀罕亲情了，而是因为你在那之前梦到了很多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对吧？你都梦到什么了？你想知道吗？你想知道的话，就让元素放了我。楚宁挑了一下眉，直接从药袋里面取了一粒药丸出来，强行喂进了楚莹的嘴里。楚莹呸呸地吐了几口，又呕了一阵。你给我吃了什么？你还有半刻钟的时间。半刻钟后我会怎么样？我会死吗？你昨天不是都求死了吗？可我现在不想死了，你快给我解药！你还有不到半刻钟，说服我给你解药。你会不得好死的，你一定会不得好死的。哼，反正在梦里我也已经替你死过一次了，如今的我再怎么样也不会死得比梦里更委屈凄惨了，所以我一点都不怕死。但是你现在看起来似乎还挺怕死的。楚莹霎时气得双眼都红到快要直接滴出血来了。楚宁果然也跟自己一样梦到了未来的事情，然后楚宁为了不像梦里那样最终落得个被推出去给他做替死鬼的下场，就毁了他的人生。你站住！你回来！凭什么？凭什么你就利用梦到的事改变了人生，我却依旧只能悲惨的死去？老天爷！老天爷，你待我不公啊！你好好想想，你从小到大做过的所有伤害他人的事情，就会知道老天爷并没有待你不公，这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而老天爷让你临死前看几眼你靠着伤害他人得来的美好未来，就是想让你像现在这么痛苦的死去，这都是你咎由自取。你就好好受着吧。另外，你的风哥哥眼下正在永华公主府里扮演男宠的角色，讨好永华公主的，肯定是没有功夫抽身来看你的。你还是死后变成鬼，去亲眼看看他是怎么服侍永华公主的吧。外面的楚莹做了那么多恶，早就死有余辜了。但苏王殿下，你们还让他活着，应该是不想让他死得太痛快吧？不知这之后你们决定送他去阴曹地府了时，能不能把他借给我一用？师父莫不是想尝试炼药燃？楚莹作恶多端，还完全不知悔改，骨子里都已经坏透了，再加上他还可能是前朝皇室的血脉，拿他来炼药燃，让他好好受一受我跟太子当年遭过的罪，再去见阎王倒也是挺合适的。你们师徒近来一直住在东宫，此后我直接把人送到东宫去，就在这里吧。届时我搬来这里。我东宫里的水牢啊，想来师父也有所耳闻吧。那水牢里的一些毒虫，是那3年里我跟宁宁姐见惯了的，兴许能派上用处。楚宁，你可愿做我干女儿？我此生不会再娶，也就不会再有子女。故而我若收养了一子一女在膝下，我妻女在九泉之下，定然能更加开心。
而你不仅是我夫人的妹夫，是做亲生女儿一般看重的徒儿，还因为一些机缘揭发了楚莹想要冒充我女儿的奸计，甚至你的五官还与我夫人有那么几分相像，说来也算是与我极有渊源了。难得肃王殿下不嫌弃，小宁宁，你就答应了吧。啊？虽然我从未与你们师兄妹几个明言过，但你们应该也知道，我一直都是将你们视作自己孩子在看待对待的。而方才肃王殿下给我看了他夫人的金簪，确实与你头上那只一模一样，那意味着你们师母可能真的是他夫人的妹妹。那么日后你们确实可以唤她一声姨父。而他寻找了妻女那么多年，到头来却只找到了2具遗骨，以及一个他们死得格外凄惨的真相，属实是有些可怜。眼下他在万分伤心之余，生出了想收你为干女儿的心，你本身也不忍心拒绝他的吧？那还不如就爽快点点头同意了。你师父说的没错，我这么可怜这么惨，你忍心拒绝我吗？有道是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小宁宁，你既愿意认我这个师父做父，那我可就替小宁宁你认下肃王殿下这个义父了。难得义父不嫌弃，日后我会替您女儿好好孝敬您的。王爷，他们东陈国辅国大将军的将军夫人求见。他必是为楚莹而来，义父不用考虑我，自行决定要不要见他就好。与他说本王在妻女遗骨前伤心过度，还未修边幅，不便见他。王爷，那位将军夫人称他是来送楚莹最后一程的，领他进来见楚莹吧。那人可能不是楚夫人。雷霆，将那冒充楚将军夫人的妇人拿下。而刚让人把折子送走了的雷霆，正好经过院子里，没等元素的话音落下，他就已经纵身快速朝那个蹲在楚莹面前的于静书掠了过去。王爷，这人服毒自杀了。此人该是在进来之前就已经服了见血封喉的剧毒，然后用内力压制了片刻，蹲到楚莹面前才毒发身亡的。而他断气之后，手也一直抓着楚莹的头发，只要楚莹的头动，看在我们眼里，就像是他一直在为楚莹整理头发。他跟你说了什么？你想要解药的话，最好老老实实的回答我的问题。你刚刚给我吃的毒药，根本就毒不死我，对吧？只能让我痛一痛而已，因为你们还没有折磨够我，还不想让我死。你猜对了，那毒确实不致命，但它不是只能让你痛一痛，而是能让你痛很久很久。不过嘛，说之后你可能也没有功夫在意这点疼痛就是了。你这话什么意思？你还要再给我吃别的毒药不成？这个小姑娘是服了见血封喉的剧毒，进来见楚莹的。我估计她是来向楚莹传达他们的人几时会来营救楚莹的。义父，既然你刚刚都已经跟太子殿下说好了，这之后要住到东宫去，不说择日不如撞日，今天就搬去东宫吧。太子殿下东宫里的守卫可要比这清河会馆严多了，不论是谁想要营救楚莹，都肯定是进不去的。我不去东宫，我宁愿死也不会去的。他身后的人不惜牺牲一个人，也要向他传达消息，可见救他的心十分之坚定，让我都对他身后的势力有些好奇了。我就先不去东宫了，但他你们可以先带过去。义父的意思是要让人来扮作他，抓住他身后的人。顾青，你去安排一下。楚宁，你个不要脸的！就算风哥哥再不喜欢你，你也是风哥哥的夫人。你竟然敢光天化日，在众目睽睽之下跟太子拉拉扯扯，我们明明的做了一样的梦，凭什么你能抢走本该属于我的一切，我却依旧只有死路一条？我不甘心，我不服，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放开我，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能毒哑他吗？虽是问句，但他手里其实已经捏着能把人毒哑的毒药了，同时也有些后悔，他前面为楚莹吃那毒药的时候，就应该一并毒哑他的。今日盯着我府上的人定然数不胜数，不知大将军今日着急见我，是有何要事啊？末将是为楚莹而来，你放不下与他之间的父女情，想让我出面去元素手里救下他。殿下对前朝皇室了解多少？你方才说是为楚莹而来，
此时又提到了前朝皇室，莫非那楚莹跟前朝皇室有牵扯？楚离安迟疑了几瞬，点头。军锦神色霎时变得无比严肃。此前我们一直怀疑楚莹身后有着很厉害的帮手。昨日回去之后，我便想通过寻找血液与任何人都能相容的人，来揪出楚莹的幕后帮手。就又约了那几位太医出去细问有没有其他的辨别方法。谁成想，酒过3巡之后，他们却都劝我不要往下查，还说我们辅国大将军府能就此跟楚莹斩断缘分，也算是祖上积德，那令我百般不解啊。几番追问之下，才有一人支支吾吾地与我说，古往今来有记录在册的，只有一个十分庞大残暴的家族，他们家族的血液能与所有人相容。那个家族莫不是前朝皇室？楚离安点头。那你们是想说，你们从一群普普通通的难民群中收养而来的楚莹，竟是前朝皇室的血脉，且他身边一直有前朝余孽在帮衬教唆他？是的，这可不是一桩小事儿啊！你能来告诉我，让我有些受宠若惊啊。末将既选择了晋王殿下为主，这种时候自然就只能信任殿下了。承蒙大将军信任，本王一定不会辜负大将军。只是那楚莹眼下人在袁素手里，就算他真是前朝皇室的人，我们也无法利用他来找到他身后的那帮前朝余孽呀。殿下当真没有办法将楚莹从袁素手里弄到我们天牢中去关押吗？军锦死死地拧起眉，思来想去，也没有想到什么好法子。据说昨日太子去清河会馆后，在袁素房中与袁素说了许久话，然后今日太子似乎又掩人耳目的去了清河会馆。末将是担心太子早就知道楚莹的身世了，而眼下距离前朝余孽上一次兴风作浪刚好10几年，末将担心太子是想通过楚莹来揪出即将冒出头来兴风作浪的前朝余孽，然后以此博得朝臣认可呀。不，大哥是不会费力去讨朝臣欢心的人，且他与那前朝余孽是有着极深纠葛的。他若真想通过楚莹找出即将出来兴风作浪的前朝余孽，那肯定是冲着了却私怨去的。我看大将军这反应，大将军当真至今都还不知道我们大哥当年也在那伙被前朝余孽劫去的一众孩子之中呢？不过也不怪大将军至今都还不知情了。父皇当年瞒得那么彻底，就连我们皇室中也是没几个人知道的。我也是才刚知道不久，不知景王殿下是从谁人口中知晓的呀？苏国公，且按照苏国公当时的说辞，他是打从一开始就知道的。不过大将军也不用觉得这是因为父皇更信任他，毕竟苏国公府当年并没有嫡子嫡女被劫走。见过景王殿下。楚小姐应该已经知道本王的来意了吧？叶总管已经与我说过了，但我不愿再踏入苏国公府，还请景王殿下为苏国公另请高明。这是为何？就本王所知，苏国公一直以来可是待你不薄，且眼下你也还是他们的苏家媳，景王殿下有所不知，我已经与苏应风和离了，且还是苏国公做的主。什么？景王殿下若是不信，我可以将和离书取来给景王殿下过目。至于景王殿下说的苏国公待我不薄，那是因为我对他有利用价值，且那份价值对他来说重要到了不惜杀了我也要将我留在他们苏国公府的地步。老二，你跑本宫这里来做什么？万一你在本宫这里摔着碰着了，你母妃又得去父皇面前告本宫的状了。大哥多虑了，我又不是小孩子了，哪里能平白无故的就摔着碰着了呢？都多少年了，老二，你怎么还是这么笨？本宫那是在说东宫不欢迎你。军锦脸瞬间黑了。本宫这里同样也不欢迎眼瞎心盲的人。太子殿下教训的是，末将从前确实是眼瞎心盲，才会走到了跟亲生女儿形同陌路的地步。形同陌路总好过变成仇人。楚大将军，你们得吃醋。太子殿下说的是。大哥，
苏国公眼下的情况真的很危急，你不能见死不救啊！毕竟苏国公这一生功勋无数，还是曾几度救边关百姓于水火的大英。你倒是说说，怎么就成本宫不救了？本宫自己的命都还拿捏在楚宁手里，你却想让本宫拿身份命令他去救一个想杀他的人，你莫不是早就盼着本宫死了，巴不得本宫惹恼他，死得更快些？臣弟不敢，臣弟只是……不敢就滚，不然本宫等会儿就痛死在你面前了。父皇还得让你给本宫陪葬，本宫可不想黄泉路上有你这么个玩意儿作陪。前往苏国公府的马车上，君锦抬起手，用衣袖挡住了脸，揉了揉开始发痒的鼻子。等他的马车直接经由苏国公府侧门驶入了苏国公府内。老身得知国公爷病倒的消息后，才刚从国恩寺赶回来，未来得及洗漱收拾，就前来迎接景王殿下了，还望景王殿下莫怪。苏国公眼下情况如何呀？老身还未来得及去看，那本王便与国公夫人一同去看看苏国公吧。哥，你这发冠是祖父给你的？你哥哥今日突然获封世子了，为娘也是一头雾水，但追问之下，你哥哥知道说来话长，日后再解释。而苏敬周房间那边，萧文秀跟君姐一前一后的走进去时，整个房间里是乱作一团，有不少太医围聚在一起，拧紧着眉头小声讨论。萧文秀见苏敬周看向了他，眼里满是绝望跟难堪，还有少许说不清道不明的愤怒。萧文秀瞬间就想到他的神智是清明的，再想他戎马半生，权势滔天，几乎已经掌控了大半个朝堂，眼下却突然就陷入了连他自己的身体都掌控不了的艰难境地。何院判，我们国公爷情况如何？不太妙啊！早几年我奉旨来给苏国公请平安脉的时候，就曾经跟苏国公说过，他身上顽疾颇多，若无法根治，那就必须一直用药加以控制，否则他往后每一次情绪起伏过大，都会伴随中风偏瘫的风险。但此前你们长孙媳楚宁把他的身体调理好后，我也为他请过几次平安脉，从那几次的脉象来看，他的身体明明都已经调理到不会再中风的程度了，今日突然这般，属实有些反常啊。去找过楚宁了吗？去过了，但太子不放人，老奴等压根就没有见到他。国公爷病倒一事，万万不可传了出去。老夫人放心，老奴已经第一时间做了相应的安排。还有，国公爷是被风儿气病的这件事，也绝对不能传出去。另外，风儿眼下人在何处？不出意外，大少爷眼下应该在永华公主府里。说来惭愧啊，方才本王特意请了楚大将军过门，与楚大将军一同前往东宫，去请楚宁过府来为苏国公医治，但楚宁十分果断地拒绝了我们。叶静听闻苏国公府又派了人来请楚宁时，都没有去请示君莫跟楚宁，直接就去把人给轰走了。苏国公府里情况如何了？已经乱如一锅粥了。那些被请入苏国公府的太医都称苏国公是中风了，且没有治愈的可能。苏国公夫人晕死过去之后，锦王府的马车虽是很快就出了苏国公府，但属下前面收到消息，锦王人还在苏国公府内，但与锦王一同去苏国公府的楚大将军，早在苏国公夫人晕倒时就已经离开了。你再派个人去吓一下苏颖之，告诉他此次若是稳不住他们苏国公府里的乱局，本宫可能会趁此机会直接把他们苏家连根拔除，这样他在本宫这儿也就变成一枚无用的弃子了。本宫说不定会反悔拿他外祖家与前朝余孽之间的事来让京城首富易主。而此时水牢第3层，被绳子捆绑着吊起来的楚莹刚在一阵剧痛中转醒过来。宁问，您尽管问，我一定逐步他，当我不见。白日里在清河会馆时，你用了妍妍2字来引小宁宁过去与你说话，我要知道与那2个字有关的所有事。关于那个名字，可能我说了你也不会信，但我可以先发誓，我说的绝无半句虚假，否则就让我坠入18层地狱，永世不得长生。我真有18层地狱，你迟早都会去的。从昨天傍晚开始，每次我被活埋后濒临死亡的一刻，都会走马观花似的做一些梦。在那些梦里，楚宁当初很好说话的，就同意了我以平妻的身份嫁给风哥哥。
而我带着羡煞世人的丰厚嫁妆，风风光光的嫁给风哥哥之后，仍旧没有放过楚宁，一直在万般刁难他，还在他凭借自身高超的医术，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调理好了他那个因为被风哥哥强灌了绝孕药而无法有孕的身体，终于怀上了一个孩子，并且日夜期盼着那个孩子降生的时候，设计让他失去了那个孩子，而他给那个孩子取名妍妍。把你梦到的事全部都说与我听。楚莹欲言又止了一瞬，到底还是一五一十的全都说了，包括他跟苏应风是如何在梦里恩爱缠绵的。说到最后，他哭的是伤心欲绝，也恨得咬牙切齿。您想知道的我已经全部都说了，你能不能把我放了？我手脚都已经掉到麻木了。你别走，你别走，求您了，您不要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啊！拿去给叶焕，让他尽快备齐上面的所有毒虫毒草。另外，我们今天临时赶制出来的那些毒药，日后当做一日三餐喂给楚莹吃。他若能受得住，再放他下重警室，以防万一。刚开始试的时间不能太长。一日早上，苏国公府里，萧文秀转醒过来的一瞬，夏儿，你脸上怎么又长满痘痘了？楚宁不是都已经帮你调理好了吗？祖母，您这是怎么了？楚宁他都已经不在我们苏国公府里了呀。不在了？他去哪儿了？东宫啊。东宫？太子不是一直不愿意让他把脉医治吗？他跑去东宫做什么？祖母，您别吓我。我昏迷了多久？整整1夜，现在都已经4时了。今日管家有请太医进府吗？管家们今日也把太医院里当值的太医们全都请来了，只是祖母您让管家对外隐瞒的事情，不知为何都传扬出去了。这会儿不仅心中所有人都在揣测祖父的病情，还有很多人在议论哥哥。去把何院判请过来。从国公夫人您的脉象，还有令孙女方才的描述来看，国公夫人您怕是患上健忘症了。健忘症？我若没有猜错，令长孙媳应该早就已经诊出国公夫人您有可能会患上健忘症了。但他一直在用药为您调理跟延缓，所以此前您才没有生出任何症状。而今您断了他的药，病情很有可能会来势汹汹。故我的建议是，老夫人，您此后得趁着清醒时安排好所有后事，免得病情突然加重时留有太多遗憾。老身此时请景王殿下过来，是想与景王殿下攀个亲家，让景王殿下此后能够顺理成章地庇护我们苏国公府，同时我们苏国公府也能理所应当地继续为景王殿下效力。既然老夫人都如此说了，那本王就娶贵府二小姐为侧妃吧。何儿怕是不行，不瞒景王殿下，约莫1个月前，老身就已经口头将何儿许给素远伯府的庶子秦昌了。既然时隔1月都还只是口头上的约定，那变卦应该也无伤大雅。更何况贵府二小姐的兄长都已经是世子了，再让她堂堂嫡女嫁给一个默默无闻的庶子，恐会惹人非议。以今日京中大半的人都在说到非议贵府的这种局面来说，再行惹人非议之举是很不明智的选择，还望老夫人三思。景王殿下说的是老身思虑不周了。景王殿下能相中何儿，还愿意让她为侧妃，是何儿的福气。老身稍后就让人去素远伯府回绝了那桩口头约定的亲事。那本王这边进宫去，告知母妃，再请示父皇了。这可怎么办才好？何儿，你要是嫁进了景王府，日后可就跟东宫站在对立面了呀。祖母要将你嫁给景王殿下。你要是想嫁景王，可以去求祖母换你嫁过去。去就去，祖母那么疼我，肯定会换我嫁进景王府的。而这个时候，东宫里头，顾青正在楚宁面前禀昨夜在国恩寺里萧文秀欲放男子进苏应河房里那桩事情。萧文秀想把苏应河嫁进秦家，景王却想娶苏应河。苏应河要是嫁进了景王府，未来堪忧啊。这是苏国公夫人送到乌老太傅手里的。我若没有猜错，萧是在应下把苏应河嫁给老儿之后，
会立刻写了这么一封信给吴老太傅，以往日恩情胁迫吴老太傅的长孙上门向苏映霞提亲，肯定会把苏映霞跟苏映和出嫁的日子定在一天，然后在当天来个狸猫换太子。可景王也不是那么好说话的人，他就不怕会惹怒景王吗？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苏晋州那老东西现在虽然是倒下了，可他们苏家的势力一时半会儿还是不会被动摇太多的。就算是后老二动怒了，估计这苏家的势力也不会立刻跟萧氏撕破脸的。只不过就算是新娘子互换了，只要没有圆房，都还可以暗中换回去。萧氏定然还会准备后手。妮妮姐，你若是不想苏映和嫁进吴家，我可以从中干预。不用，能帮我弄一张吴老太傅长孙的画像来吗？我想等苏映和下次来见我的时候给他看看，他若瞧不上再做打算。昨夜没人现身搭救楚莹，我猜楚莹的人会选择在今晚元素进宫赴宴的时候动手。永华公主府，在催情熏香的加持下，跟苏映风纵情欢好了一夜的君雪蕊方才醒来。你若再装睡，我可就要叫人进来，当着他们的面儿与你亲吻欢好了。苏映风眉头突突一跳，这女人属实是太过不要脸了。还请公主带我入宫赴宴。本宫可以带你进宫赴宴，但事后你该怎么报答本宫，你懂的。只要公主带我进宫赴宴，之后无论公主想玩什么花样，我都奉陪。随风，你今天怎么会跟着我大皇姐进宫来赴宴啊？明明我父皇都没有邀请外人啊！而且我听说你为了做我大皇姐的男宠，都把你祖父给气中风了，那是不是真的呀？九弟莫要胡言啊！苏国公并非被苏大少爷给气病的，且苏大少爷昨日之所以会去永华公主府，也是为兄看永华着实爱慕他，出面替他二人做了个和事佬，再顺便撮合了他们一下罢了。二哥，你怎么这么笃定？苏国公不是被苏映风气病的呀？太医们可都说苏国公是情绪起伏过大导致的中风啊。而我听说苏国公昨日倒下前又刚好跟苏映风发生过争执，只是凑巧罢了。凑巧？二哥，你是说苏国公就算不跟苏映风起争执，也会在昨日倒下？不是昨日，也会是今日、明日，或是后日。毕竟太医院的院判早就跟苏国公说过，他有中风的风险。今日既是镇卫肃王，还有康和皇姑母办的接风宴，也是难得一聚的家宴，不必拘礼。此后凤仪宫里，楚宁被素问领入温岚寝殿之后，冲温岚请完安，就去床前为温岚把脉了。皇后娘娘，方才我在宴会上，从九皇子跟11公主身上闻到了些许异香。问过他们二位之后，我得知了兰妃娘娘滑胎一事。若我没有猜错的话，兰妃娘娘滑胎仍然与他们兄妹俩身上的异香有关，且宫中近来滑胎的其他娘娘们只怕也接触过那种香。楚小姐有心了，若我们娘娘能够顺利保住这一胎，再平平安安的诞下2个小公主，奴婢来世定做牛做马来报答楚小姐的恩情。斯文姑姑言重了，皇后娘娘待我好，我自然要极尽所能的护皇后娘娘母女平安。另外，那香味既是在九皇子跟11公主身上，就还得麻烦苏文姑姑把你们凤仪宫的所有人都召集过来，让我闻上一闻。因为那香味很淡，嗅觉不够灵敏，对香味不够敏感的人都几乎闻不到。此后他得素问领着去君染的寝殿那边跟君染打招呼，再顺便帮君染换个药，检查一下伤口的恢复情况时，却从君染的身上闻到了那种香味儿。但君染身边的人方才也都被素问叫去，由他确认过了，没人身上带有那种香味儿。公主今天见过凤仪宫以外的人？没有，我今天伤口疼得厉害，不仅没有去给母后请安，连床都还没怎么下呢。伤口疼得厉害？不应该啊。我昨晚沐浴完出浴桶的时候不慎滑了一下，受伤的手腕在桶边沿磕碰到了，当时都给我疼哭了，夜里也疼得没怎么睡好。我怕母后瞧出端倪来担心，不仅没有去给母后请安，还叫望月给我上了妆来遮掩疲态，免得母后突然过来瞧我。原来如此，我还当公主今日上妆是为了完全遮住余下的些微疤痕呢。说到这个，
你瞧我脸上，现在只要上个淡妆，就几乎已经半点疤痕也瞧不见了。而你之前给我的祛疤膏，我都还没有用完呢。等疤痕完全消失之后，公主可以把余下的用在手腕上。等苏问领着人去抬来了浴汤，亲自伺候君染沐浴净身完，又亲力亲为地更换了君染床上所有的物品。楚宁才在君染的询问下说明了情况。那幕后之人好生歹毒，母后都已经因为我怀胎数次了。若是此番不仅因为我怀了胎，还有了个好歹，我可……那香既然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我身上，死后不就也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母后身上吗？这可怎么防？公主，这无需忧心，奴婢会禀明皇上，请皇上再次加强我们凤仪宫的守卫。苏问姑姑，你们一直以来有对外隐瞒皇后娘娘服用了哪些药的习惯吗？此前我们娘娘除去皇上特意命人为她配的避子汤药外，就只有服用一些调理身体的补药了，也没有对外隐瞒的必要。那就是说，我近来给皇后娘娘配的安胎药，可能方子已经流出去了。有何不妥之处吗？此前相继怀孕的那些娘娘们服用的，都是太医院统一为她们配的保胎药。那香与保胎药中的一味药结合，就会生出滑胎之效。但皇后娘娘服的是我为她配的保胎药，其中虽然没有那味药，却有另外一味与那香结合会致命的药。致命？师父，当年你去那个地堡清理门户，找着你要清理的那几个人了吗？你突然问这个做什么？我今天在宫里闻到了一种但到寻常人可能都闻不到的香味儿，细闻之下发现，其中有一味被我们药王谷列为了禁忌的药材——迷迷草。早些年我也跟你说过了，当年我进入那地堡时，朝廷的人已经先我一步进去了，整个地堡乱作一团，我光是躲避朝廷的人，以免被误伤，就已经心力憔悴了，根本无法去好好找人。再加上在朝廷的人攻进去之前，那地堡里的前朝余孽好似提前收到了风声，所以那几人可能已经提前逃了。毕竟那地堡下暗道数之不尽，那群前朝余孽肯定留有逃跑路线。这样啊，我还以为当年那群前朝余孽已经全部死在朝廷手中了。前朝余孽行事作风异于常人，当年折磨你们的那群前朝余孽，定然是大半都死在了朝廷手里的，不然当时彻底被激怒的当今圣上是不可能罢手的，必然会继续大肆搜捕他们。只是没想到时隔10余年，他们竟然在宫里现身了。师父，您说有没有可能那几个人不是在给前朝余孽做事，而是他们本身就是前朝余孽呢？我前2日听叶思他们说，京中有不少人在传药王谷的谷主入京了，也有不少人在四处打听药王谷的谷主入京后落脚何处。倘若已经有人猜出我出自药王谷了，那必然就已经有人猜到师父你人在东宫了。故而，师父，死后你若是有出东宫走动，也需要小心，最好是易容后再外出。而这个时候，苏国公府里，回府看苏敬周的苏应风正被萧文秀罚跪在苏敬周的床前。风儿，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我与你祖父倾注了那么多心血在你身上，将你栽培成了京中人人夸赞的世家公子，到头来你却没出息到要去依附一个羞辱过你的女人来达成目的。你若是不立刻与永华公主划清界限，就要将你从族谱中除名了。孙儿已经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苏应之是皇上认可的世子，只要祖父好不了，他早迟都能当家做主。而且孙儿想要的，祖母也给不了。而此时宫中，一条通体雪白、体型是小白3倍大小的蛇，悄无声息地攀爬到了温岚床上。但此时，皇后跟皇上都在沉睡中。翌日早上，楚宁在熟悉的丝丝中醒来时，一睁眼就看到了一条通体雪白、只七窍处有几个血孔的蛇横尸在他枕边。楚小姐啊，苏国公府的2夫人跟2小姐求见。这么早，快让他们进来吧。此前你曾说过，会在智儿成为世子那一日，
告诉我杀害我夫君的真正凶手是谁。如今芝儿已是世子了，你可能兑现当时的话了。我是可以现在就把真凶的名字告诉你们，但我手里还没有证据。若要等到证据确凿了再告诉你们，就还需要约莫半个月的时间。不用等到证据确凿，我们信得过你。苏国公，国公爷，是国公爷杀了我夫君。不可能，虎毒还不食子呢。祖父再怎么不喜欢我们父亲，也不可能杀了我们父亲啊。更何况我们父亲当年也没有要与大房、三房、四房的人争抢什么，只是想跟我们母亲安安稳稳的过日子罢了。祖父也没有杀他的理由啊。怪不得你要等到芝儿成了世子之后才告诉我。倘若你当时就告诉了我，我未必能够忍住不去质问国公爷。而我一旦那么做了，那不仅我们母子三人会是死路一条，只怕连我娘家都……你方才说的确凿证据，不知是人证还是物证？人证物证皆有。那有我们能帮得上忙的地方吗？虽然我除去有花不尽的钱财之外，什么本事也没有，荷儿也才即将及笄，帮不上什么大忙，甚至就连芝儿都还需要仰仗你跟太子殿下的帮衬，才能勉强在眼下纷乱不堪的苏国公府里拥有一点说话权。但若是有我们能够稍微出上一些力的地方，还请务必让我们出一份力。虽然你都如此说了，但眼下确实只需要时间了，也并没有你们能帮得上忙的地方。而我要是没猜错，你想帮忙是希望能更早的看到证据吧？是，你也知道我们二房一直以来在苏国公府里的处境。如今芝儿虽然已经成了世子，但信服他的人是少之又少。若非府内府外都在传国公爷是被应风那孩子气倒的，只怕都会有人怀疑国公爷突然倒下与芝儿有关。所以我夫君是死于国公爷之手这件事，早一天有切实的证据，就能早一天让世人看清国公爷的为人，即便那会使我们国公府的名声一落千丈，但只有到了那一步，芝儿才有可能在最短的时间里获得最多人的认可，然后也能早点做个了结。小姐，我看苏二小姐临上马车时都还有些魂不守舍的，看来他们父亲是死于他们祖父手里这件事，对他的打击不小啊。送去给兰氏，告诉他，此毒无色无味，能够杀人于无形，绝不会叫人看出任何端倪。但何时用，他需好好斟酌。宫中，早朝结束后，皇上刚从顾青手里接过轮椅，准备亲自推君莫去凤仪宫，结果他才推着君莫走出3、2步，就有一群大臣围上来，拦住了他们的去路。皇上，苏国公为国为民，也为皇上您鞠躬尽瘁了大半生，如今眼看着就可以安享天伦了，实在不该落得个中风瘫痪在床的凄惨下场啊！还请皇上下旨，命楚宁回苏国公府去为苏国公医治，也请太子殿下念着苏国公曾救无数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暂时放楚宁回苏国公府，不然老臣等就在此长跪不起。请皇上下旨，请太子殿下放人。不为爱卿这是想逼朕拿太子的命去换苏国公的命不成？那数人脸色都是一变，难道不是太子不放人，也不是皇上不愿意下旨，而是楚宁放了话，若是皇上拿圣旨逼他去给苏国公医治，他就不再为太子医治了。众爱卿若无那个意思，就该干嘛干嘛去吧。今儿风着实有些大，太子受不住。而你们若是有那个意思，那朕就成全你们，让你们再次跪到死为止。小白抓到的蛇，还有小白带回来的东西，你们研究过后有什么发现吗？那羊肠制成的圆球里装的是一种很奇特的香粉，触肤其容。虽说我们目前还没有去确认那香粉原有的功效，但我师父曾从北越国一个颇有名望的神医口中听说过，他们北叶国后宫里的娘娘们会用一种造价十分昂贵的香粉，其触肤其容，有养肤嫩肤香肤之效。师父已经修书给那位神医，让其寻一份那种香粉送来给我们比对用了。北叶国，君莫垂下眼眸，眼里霎时浸满了寒光，果然跟德妃有关。至于那条蛇，虽然它被小白咬死了，但我们将它解剖之后，
还是通过他体内没有消化完全的食物，确认了他和小白一样，也是以毒虫毒草为食的。而他的毒性虽然不到小白的1/10，却也能让人瞬间毙命。天下得提醒皇上加强凤仪宫的守卫，以免对方狗急跳墙之后直接用那种蛇去伤害皇后娘娘跟安圣公主。另外，说是那蛇此后将那种香粉放到了其他宫人身上，也是十分不妙。毕竟我们这边只有一个小白，敌人那边却不知道有多少那般的蛇，无法处处都防范到。君莫点点头，没有立刻言语。德妃这些年被囚禁在流华宫主殿，一举一动都在父皇的人监视下。此前父皇的人查了许久，也没有查到德妃用在永华身上的那些毒是从何而来的。如今看来，该就是那蛇送到德妃手里去的了。您仅能让小白去德妃宫中埋伏着吧，我想救出德妃身后的人来。说是凤仪宫不需要小白了，让他去德妃流华宫是可以的，给他一个带有德妃体位的东西，他就能自己找过去。不过他眼下被那条蛇撑着了，估计不太想动，得等明天。同类他也吃，他可真是不挑食。殿下，无忌传来了消息，说是已经利用6皇子抓住了3皇子，正在把他们送回京城的路上。楚宁则紧紧地拧起了眉，抓？还是利用6皇子去抓的？太子这是打算对3皇子做什么呀？明明就他所知，虽然3皇子的母妃徐贵妃以及徐贵妃身后的丞相都想让3皇子去争储，但3皇子本身并无那个心思，他只想一辈子游山玩水，做一个闲散人。在他前世，景王得势后，3皇子为了保他母妃跟母族平安，也为了让他母妃跟外族死心，直接弃了皇姓以及皇子的身份，改了母姓，上了母族族谱。最后景王成全他，给他封了个贤王。从前徐贵妃宫里死了不少人，他吵着要父皇把老三找回来，而老三玩心重不说，还铁了心要违逆他母妃，跟外族到底，轻易是不会愿意回京的。所以我才利用老6去抓他回来。今天曹氏一行人到我们楼里之后，我按照东家的吩咐，让我们楼里那几个素日里负责给曹氏他们介绍我们楼中物品的小姑娘，在他们面前提及了东家你能治好健忘症一事。许是那几个小姑娘小嘴太能说到了，曹氏当场就信以为真，立刻让一个小姑娘领着她去见了我，说她已经受够了每日从早到晚亲力亲为的照顾她婆母了，请我无论如何都要帮她来见东家一面，只要东家愿意去他们府上为她婆母治病，条件任由东家提。等他再度找上你的时候，你就凭着你对他的了解，开一个他能够拿得出的高价。等叶思领着倪寒走后，小白扭着他那因为吞下了一条体型大他自己2、3倍的蛇而变得无比浑圆的小身板，回了楚宁的房间来。昨晚苏王从宫宴上回去之前，苏王的人就已经抓住了前去营救楚营的人，但那几人在觉察到他们中了陷阱，没有逃走的可能后，在被抓住前就已经服下了毒药，所以一个活口也没有。而且他们在被抓住前还放了一枚信号弹，目前无法确认他们那信号弹是向他们的同伴传递楚营还活着的，还是传递楚营被人调包的，亦或是救不了了的。那此后苏王他们不是还得继续在清河会馆里守株待兔？不过苏王手底下的人在那守株待兔就行了，苏王明日应该就会住进东宫来。我是让你设法救楚营那个废物，但我也说了，若是救不了就直接杀了。你竟折损了近10个人，都还没有放弃救楚营。圣女明鉴，老奴此前给他们下的命令是牺牲1人，也容成楚夫人，进清河会馆去给楚营小主子喂下见血封喉的剧毒。他们给的回复是已经照办了，进去的人了无音讯了，但是失败了。老奴便让他们先待命，等老奴摸准了清河会馆里面的情况，再给他们新的命令。谁想他们竟然会擅作主张。擅作主张？你是说他们最先进去的人就不是奔着去喂楚营毒药的，而很有可能是进去向楚营传达几时会去营救他的，然后他们以为很顺利，实则已经引起元素一行人的怀疑了。
所以他们昨晚集体进去救楚莹的时候，才会一个人都没能出来。是，愚蠢至极！我姐妹众多，比楚莹聪明的比比皆是，何必要为了那么一个蠢货做出那么大的牺牲？乌梅，你立刻去一趟景王府，就说我又发病了，且来势汹汹，十分不妙，请景王殿下设法相救。圣女，景王殿下近来诸事不顺，您在这个时候就用发病将他骗来，逼他想办法，只怕会有很多弊端。不，就是这个时候才好。殿下他刚在太子那边吃了大亏，受了大屈辱，紧接着他手里最大的棋子苏国公又因为中风倒下了。这个时候他一定会十分重视身为钟离一族少女的我，而我要趁此机会将同心蛊下到他身上，让他从此以后对我死心塌地，言听计从。圣女英明，是奴婢愚钝了，奴婢这就前去景王府。袁素一行人肯定不会知道昨晚的营救是那些人自作主张的，所以他们此后肯定会明面上放松守卫，实际上却拿我们的人当兔子蹲。你得警告旁人，不许再自作主张，擅自行事了。是。至于楚莹那个废物，且就先不管他了吧。若我们一族的大事能成，日后有的是机会去跟袁素一行人清算这笔账。是。再度应罢之后，令妈妈一直伏地，等钟离出了他们密室才直起身。然后她轻声感慨了一句：小姐若有圣女3分聪明，也不至于落得如今这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下场啊。林心正准备开口，就令妈妈帮她想想办法，就见刚离开的钟离又去而复返了。你们这般躲着不能露脸也不是办法，你们去京城周遭寻个合适的身份，明日在我途经的地方来一出卖身之类的戏码。是。此时驿馆外面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们务必小心，别让人跟上了。圣女放心，奴婢会小心再小心的。而后景王府那边，君锦听得钟离又发病了，且病情还十分凶险后，压下对钟离动不动就发病以及钟离那个病本身的不喜，掩人耳目的去了永华公主府。奈何他去的时候，君雪蕊正在跟苏应风颠鸾倒凤，他足足等了1-2个时辰，把一张白白净净的脸都等成了猪肝色，才终于等来了满脸春色、脚步虚乏，眼里却还有几分不满足跟埋怨的君雪蕊。钟离身边的侍女方才到我府上说，钟离又发病了，且病势汹汹。而他身边原本就有着医术极好的大夫，在那大夫已经无能为力的情况下，眼下京中就只有楚宁能救他了。奈何楚宁此前虽然口头应下了会随我去给钟离医治，我却不好此时去东宫找他，故而我需要你去说服苏应风，把他手里余下的那2个口头承诺用来请求父皇下旨，让楚宁为钟离和苏国公医治。若不是二哥你此时提起，我都忘记我下药得到苏应风那日，父皇受一众大臣逼迫，取了苏应风3个口头承诺了。但是二哥你想没想过，他昨日为什么宁愿冒着受人白眼、遭人非议的窘境，随我入宫赴宴，也没有去找父皇用那个口头承诺直接请求父皇下旨？苏国公未经他同意，就擅自替他给了楚宁和离书，还瞒着他上了折子，请封苏应之为世子。他不愿意为了苏国公用掉那2个有可能在日后助他翻身的口头承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那么一个心高气傲的一个人，如今愿意依附你，做你的群下臣，显然是被这数月里接连的变故逼到无路可走了。故而你只要给他一个比那口头承诺更加实用的条件，他肯定就会点头同意的。比父皇的口头承诺更实用的条件？二哥，你也太看得起我了，我哪里能给得出那样的条件啊？我除了拥有一个长公主的头衔，背着受父皇重视宠爱的虚名外，也就只有一堆面首了。但他苏应风也不好男色，就算我舍得把我那些面首都给他，他也肯定不会接受啊。
你别跟我贫了，你引诱他来依附你的时候，可许诺了会帮他夺回属于他的一切。你说，我要是现在去告诉他，你那是在诓他，他还会继续待在你那公主府里，任你把他当作曹金放的替身，日日所欢吗？二哥，你这样威胁我就没有意思了。我是真的想不到能比父皇的口头承诺更实用的条件。不若二哥，你帮我想一个。你可以把驸马之位给他。君学蕊心下一紧，差点就脱口而出不可能了。你给他驸马之位，我则会许诺他日后给你领兵出征、建功立业的机会，他肯定会答应的。二哥，你这不也是在给他画大饼吗？谁家驸马能领兵出征啊？等我为君时，我说可以，就一定可以。曹驸马的身体不好，还中了毒，受不得刺激。二哥，你得容我好好想想。钟离等不起。言下之意，他必须得现在就给出答复。二哥想让你拿你手里余下的那2个口头承诺，去请求父皇下旨，命令楚宁去给你祖父还有钟离治病。据我所知，钟离一族那位圣女的身边是有着医术极好的大夫的。是有，但他的病情已经严重到那人也束手无策的地步了。而他进京后竟然选中了我二哥，我二哥便想利用他得到钟离一族手里的巨大财富，也就不能让他还没嫁入景王府就死了。他真是进京之后才选中你二哥的？你若能遂了我二哥的意，无论父皇下旨后情况如何，我都会给你驸马之位。另外，我二哥说了，他招他为军师，即便你还是驸马，也会给你领兵出征、建功立业向上爬的机会。太子愈发好起来了，景王还能如愿夺得储君之位吗？我大哥他这不是还没彻底好起来吗？变数多的是，而且你除去相信我跟我二哥，站到我们这边外，也没有别的选择了。毕竟我大哥他是不可能像我二哥那样许给你那样的承诺的。我要景王当面写一封承诺书给我，日后景王若是反悔，亦或是想杀我灭口，我才有后路。君学蕊挑了挑眉，十分爽快地换了个侍女进来，吩咐齐去传话。而此时清河会馆那边，钟离正靠在君锦怀里嘤嘤哭泣，他身上药味十分浓郁，让患有严重洁癖的君锦十分不喜欢，就无法在这个时候推开他，忍耐得十分辛苦。而他光顾着忍耐了，全然没有注意到钟离往他身上放了东西。那是一只小到肉眼几乎要看不见的黑色蛊虫，因为那母蛊已经事先进入钟离体内了，这只子蛊也就不会再往他体内钻了。而他扑到君锦怀里后，不动声色地将那只蛊虫放到了君锦的衣襟上。这次并发心跳怎会如此的快？我也不是很清楚，可能是我太过害怕，会就此慢慢动弹不了，然后从今往后只能躺在床上等死吧。放心吧，你不会就此动不了的。不出意外，楚宁明日一定会来给你把脉医治。可若是出了意外呢？若是出了意外，若是我此后病情越发严重，无法再下床行走，也无法再像这般好好与殿下说话了，殿下还会娶我吗？会，你别胡思乱想了。那殿下能提前与我圆房吗？我怕到了我嫁给殿下的那一日，我已经无法动弹了，那样我就无法在洞房花烛夜与殿下圆房了，也再没有机会做殿下的人了。可我自从与殿下相遇那日起，就一直盼着能早日成为殿下的人，我好怕到死也没能如愿。君锦到底是没有维持住理智，顺势拥住他，将他扑倒在了床上。翌日上午，东宫，楚宁刚见完霓裳楼来的小姑娘，洗漱更衣完毕后，正欲随那小姑娘去霓裳楼，叶静就把袁公公领入了他的房中。袁公公就把那2道圣旨递给了楚宁。近日啊，发生了一件大事儿，楚小姐您还不知道吧？苏大少爷今天呀，是跟永华公主一起进的宫，他是求皇上下旨去的。永华公主啊，则是去请求皇上同意他跟曹驸马和离，
改招苏大少爷为驸马的。皇上同意了吗？同意了呀。对于永华公主，皇上可从来都是有求必应的。敢问公公，这2道圣旨，我签了是不是就必须得照办？除去这2道圣旨，皇上呀还有1道口谕给您，请您务必以太子殿下的身体为优先。有劳公公替我向皇上谢恩。小姐，可要奴婢跟叶想立刻去回绝了苏国公府和钟离一族的人，让叶想去回绝了苏国公府那边就行了。就说我很了解苏国公的身体，而我医术也有限，治不好中风。至于钟离一族那边，让叶想顺路去知会一声，就说我下午会再去了解一下钟离的病情，但能不能治不一定。而后叶思叫上叶念、叶盼，一起陪同楚宁出东宫，往霓裳楼去了。你消息广，你知道燕妃嫁的是哪家少爷吗？是吏部左侍郎家的2少爷。他原本是与吏部左侍郎家的大少爷指腹为婚的，但那位大少爷也在当年被劫的那一众嫡子嫡女中。后面那位大少爷虽然被朝廷的人救出来送回了府中，却没几天就死了。后来他们2家商量了一下，在征得他本人同意之后，把与他订婚的对象换做了2少爷。替我查一查燕妃，顺便也查一查吏部左侍郎府，想知道吏部左侍郎府上的那位大少爷当年被朝廷的人送回去之后具体活了多久，又有没有与吏部左侍郎府以外的人接触过。此时倪寒已经领着他们主仆走到了一个雅间外面。你如今已经与应风和离了，或是直接换你名字，还是如红云一般唤你楚小姐？换名字即可。那你今日愿意来霓裳楼见我，是不是已经应下替我婆母治病了？我本不想跟苏国公夫人沾亲带故的人有牵扯的，但倪掌柜的替你说了很多话。谢谢，回头我也会去好好答谢倪掌柜的。这里面是20万两银票，也是我眼下能够拿得出来的最大的数目了。你若嫌少，此后我可以再拼凑一些给你，但实不相瞒，我也凑不出太多了，顶多几千两，你看看能不能？已经足够了，不过我需要先去确认一下你婆母的情况，看看我能不能治好她。若是能，我才会收下你这笔银子。那你几时方便去我们府上？现在就方便。女楚宁见过降王殿下。你道身子不舒服，要本王来作陪，结果本王来了，你却要撇下本王。皇爷恕罪，妾身原本以为东家会下午才来楼中，所以……行了，本王不怪你。你们要去的是萧北怀府上，本王正好顺路，送你们一程吧。多谢王爷。有劳降王殿下了。此后他们跟在君慕祥身后出霓裳楼的时候，楚宁才压低声音对他说：问题在降王腰间那平安扣上。你脸色这么不好，是不是身子真的很不舒服？妾身没有很不舒服，只是突然有些想家人了。家人？君慕祥都略微怔了怔，他跟了自己14年了，这还是头一次在自己面前提及想家人了。你若想回家看看，本王随时都能陪你走一趟。谢谢王爷。淑柔，这人脸上的包好吓人，你让他走，快让他走。母亲，这是儿媳给您请的大夫，他能治好您的病。啊，治病？我又没有病，我不需要治病，我要他走，让他走，让他走。曹淑荣都还没有开口，楚宁就突然将一根银针扎在了他婆母的头顶上，然后他婆母就安静了下来。夫人别担心，老夫人眼下处在健忘症的中晚期，会因见到陌生人而失去安全感，又会因为失去安全感而生出诸多被害妄想。她此时定然是将我与此前曾经伤害过她的什么人联系到一起了，才会如此的激动。实不相瞒，1年前我们经人介绍，请了一个神医到府上来给我婆母治病，谁想那竟然是一个庸医，打着他的医术不能外传，甚至都不能叫外人看见的幌子，关起门来为我婆母吃了一堆无用的药丸，还往我婆母身上胡乱扎了很多银针，
害我婆母在那之后大病了一场不说，还变得不仅见到生面孔会怕了，偶尔见到除了我之外的自家人都会吓得不轻。我要回去准备一下，从明天开始，我会每天下午过来帮老夫人施针。只要施针就好了？当然也得服药，药我会明天一起带过来。不知要这多久，我婆母才会有所好转？10天内就会有明显的好转，而若是顺利的话，半个月后，她就能大抵恢复如常了。不过后续还需一直服药调理。哎呀，楚小姐，您可终于来了，我们圣女还以为您不会来了呢，方才还在让我们去东宫迎您呢。我们小姐不是说了下午才会来吗？这可才刚过正午，你们以为东宫是什么人都能去的地方吗？当然不是，东宫哪能是人人都能去的地方呀？我们圣女只是求一心切罢了。而进了驿馆之后，他一眼就瞧见了锦王府的马车跟侍卫。小姐，锦王爷在这里。然后他们进入钟离房间时，如何？我还有救吗？你这般的病症，我在此之前还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故而我恐怕也无能为力。这是我们一族给楚小姐的小小见面礼，若楚小姐愿意尽全力为我们圣女医治，无论最终能不能完全治好，此后我们都会再给楚小姐5倍的谢礼。那我就尽力一试吧。那你几时方便为我医治？你此次病发已经结束了吧？不出意外，3日后你还会病发，届时我会过来给你施针。而这个时候，回东宫的路上，楚宁拿着一张金票端看了许久，突然起口吩咐道：回去之后，你们去找无痕帮忙，把这些金票全部兑现，暂时放入太子库中。是。小姐，奴婢方才看景王跟钟离那股黏糊劲儿，觉得景王不像是有严重的无法与人有肌肤之亲的洁癖的样子啊。钟离体内有同心骨，且我若是没有猜错的话，他体内的是母骨，子骨则在景王体内。那边君姐在回他锦王府的路上就已经察觉到了些许的不对劲，回府之后立刻换了府医来为他把脉，但府医没有诊出任何问题来。小姐，降王殿下的马车在前面拦住了去路，且降王殿下还冲奴婢挥了挥手，这好似是有话要与您说的意思。你可知倪寒他近2日在因何事烦恼？降王殿下怎么不直接去问倪掌柜的？他在本王面前素来都报喜不报忧，问了也是白问。兴许他有不想告诉您的理由呢。而我虽是知道，但我与他的关系还没有亲近到可以对他的枕边人透露他刻意隐瞒之事的地步，所以还请降王殿下见谅。是本王唐突了，本王此前听闻太子不舒服时，片刻都离不了你。你赶紧回东宫去吧。你瞧见降王腰间那平安扣了吗？查一查那平安扣的来历。这都不用查，降王的平安扣是太后奶奶给他的。那就查一查，降王身边有哪些人能接触到他那平安扣。关于降王的平安扣，京中有着很多传闻，小姐可想听一听？你且说说看。据说降王殿下那个平安扣啊，是当年他出宫建府后，因为府中屡屡死人，他也时常出意外，太后娘娘特意拿到国恩寺去找高僧开光祈福过后给他的。神奇的是呢，自打他佩戴上那个平安扣起，他府中的太平了，他自身呢也没再遭遇过意外。然后从那时到现如今，都已经过去近20年了。降王殿下还是会在每月15进宫给太后娘娘请安的时候，将那平安扣交给太后娘娘，放到佛前焚香祈福过后，再继续佩戴呢。每月都焚香祈福，焚香。楚宁低语间，脸色微微变了。就他所知，降王虽不是太后所生，却自打出生起就养在太后膝下了。而降王的生母是太后身边的长侍姑姑，据说与太后亲如姐妹，曾多次舍身救过太后。但其虽然侍寝了几回，先皇却没有给她任何的名分。然后她生降王时难产，临终前将降王托付给了太后，太后也一直对降王视如己出。锦王府里，此前我母妃在文武百官面前受辱一事，坚定了我争储的决心。而恋爱楚宁，是我能否成功夺得储位的关键所在。大将军与楚宁眼下的关系，
我也知道一二，所以我不会逼大将军，我会给大将军3天时间。殿下，这话是何意啊？哈哈，就只是字面上的意思罢了。3天过后，大将军若是帮不了我，或者不想帮我，那我就自行想办法达成目的。经过我这么长时间的调理，殿下的身体终于能承受得住以毒攻毒了。所以我今天用能够抵消掉殿下体内一部分毒素的毒液，浸泡了这些银针。在那些毒液进到殿下体内，与殿下体内的毒相互消融的这个过程中，殿下可能会感受到些微疼痛。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殿下又贵为太子，更不应该在人前失态。但是这里也没有外人，殿下要是实在疼得厉害了，大可不必忍着，直接喊出来，哭出来就是，我们不会笑话你的。没有外人，那就是内人了。宁宁姐，你这是在暗示我，你已经愿意做我的太子妃了？心说他都疼得脸色都变了，还有心情来曲解自己的意思。宁宁姐都说想看我哭给她看了，你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快把师傅、大师兄他们都请出去！我没想。殿下息怒，老奴这就将药谷主师徒给请出去。而叶静话音都还没有落下，耀西和凡凡2人就已经转身往外走了。叶焕也很有自知之明地跟了出去。3年前，我眼睁睁看着你在受尽屈辱的情况下，入了苏国公府，却什么也做不了，更不能做事，可比这疼多了。楚宁心里一热，拇指下意识地在他冰凉的手背上摸索了几下，然后就又听得君莫拔高了声音说：宁宁姐，你这是在撩拨我。虽然我在你面前脾气好，也好说话，但你也不能光撩不负责呀。摸你2下怎么就算是撩拨你了？也就你能这么摸我，我说这是撩拨，这就是撩拨。你这是蛮不讲理。这你就冤枉死我了，我只对你讲过理。你激动什么？我就是负责吗？我负就是，反正吃亏的是。后面的你字，楚宁都还没有说出口，就瞧见君莫一下子撑了起来。都跟你说了不能动了，你还弄出那么大的动作，痛的可是你自己，且效果要是不好，明儿还得重新来过。好在我技术够好，每根银针都扎得很稳，不然的话。宁宁姐，你说的负责，是我想的那个负责没错吧？是。殿下若是非要我不可，那殿下此生可就只能有我一个了，不能再把旁的女人放在心里，也不能与旁的女人有肌肤之亲，更只能是我孩子的父亲。我只要你。太好了呀，咱们殿下终于得偿所愿，抱得美人归了。没到大婚那一步，还不算成功抱得美人归，想清楚了？那我们呀，会全力支持你的。小师妹，你当真已经想清楚了吗？太子妃之位可不是那么好做的。此前那些年里，殿下都3不5时的要来一次丙位了，都还有不少人想往殿下身边塞女人，也有数之不尽的女人想嫁入东宫。这往后殿下越来越好了，也越来越靠谱了，那肯定会更多呀。届时只怕……叶焕说的正起劲儿，顾青突然过来捂住他的嘴巴，把他给拉拽走了。太子妃，您尽管放心，不管有多少人想往我们殿下身边塞人，皇上跟殿下呀都是不会让那些人如愿的。且不论有多少女子想嫁给殿下，殿下呀也肯定是不会心动的。因为我们殿下打小时候见到太子妃您那时候起呀，心里眼里就只有太子妃您一个人了。我现在到底还不是太子妃，叶总管还是继续换我楚小姐的好。是啊，不过太子妃您既然都已经接受我们殿下了，那大婚也就指日可待了呀。我们稍微提前一些换你为太子妃，也并无不可的。深夜，辅国大将军府中，古离安自打从锦王府回府之后，就一言不发地坐在了于静书的床前。这几日，于静书病得愈发严重了。将军摆出这般表情，是又出什么大事了吗？没有啊，我只是突然想好好听听你说说近来的那些梦。此前我也说过了，我反复梦见了好几次在苏国公府里照顾楚莹坐月子，且每次醒来
都有一种强烈的那是未来会发生的事情的直觉，而我会梦到的那些事，可能是前世，哦不，是宁儿的前世发生过的事情的揣测，是因为我这2天反复梦到宁儿被压跪在断头台上，用一种绝望到心如死灰了的空洞眼神望着我，而我耳边还一直回响着她声嘶力竭的哭喊，说她才是我的亲生女儿，为什么我要为了楚莹那么个捡来的养女推她出去做替死鬼？将军，你拿宁儿突然说要跟苏应风和离后见到我们的眼神，与他从前看我们的眼神对比一下，就知道我那些梦绝非空穴来风了。那在你的梦里，宁儿最后被斩首了吗？在那些宁儿被压跪在断头台上的梦里，每每刽子手将刀举起，我就会惊醒过来。将军，我知道你不会相信，我梦到的都是宁儿前世经历过的事情，可不论那只是我病入膏肓后生出的臆想，还是真的，我都不想离开京城。以我现在的身子，离开后，此生怕是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宁儿了。东宫里头，忙活了大半宿的楚宁，才刚走到药房，就重重地打了一个喷嚏。这皇位真是一天也不想做了。你这逆子还要多久才能大好来接朕的班儿啊？儿臣都这么惨了，父皇，你还想让儿臣去遭那份罪啊？谁让你那些皇帝一个比一个不争气？那父皇你往后可得多多寄期望在你皇孙们身上，并大力去栽培你的皇孙们了，好让儿臣能够早早卸下肩上的重担，带宁宁姐去游山玩水，安享余生。皇孙？哼，朕哪来的皇孙？你心里眼里只有你的宁宁姐。老二才即将大婚，老三只爱游山玩水，老四是个糊涂蛋，老五，哼，罢了。余下的不说也罢，没一个能为朕分忧，让朕省心的。儿臣也即将大婚了。怎么，你终于想通了？不打算在你家宁宁姐那棵歪脖子树上吊死了？宁宁姐怎么能是歪脖子树呢？她在儿臣眼里是这世上最好看、心地最善良、最坚强，也最应该被小心呵护的姑娘，且她也是儿臣唯一想娶的。那你还要在这个时候答？她昨晚答应儿臣了，未免夜长梦多，儿臣来请父皇下旨赐婚。也没发烧啊，怎么就说上胡话了呢？父皇若是信不过儿臣，可以问问阿青，儿臣敢欺君，他可不敢。真有那么回事？回皇上话，楚小姐确实是答应与殿下在一起了。怎么这么突然？明儿老天爷怕不是要下红雨了吧？还是说你们主仆都魔怔了，都听差了？回皇上，属下当时不在场，但楚小姐从殿下寝殿里出来的时候，楚小姐的师父问过她，是不是终于接受殿下了？当时我们所有人都看见楚小姐点头了。她接受你了，与她要现在就嫁给你，可不是一码事儿。你进宫请旨赐婚前问过她了吗？她同意了吗？父皇，你什么时候下旨赐婚，还要经过当事人同意了。等下元宝你跟着逆子一起去东宫，说楚宁收了这赐婚圣旨，正好立刻安排下去。袁公公禀完，楚宁很爽快的就接过了赐婚圣旨之后，皇上是笑得脸上都起褶子了。太子终于得偿所愿了，是不是很开心？老奴没有瞧见，老奴走的时候呀，太子殿下压着欢喜满脸，不可置信的靠在太子妃的门框上，显然是没有料到呀，太子妃能这么爽快的接下赐婚圣旨呢。皇后眼下还需要安心养胎，太子大婚这件事就由哀家跟皇帝你一起来操办吧。母后如此体恤皇后，是皇后的福气。另外，景王跟钟离一族那位圣女的婚期定在了立冬，距今将1个月。礼部跟内务府虽是早已有所准备了，眼下还是忙得不可开交。再加上灵犀跟苏国公府世子的婚期又定在了冬至，永华跟苏应风也要着手选吉日了。便是将永华的婚期排到太子之后，只怕太子跟楚宁的婚期也得定到年边或是年后去了。元宝，
你去传朕口谕，着国师、青天监的人、内务府的人，还有礼部的人，都进宫来与朕商议太子大婚事宜。那要不要顺便让金兆府上的人贴个告示，出去知会一下老百姓啊？一并去办了吧。此后东宫门前，我皇祖母有些日子没有单独召见你母亲了吧？他今儿召你母亲进宫，所谓何事？不知道。到我们府上传太后娘娘口谕的人没有多说，会不会与楚宁要嫁给太子哥哥有关？毕竟楚宁跟你们温国公府走得颇近。你的意思是，太后娘娘有意让我们温国公府为楚姐姐的靠山？我也不能确定，但我觉得有那种可能。哀家听闻你此前有意认楚宁为女，不知如今你可还有那个想法？臣妇心意至今未变，且臣妇一直心疼楚宁的厉害，想以家人的身份好好疼疼她。如今又即将嫁入东宫，臣妇不敢再去高攀。你们温家若愿意为他的靠山，高攀的可是他。太后，您太过抬举我们温家了。我们温家再如何厉害，也是比不过太子的。但太后您若瞧得上我们温家，愿意撮合我们温家为楚宁的靠山后盾，那我们温家日后必将楚宁视作自家血脉，为他倾尽一切，也在所不惜。你能如此说，哀家十分欣慰，但哀家还要你一句实话。你愿意为楚宁做到这个份上，只是因为心疼他，还是感激他治好了令爱？两者皆有，但臣妇以及臣妇全家上下对楚宁的怜惜，虽然多半都源自小女时常念叨楚宁，却绝不会如他家人那般伤他辱他。让你们温家为楚宁的靠山是皇上的意思，但你需要自己去说服楚宁点头。臣妇明白了，臣妇会寻个时间去好好与楚宁谈谈。哀家听安圣说雨儿近来身子越发好了，是不是快要痊愈啦？还没有这么快，还需要好好调养数年。那雨儿的婚事不是得耽搁了？我们倒是不在意早晚，他本人更是不在意，且他心里头如今还揣着乌家那个小少爷乌西央啊，那倒是个不错的孩子，有才有貌，亦有为雨儿牺牲自我的心，可性子绵软了些，行事还太过瞻前顾后了，不够有男儿气概，并非首选的良配呀。再加上他还招惹了永华，也是永华眼下不知道他在东宫，如若不然，唉。近来苏家军中可太平？不瞒太子殿下，近来我们军中因为苏国公的突然病倒，出现了不少骚乱，但尚在可控的范围。本宫听闻，你们苏家军中眼下分出了3派，一派在坚定不移地等着苏国公痊愈，一派已经倾向了苏应之，还有一派仍旧向着苏应风。是的。那么你是哪一派的？末将在此之前虽然不甚了解世子，但皇上既然都认可了世子，末将自然必须支持辅佐世子了。很好。萧北怀心里却已经是打起了鼓，且还万分纠结，因为他是萧文秀的亲侄子。而此时萧母房中，楚宁已经动手给萧母施针了。曹淑荣领着几个丫鬟候在一旁。不知我婆母她几时会醒？很快就会醒的。你是怀儿，你怎么变得这么老了？母亲认的儿子了？你是我生的，我还能不认的？你快过来，让我好好瞅瞅，怎么老成这样了呢？是不是苏家军里有人欺负你？苏家军是谁家的军队来着？你什么时候进的苏家军啊？母亲想不起来就别去想了，以后会慢慢想起来的。夫人，你立刻去苏国公府一趟，把楚宁只施了1次针，母亲就能认出我来了这件事，说与姑母听。曹淑荣没有多想，点点头，又仔细地看了萧母几眼，就转身去了。楚宁当真能治健忘症？是真的，刚刚我也说了，楚宁他才只是给我婆母施了1次针，都还什么药也没有让我婆母吃，我婆母就已经能认出我夫君了。你们是如何知道楚宁能治健忘症的？
又是如何说服楚宁去帮大嫂治病的？是去霓裳楼时，无意中听见了霓裳楼里的人在谈论楚宁能够治好健忘症一事，就托了霓裳楼的掌柜相帮，然后变卖了婆母的嫁妆，凑出了一大笔银子，才……你们一共给了楚宁多少银子？20万两。才20万两，他就答应给大嫂治病了？你们东家是不是早就已经知道苏国公夫人也患上了健忘症，然后他会因为20万两银子就答应给我婆母治病，是不是为了气苏国公夫人？萧夫人何出此问呢？我方才去了一趟苏国公府，从苏国公夫人口中得知，他们无论如何都请不动你们东家，但我却请动了，不免就有些在意，你们东家为何会应下替我婆母治病？那萧夫人又为何没有那般做？实不相瞒，苏国公夫人一直以来待我不薄，按理我是应该按她说的做的，但我实在太想告别此前的日子了，而你们东家是唯一能助我告别那种日子的人，我自然不能与他人联手来算计他。万一他一怒之下不再为我婆母治病了，那我余生不就还得不断重复此前的日子了吗？毕竟你们东家医术那般好，他此前都为苏国公夫人治病3年有余了，定然十分了解苏国公夫人的身体情况。不论苏国公夫人准备如何来隐瞒身份，都不见得能瞒得过去。萧夫人果然是个聪明人，我会把萧夫人的话一五一十转述给东家听的。另外，萧夫人也大可放心，除去东家之外，此时我与萧夫人的对话，我绝不会与外人说只言片语。那曹氏确实是一个聪明的，让他对外说我也忙不过来为由，拒绝了吧？是，还要恭喜东家，在与苏应风那般的负心之人合离之后，又觅得了如意郎君。你掌柜的瞧着是一个十分喜欢孩子，也十分想拥有孩子的人，竟然会在有小姐你帮助他保胎的情况下，还选择放弃，属实是令人费解。毕竟降王那平安扣是太后所送，而太后待降王如亲生，都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如若倪寒此前的数次滑胎，以及降王妃至今也无子女，都与太后有关，那就意味着其中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重大隐情。而倪寒是生意人，他遇事肯定会首先权衡利弊，在鱼死网破之后，他和降王最终都落不得好。跟做一个糊涂人，不要孩子，维持住眼下的平和，这两者之间，他肯定会选择后者。风哥哥，你在哪里呀？你快来救救莹儿！莹儿好疼，莹儿快死了！父亲、母亲、祖母、大哥、二哥、三哥，莹儿知道错了，你们快来救救莹儿啊！你刚刚不是一直在念叨着想有人来救你吗？你应该也并不想死吧？好痛，我受不了了！你们杀了我吧！求求你们杀了我吧！你此时经历的这些，我们师妹5岁就经历了，还长达3年之久。而你跟那些折磨我们师妹的人流着相同的血，我们会很小心，尽量不让你死了，那样你才能把我们师妹当年经历过的痛都尝一遍。虽然我们并不想让你死，但你若真的受不住，我们给你喂的毒药，一个不小心死了，那我们也没有法子。至于你刚刚念叨的那些人，且不说楚家人现在恨你入骨，不可能会来救你了。即将入赘永华公主府，成为永华公主第2任驸马的苏应风，也是不可能为了你来闯东宫的。你说什么？风哥哥要入赘永华公主府，做君雪惹的驸马？事到如今，他做不做永华公主的驸马，与你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我那么爱他，我不仅早早的就把清白之身交给了他，还为他怀了一个孩子，他怎么能够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去做君雪惹那个人尽可夫的贱人的驸马？而且我会为了保护属于我的宠爱跟财物，做了那么多的错事，也是为了能够带着最丰厚的嫁妆嫁给他，再让辅国大将军府永远成为他的助力。他竟然，他怎么能？不仅苏应风要入赘永华公主府，做永华公主的驸马了，我们小宁宁也马上就要嫁给太子，做太子妃了。你要是能撑到那个时候，
我会给你一杯小宁宁的喜酒喝。小姐，这2张拜帖都是下午送来的，分别是百世子妃跟楚大将军给您的。这拜帖在我之前还有谁看过吗？这拜帖是叶总管亲自拿来交给奴婢的。以奴婢对叶总管的了解，他是不会擅自看主子的拜帖书信这些的。让人去温国公府给百世子妃答复一声，说我明天中午会准时赴约。是。另外，楚大将军那边就约他明日下午在百香楼见面吧，记得通知百香楼的掌柜，提前给我准备好一个雅间。是。叶思瞬间更加在意楚离安送来的那张拜帖上写的是什么了。而他们主仆不知道的是，楚离安的拜帖送入东宫之后，在被人放到叶静的书桌上后，被风吹到了地上，导致叶静在固定的时间进书房去处理所有书信拜帖邀请函那些的时候，看到了拜帖上的内容。殿下呀，有一事儿老奴白日里没有立刻禀明。不妨，你没立刻禀的事情应该不是什么大事，是事关太子妃的事儿。说说看。今日楚大将军送了一张拜帖来，是给太子妃的。老奴意外看到了那张拜帖上的内容，其上写着一句：为父想与你说说你被斩首后的事儿。斩首。而这个时候，永华公主府里被君雪蕊用药缠着欢好了好半天的苏应风，才刚两腿战战，晃晃悠悠地下了床。然而君雪蕊虽是已经困倦到要睁不开眼睛了，却面色红润，精神饱满，与整个人都快被掏空了的苏应风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哥哥都有人家了，怎么还这么在乎楚宁那个丑八怪啊？人家可是用尽浑身解数来让哥哥舒服了啊！够了！苏应风咬牙切齿地用力按住了君雪蕊在自己身上游移作乱的手。虽然他不想承认，但他真的快被掏空了。明明他以前跟莹儿也整夜欢好过，却从没有过这种感觉。永华公主身上绝对有什么问题，绝对不是她不行。该去打听打听莹儿的情况了。晌午时分，百香楼，你如今既已打消离开京城的念头，决意嫁给太子了，不知能否重新考虑一下，让我们温国公府做你娘家一事？这也是皇上跟太后的意思。既然是皇上与太后的安排，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哎，你这是做什么？快起来！我既要占温家女的好处，就得以女儿的身份跪拜。那也是入族谱的时候才需要跪拜先祖，无需现在跪我。从今往后，您便是我母亲了，我应当跪您的。二位既已来了，就赶紧坐下，说正事儿吧。我稍后还要前往萧府为萧老夫人治病。在我们开始说正事之前，我希望你能帮我夫人把个脉，开个方。楚宁闻言正要拒绝，又听得楚离安道：价钱你随意开。能换成你们楚家人从今往后都不再出现在我面前吗？请你们当做从来就没有生过我这么一个女儿，又或者是当我死在那地堡里面了，不要再与我生出任何交集，不要试图来与我修复关系，更不要想着弥补我，因为我全都不需要。宁儿，你会对我们如此决绝，可是意味着我梦到的那些都是真的。你当真曾被我们推出去做楚莹的替死鬼？或者是真的，还是你哭着求我替楚莹去死的呢？虽然那只是梦，但我不想走到那一步，且绝对不会回心转意。不换，我若真的对你做了那么过分的事情，那不论你多么想与我们划清界限，往后余生我们都会尽一切努力来弥补你，来赎罪。即便不再见面，我们楚家也是可以做你的后盾的。你若是需要，我已认了百世子妃为母，将会以温家女的身份嫁入东宫。楚宁在他走后直接从百香楼去了萧府。殿下几时从宫里出来的？在东宫等我回去不好吗？跑来这里做甚？我刚刚才从宫中出来，我并不希望你因为要嫁给我就委屈自己，按我父皇的意思去做。另外，即便你孑然一身，没有任何倚仗靠山，我也能护你周全，不让你余生受半分委屈。所以你生气，是以为我会应下百世子妃夫妇为父母，是委屈勉强了自己，而皇上与你父子同心，不仅也是那般想的，还为了避免你阻拦而费神把你拘在了宫里。然后他在君莫点头后叹了一口气才道：此前我婉拒百世子妃时，
确实曾有离开京城的心，而他们母女对我的好，也确实令我动容。故而能与他们成为家人，我并没有半分不情愿跟委屈。另外，在冠上温家女的身份这件事情上，我其实也有自己的考量。哦，你到底是太子，是储君，试问哪朝太子没有3妻4妾的？而我任性的要求了你不能有别的女人，那么为了在日后旁人往你身边塞女人的时候，不用总是由你出面去得罪人，我自己就能把事情解决了，我就必须得有一个实力雄厚的娘家。这种小事，王嗣关护国之根本，怎会是小事？而你的身体，我是最了解不过的了。即便我能全解了你体内的毒，并一直用心给你调理，你也始终会比旁人羸弱2分。日后繁杂的国事就够你操劳的了。能由我自己出面应对的事情，自然不能总让你费神。否则我这个太子妃就只是一个需要你时刻保护着的花瓶。我并不想做虚有其表的花瓶，殿下，你也别想把我养成一个花瓶。宁宁姐，你这是现在就已经想到为我分忧了？那你不会连我们日后要生几个孩子都想过了吧？楚宁耳根一烫，下意识就瞪了君莫一眼。方才我来接你的路上得知了一件事，楚离安拿着你开的药方回府后，并没有直接让人按方抓药，而是让眼下在他府上的那数位大夫都看了药方有无问题，才让人去按方抓来熬煮给于氏喝的。殿下以为我该借着入温家族谱这个机会改名换姓吗？我觉得改不改都可，全看宁宁姐你自己的心意。楚宁蹙了蹙眉，他是不太想改名换姓的，但他又实在是想与楚家人彻底斩断联系，属实有些纠结。天下又不是只有他们辅国大将军府的人姓楚。另外，我要是没有记错，宁宁姐你的宁字并非楚离安夫妇所取，更非楚老夫人所取，而是国师的师傅归远大师所取。还有这事儿？殿下是怎么知道的？我可都不知道啊。国师此前无意中与我提及的，他还说归远大师曾在书信中与他提起过我们俩，皆是半生坎坷半生安宁之命数，让我务必沉住气，静待命格转变。殿下，皇上让人送来了口信，说是楚大将军已经上呈了申请戍边的奏折。不过他在奏折中称京中还有许多事务需要处理跟交接，故而他恳请皇上先准许他西夏3子先一步前往。他处理完所有事务跟交接工作之后，年后再举家前往。父皇准了吗？还没有。那前来传口信的人称，昨日皇上对外宣布殿下的婚事之后，京中老百姓大抵都觉得太子妃虽然与楚家断绝了关系，但在皇家眼里，辅国大将军府仍旧是他的娘家，所以才会让他为太子妃。故而在楚大将军申请戍边一事上，皇上想看看殿下您的意见。父皇是看在楚家人想与宁宁姐修好这一点上，认为楚离安留在京中比前去戍边更有用处吧。毕竟不论宁宁姐是如何想的，只要外人始终将她视作楚家的一份子，那外人就会认为楚家是他的倚仗之一，而我们则可以利用这一点来牵制一些人与事。属下不敢妄自揣测，但属下认为殿下言之有理。哼，若无今日楚离安让人检验宁宁姐给于氏开的药方有无问题这件事，本宫倒也会考虑将楚离安留在京中作为牵制旁人的工具，但有了这件事，本宫已经彻底信不过他那个人了，未免他们日后在宁宁姐背后捅刀子，再伤宁宁姐的心，还是让他们有多远滚多远的好，且往后还得安排人在他们身边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殿下英明，那属下这就去将殿下的意思转述给那传信之人。殿下呀，老奴实在是有些不明白，这楚大将军一边想与太子妃修好，一边又不信任太子妃，这到底是何缘故啊？他太过重视于氏是其一，精于战术之人心都脏是其二，他会下意识认为宁宁姐对他们有恨有怨，就难免会生害他们之心。哎呀，太子妃对他们的态度明明一直都只是想与他们划清界限，且以太子妃的本事，若真想害他们，他们还能瞧得出来？你看，你都比他们了解宁宁姐。哎呀，这太子妃呀，命也太苦了，怎么就摊上了这样的家人呢？不过以后就好了，以老奴对温国公府的人的了解呀，他们肯定是会待太子妃很好的。而此时，辅国大将军府里，
楚离安用以口渡药的方式喂完于静书服药，于静书很快就转醒了过来。将军，你该没有应下宁儿的那个交换条件吧？他已经应下了。将军，你怎么能？他不仅应下了宁儿那个条件，还上呈了申请戍边的折子。倘若皇上准了，荷儿他们兄弟3个不是就要动身前往东北关了呀？那我们自然也是要去的，不过还需数月。今日我拿着宁儿给叔妹你开的药方回府之后，下意识的就将那药方拿给了府中几位大夫，去确认有无问题。药方递出去的那一刻，我就意识到了一件事：我们与宁儿之间早就已经没有了家人该有的信任与羁绊。不论我们有多想与他修复关系，又不论我们如何想弥补他，我们对他造成的伤害都是不可能挽回的了。我们更做不到如从前对待楚莹那般毫无保留的去对他，故而我们离他远些，可能才是对他最好的。将军若想我随你去戍边，若要我按宁儿提出来的交换条件那般，不再去见他扰他，需替我办2桩事。你说？其一是我要见元贞，我想把我的嫁妆给他，借他之手交给宁儿。这个好办，明日我就带你去温国公府。其二是我要再见一次楚莹，将军若无法让我见到楚莹，我宁愿跟将军和离，也是不会随将军去戍边的。楚莹眼下在东宫水牢里，在太子手上，我无法跟你保证，只能说尽力去试一试。本王可不是为了得到楚宁与太子正面交锋，而是为了断了太子的生路，才必须得到楚宁。行了，大将军请回吧，往后没有本王的传唤，大将军也无需再来本王这里走动。楚离安紧紧拧起眉，有心想问君锦是不是要与他断绝往来的意思，却又不敢贸贸然地问出口。不过君锦能够用来要挟加害他的把柄，他已经在今日申请戍边的奏折里奏明皇上了，此后只需防范君锦联合盛家来给他下套使绊子就行了。东宫，太子妃啊，城南驿馆那边来人了，说是钟离一族的圣女发病了，病势十分之凶险，请您立刻前往为其治病。让来人先行回去，稍后我会自行前往。楚姐姐，我能跟你一起去城南驿馆吗？令妈妈如今乔装易容后，化名秉娘，跟在钟离身边。她觉得那城南驿馆十分不安全，不想温雨随她去涉险。今天你们4人都随我去城南驿馆。那钟离1个月后就要嫁给景王了，而景王跟太子表哥素来不睦。楚姐姐，你往后前往城南驿馆去给钟离治病的时候，可也得小心再小心。万一景王想通过除掉楚姐姐你来对付太子表哥，可就不妙了。毕竟楚姐姐，你可是唯一能够治好太子表哥的人。放心，钟离的生死拿捏在我手里，他们目前不会轻易对我出手的。殿下，属下刚收到了景王府的人传回来的消息，说是景王刚刚派了不少暗卫到城南驿馆周遭去，太子妃此时应该快到城南驿馆了，可要属下再派些人手前去确保太子妃的安全。不用，他放在宁宁姐身边的人手已经足够了，且那城南驿馆里除去钟离一族跟老二的人外，几乎全都是他的人。而这个时候，城南驿馆里以最快速度赶到的军锦一进入钟离房里，就听见了钟离断断续续的哭声。这是怎么回事？回景王殿下话，圣女今日晚上用的早，饭后去驿馆后花园中散步消食时，突然就病发摔倒了。殿下是不是嫌弃我了？啊，没有的事儿，我是心疼坏了。亲了钟离额头好几下，又去亲吻钟离的双唇，以至于此后楚宁跟温雨得易容乔装后的令妈妈领入钟离的房间里的时候，瞧见他2人在床上亲得难舍难分。庄小姐这不是好得很吗？楚小姐，您快过去瞧瞧我们圣女。我们圣女先前在后花园里散步消食时，忽然就重重摔在了地上。烦请景王殿下让一让。庄小姐此次病发之所以会这么严重，与她近来服用的药物有关。我医术虽然尚可，
却也不可能通过把脉就确认出他近来都服用了一些什么药，所以得麻烦钟小姐与我说说你近来都具体服用了一些什么药物。钟离没有说话，直接看向了钟离乌梅。钟离乌梅立刻去将他近来在服用的所有药物都取来，给楚宁过目。没有别的了吗？没有了。那就奇怪了，这些药是不会影响钟小姐发病症状的。钟小姐有接触过蛊吗？我们圣女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蛊，但不能排除有人用蛊来加害我们圣女那种可能性。楚小姐，你能断出我们圣女有没有中蛊吗？我对蛊不是很了解。钟离霎时暗暗松了一口气，但他没有看到，君锦在楚宁说出蛊那个字眼的时候，脸色微微变了一下。叶思立即从楚宁药箱中把九转轮回针取了出来，双手捧着去到了楚宁身边。而楚宁在为钟离施针之前，先拿了2粒药出来，让钟离服下。看来我可以通过长期为你施针，来试试能不能治好你了。长期？具体要多少时间？具体要多少时间，我目前也不知道，得从此后钟小姐的病情变化来判断。那你在这以后多久来给我扎一次针？3天1次。不能再频繁些吗？太频繁，你身体受不住。好吧。钟小姐好好睡一觉吧，等钟小姐醒过来，这次病发也就会结束了。且不出意外的话，此后钟小姐都不会再病发了。殿下，我想让楚宁变成我们的人，为我们所用。那你打算如何把她变成我们的人呢？她可马上就要成为太子妃了，一旦她上了皇家玉蝶，也就很难再为我们所掌控了。眼下楚宁是京中的风云人物，与他相关的事必然会在京中引起轩然大波。若是这个节骨眼上，他睡到了殿下的床上，与殿下有了夫妻之实，且还传遍了全京城，那么他的太子妃之位肯定是做不成了的。届时我们再设法让他点头同意嫁给殿下为侧妃，就能在平息掉风波的同时，让他为我们所用了。我来想法子让他点头同意嫁我为侧妃，旁的得由你费神了。殿下，属下刚刚收到消息，楚宁他们出驿馆后径直回了东宫。楚宁先前进驿馆后，驿馆内外有何异动吗？没有。那就是说，大哥不知道我府上暗卫的动向了，让人盯着辅国大将军府，伺机把楚老夫人与楚夫人抓起来。宁宁姐，你应该知道的吧？就算你在与苏应峰成婚后，跟他圆了房，有了夫妻之实，我也会娶你，且也只会娶你。楚宁愣了愣，短暂的纳闷他怎么突然与自己说这般的情话过后，很快就隐隐猜到了，他是在暗示自己晋王在打自己清白的主意。楚宁饶有兴致地准备深入分析一番，君莫却突然用力一拉，使自己趴在了他的胸膛之上。宁宁姐，你既然在我面前那么认真地去想别的男人，我错了，你得好好哄哄我。而楚宁满心无语，又耳根发烫地瞪了君莫2眼之后，凑上去在他唇上蜻蜓点水般地亲了一下。就一下？我是这么好哄的人吗？你别得寸进尺啊！我也就只能在这些事情上对你得寸进尺一下了。你比我大，得让让我。我今天在城南驿馆里看见景王跟钟离亲吻的时候，好像有。他还让你看见他们做那种龌龊事了？他们也有婚约在身呢，算不得龌龊事了吧？往后我得跟你一起去城南驿馆，要是他们再敢在你面前做那种事情，我就让他们去朝堂之上，在文武百官面前做个够。气死我了！宁宁姐，你再亲亲我，这次由你来。约莫1刻钟后，楚宁面红耳赤，怒气冲冲地跑出了君莫寝殿，惹得叶静跟顾青等人是想入非非。而楚宁冲回到自个儿的房间里后，立刻让朱兰给他送了浴汤进房中，在浴桶中泡了好半天才冷静下来。接个尾，竟然还有那么多名堂，且君莫纳斯还一直装委屈扮可怜，一边教他一边让他主动，而自己又偏偏一对上他裹满了温柔与深情的双眼，就拒绝不了他。翌日上午，温国公府里，你是不是早就想让宁儿做你的女儿了？是，若她是我的女儿，是我们温国公府的小姐，我们断不会处处拿她与养女做比较。
也绝不会不问是非，也不查明真相，就盲目的相信养女，叫她受了那么多的委屈与辱骂。我们也是受了楚莹的手段蒙骗，不是诚心。不是诚心？你们敢扪心自问吗？若非你们全心全意的信任楚莹，无论遇上什么事都认为她无辜，她不可能做错事，就她那点能耐，她的真正面目必然早就已经揭露于你们面前了吧？退一万步来讲，就算你们是受了楚莹的手段蒙骗，就算你们是真的从来就没有察觉到楚莹还有你们所不知道的一面，错不全在你们身上，可你们有向宁儿忏悔赎罪的心吗？我们当然有，是宁儿她始终不愿意给我们机会，宁愿认你们做父母，让你们温国公府做她的身后靠山，也不愿与我们。景书啊，事到如今，你都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症结所在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认为宁儿是因为我们温国公府权势声望大于你们辅国大将军府，更适合做靠山后盾，才愿意认我们做父母的，对吧？心中所想被戳破，于静书选择了沉默以对。你们不仅对他没有半分的信任，还始终认为你们虽然有错，却情有可原。他全然不给你们辩驳改过的机会，是太过绝情狠心了。可你们扪心自问，此前5年多的时间里，他是如何对你们的？你们又是如何对他的？两相比较之下，你们真的有脸去要求他原谅你们，与你们和好如初吗？我们……于静书被魏元真的那一番近乎是灵魂拷问的话给问得全然不知该说什么好了。大将军，不如直言你们今日的来意。我们今日前来，是想经你之手，将淑妹的嫁妆给宁儿。宁儿既要做我们温家的女儿，以我们温家女的身份嫁入东宫，那她的嫁妆自该由我们温家来置办，不需要你们费心。元真，你我自幼相识，从小到大，你一直都是最懂我的人。你该知道，我现在来找你，想经你之手把我的嫁妆给宁儿，是真的想弥补宁儿尽一下做母亲的责任，让她风风光光的嫁入皇室，而不是还想经由此事来获得什么。你就不能帮帮我吗？你也说了，是从前，你好好回想一下过往，近些年，不是打当年你们带回楚营那时起，我说过的话，提过的建议，你有哪一次听过吗？且眼下不是我不愿意帮你，而是以我对宁儿的了解，她不会想要你的嫁妆，那我就要做她的母亲，要与她成为家人，自然不能行她不愿之事。若无别的事，你们就请回吧。夫人何必要故意说那些话去刺激他？以他现在的身体情况，万一给刺激出个好歹来，他哪有那么来弱？不过是给楚离安宠废了，变矫情了而已。而且此前几年里，我跟雨儿都不知道因为他们对宁儿的所作所为怄了多少气，不刺激他一下，我心里不舒服。马上就会醒了，但他醒来之后，最多只能与你们说2刻钟话，就会累到无力。所以你们最好要捡重要的话来说。我今日前来这里见你，是因为想起了一桩旧事，想从你口中证实一番。你若如实回答，我会考虑帮你去药王谷师徒面前说说好话，让他们在你无用之后，让你死得痛快些。娘亲真的要对莹儿如此狠心吗？纵然莹儿罪该万死，莹儿也到底做了你们10几年的女儿啊！你们真的忍心让莹儿在此日复一日的遭受太平18层地狱里的对待吧？我们是不忍心，可比起你来，我的宁儿、当今太子以及当年那些惨死在那个地堡里的孩子们，他们又何其无辜？虽说他们的遭遇非你所致，但你体内与那些人流着同样的血，甚至你会出现在我们面前，都可能是他们其中的某一个人的阴谋诡计。父债子偿，同族人犯下的罪孽，你自然也有份承担。故而不论我们见了这样的你有多不忍，都绝对不会再对你心软半分。可是娘亲，我既选择不了自己的出身，也无法在年幼时决定自己的去处跟未来呀！我何尝不无辜？你戕害肃王妻女，杀害盛南跟迎秋，屡屡构陷算计宁儿，哪一桩是受人左右的？你哪来的脸说是无辜？够了，我不是来听你狡辩的，而是来证实一件事的。当年我们将你跟高妈妈从那个难民群带走后，遇上暴雨，高妈妈将我们一行人领去了一个尼姑庵避雨。我想知道那个尼姑庵里的领太师是不是你们的人？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你只管回答是与不是，只要你如实答了，我必说到做到，去为你求情。我不用你求那种情，
反正到了那个时候，我就算还活着，也早已经在日复一日的折磨下麻木到如同行尸走肉，还能不能死个痛快根本就无关紧要。我要换个条件。你说。我要见风哥哥一面。苏应风与永华公主的婚期已定，而永华公主在皇上面前素来是有求必应的。她若愿意替苏应风去皇上面前开口，那苏应风来此见你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我们只能替你向苏应风转达你想见他，他来不来见你我们就不知道了。他一定会来，肯定会来的，你们只要发誓帮我转达给他就行了。那我们稍后出了东宫就去永华公主府。你得发誓。我发誓。该你回答问题了。我进到这里之后，才从凡凡口中得知我的出身，所以我也不确定那李银师他是不是我们的人。但我记性好，我还记得当年我们进到了尼姑庵后，在你们让高妈妈领着我去晋升更衣时，那个李银师他去找过高妈妈，还特意避开我，与高妈妈说了一会儿话。且在我们离开那个尼姑庵前，高妈妈也去与那个李银师他说过话。那他就是你们的人了。你们别忘了去永华公主府向风哥哥转达我的话，否则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的。反正你做人的时候都没有放过我们，我们有何惧你做鬼后的事？你们不会去告诉风哥哥我想见他是不是？你们如此戏弄我是会遭报应的，我要日日夜夜咒骂你们不得好死。他楚宁能重来一次，我肯定也能。等我重生回来，我一定会让你们所有人都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我夫妇二人刚刚去见了楚莹，此话当真？他现在身处何处？他还好吗？你觉得他现在会好吗？楚莹眼下人在东宫水牢之中，本来这是不能外传的事儿，但楚莹说他想见你最后一面。最后一面。苏应风攥紧双手，脑子里快速地闪过了他跟楚莹的所有过往，但都是美好的过往，那令他突然十分迫切地想要见楚莹一面。因此送走楚离安夫妇之后，他径直去了君学蕊的寝殿。令他没想到的是，近来一有时间就拉着他在抵死纠缠的君学蕊，竟然连他外出这么半日的时间都忍不了，又拉着男宠颠鸾倒凤上了。但他有求于君学蕊，只能强压下恶心上前道：我有一事想请公主相帮。只要你现在过来与他一同伺候我，无论什么事我都帮你。他越是嫌弃厌恶的事儿，他就越是要逼着他做，把他的尊严和骄傲都踩碎，那样才能把他掌控在手里。东宫临近申时，楚莹从药房里出来，准备前往萧府为萧母施针时，叶想到他面前，将楚莹与楚离安夫妇的对话尽数说与了他听。派人去找一找于氏口中的那个尼姑庵，看看能不能找出那个领营师太来。是。对了，小姐，奴婢前面在水牢里遇到了无痕，他让奴婢转告小姐，潜入吏部左侍郎府去调查的人传回了消息，他们在吏部左侍郎府上发现了一个十分隐蔽的暗室，位于吏部左侍郎夫妇的房间下面，里面住着一个浑身是伤的病人。他收到了那个消息后，立刻安排人去暗中详查吏部尚书府的账目，却发现他们对外宣布大少爷死后，这10几年来他们府上就没有采买过大量的药物。意思是说那病人还不用服药？他们调查完账目后，让潜伏在吏部左侍郎府上的人严密监视了那个暗室周遭，没有发现有人往里面送药。先将那般监视着，别打草惊蛇，然后继续调查。燕飞那边有查到什么吗？奴婢当时也顺势问了无痕，他说派入吏部尚书府的人只传回了一个还未经证实的消息，要证实过后才能告知小姐。淑荣，这就是你早上跟我提到的那位替我治病的楚小姐。托你的福，我婆母今晨醒来之后，比起前几日又要清明了许多。今日我增加了几个银针，等下老夫人要是有哪里不舒服，要立刻与我说。萧母好转的速度比他预期的要快一些，看来他很快就能知道萧母手中的证据是什么了。萧国公夫人今儿都有功夫来萧府看望萧老夫人了，想来是萧国公的病情已经控制住了吧？你应该很清楚我们国公爷眼下的情况，却还这般明知故问，你安的是什么心？自然不会是好心，毕竟
你们苏国公府里包括你在内的一些人，近来逢人就说你们此前3年里对我如何如何的好，而我却忘恩负义的拒绝为你们家苏国公医治。既然你们都说我忘恩负义、不念旧情，没有丝毫良心了，那我此时明知故问来戳你痛处，你就只能受着了。反正你不仅如今奈何不了我了，之后见着我了还得恭恭敬敬的行礼问安。你怎么？你的健忘症现在就已经严重到连话都说不完整的地步了？你休要信口胡说，我可没有得那老狮子健忘症。是吗？那你怎么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失禁了呢？焦文秀脑中轰然一响，立刻低头看向脚下，只一眼他就被刺激到昏死了过去。桂嬷嬷大惊失色地接住了他，曹淑荣也连忙迎了上去，而楚宁心满意足地领着叶思叶想走了。今日那月老庙事件在京中传开后，我本来是打算去找国师，先借国师的影响力将月老庙事件压下去的同时，铲除几个青天监里的臭虫，再来慢慢收拾主谋者。但我在出宫的路上被徐婉欣拦住了，他是以进宫给徐贵妃请安做由头进的宫，而他拦下我之后，称他想嫁的另有其人。他心仪我的传闻也只是他祖父一厢情愿传出去的，请求我不要因为那桩事难为他祖父，甚至是犟嘴他们丞相府。要我答应他可以帮我做任何事。然后我就想到了让他跟东阳在京中百姓面前演上一出戏，顺便成全他，让他如愿嫁给他想嫁的人。徐大小姐想嫁的人是谁啊？就是老君莫话还没有说完，叶静就从外面进来了。殿下，三皇子求见。他来的倒是快啊，跟他说本宫忙着收拾东阳跟徐婉欣，没工夫见他。殿下，三皇子非见您不可，怕是要硬闯进来呀。没事，让他闯。除了守在外面的侍卫，你再另带一小队侍卫去拦，不用手下留情。可是殿下，咱们东宫的侍卫身手都是数一数二的好，而三皇子虽然会武功，却并不精。这万一要是伤着三皇子了，有宁宁姐在，只要不把他打残打死了，问题都不大。跪在一旁的徐婉欣亦是满脸忧愁，他看着君莫张了数次嘴，一个字都没有说出来，因为他知道太子这是要演一场逼真的戏给他祖父看。只有表哥这会儿被打得足够惨，还执意闯进来救他，祖父才会相信表哥真的看中他，从而觉得此后可以利用他来摆布牵制表哥。那要等太子待会儿诱使表哥主动说出要娶她后，他祖父才会点头同意。徐丞相，你不了解本宫其他方面，但对本宫的脾性应该还是了解几分的。本宫绝不会容忍旁人算计到本宫头上来，故而你在让人将徐婉欣的名字刻上那姻缘石的一刻，就应该已经想到了本宫可能会杀他来泄愤。如此，你竟还厚颜无耻地说你看中他。太子殿下冤枉呀！老臣真的没……幸好丞相大人是个聪明人，不然丞相大人你但凡再多说几个字，月老庙那桩事本宫就一定会彻查到底。徐丞相，你可能还不知道，比起有人算计本宫来，本宫更加不能容忍的是有人算计楚宁。故而月老庙事件，本宫虽然可以不与你们计较，今日徐婉欣唆使东阳当街所行之事，本宫却是绝不可能轻易算了的。太子殿下，徐丞相，你先好好看看你身边的那个乞丐，为了警示旁人，动了楚宁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本宫本是要将徐婉欣嫁给这个乞丐的，但老三为了徐婉欣，连命都愿意豁出去了。本宫这个做大哥的实在心有不忍，故而本宫给你两个选择，要么将徐婉欣嫁给老三，要么嫁给这个乞丐。老臣刚刚在外面亲眼目睹了三皇子殿下为了进来替婉欣说话有多不顾一切，难得太子殿下愿意成全三皇子殿下，老臣愿将婉欣许给三皇子殿下。你去跟老三一起进宫去请旨赐婚吧。老夫人不好了，您患上健忘症这件事在京中传开了，这会儿来了不少人说要见您。什么？怎么会传出去的？老奴不知，但是老夫人事急从权，就听老奴一次，让世子爷他们先去把人打发了吧。就那么办吧，只能那么办了。我们这苏国公府怕是很快就要完全落入二房手中了，以后别说风儿了，怕是我这把老骨头都要没有立足之地了。嬷嬷何其聪慧，
应该已经从我此时的态度上猜到我们近来为何没有来看望祖父了吧？而且我要是没有猜错，祖母刚刚应该都已经想到要怎么除掉我们二房的人了吧？你在说什么胡话？我不过是在琢磨你因何做出这般的表情。此时苏敬周已经睁开了眼睛，等理清萧文秀和苏应河的话外之音后，他是相当的不可置信。他下令杀首贤是情不得已，知情的人他明明都已经全部都灭口了呀。我说的是不是胡话？祖母心知肚明，且我还知道祖母此时唤我过来是为了什么。那你倒是说说，我唤你来做什么的？无非就是你患上了健忘症一事已经在京中传开了，你已经无计可施了，就想威逼利诱与宁儿姐姐交好的我想想办法。而我会过来，只是想当面告诉你，别说我不可能说动宁儿姐姐来给你们治病了，就算我能，我也不会去做，你还是死心的好。你个孽障，我可是你祖母，你竟敢如此与我说话！我宁愿没有你这样的祖母，当然还有你这样的祖父。凌绝，给我把这个臭丫头拿下！然而凌绝没有现身。阿贵，把这臭丫头给我拦下！我现在还没有到不知事的程度，她就敢这般对我大呼小叫了，以后那还得了？奴婢奉太子妃的命令保护苏二小姐，且我们太子殿下有令，企图伤害苏二小姐本人以及其父母与兄长的人，奴婢等人可先斩后奏，还请苏国公夫人莫要冲动行事。萧文秀下意识地看向苏敬周，就见苏敬周已经急红了双眼，正不停地在冲他闭眼眨眼。公爷，您放心，我就算是彻底毁了我们苏国公府，乃至于整个苏家，也绝对不会便宜了太子的。然而苏敬周听了他这话，仍然在不停地冲他眨眼闭眼，最终见他全然明白不了自己的意思，他才心如死灰地闭上眼。那天风儿走后，他一口气没有缓过来倒下时，凌绝虽是第一时间冲到了他面前，却在扶住他之后给了他致命一击。因为那个凌绝当时告诉他，真正的凌绝早已经落入了他们主子手里，且他们主子会在他倒下的同时清除掉他手底下的所有暗卫，也意味着他会突然病倒，跟太子甚至是跟楚宁都脱不了干系。小姐，可是叶莲回东宫来报信了，说苏二小姐已经按小姐您的交代做了，那就通知殿下安插进萧府的人，让他们进来多多注意一些，务必配合易容成凌绝的人，把戏演好。永华府里头的人前2天传了消息回来，说永华近来的状态和从前有了很大的变化，而那李福秋近来一直待在永华府里头，还深得永华器重，他应该知道一二。说不定李太医就是因为永华公主的反常来找我的。说说你今儿特意来求见本宫太子妃的缘由。微臣今日前来是有一事想问准太子妃娘娘。女子在长时间与男子行房后，非但不显疲累，精神抖擞，面色红润，还似乎完全没得到满足，却无中毒中蛊的迹象，会是何缘故？你口中这女子莫不是指的永华？是，微臣观察永华公主有些日子了。此前永华公主虽也几乎每晚都会招男宠侍寝，却没有太过，只是正常夫妇该有的频率。然自从苏大少爷进永华公主府后，永华公主兴起之时，能与他整日缠绵在床榻之上，甚至还能在应对苏大少爷的同时，再应付2、3个男宠。能确定是从苏应风进永华公主府开始的？有没有可能是从永华此前从宫里出来那时开始的？说真的，不是毒，也不是蛊，总不能是永华在练什么邪门功夫吧？天下想救永华公主吗？救？你是说那般的反常会危及永华的性命？但那是建立在我猜中了的情况下的，也有可能是我多虑了。我相信你是不可能猜错的，而永华目前对我跟父皇都还有用，他还不能死。另外，他这辈子本就已经很好了，便是死的，也该有个体面些的死法。天下尽快安排我跟永华公主见一面吧，届时我会自己想办法为永华公主把脉，以确认情况。我此前随便找了个由头，引永华唆使苏应风进宫赴宴，事后全然忘了，眼下正好还能拿来用。殿下，先前袁公公让人送了消息来，
说永华公主今儿进宫，请求皇上准许苏大少爷来我们东宫见楚莹一面。皇上想看看殿下跟太子妃的意思，就还压着没给回复。这不就巧了吗？就让苏应芬来看看，她放在心尖尖上的是个什么丑陋玩意儿吧。顺便用我此前用的由头，把永华也引来。公主，东宫前面来了人，说是太子殿下今儿突然想起来，他此前忘了把那个天大的秘密告诉公主，请公主今天务必随驸马爷一同前往东宫。大哥，他这个驸马我可已经认定了，无论你多不待见他，他以后也得随我喊你大哥，喊楚宁大嫂的。你说这话前，该先问问他敢不敢喊我大哥？这有什么不敢的？哥哥，你现在就喊一声给大哥听听。苏应风却在与君莫对视了一眼之后，匆匆甩开君雪蕊的手走了出去，因为他在君莫眼底瞧见了浓浓的杀意。怎么，我这般欺负他，嫂嫂心疼了？我只是好奇，公主将她的傲骨自负那些全都削去之后，她对公主来说还有什么存在价值？他有那张脸就足够了，而他越是无用，越是一无所有，才会越离不开我啊。楚宁挑挑眉，就见君莫倒了一杯酒递给君雪蕊。君雪蕊似乎完全不担心君莫会给他下毒，接过后那是满心欢喜的喝了，喝完不过几瞬的功夫，就撑着头昏睡了过去。看来我没有猜错，他体内确实曾养过一只蛊。养蛊？你是说之前有人把他的身体当做了养蛊的容器，而眼下那蛊已经不在他体内了？我与殿下能够完全消除身上的疤，都靠的是蛊。但与殿下不同的是，我参与了每一次选蛊试蛊，并且我还跟随师父去过苗疆，在那里跟着师父的挚友学习钻研了1-2年的蛊。就是在那期间，我听说了一种名为新生的极为罕见的蛊，它能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容貌、声音，甚至是身高。而要炼出那蛊，需将万里挑一得来的幼虫放置到其将其妻的女子体内，此后幼虫会慢慢长大，期间其分泌的毒素会对其宿主生出各种意料不到的影响，然后等到其长大成蛊，被人从宿主体内引出之后，其对宿主生出的影响会因为那种毒素的缺失而在短时间内快速恶化，一直到宿主因为承受不住那份影响死去。让宫里的人进来，丁劳德妃。天下知道这种香？她叫金秋，是3年前的这个时候御香房里的一个新人调配出来的。就我所知，后宫妃嫔都爱日日给要穿的衣物熏香，按理不加入香艾草来压抑其味道，也能让很多人中招。那幕后之人为什么要特意多此一？难道是考虑到了个别后妃在怀孕之后会变得对味道十分敏感，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才特意加入了香艾草？你言之有理，但不论如何，都得去查一查调出了金秋的那个调香师了。殿下，属下等已经成功将楚老夫人跟楚夫人引出辅国大将军府，并控制住了。很好，楚宁还没从东宫出来吗？属下正准备禀这事儿。楚宁虽是已经从东宫出来了，但太子跟他在一起。什么？你是说大哥跟他一起来这边了？是的。通知易容城楚老夫人跟楚夫人的人，让他们晚些时候回辅国大将军府，再通知楚家军里我们的人，近些天务必把楚离安父子4个给缠住了。殿下别急，太子总不可能回回都陪楚宁来，今天不成，3天后我们一定能得手。请王殿下，圣女温家刚刚对外宣布了百世子夫人要收楚宁为女一事，还要在5日后让楚宁祭祖后上族谱。等下伺机行事，但凡有得手的可能性，就今日直接动手。殿下三思，万一太子今日是有备而来呢？楚宁，你今天变得好漂亮啊！若非太子殿下与你一起来了，我都要不敢认了。这难道才是你真正的模样吗？说来话长，日后有机会我再与你细说。今日殿下心血来潮陪我前来，我得抓紧时间给你施针才行，免得殿下等我太久累着了。你刚刚一直在看大哥手中的酒杯，可是也觉得那杯中的几只虫子有些奇怪吗？是啊。那离儿，你觉得那是几只什么虫子？我不知道，我就是因为从来没有见过那般的虫子，出于好奇才一直盯着他们看的。
是吗？我还以为离儿你是曾经见过那般的虫子，才一直盯着他们看的。3天之后，楚宁再来为你施针时，我们一定要得手。昨晚回去后就跪到了苏敬周床前的苏应风，此时终于因为扛不住昏死了过去。快扶我去看看风儿吧，也不知道他昨天突然那样回来是受了什么刺激。苏大少爷这是受刺激之后忧思过多，再加上饥饿疲累过度才会晕倒的。我已经通知永华公主派人来接大哥了。风儿昨晚才回来，你今天就火急火燎地通知永华公主来接人，你安的是什么心？我是想着永华公主那般看重大哥，大哥回到永华公主府里定然会得到最好的照顾。毕竟眼下我们府里有祖母你跟祖父2个病人在，未必能给到大哥最好的照顾。我跟你祖父有病，你大哥他又没有病，他只是太累了而已。而永华公主若能给他最好的照顾，他哪里会以这副样子回来？他肯定是受了永华公主的欺负，无处去说才会。永华公主都为了大哥与曹驸马和离了，还马上就要与大哥成婚了，她怎么可能欺负大哥？其实那3年里，并没有多少值得你想起来的事。旁的人与事值不值得姑且不论，但与你相关的事儿，于我如今而言很重要。我可以全部说给你听。那不一样，而且我执意想要找回那3年里的记忆，还有别的考量。你接受我催眠前的状态，你应该都已经不记得了吧？那时你已经在每日不间断的毒发中断了所有生念，还数度因为在幻觉中见到你那3年间因你而死的小伙伴而做出寻死的行为。幸亏你师父每次都及时发现了，还特意安排了你师兄他们12个时辰轮流盯着你，否则你都撑不到你师父他们找到我。也就是说，寻常的催眠并不是永久性的，一旦接触到了与封藏的记忆相关的人和事，就有可能自行解除。5年前他师父曾修书仔细询问过我这个问题，与他有相同经历的孩子还有一个，且那孩子还与他有着极深的羁绊，而他们师父企图通过重现他那3年里的面貌，使对方慢慢想起他来。只不过最后嘛，似乎并未如愿呀。楚宁头痛欲裂，心也痛得像是要被撕开了一般，而他眼前的烛火里突然伸出了很多只血淋淋的手来，齐齐朝他抓了过来。而君莫紧紧地抱着他，呼喊了他许久，也没有能将他从幻境中拉出来。陆前辈，他要维持这般状态多久？你可以把他带走了，在他醒来之前，你最好一直守着他，别让他醒来的时候是独自一个人。其实小宁宁当初会选择只记住那苏应风，除去他以为在我遇见他时，那个扑在他身上拿命保护他的人是苏应风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受幻觉影响过重的他，执拗地认为他迟早会把你害死。他说所有对他好的人都已经被他害死了，而你是因为他才会落入那个地堡里的。他已经把你害得很惨了，绝不能再把你也害死了。但他在得知我想尝试用催眠使他忘记那些痛苦的记忆，再为他医治后，还是难过了许久，才最终决定把你忘了的。当时他还说，要是你也能把他给忘了就好了。为此我曾修书给余年师兄，让他向皇上提议给你催眠后再行医治，顺便举荐洛源。但余年师兄在给我的回信中说，你能活下来是因为对小宁宁的执念足够深，让你接受催眠把他忘了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君莫抿唇不语，且在耀西说话期间，他一直都在垂眸看着怀里的人儿，生怕稍不留意他就有个什么闪失。他没有害死过任何人。而这一夜，君莫片刻都没敢合眼。你说文正有没有可能还活着？我在那地堡里最后的记忆是被人往尸坑上面推，当时还有好些人在跟我说话，让我往上爬，让我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而那其中就有文正的声音。然后吏部左侍郎夫妇的房间下面那个暗室里又住着一个病人。我稍后就让吴恨去确认，
但你别抱太大的希望了。你应该比我更清楚，他活到现在的可能性有多低。楚宁轻声应罢之后，闭上眼睛，把失而复得的所有记忆都过了一遍。这期间，君莫就一动不动地任由他搂着。我们有些不放心，就过来看看。你今日这般盛装打扮，可是要外出？吏部尚书府的大小姐今日出嫁，她此前邀请过我前去。那你快些吃早饭吧，今晚等你得空了，再来好好与你二师兄、三师兄他们说说话。东宫外，魏元贞跟温雨都特意下了马车等楚宁。母亲要跟妹妹一同来接我，怎么也不事先差人告知我一声，我好早些出来。姐姐脸上的疤已全然褪去了吗？昨日褪尽的。实不相瞒，我幼时脸上虽然确实有疤，皮肤也确实很糟糕，但我回京前其实已经除尽了疤，只是受师命，用了一些手段，弄成了从前的模样罢了。啊，原来如此。早先我听闻姐姐脸上的疤是幼时为了救苏应风留下的，姐姐的师傅要你弄成从前那般模样回来，可是希望苏应风能因为那些疤而想起姐姐来。应该是的。那得亏苏应风没有想起姐姐来，不然姐姐如今也不会与太子表哥情投意合啦。等到了燕府，当年文正被朝廷的人送回家后，你是不是见过他？然后他是不是还活着？他死了，早就死了。你还记得他？我刚想起来。此前我听说你失去了那3年里的记忆，那你现在是全都想起来了？史大哥被朝廷的人送回他们家的时候，我还太小，并没有见过他。但是后来我跟他之间的婚约取消，改成了跟十二哥订婚时，十二哥跟我说了很多与他有关的事情。今晚我带你去师府见一见那个所谓的病人。殿下方才去师府露面，已经见过那人了。方才我从师府出来后，陆汉与我禀了他入难暗室探到的情况。他称那暗室中的病人是一个早已死去多时的孩童，且从身形来看不会超过10岁。我想要萧将军母亲手里捏着的那个能证明苏守贤是苏敬周让人杀了的证据。你说守贤是我姑父让人杀了的？萧将军若是不信，可以去问你母亲，因为你能入苏家军，还能在苏家军里站稳脚跟，便是因为你母亲用他手里捏着的那个证据去要挟了萧文潇。他们去到祠堂之后，他母亲竟然拿起他父亲的牌位递向了他。用你的刀将他劈开吧，因为你姑母就算把我们全府上下的物件都拆了来找，他也绝不会拆他哥哥的牌位。让人送去给苏应之。大半个时辰后，苏国公府里，萧北怀母子得苏应之亲自领入了苏敬周房中。这健忘症不好受吧？你来做什么？我来跟你报喜呀！报喜呀！是啊，我今早醒来时已经想起了所有，我已经把你家国公爷的那封亲笔信交给楚宁和太子啦。什么？那封信我方才已经拿给族中长辈们看过了，他们都说虎毒尚且不食子，祖父都做出这等禽兽也不如的事情来了，也就不配再坐我们苏家家主的位置上了。因此他们商议后决定家主之位暂由我来做。而苏应之攥紧双手看了他2眼之后，又悠悠地说道：我已经请3叔4叔他们去清理府中闲置已久的那处佛堂了，晚些时候就会让人把你们送过去。闲置已久的那处佛堂，你竟要让我们住到那种地方去？对待杀父仇人，我能让你们活着就已经算是心慈手软了，但我不杀你们，倒也并不是因为我软弱到不敢下手，而是我不想变成跟你们一样的人，再加上3叔4叔也不让我杀你们。不过对你们而言，让你们毫无尊严的苟活下去，应该要比直接杀了你们痛苦多了。属下已经用迷香让史大人夫妇陷入沉睡了，最少也要卯时出才会醒。2个时辰足够了，带路。今夜月色十分明亮，还有些许温度。属下白日里潜进来进来查看情况的时候，并没有发现他还有体温，怎么晚上却有了体温呢？确实还有一点点温度，但寻常人不十分仔细的去感受，是几乎觉察不到的。那他都已经死去许久了，为什么还会有温度呢？文正尸身不腐，还留有余温，甚至间隔一段时间还会有很轻微的心跳，都是因为他体内有蛊，且那蛊虫还就在他的心脏里。但我闻所未闻这般的蛊，所以得将他从文正体内引出来，仔细研究一番才知其到底是什么样的蛊。可一旦那蛊离开了文正的尸体，文正的尸体应该很快就会如寻常尸体那般腐坏。我看他们还有一桩与燕飞相关的事没有告诉你。燕飞从他8岁那年起，就一直在想方设法的了解江湖中的各大邪教，并经由他弟弟的习武先生
引荐认识了几个邪教人士，也不知他与对方达成了怎样的约定。对方这些年一直在多方帮他打听，人死后尸身不腐，还能不能复生。天色微明时分，君莫临去上早朝前，除文正之外的其他孩子，已然只剩一堆白骨了。可要把文正的尸身弄来。不用，我现在虽然还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骨，但我已经大体能确认，它是在文正体内养出来的骨了。这是在文正体内养出来的骨？你是说文正在那3年里也如永华一般，被人当做了养骨的容器？恐怕不止文正，我们所有人都是那群人养骨的容器。但那群人要炼的是药人，而不是骨，除非……话到一半，君莫看向楚宁面前那个器皿中，如一只成年蚕一般的蛊虫，继续道：“他还只是个半成品。”我也是这般认为的，所以我打算去你那水牢第3层，会一会楚莹。除去近来见过你的人以外，当今世上，怕是再没有人能认出你是曾经被冠上了京中第一才女跟第一美人之名的楚莹了吧？你竟然真是楚宁那个丑八怪，我死也不会放过你的！喂进他嘴里去！你刚才让人为我吃下去的是什么虫？有了大师兄，此后几天仔细记录一下楚莹身上各种伤口的愈合时间，也顺便观察一下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变化。倘若你们那个叫史文正的孩子体内发现的骨真的如你们所想的还只是个半成品，那将它炼成后，它不会是能使人永葆年轻的骨吧？也就是前朝那个异想天开的狗皇帝想要的长生药。是与不是，还要等之后将它炼成了试验一番。不过古往今来，想要长生的人何其之多，却从来就没有人寻到过长生之法。故而我认为，那股就算真的有让人永葆年轻的神奇效果，它也必然存在着某种弊端。想来当年那群前朝余孽只称其为药人，是为了避免走漏风声。这一点之后等我们抓到当年那地堡里的漏网之鱼后，是有机会证实的。你们有法子揪出潜伏在宫中的人了？顺着永华公主，就有希望将其揪出来了。原来如此。众所周知，太后一直待降王如己出，即便她得知真相后冲撞了太后，太后也未必会直接置降王于死地。那他老人家又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加害降王殿下的血脉？这个嘛，等你将降王查到了太后身上去，我们或许就能知道了。促使楚宁成为殿下的人那桩事就此作罢，但先不要让殿下知道了。同时殿下可能早就已经知道我对他下了同心蛊这件事，我们也要装作还不知情，先与殿下周旋下去，设法弄清楚殿下到底打的是什么算盘了，再来从长计议。是，你去给你那些善巫蛊的友人一些好处，让他们帮你想想还有没有其他如同同心蛊这般能够左右人的蛊。楚宁替我医治后，我的身体确实有了很明显的好转，故而此后我的病若是都没有再发作了，我们就在楚宁与太子大婚之前设法杀了。翌日东宫里，楚宁一早就吩咐叶静中午在清辉殿里设宴，他要借着给他2师兄3师兄接风洗尘的机会，去放倒元素，好好的为元素把个脉。是不是他的情况很不妙？师父，你也给义父把个脉看看。说我没有判断错，他这是10余年前曾遭遇过生死危机，在濒死关头得善巫蛊之人以蛊给他续了命，而那蛊虽是我不曾见识过的，但从眼下他的身体情况来看，那蛊对他可谓是有利也有弊，虽为他延长了寿命，却一直在蚕食他的5脏6腑，以至于眼下他已经是，说不定当年那群前朝余孽想要炼的所谓药人能够帮到义父。你是说，等我们把放入楚莹身体里的那只蛊炼成，在确认了它有何弊端后，用到你义父身上？目前我只能想到这个办法了，但未来我们说不定能寻找到其他更好的办法。敢问叶总管，太子殿下让你请何院判来给家母调理身体一事，舍妹真的知情吗？世人大多都认为啊，血浓于水，家人之间不论生出了多大的伤害与隔阂，只要一方诚心悔改，诚心想和好，那就值得被原谅，也应该被原谅。但我们太子妃啊，显然不是那般想的，然世人不一定能够理解他。所以在我们殿下与太子妃大婚之前，身为我们太子妃血缘上的母亲的你们母亲还死不得。楚大将军借一步说话。何院判，你就当着我的面与将军说吧。尊夫人脉象无神无根亦无畏，一事十分之凶险呐。下官尽全力为他医治，也只能稍稍延长他余下的时间。
无法将他彻底治好了。怎会突然又严重到如此地步了？明明他此前服了宁儿所开的药之后，我们府上的大夫都说他心头郁气已除。以温大小姐的医术，她给尊夫人开的药方自然是最适合尊夫人的，但从尊夫人的脉象来看，她近来显然并未好好服药进食，更未好好休息，这才导致了病情反而变得比此前更加严重，甚至都要……于静书懊悔自责到头昏目眩的同时，又觉得喉头一甜，又吐出了一大口血，吓得楚离安脸色都跟着他白了。楚贺兄弟三人也闻声齐齐进了房里来。到了这一步，只怕温大小姐来了也回天乏术了呀。楚大将军，你们还是早日准备夫人的身后事吧。苏国公府那边，祖母，霞儿真的不想嫁给那个乌景城。你不会嫁给乌景城，要嫁给乌景城的人是苏应河。打从一开始，我想让你嫁的人是景王，而且我已经为你安排好了，嫁入景王府当晚就能与景王顺利圆房。祖母，但你得知道，我为你做这些不仅仅是为了你，更是为了风儿，为了你日后能帮风儿东山再起。祖母放心，霞儿一定不会不管哥哥的。倘若霞儿日后为了自身的安稳，全然没有理会帮衬哥哥，愿遭我雷轰顶，死无葬身之地。乌府那边今日如何？乌家没落了多年，今日虽是没有大操大办，但本家长孙成婚，乌家人还是全部聚到了一起的，也十分的热闹。乌老太傅在乌大少爷跟苏二小姐拜完堂之后，单独与乌大少爷说了一会儿话。据说呀，那之后乌大少爷脸上笑容都多了，估计乌老太傅已经把事情说与他听了。你今日去景王府，可有遇上什么事端？父皇该已经知道了。儿臣到景王府后，定我后带头撺掇儿臣坐上了高堂之位主。妮妮姐说她一落座就闻到了罗刹花的味道，还十分的浓郁。她判断味道来自儿臣所坐的椅子。那个逆子，他是将朕反反复复与你们说了无数回的话，全然抛诸脑后了呀。父亲莫生气，老二恐怕都想弑父了。父皇你的说教，他自然不会遵从了。此前楚宁说那什么罗刹花会催发你体内的毒，你现在怎么样？妮妮姐在与我说那桩事的时候，就已经给我服过药了。找个物件将那药底装起来，交给药谷主。若掺杂进那药底里面的东西，会危及父皇的性命。父皇准备如何处置老二跟盛家人？若是你此番会如何应对？将计就计，伺机而动。为父也是这个意思。师父当年要清理的那几人，竟还与盛家人有牵连。先前在宫中时，我没能立刻嗅闻出来，但我在与那位袁公公退到殿外去等候时，很快就确认了这药里面掺了一种出自我们药王谷的慢性毒药，而这毒药虽然是慢性的，不会立刻致死，对人体的伤害却是不可逆的。景王府里，妾身真的是无辜的，妾身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而且妾身都已经跟王爷圆完房，有了夫妻之实了。王爷您再怎么生气，也不能将妾身赶走啊，不然妾身就一头撞死在王爷面前。殿下，对不起啊，我明明都说好了，昨晚要来陪你的，结果我送完外祖父跟舅舅之后，却鬼使神差的来了这边。王爷，属下去到乌府时，乌府内也乱作一团。乌老太傅还一见到属下就急急询问属下，可是也已经与苏大小姐圆房了。也在属下回答了乌老太傅后，乌老太傅称既然木已成舟，那就只能将错就错了。他称会立刻安排人将苏大小姐的嫁妆送来我们王府，也请王爷将苏二小姐的嫁妆备好，由他们府上来的人带回。让人送篦子汤来，本王要亲眼看着他喝下去。王爷，妾身是无辜的呀，妾身事先什么都不知道，妾身什么都没有做错呀。王爷您既然都已经接受了将错就错，就给妾身一儿半女胖生可好，不然妾身余生可怎么过呀？妾身求求王爷了，王爷。宫中御书房里，父皇特意叫儿臣进宫来听那几人废话，是想将那桩事全交由儿臣来处理。朕今日总觉得有些力不从心，许是那老使子慢性毒药导致的，而宝丧一事不可拖，也就只能辛苦你了。那父皇就多多去陪着母后吧，儿臣去一趟刘华宫。而刘华宫那边，殿下称北叶国皇室的人实行死后以火焚烧遗体，然后将骨灰摆入他们皇室宗祠，以免死后孤单，也方便后人同时祭拜。公主也可效仿之。效仿？大哥认为我会想把这个女人的骨灰摆在我公主府里去时常祭拜？
公主误会我们殿下的意思了。我们殿下的意思是，德妃娘娘虽远嫁来了我们东陈国，却也始终是北叶国皇室的一员。她或许期盼着能在死之后去到宗祠里与家人团聚。你去回大哥，就说且容我想想。今晨苏国公夫人得知苏大小姐与锦王圆房了之后，大喜之下病情骤然恶化，连身边桂嬷嬷等人都认不得了。而她此前给桂嬷嬷下的命令是，她发病后若超过半日没有清醒过来，就按她的吩咐让她解脱。然后那桂嬷嬷在用事先准备好的毒送走她夫妇二人之后，也服毒随他们去了。老二的人可查到萧氏头上去了？查到了。锦王殿下当时发了好大的脾气，说定要苏国公夫人付出代价。叫南坡把老二德仁算计接错了新娘子，还在新婚夜撇下钟离，与苏映霞圆房的一事散播出去，之后再瞅准时机，放出苏国公夫妇跟那桂嬷嬷都死的蹊跷。是。殿下要把苏国公夫妇的死安到景王头上，能成吗？事在人为，我早已有所安排了。凡事讲究证据，你若没有证据，只是信口开河污蔑于我，最好现在就收声，否则我会让人将你请出去，且往后也不会再容你回国公府。你竟敢如此威胁我！你虽然是我们苏国公府的世子，如今我们苏国公府也是由你当家做主，但我就算出嫁了，也始终是苏国公府的一员。只要我随时随地都能回来。本来你是能随时回来的，也还没有沦落到添不起你一双筷子的地步。可你撺的祖母抢和儿夫婿在先，今日又这般当众诬我们二房杀了祖父祖母。我若不仅由着你继续闹下去，还纵容你往后随时回来，我这世子还如何服众？我才没有撺的祖母，帮我抢苏映河的夫婿，是祖母为了给大哥铺路，自行替我安排的。就算是那般，你抢了和儿的夫婿也是事实。好在和儿对吴家少爷一见倾心，吴家少爷也对和儿一见钟情，我们便不打算与你计较那桩事了。但你若执意要在无凭无据的情况下往我们头上泼脏水，我也不是没有脾气的。按理今日锦王殿下是该陪你一起回来的，但锦王殿下不仅没有陪你回来，还让人拿了那么一辆破旧不堪的马车来送你回府，可见啊，是对你顶替和儿嫁入锦王府一事耿耿于怀了。想来往后你在锦王府里的日子呀，是不会太好过的。这种时候，你最不该的就是跟二房的人闹僵，不然他朝锦王殿下欺你辱你，或是将你休弃了时，你可就没有归处了呀。我还有哥哥呢，哥哥肯定不会不管我的，大不了我以后被王爷欺负了的时候去永华公主府。哎呀，你糊涂呀！你哥哥虽是即将成为永华公主的驸马了，可是知情人都知道，他在永华公主面前只是一个替身。一旦永华公主日后遇着比他更像那曹金放的男子了，或者是对他腻味了，那他随时都会被扫地出门的呀。到时候别说是帮衬照拂你了，他自身都难保呀。替身？我大哥那么优秀，是不可能被永华公主扫地出门的。你少搁这吓唬我了。但他话落，到底是没再折腾了，老老实实去跪到了他大哥的身边。只不过他跪下之后，他却瞧见了苏映河身边多了个人。他还仔细地看了好几眼，才认出那是乌锦城来。霎时他双拳就死死地握了起来。他之前让人去打听过，乌锦城也是不愿意娶她的，只是不想忤逆长辈，不得不娶罢了。可是换成苏映河后，他就愿意了。还有王爷想娶的也是苏映河。宁宁姐今日打扮得好生精致，明明平日里都是素面朝天式，今日却这般隆重对待，可见母后在宁宁姐心目中的地位要比我来的重得多呀。我这般进宫是不是太过招摇了？要不要换一身？不用，你再招摇也招摇不过我的。君莫说话的同时冲他伸出手，等抓住了他的手后又补了一句，虽然你即便是素面朝天也美得惊心动魄，但余生你还是可以天天都这么招摇的，我喜欢。殿下往后行这等事可得好好注意一下场合才行了，不然叫人瞧出端倪了多难为情啊。不想君莫听罢他的话，竟然舔了几下嘴唇，把唇间染上的胭脂全部都吃了下去，然后颇为得意地冲他道，毁灭了证据，谁还能瞧出证据来？殿下往后不许吃我唇上胭脂。好。君莫好脾气的应得格外爽快，且眉眼间除去宠溺外，还多了几分满足。承蒙皇上与皇后娘娘厚爱，臣女感激不尽。其实那卷轴上，除去本宫与皇上钦点给你的聘礼之外，还有本宫与先皇后所有的嫁妆。你们曾是先皇后的人，还都颇得先皇后信任与看重。皇后在我面前无需动不动就下跪。小姐，此人叫雅茹，其祖上都是温家的下人，因其打小就聪明伶俐，模样又生得好，5岁时就被选中，成了先皇后身边的伴读丫鬟。我瞧你脸色不大好，就擅自为你把了把脉。皇后你们几人
就在我药房里头伺候吧，替我整理整理药材方子那些。小姐，小白可算是回来了，他再不回来，奴婢都要把他给忘记了。去告诉殿下，流花宫里有动静了。是。先前我们出宫后，流花宫旁一处闲置已久的宫殿起了火，火势颇大。恰逢永华没有守在德妃跟前，又暗卫瞧见了有人从暗道里抬出了一具尸体来调换了德妃。他会在今日回来，许是跟进了那暗道中，知道了德妃眼下的所在。待夜里我将他唤醒，让他领着殿下的人去瞧瞧。殿下，我们跟着小白去了阎王府，在阎王府见到了阎王殿下跟德妃，德妃果然没死。但令属下惊讶的是，阎王殿下竟然还在京中。哼，本宫倒是一点都不意外。殿下早就知道今晨跟随使团离京的不是阎王本人了。他若真的跟德妃有私情，就断不会在这个时候撇下德妃离京，必然会在安置好了德妃之后再去追上大部队。殿下英明，属下二人亲耳听见阎王让德妃在事成前易容乔装藏身到永华公主身边。小白没有随你们一起回来，是又去跟踪阎王了，还是跟踪德妃去了？是德妃。不早了，殿下明日还要进宫上早朝，可要先回去就寝。至于阎王与德妃的事，殿下不若明日禀明了皇上，再与皇上一起做定夺。锦王府里，你们再去东宫一趟，就说王妃今日有发病的迹象，请她务必前来看一看。若她人不愿来，你们可以委婉的提一提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亦或者医者不能治患者于不顾。总之务必将她请来，还得尽快，否则你们就不必再回来了。他外祖父跟舅舅在宫中可拖不住大哥太久。左右此前楚宁用在我身上的那些药，也都是出自东宫的，而东宫的药又是宫中送去的，说起来也有殿下的一份。就算我此时收回了楚宁退回来的这些黄金，也不算占了他多大的便宜。乌梅，着人将这些箱子排入我库房去。是，不过王妃，万一您的病还没有好到我们以为的程度，此后又发病了呢？之前楚宁每一次送药给我时，可都是附带了药方的，而我早就命文谦从那些药方着手，去仔细研究我的病了。你既如此信任文谦的医术，我也就不传太医来为你调理身体了，就让他为你好好调理一番吧，以便此后你怀上我们的孩子后，能够顺利的诞下健康的灵儿。陛下这话是指我不用再服用避子汤了吗？是啊。那我要是很快就有了身孕，会不会……好，那你无需担心。微臣苏颖之参见皇上。本宫便欲派你率苏家军前去迎战，你可敢去？承蒙太子殿下信任，尽管微臣年纪尚浅，也毫无经验，但微臣会尽全力去打赢此战。无知小儿，你可知梁国的兵马有多厉害？史书上记载，距今约莫100年前，我国当时在位的君王亲率40万大军迎战梁国，却败给了只有20万士兵的梁国。而那位君王年轻时曾10余次上战场，从无败绩，一度被百姓誉为不败战神，却在晚年败给了梁国，打破了不败的神话。你以为你比当时那位君王还要厉害吗？且你可知，此战你若是输了，我国将会面对怎样的处境？你微臣苏颖之见过定武侯，不是定武侯，你们不敢去迎战。结伴来逼太子殿下迎娶那位因私人原因恼羞成怒到要挑起两国纷争的梁国大公主。太子殿下为了大局考虑，不得已才让微臣这种毫无经验也胜算不大的无知小儿去赶鸭子上架的吗？你替朕拟旨，苏颖之前去迎战梁国期间，所过之处皆如朕亲临，如若有人不服不敬不从，可先斩后奏。当晚，晋王府书房中，盛明辉将一份名单放到军警面前，压低了声音道：“这是今天下午我跟家父罗列出来的苏家军中可以加以收买笼络的人。若殿下也赞成，明日我就安排人与这些人接触。”舅舅特意将这份名单拿来给他看，又特意提及了他若赞成，莫名给了他一种舅舅跟外祖父日后可能会以此来拿捏他的感觉。毕竟苏家军若是在他们的操控之下全军覆没了，那他身上可就背负了10余万条人命。殿下也该知道，失去了统帅之人的大军无异于一盘散沙，再加上那苏颖之又全然不是领军为将之才，不然此番他们苏家军前去迎战梁国肯定是毫无胜算的，但太子却派了他们去送死。另外，在皇上将能号令全军的虎符交给苏颖之那无知小儿之前，家父再三恳请过皇上三思，但皇上置若罔闻。
而太子自小就缠绵病榻，对两军交锋的事儿知之甚少，又被皇上宠得骄纵任性，无法无天，会因为不想被逼着娶梁国大公主，做出让苏家军去送死这种事情，尚是情有可原。但皇上不该不听劝诫，放任他胡作非为。故而此番战败之后，满朝文武不仅仅会对太子更加失望，也会对皇上心生不满。再加上届时皇上肯定已经病倒了，我们要做的大事儿也就十拿九稳了。舅舅，此战当真毫无胜算？除去收买笼络苏家军的这些人之外，此后皇上下令送到苏家军手里的粮草武器，也会因为天灾人祸等不可抗的因素一再延期。甚至战败后该如何补救，我们都已经替殿下想好了。那就按舅舅跟外祖父的意思办吧。把国师的公器给苏印吃，是不是太委屈国师了？出家人哪有什么委屈不委屈的？而且那秃驴啊，是被我绑去当军师的。这样说起来，那也是我的功绩。我把自己的功绩分一点给我的妻子，他有什么好委屈的？殿下就这么确信此战会赢？不是确信会赢，是必须赢。而这个时候，永华公主府里，我的金发可至死都没有像你这么颓废过。你若还想做我的驸马，还想靠着我东山再起，就别摆出这副死了爹妈的样子给我看，赶紧给我振作起来。公主在我之前已经与旁人做过了吧？再陪陪我吧。之前我怎么就没发现你技术这么差呢？明儿本公主安排几个人去好好教教你。今夜你就先退下吧。哥哥，你成天待在永华公主府里不出来走动，我想见你一面都很不容易。好在我了解你，猜到了你今天会来这里见楚宁，不然……你找我有什么事？3天前我回景王府后，王爷再一次给我下了禁足令，还说绝不会再踏入我院中一步，要让我顶着他侧妃的身份孤独终老。他还把我带入景王府的陪嫁丫鬟那些全部都给发卖了，只留了应春一个人伺候我，且让他管家每天送入我院中的吃食全是残羹剩饭不说，甚至还有馊了的。哥哥，你得帮帮我呀，不然我迟早会死在景王府里的。你今日是怎么出来的？我从嫁妆里拿了100两银子，收买守在我院子外面的2个侍卫。你现在立刻回景王府去，此后都不要再出来找我了。等过些日子景王差不多淡忘了今日的事情，我会设法帮你的。为什么要等过些日子？还有，等王爷淡忘了今日的事是什么事啊？自然是你收买守卫出来见我一事。哥哥的意思是，那2个守卫会拿着我给的银子去揭发我？不应该啊，我可给了他们每个人50两银子，那是他们大半年的月俸呢。银子可远没有命来的重要。总之啊，你按我说的做。那哥哥，你可千万要记得帮我，千万别忘了，不然哥哥你下次见到的可能就是我的尸体了。上贵妃花重金寻到了一些开得最早还有异香的红梅，3日后要在宫中办一场赏梅宴。据说连怀孕后鲜少在人前露面的母后都会出席，届时我们也是要去的。且我还特意修书给了二哥，让他将你妹妹也带上，好让你们兄妹2人久违的说说话。多谢公主。虽然我近来不如从前重情欲了，鲜少传你与旁的男宠来侍寝，甚至都清心寡欲到想遣散一些男宠了，但你是最像金放的，所以只要你乖一些，听话一些，你永远都会是我的驸马。而我能让你见你妹妹，就能帮你妹妹改变如今的处境。你那么聪明，应该知道此后该怎么做吧？皇上，景王妃跟景王侧妃一样，也是有喜吧？且他2人这通呕吐都有些不同寻常，想来是受到了外物影响。请皇上着人详查他2人今日入口的所有东西。今日这梅园里的1应吃食都是盛贵妃你着人准备的，那2人又都是你儿媳，就由你着人去详查吧。是啊，幸亏皇后进这梅园后还什么都没有吃也没有喝，不然皇后跟她腹中的2个小公主若是出了个什么好歹，盛贵妃你可就万死也难辞其咎了。
是臣妾治下不严，有所疏漏了，臣妾一定会严查到底，给出一个交代来的。你岂止是治下不严，教子也无方。钟离一族的女子若嫁入我们皇室，不得有孕，也不得为后，是祖先的规矩，数百年来都无人破例。今日钟离却有了身孕，也不知是景王有了滔天的野心，还是他们钟离一族。父皇明察，灵儿她一直有服用端嬷嬷熬的婢子汤，此事端嬷嬷可以作证。父皇可以传端嬷嬷进宫问话。另外，苏影霞当日也是喝了婢子汤的，却也怀上了。还请父皇着人详查，还儿臣清白。儿媳也请父皇明察，儿媳也只有好好服用婢子汤的。无论如何，祖训不可违。何院判，去熬一碗堕胎药来。即便查明后你二人真是无辜的，真是遭人陷害的，朕在此也必须告诫你二人一句，再有下次，朕命人准备的就不会是堕胎药，而是绝子药了。今日在赏梅宴上，我瞧见好些人都会不时看一眼渊儿，且眼神还都颇为复杂。殿下可知道些什么？你也听见母后说了，今日东阳在赏梅宴上穿的那身行头，是盛贵妃给他准备的。在距今20多年前，徐贵妃在吉吉礼上穿戴过相同的一身行头，再加上东阳打小就有几分像徐贵妃，今日刻意的装扮之下，更是像得如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般。殿下莫不是早就已经知道了？所以我们出宫前，袁公公说皇上有事要与你商议时，你才以身子不适为由拒绝了。不仅我早就已经知道了，老三也早就已经知道了，且最先知道的还是老三。有一次他撞见老二把东阳骂哭了，跑去问我老二怕什么，他把老二吓哭，给东阳报仇，我就顺手给了他几只刚研究完毒性不是那么大的虫子，让他潜入明霞宫去放到老二床上。结果鲜少入明霞宫的他在里面迷了路，误打误撞听到了盛贵妃父女俩的对话。当时盛贵妃似乎正准备杀他，且都已经安排好一切了。最后关头，盛哲红那只老狐狸得知他其实是小盛妃所出，是被徐承善的人跟东阳对调了后，乔装易容连夜潜入宫中，阻止了盛贵妃，还说要找到确凿的证据，以便日后他用来扳倒徐家。他当时都要吓傻了，幸亏生来就聪明，没有回去与徐贵妃说，而是全部与我说了。皇宫里，殿下呢，在与盛贵妃说话，令妈妈去偷听了一会儿，盛贵妃好似……你但说无妨。是，盛贵妃从他们盛家旁支挑选了几位表小姐，有意送入我们景王府。王爷似乎从那几位小姐中选了2人，还留了其中1人与他独处。独处？难道在宫中这段时间，殿下不与我同住？盛贵妃身边的长侍大宫女说，盛女宁近来身子不便，不能伺候王爷，也需要好好休息，所以不仅另外给王爷安排了住处，还特意选了与盛女所住的这个房间距离颇远的地方。殿下，明霞宫里有情况了。哦，有人找上钟离主仆了。约莫半个时辰前，易容乔装后改名为秉娘，跟在景王妃身边的令妈妈去如厕时，有人向她射了一枚飞镖。虽说当时隐在暗处的我们的人声称那飞镖没有绑任何东西，但那飞镖本身可能就含有某种信息。那之后令妈妈将那飞镖交给了景王妃，不过景王妃似乎又发病了，眼下他们主仆几人正乱作一团，还没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这就发病了，比他预估的时间早了几天呢。另外，盛家人昨日送进宫的那7位表小姐，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点像太子妃。哼，盛哲侯那个老不死真是好样，这种事情他们都做得出来，是还当本宫跟以前一样要死不活，奈何不了他们。殿下，咱们太子妃长得可不是一张打哪儿都能见着的大众脸呀。纵然他们盛家人多势众，有表小姐无数，也断不可能一口气儿找出7个与太子妃有些相像的来。故而老奴以为，定武侯父子俩定然是在太子妃恢复容貌后，就着人去全国甚至是他国寻找与太子妃相像的人了，属实是可恨之极，绝不能轻饶了他们。陛下早知景王对我有意了。君莫沉着脸点头。我与景王从前并无交集啊。怪我。那几年得你余年师伯解毒疗伤的时候，每每痛到无法忍耐，我都是靠画你的画像来咬牙撑过去的。老二就是在那时对你上了心，还曾胆大包天的将我最为中意的一幅画偷走过。当时我念着他很快就还回来了，
也就没有与他计较。但他竟然还敢开口问我死了后他能不能娶你？原来如此，莫不是在景王问了殿下那个问题之后，殿下就与景王疏远了？毕竟那几年，皇上似乎将殿下护得很牢，没有殿下的准许，景王该是无法时常去见殿下的。故而在那之前，殿下与景王的关系应该挺好的。我倒也没有小心眼到那个程度，当时也只是警告地看了他一眼。那之后他就很久没敢再去见我。而在他不敢去见我的那段时间里，他母妃跟盛家人安排了不下10次对我的刺杀，每一次用的都是父皇精挑细选出来服侍我的宫女。不论父皇如何用心的筛选，最后都是他们的人。有一次还差点让他们得了手。故而等老二又终于敢去见我了时，我让人将他丢进了那堆他母妃用来刺杀我的宫女的尸体里，来警告他母妃和盛家人。说到这儿，君莫顿了顿，轻轻地叹了口气道：哎呀，当时我都特意吩咐人把腐坏的不是那么严重的尸体放在面上了，免得直接把老二吓死了。谁想他倒是没有被吓死，而是患上了那老屎的洁癖症。而我们早在比当时的他小好几岁的年纪里，就终日跟虫子重尸为伍了，也曾那般被人放置在尸体堆里过，且时间还远比他当时久，却什么事都没有。所以他不该因那记恨上我，而是该去好好反省他自己太脆弱。景王妃这是在做什么？此前我们王府的人前来请嫂嫂去为我把脉施针时，态度强硬了些，而我因为刚嫁入王府，终日忙着熟悉府里的人，打理府中琐事，实在是忙昏了头，没顾得上立刻来找嫂嫂赔不是，导致前些天我因为落胎后身体太过虚弱，引得再度发病了，才想起来还没有来跟嫂嫂赔不是。可前几日嫂嫂跟太子都不在京中。赔不是？哪里需要这般当众跪下了？这不是在折煞我吗？毕竟你除去景王妃的身份在，还有尹氏大家族的圣女那层身份在，而我现如今还未与太子完婚，只是温国公府认养的小姐罢了。是我治下不严，惹怒了嫂嫂在先，又拖延了这么久才来与嫂嫂赔不是。嫂嫂自是担得起我这一跪的，还望嫂嫂大人不计小人过，莫要再生梨儿的气了。然后也请嫂嫂继续为梨儿治病，梨儿也会给嫂嫂高出此前3倍的诊金，且此前允诺的治好后的金额不变。我这个人素来就不爱生气，景王妃其实不用这般在众目睽睽之下跪下来跟我赔不是。至于继续为你治病，是我医术不精，没有能将你治好的把握，顶多也就只能压制住你的发病罢了。所以还请带着你的黄金去另请高明吧，免得在我这里延误了病情。嫂嫂留步，众所周知，我这病情请遍了天下名医也毫无用处，唯嫂嫂一人能治。若嫂嫂还嫌诊金不够，梨儿可以再加2倍诊金。是能压制治不好也行。也行。那你明日将黄金带来，从明日开始我恢复3日给你施1次针，只不过得你自行来东宫找我。好。父皇派了龙影卫去袭击七皇叔，还让人在这急报上说七皇叔为了救流英公主跌落山崖，是为了挑拨七皇叔跟德妃的关系。你告诉朕永华是德妃与老妻之子之后，朕没有给龙影卫下杀了老妻的命令，他们也会拿捏好分寸的。若是顺利，等老妻此后安然归来，德妃那边就会有动静了。殿下，阎王找到了，伤势虽有些重，但并无性命之忧。眼下已经由禁军送回阎王府了，且北叶国的流言公主也以阎王是为救她而受伤，她要亲自照顾阎王为由，跟着住进了阎王府。七皇叔还真救了叶流莹啊？似乎是的。没人反对叶流莹住进阎王府？据说阎王妃起初是不同意的，费了诸多唇舌，想劝服流英公主与使者团一起住到城南驿站去，但流英公主态度十分坚决，最后阎王开口制止了阎王妃。襄王怎么了？他被景王妃下了毒，据景王妃说，7天之内若是不服解药，那么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他了。景王妃给襄王下毒？属下已将倪掌柜送至叶曼处，由叶曼安置。今日皇祖母找了我去，与我说起了17皇叔的生母。据说其虽是被派到皇祖母身边的，却从来没有行过加害皇祖母的事，还对他自己的出身恨之入骨。在意外被皇祖父宠幸后，他也立刻服过避子汤，谁想还是怀上了。之后他企图流掉腹中胎儿，却被皇祖母发现，加以制止了。当时他婉拒了皇祖母做主给他喂粉，还央求皇祖母日后将他的孩子养在膝下。
此后，又在难产危在旦夕之时，向皇祖母坦白了一切。他说他的意外成宠，明明服了避子汤，却还是有了身孕，想流掉腹中胎儿，却被皇祖母撞破，这些事都是有人在暗中操控。他还告诉了皇祖母如何识别他这样的人，并请求皇祖母不要让他的孩子有子嗣，说他们的血脉罪孽深重，被上天诅咒了，男子都活不过40，女子则都会遵从先人的野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太后娘娘好端端的，怎么忽然找殿下去说这些？可是降王此前在调查的过程中打草惊蛇，叫太后娘娘察觉到了，并且太后娘娘已经与降王殿下私下里谈过话了。不愧是宁宁姐，不用我说，你就已经猜到大概了。再过几日，我们就要出发前往东北关了。此一去没个10年8载，我们必然是没有机会回京来的，望你多加珍重。这不劳你们费心，不过念着你们去东北关是为了皇上，还有殿下守卫江山百姓的，我就姑且在此祝你们一路顺风吧。天下有让人盯着苏应风吗？永华府里一直有不少我的人，你送去给李富秋，让他每日给永华公主吃上1粒。是，以防万一，我再确认一下吧，少了1粒。你与那几日接触有些时，可知是他们之中的谁拿走的？目前我还无法确定，但不论是谁，都一定是冲着殿下你来的。因为我在让他们几人进药房伺候之后，可以将所有为你做的药都放在了药架最顶层，而给永华公主准备的药，是我那天临时起意混入其中的。看来在父皇母后将那几人接回京中来之前，亦或是在他们回京的途中，就已经有人给他们下了命令。殿下，属下刚刚收到消息，德妃半个时辰前乔装后出了永华公主府，埋伏在永华公主府周遭的人已经按殿下的吩咐，在德妃去往阎王府的路上将德妃拿下了。按计划行事。是。我去药房里瞧瞧，殿下回去歇下吧。我随你一起去。师父，你们5个人一起去见了钟离文谦呢？你叶焕师兄已经私下与那钟离文谦见过几次面了。今天他与钟离文谦相见，是要把你大师兄引荐给钟离文谦。而这个时候，降王府里，圣女，奴婢收到传信，太子往降王府来了。我当降王，你是真的不怕死呢，却原来是早就送了求救消息去东宫啊。可太子拖到只剩下最后几个时辰，才领着楚宁来救你，说明他根本就不在乎你这个皇叔的死活啊，甚至还有可能早就已经知道你体内流着他恨之入骨的前朝余孽的血了。他肯定是领着同样对前朝人恨之入骨的楚宁来亲眼看着你咽气的。不是说降王你只钟情于你那外室，对降王妃毫无感情吗？既然你多少还是有些在乎他的，而我们又抓不到被楚宁护着的倪寒，就让他陪你上路吧。你们杀了他，他娘家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你唬谁呢？他娘家人若是真的那么在意他，哪里会由着你冷落了他这么些年？把他带走，你就下去见你那短命的娘吧。随后，钟离等人前脚经由暗道出了降王府，后脚君莫楚宁一行人就入了降王府。东家，降王殿下的毒，您能解吗？恕我无能为力。皇叔，让我跟他单独说几句话。你给17皇叔吃的那药，还有多久才生效？差不多了。楚宁话音一落，就瞧见降王府的管家领来了几个人，京兆府尹、大理寺卿、大理寺少卿，还有几个太医。太子殿下，降王殿下情况如何？君莫方摇着头说不太妙，倪寒的哭声便猛然又响起。殿下节哀，敢问殿下要安排验尸吗？验尸就不必了。17皇叔的死因是中毒加鞭伤，那头连宁宁姐都束手无策，想来你们的人也是验不出什么名堂来的。且眼下尽快抓到谋害17皇叔的凶手，并平安救回17皇婶才是最重要的。是，微臣等即刻着手调查。圣女，楚宁这是要送倪寒出京啊，要不要追出去抓住倪寒？降王都死了，还抓来做什么？就在盯着陆陆续续进入降王府的官差看了几眼之后，你去跟上楚宁一行人，等倪寒跟楚宁主仆分开后，你就跟着倪寒，弄清楚他去了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是。永华公主跟苏应风的婚期
是不是定在最近了？原本是定在5日后的，但北叶国的那些来使此前轮流入永华公主府规劝，说永华公主就算是不为了德妃守孝，也万不该在德妃下葬前后大婚。起初永华公主并没有当一回事，还一度放话要将婚期改到德妃下葬当天。最后是刘盈公主入了永华公主府，劝住了永华公主，因此永华公主跟苏应风的婚期便改到了太子妃您与殿下大婚之后立夏之时。小楼此番病得厉害，所有太医都束手无策，我想请你前去为他把把脉。公主为了曹驸马，不是曹公子，愿意花这么大的一笔银子，真的只是因为曹公子的哥哥吗？这与你无关。今年冬天实在太冷了，殿下近来一直在咳嗽，我今天要为他熬药，没有时间去贵府。明日我会抽个时间去一趟的。你是嫌少，还是要分文不取？分文不取。为什么？我与殿下婚期愈发近了，5日公主便要改口称呼我为嫂嫂了。为曹公子把个脉开个方这么点小事，我若是还收公主那么多银子，是要落人口实的。我到底不是有菩萨心肠的大善人，分文不取为人治病这种事，可一而不可再。故而我为曹公子治病期间，公主若需要我也为你治一治的话，我是要收费的，且还不便宜。我有哪里需要治的？今日与公主相见，公主的气色要比此前好多了。想来公主身边是有医术相当不错的人，但那人医术再如何厉害，也无法为公主调理好身体，使公主有孕吧。你说什么？你能治好我，使我能怀孕？你真能治好我，使我能怀孕生子？楚宁点点头。价钱你开，即便我拿不出来，我也会想尽办法凑够给你。不需要钱，只要公主帮我们一个忙即可。你近来时常出入东宫啊？二哥素来对我的事了如指掌，应该已经知道我近来出入东宫是花了重金找了楚宁为我治病吧？治得怎么样了？不知道，我近来成天喝一堆汤药，都已经喝得清心寡欲了。等之后停了汤药试试看吧。你准备拿谁试啊？苏应风？除了他，也没有旁的人选了。但现在的他没有资格做我孩子的父亲。可要我助他东山再起？二哥有法子助他东山再起？我既问了，自然就是有。不过在那之前，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小忙。我与二哥之间还谈什么帮不帮的？只要二哥你有用得着我的地方，随时知会我一声便是。我听说大哥扣下了好些苏家军送回来的战报，我需要你帮我确认一下那些战报里的内容。二哥这不是为难我吗？我近来虽是每天都会出入东宫，可我能接触到的也只是楚宁跟楚宁身边的人，见大哥的次数都屈指可数。因为大哥近来身子不大好，我哪有机会？大哥近来是真的身子不好，不好到了什么程度啊？君学蕊就按照君莫那封亲笔信中所写的，如实回答道：我近来也就见过大哥2、3次，而楚宁的嘴又轻易撬不开，所以大哥眼下的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了解。但是在我那几次见到大哥的时候，每一次他的脸色都不大好，与我说话时声音也是有气无力的，还一直在咳嗽，甚至于连楚宁进来都是一日憔悴过一日，似乎已经因为大哥这次病倒心力交瘁了。然后今天楚宁在为我施针的时候，有侍女跑来楚宁耳边说了几句，楚宁当场就匆匆结束了给我施针，去了大哥那边。当时我隐约听见侍女说大哥咳出血了。咳出血了？此话当真？我不敢保证，也可能是我听差了，毕竟大哥以前也没有因为咳嗽吐过血呀。此后你想办法确认一下，若非已经无计可施了，我是不会来找你相帮的。而大哥眼下的情况关乎着我们下一步的计划，十分要紧，所以妹妹你这次务必要帮帮为兄。君学蕊只好硬着头皮应下了。而后他在送君锦离开时又起口问道：二哥，
假如坊间那些有关我的传闻是真的，你以后会不会……不会，你永远都是我的妹妹。先皇后当年待你不薄，你为何要害她？奴婢冤枉，奴婢自小与娘娘一起长大，得娘娘不弃，视奴婢若姐妹，奴婢怎么可能？楚宁已然确认你动了太子药，你想清楚了再说话，否则明年今日便是你全族的忌日。那日我意外发现我为永华公主做的药少了1粒之后，当晚便检查了我药架上的所有药，发现那些药丸小、数量多的药瓶里都少了1粒，而药丸大、数量少的药瓶里，数量虽是未变，却都被取走了1粒，然后换上了1粒大小、形状、味道都相差无几的药。我仔细研究了那些药之后，发现偷药换药的人只是在我原本的基础上添加了几味会彻底改变药效的药材进去，那手法与我此前接触到过的几种出自宫中的药相同。我当时便猜到了换药之人可能曾受教于我们药王谷出来的那几个为前朝余孽做事的人之中的某一个，故而我不敢低估对方的医术，颇费了一些心思去琢磨要如何将其揪出来。之后我去叶焕师兄的药房里制出了一种无色无味且寻常会医术的人根本发现不了的慢性毒药，将其涂抹到了我当你们面儿用那些十分稀少珍贵的药为殿下做出来的药丸上。而在我将那些药放上药架之后，除我之外，其他触碰的人我都事先给了他们解药，故而中了我那毒的泥，便毫无疑问是那换药之人，也是皇上与皇后娘娘让我找的人来。皇上与皇后娘娘会将你们交到我手里来，是因用医术好的我来抓善医术的贼最为合适，而皇后娘娘会将你们接回京城来，是因早在当年你们去为先皇后守灵不久，皇上就已经查到了先皇后的难产与你们之中的谁脱不了干系，故而现如今你最好老老实实的回答皇上的问题，除非你想拉着你全族来承受皇上压抑了20年的怒火。奴婢罪该万死，但奴婢的家人都是无辜的，求皇上不要迁怒于奴婢的家人族人。元宝，即刻安排人去将雅茹全族的亲属都缉拿入天牢待斩。是。当年让奴婢在娘娘的安胎药里做手脚的人是盛贵妃，她允诺了奴婢日后会助奴婢脱离奴籍，还会给奴婢一笔丰厚的嫁妆，让奴婢嫁给她哥哥为贵妻。至于奴婢更改药效的方法，是与宫中水房里一个老婆子学的。口说无凭，你可有证据？有。凤玉宫中，奴婢曾经住的那个房间里的床下有机关，开启后床下墙角会打开一条狗洞大小的暗门，那里面是一条通往明霞宫的暗道。奴婢从前时常经由那条暗道前往明霞宫，奴婢曾将盛贵妃给奴婢的信物以及盛大人与奴婢来往的书信藏于那暗道之中。我师父当年要清理门户的那几人之中，有一个叫丹青的，这丹嬷嬷难道是其易容乔装成老妇了？极有可能。此前我从你师父口中打听了他要找的那几人的名字后，也只让人在后宫彻查了所有太监侍卫马奴那些，并未查过宫女嬷嬷。这是我做的解毒案，你让去拿那丹嬷嬷的人都事先服下1粒，以防万一。暂且将他关入你那水牢中去吧，在他毫无用处之前，切莫让他死了。儿臣会让手底下的人拿捏好分寸。我这些年在后宫里啊，只是不停按他们的要求在为他们做各种药，故而我知道的不多，但我知道余下9人在宫中的身份。丹青看向了君莫，其中1人就身处在太子殿下你们此前调查过的御香房里，名金秋。哼，去笔墨来，将他交代的一一记下。你想怎么赎罪？你们放我回水房，我助你们抓住包括我哥在内的所有人。你能亲手杀了你哥？我会跟他一起死，然后把他带到云幻师兄跟嫂子面前去赔罪。既然宁宁姐你信他，那本宫就与他赌这一把。
大不了赌输了，再多耗费些时间。我倒不是信他，只是看他不似做戏，且有法子拿捏他。2日后，宫中突然传出消息，说是皇上病情加重，今年宫中的家宴取消。元宵动手，眼下离元宵可没多少时日了，会不会太过于仓促了？我外祖父跟舅舅为了那一天，已经为我谋划多年了，早已做好了万全的准备。眼下京中只余下城防营跟禁卫军了，城防营跟禁卫军中还有大半是我外祖父跟舅舅的人，再加上永华已经为我确认了太子手里确实压着许多从前线送回来极其不妙的战报，即便时间上确实仓促了些，我们也是绝对不会失手的。所以李儿，我交付于你的那几桩事，你一定帮我办妥，绝不能出现任何纰漏。殿下放心吧，我若死了，3天之内你们圣女也必死无疑。你对我们圣女做了什么手脚？你现在已经落到我们手里了，最好老实回话，否则我随时都能让我们的人用暗器将你射成筛子。你们若是想让你们家圣女给我陪葬，随时可以动手。我们暂时不敢动你，还动不了你身边的人吗？给我动！没等钟离乌梅把最后的手字说出口，楚宁就把叶焕拽到了身后，并道：我可以跟你们走。我不是让你直接杀了他吗？圣女息怒，她说她若死了，圣女3日之内也必死无疑，奴婢不敢贸贸然下手。他说你就信？旁人不知道，你可是知道文清已经见过药王谷的谷主了。他楚宁连我们下在皇上身上的毒都解不了，医术还能比得过药谷主？圣女请慎言，眼下姑爷到底都还没有。你闭嘴！你跟楚莹不愧是姐妹。圣女，您冷静一点。圣女，您眼下这副模样，确实有几分像楚莹小主子。奴婢以为这跟楚宁脱不了干系，就圣女三思，先别杀楚宁。你对我做了什么？又是在什么时候对我做的手脚？我在城南驿馆第1次给你的药就已经做了手脚，且那之后我每一次给你施针，每一次给你的药方都是做了手脚的，但那些药方跟施针分开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你身边那位医术尚可的大夫至今也没有察觉出端倪。不过你们大可放心，那也不是什么致命的手脚，只是会使你噩梦连连，神经衰弱，心智不坚，再变得疑神疑鬼，还满心满眼都只有男人罢了。我手里捏着你在乎的人，你若不将我治好，我就用最残忍的法子在你面前杀了他们。很快，钟离乌梅就带来了4个人，孙瑜、于静书，还有他们俩身边的舒慧和东陵。宁儿，无论他们想用我们来要挟你做什么，你都不要答应。到了此刻，我也不怕告诉你了，这会儿东宫跟皇宫已经在我们景王府的人掌控之下了，所以你也别指望太子会来救你们，毕竟他眼下都自身难保了。你最好识时务一点，老老实实的为我治病，别再耍任何花样，否则我不仅要让你眼睁睁的看着你母亲与祖母死在你面前，还要让你生不如死。都这个时辰了，我也不怕告诉你们了。早在你跟景王大婚那日，皇上就已经知道了景王对他下了慢性毒药。圣女，您振作一点，别听信他的一派胡言。姑爷跟武定侯安排的那么周全，是不可能功亏一篑的。对，他们不可能功亏一篑的，肯定是楚宁在胡说八道。你去给我撕烂他的嘴，我要让他以后再也说不出一句胡言乱语来。奴婢此人来迟，让小姐说清了，请小姐责罚。他们怎么会落入钟离一族手里？奴婢稍后回去就去找无痕询问清楚。先将他们带走吧。是。这是殿下让药西师叔开的方子，虽无法彻底治好楚夫人你，却能让你多活一阵子。太子殿下，我不是早就知道我们落入了钟离一族手里啊？对，钟离一族的人自以为他们做的神不知鬼不觉，实际上在他们的人扮作山贼去抢劫你们的财物，并绑走你们之时，就已经有人将消息传回了京城来。但殿下没有告诉小师妹，因为你们与小师妹已经没有任何瓜葛了，没有与她说的必要。于静书心下狠狠一沉，抓着药方的手抖动得更厉害了。而叶焕又道：另外，殿下会找药西师叔开这张能够为你多延续一些时日的药方，
是想让你在东北关好好看看小师妹，远离了你们以后过得得有多幸福。太子殿下仁慈，劳烦替我转告太子殿下，他今日的恩情，我们楚家会用代代死守东北关来报答。叶欢没再说话，退后2步，目送他们走远了，才折返回去。这个时候，你们钟离一族应该也被围住了。也不知道你们家老族长是选择了直接投降，还是负隅顽抗。哦，对了，藏身在宫里的那些个前朝余孽，前些天也已经全数落入我们手里了。这些年他们在宫中发展出来的人，今夜也会全数被抓。我家殿下呢？你那么聪明，不用我说，也应该能想到吧？哼。说起来，你们也真算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这一刻处境相同呢。若非要落入你们手中，让你们更加笃定你们即将得手，免得你们临阵脱逃，我是要去宫里看好戏的。想来景王跟定武侯父子胜券在握的杀入宫中，去逼迫皇上拟废太子跟立太子的诏书，却发现皇上无恙，太子也无恙，还准备周全，就等着他们去自投罗网的时，脸上的表情一定会很精彩。太子妃，景王府上下除去侧妃苏映霞外，已经全部拿下了。苏映霞哪儿去了？失踪了，属下已经安排人去缉拿了。另外，属下审问了伺候苏映霞的人，得知景王今日上午亲手为其喝了好几碗堕胎药。下午时，苏映霞已经因为流血过多陷入了昏迷，故而苏映霞定然不是自行逃走的，而是被人救走了。之后让人持殿下的令牌去永华公主府面见永华公主，让她将苏映霞送入天牢即可，不用派人去搜了。永华公主府里有什么动静儿？禁卫军将德妃杨王一行人全数带进宫中后，永华公主立刻就自行入了宫。据说永华公主在见到变了容貌的德妃之前，一直都很镇定，好似早就已经知道她非皇上血脉了。而她见到德妃之后，趁人不备，用匕首伤了德妃数刀，还与德妃说了一句他们两清了。两清了？皇上有说如何安置永华君雪蕊吗？这个奴婢还不知道，不过德妃还没有死，经人抢救之后，与阎王跟叶流莹等人一起送入大理寺受审了。而数日后，他师父突然给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那蛊炼成了。当真？为师还能拿这事儿来骗你？耀西直接将一个差点有他手掌心大小的白瓷钵递到了楚宁面前去。从5天前起，楚莹每次入重井跟服毒后的恢复速度就在不断减慢。为师与你师兄他们还以为是近来配的毒药出了什么岔子，结果今天我们一大早去到水牢里时，发现楚莹还维持着昨日从重井里出来的状态，半点也没有恢复的迹象，且气息还十分的微弱，俨然已经是一副濒死的状态了。然后在我们手忙脚乱地确认他的具体情况时，这只蛊虫从他衣领处钻了出来，随后他心口处有血色晕开，想来这只蛊虫也是顶破他的皮肉钻出来的。如此看来，这只蛊确实如我此前推测的一般，是寄生于人心脏之中，靠不间断的汲取毒素来成长。而他那堪称神奇的恢复能力，但是他在汲取毒素的时候，会从体内排出某种特殊的东西。那楚莹眼下还没死，且求生意志格外强烈，他一直在重复说想最后见你跟苏映风一面。时至今日，我与他已经没有见面的必要了。至于他想见苏映风，只怕是苏映风眼下没有见他的心情了。不过看在他帮我们练成了这蛊的份上，我会让人去知会苏映风一声。苏映风去不去，就看他在苏映风心目中还有多少分量了。宁宁姐亲眼目睹了母后生产，怕吗？殿下，我是大夫，给人接生这种事做过没有100回，也有数10回了，又哪里会怕呢？而且生孩子这种小事儿，哪有我们从前所经历过的那些事痛？那宁宁姐，你昨晚一直喊痛，是骗我的。我是不怕痛，又不是没有知觉不会痛。而且殿下，你昨晚跟变了一个人似的，我要是不喊痛，你都不知道要胡来到什么地步。我可是为了殿下的身体着想。
那等我以后彻底大好了，是不是就可以在那种时候忽略宁宁姐你的求饶喊痛了？楚宁磨了磨牙，到底是没忍住，用力捶了他2下。殿下无需因为心疼我而顾虑太多，因为我喜欢孩子，也想与殿下多生几个孩子，然后跟殿下一起护着孩子们平安顺遂的长大。好。回门那日，温国公府为楚宁办了极为隆重的回门宴，还特意准备了足够多的喜带。那人宁宁姐认识？像是苏应风。君莫挑了一下眉，他其实也认出来了。派人去跟着苏应风，他若还想生事，就让他再也生不了事，反之则不用理会。是。晃眼月余后，在楚宁终于与他师父师兄们商讨好了，决定将那在楚营体内炼成的蛊放入元素体内时，无痕突然冲进来，冲君莫禀道：殿下，属下刚刚收到消息，苏应风乔装易容后去了东北关，似乎要加入东北军参战。从我目前的感觉来看，那股效果堪称神奇啊！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像眼下这么轻松过了，浑身上下几乎感觉不到一点疼痛，整个人仿佛要飘起来了一样。从脉象来看，那蛊也是相当之神奇，义父眼下好似彻底脱胎换骨了一般。你们此前在宫中抓到的那些前朝余孽，有交代过与那蛊相关的事吗？庞的是用些手段都能叫他们松口，唯独与那蛊，也就是他们口中的药人相关的，他们是宁死也不愿多说半个字。苏家军凯旋归朝，恰逢东宫的2位小皇孙满月，皇上直接将满月宴跟庆功宴一起办了。宫内宫外流水席摆了7日，7日后，苏应之携即将与他完婚的宫灵儿入东宫拜见君莫楚宁。太子表哥，我们准备半个月之后完婚，因为我怀孕了。哦，此前1年里，康和皇姑婆每次独身入宫赴宴，都说你被她宠坏了，为免你出嫁后丢她的脸，再让教养嬷嬷好好教你如何为人妻、为人妇，所以才无法出来露面。可现在看来，你是瞒着姑母，偷偷跑去前线找苏应之了吧？你可是女子私入军营，该当何罪啊？表哥恕罪，灵儿是担心未婚夫君会死在战场上，害灵儿还没有过门就守寡，才跑去找他，然后以侍女的身份留在他身边护他周全的，还望表哥看在灵儿的终身幸福上饶恕灵儿这一回。微臣没有直接将她遣送回京也有错，而眼下她有孕在身，还请太子殿下莫要罚她，微臣愿替她受罚。罢了，无论是对梁国还是北叶国，你都功不可没，本宫就不与你们计较了，但下不为例。多谢太子殿下。叶静领着人将一堆东西抬到了君莫楚宁夫妇2人的面前，还将一封信递给了君莫。殿下呀，这信封上似乎是永华公主的字迹。永华过往的行径与她的出身都错得离谱，但最后的最后，她并没有做错选择。加之父皇一直惦念着幼时的她，心中始终对她有愧，所以那日她在宫中当众刺伤叶流欢后，父皇最后一次为她做了安排。说到这里时，君莫就已经展开信，且已经看完了，因为信上只有简短的一句：恭喜大哥喜得一双灵儿，托嫂嫂的福，我近日也刚有了身孕，特送上薄礼致谢。父皇为他选了个去处，为他改了名，给予了他与曹金楼能安稳度过余生的钱财房产铺面，还安排了些年纪稍大的龙影卫去他们周遭安家立业，一直护他们周全。他说完时，楚宁正盯着信纸下方那曹从新3个字看。从新既有往后余生万事都从心而为之意，也有重新开始之意，是再适合君学蕊不过的名字了。这日，苏应和赵丽带着女儿上东宫求见楚宁时，宁儿姐姐，这些年有听人提起过我们大哥苏应风吗？倒是有听人提起过那么1、2次，你忽然提起他，可是从你哥哥口中听说了一些什么有关他的事儿？前不久我与夫君带着孩子回苏国公府参加家宴时，有族中长辈在席间突然问起了大哥。我哥哥回答说，当年大哥易容去东北关参军后，在与北国开战后不久，就因为一次意外死亡了。后来我私下细问了我哥哥一番，据我哥哥说，
当时我们大哥所在的小队负责去引开一支敌军，期间与敌军交手，敌军人数虽是比我们多了1倍，但以他的身手，本是绝对能够全身而退的。可最后关头，有一个小女孩莫名闯入了他们的交战区，他救那小女孩十分了心，中了2箭，箭上有毒。我哥哥还有楚大将军父子几个，在发现他的身份后，特意去见了那个小女孩。据楚大将军父子几个说，那小女孩像极了宁儿姐姐小时候。楚宁抿了抿嘴，垂眸不语。当初苏映霞被永华公主府的人送入天牢时，就已经在濒死的状态了。因为锦王给她下的落胎药太重了，没几天，苏映霞就死在了天牢里。许是苏映霞的死以及永华公主身世的揭穿，让苏映风对人生绝望了，才会抱着寻死之心去参军。而自己与苏映风之间的纠葛，不是在他临死前救了个容貌酷似他的小女孩就能够两相抵消的。但那些前尘旧事儿，他现在都很少想起来了，倒也可以因他的死彻底忘怀了。说到楚大将军父子几个，我哥哥当时还顺势提到了一桩事。楚大将军的夫人在3年前，宁儿姐姐你诞下九安小殿下跟叶安小殿下之后不久就病逝了。这事儿我倒是听殿下说过了。我昨日听夫君说，夕阳近来时常前去温国公府，也不知道他跟雨儿的婚事是不是尽了。是尽了。1年前，乌夕阳中了状元之后才离开他们东宫，得乌老太傅接回了乌家。那之后他就一直在想办法跟雨儿和好如初，让人安排一些媒婆每日上乌家去给乌夕阳做媒，再让人将那事儿说给雨儿听听。那般做有用吗？不知道，且试一试吧。不过半月，他就得知温雨跟乌夕阳的婚事定在了半年之后。这几年乌家在慢慢的好起来，乌太傅前去温国公府给乌夕阳下聘的那日，拿出手的聘礼还算是可观。而楚宁当天从自己名下选了9个楼给温雨做添妆。来年末，温雨诞下了1对龙凤胎，叫生了2胎都是2个臭小子的楚宁羡慕的不行。又3年后，楚宁再一次怀上时，4个容貌相差无几，气质却各不相同的小家伙齐齐地围在自己身边，问这次怀的是妹妹吗？有妹妹。太好了，太好了。虽说此前你生那4个臭小子都还算顺利，但这次又多了一个，会不会出事啊？要不还是……不会有事的，殿下信我。而且我答应殿下，生完这1胎，我们就不再要孩子了。数月后，楚宁平安诞下2子1女。他们母子几个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小丫头是最后出生的。君莫就演了一出救急复发，退位于他，带着楚宁游山玩水去了，连他们最宝贝的平安公主都没有带。然后他们去了钟离一族曾经居住的凤凰岛暂住，君沐尘与温岚住在那儿。当年对前朝余孽深恶痛绝的他们父子2人，对上钟离一族半分都没有心慈手软。在用言行逼问出他们所有族人的下落与散落在全国各地的细作数量之后，给全员赐了毒药。上至垂暮老者，下至出生婴孩，一个隐患都没有留下。后来已经满头银发的君沐尘与君莫下棋时，说他们罪孽深重，死后也不知道会不会下18层地狱。君莫知道他已经经历过18层地狱了。君沐尘又说他当初应该留君锦一命，将君锦跟盛家人一起流放至岭北沙漠去自生自灭。君莫淡淡道，左右都是一死。因为当年那些盛家人被流放到岭北后，没过几年就因一场疫病全都死了。当晚，君莫缠着楚宁要了一次又一次，气得楚宁想将他踹下床时，他拽着楚宁的小腿，故作多愁善感道：父皇老了，总追忆往事，我们也很快就会到父皇那个年岁，不趁着现在还能动的多缠绵几回，以后便是想，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呀。虽然我们保养得好，瞧着才不到40的样子，可我们都马上50了哦。50，我这老腰都快被你给折腾废了，而且这辈子快到头了，不是还有下辈子吗？
下辈子的事与我们这辈子有何干系？我们要在这辈子把这辈子的温存享受够了。话落，他又在楚宁的眉心亲了一下，然后神色认真地与他对视。妮妮姐，以后你满脸皱纹，牙齿也掉光了，我也会一如既往爱你的，所以下辈子你必须等着我去娶你。好，来世若等不到你，我就一生不嫁。